眼皮极重。明若曦努力睁开眼睛，月光惨白，亮度正好能让他看得见眼前的画面：荒山、坟地、杂乱的灌木丛，上下左右全是死人。就在明若曦要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压在他身上的死人被推开了，然后一只手朝他伸了过来，手指欲探向他的鼻息。明若曦心中一凛，倏地扣住了那只手，用力一拽，同时奋力翻身跃起，将对方摔下，起身骑于对方身上，手肘制住了对方的咽喉。天哪，好帅啊！惨白月色下，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男人的脸，这眉毛，这眼腔，在这样满是血腥的死人堆里，在这样诡异醒来的黑夜，突然看到这么一个绝世美男，而他还骑在对方的身上。你是谁？靖王，司空姬。来这里干什么？选妃。选妃？你一个王爷来这死人堆里选妃？哦，这是打算配阴婚呢？配阴婚又算什么？你又是何人？我是何人？明若曦正待思索，突然眼前倏地一黑，脑袋一阵眩晕。若曦，你爹终于派人来接我们了。你说你是晋阳侯府的小姐？别恨我们，要怪就怪你的命。她不再是一眼琐碎出色的邪医，她是晋阳侯府被抛弃的废物三小姐明若曦。眼下状态摆明身份无疑太不理智，而且她给自己这副身体诊完脉，发现失血过多加中毒，已经是濒死的状态，1刻钟内不止血，没有服下疗伤的药，只剩下半个时辰的命。膝盖一屈，猛地顶向了男人最脆弱的要害。这一击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伤口撕裂开来，又涌出了温热的血。他双腿夹住明若曦作乱的膝盖，幽深眸底隐有流光。明若曦重活一趟，却没有打算只活这么半个时辰，于是对上司空吉带着无尽探究的眼神。王爷，有药吗？不等司空吉出声，明若曦一手以诡异的速度闪电般摸进了他的胸膛。司空吉飞速从他身上退开，定睛一看，明若曦手里却已经握着一只小玉瓶。那药你不能吃，能不能吃我说了算。嘿，明若曦不等他说完，动作极快地把瓶塞拔掉，把药倒进了手心里，一颗赤朱色的药丸。明若曦斜扫了司空吉一眼，他的目光落在他掌心那颗药丸上，薄唇抿紧，下巴紧绷，明显很是看重这颗药丸。这是断肠丹，剧毒，不能吃。靖王，您在胡说八道呀！他在司空吉的目光中快速地把那颗药丸丢进了嘴里，一仰头把药丸给咽下去了。你放肆！司空吉见他竟然不惧，当真把药给吃了，还用这样挑衅的态度，立即就朝他扑了过来。在明若曦要再次抬脚踹来的时候，一手抓住了他的脚踝，重重地压了上去，另一手快速以2指探向了他的嘴巴，要去抠他的喉。2根手指探进了他的嘴里，明若曦见状张嘴就咬。你是狗吗？给本王松开！司空吉快速地收回手，低头一看，手指上果然已经印上了深深的齿印，有2处还咬出了血来了。王爷，药我吃了，要夺回去，只怕得将我剖了8位。
你真当本王不敢？你就算敢，也得有本事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另一腿反缠住他的腿，同时发力抱着他一个翻滚，反下为上，浑身是伤还强悍无比的少女骑在他身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露齿一笑：王爷，要不你大方点，那颗药就送了我吧，我们省点力气，不用再打了。你是本王的谁啊？本王要送你这般贵重的药，你可知那颗药的价值是多少吗？知道，100年的人参雪莲还有灵芝，足足749种药材，当真是珍贵的很呢。林若邪已经感觉到胃里隐隐暖了起来，身上的伤口也不再流血了，甚至连痛感也都减轻了很多。这颗药丸果然神奇，还确实是好多了耶，可身上的伤好像还是太重了。体内又还有别的剧毒没解，这现在身无分文，单凭我一人离开这里，是不是有些困难？就算离开了，也没钱继续治伤解毒啊！算了，烦死了！既然抢人家这么贵重的一颗药，也没什么东西好还他，倒不如就做一做晋王妃，还有活命的机会。这不就是我好他也好了吗？真是便宜他！哼！喂，你不是来选妃的吗？是又如何？为报一药之恩，我让你选，我当你的王妃，如何？本王的王妃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司空级眸底闪过一丝不明的光。天亮前便要上金銮殿，求得皇上赐婚圣旨。要是应付不了皇后与百官的刁难，极有可能人头落地。啊，这么危险的吗？那还是算了，我可不想找死。那被我抢了药，你自认倒霉吧，反正没着你就习惯了。这句话刚落，一阵天旋地转，司空级抓住他的后衣领一拽，同时一个翻身，形势再度扭转，宁若邪又被反压。本王还是剖开你的肚子，扒开胃，找回那颗药吧。此时药应该还在。喂，你来真的？干什么？扒拉出来你还敢吃吗？本王宁愿把药扒出来喂狗，也不便宜了你。司空级手在腰间一摸，竟然真的抽出了一把薄如蝉翼的匕首来，劲风抵住了明若邪的胸口。王爷，那个是这样啊，我又想了想，一药之恩还是要报的，你说对吧？明若邪毫无节操地改了口。司空级的眼底笑意隐隐，很快掩了下去，抵着他的刀尖退了退。你准备怎么报恩？就陪您上金銮殿拿到赐婚圣旨啊。就凭你？敢问一句，王爷现在有其他选择吗？明若邪瞥过了脸，眼角余光翻了一个白眼，心中的不忿就差摆上脸了。切，都被逼到死人堆选妃了，你的处境能好到哪里去啊？就这还敢嫌弃本姑娘？切！正在司空级犹豫时，突然不远处有火光亮起，渐渐近来，一道带着颤抖的尖细的声音响了起来。哎呦，晋王啊，没有时间了，您选中了晋王妃没有啊？再有1个时辰就要上朝了，皇上还等着您带着晋王妃前去领旨完婚呢。本王选中了。啊？哪儿呢？在这儿呢。崔公公看清了被晋王扶着的人，顿时就发出了一声尖叫。女鬼啊！那女子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看着他们，突然露齿一笑，眸子亮得摄人，一脸血污，又衬的牙齿又白又急，莫名的恐怖。崔公公眼白一翻，差一点就吓死过去。哈哈，鬼？她是本王挑中的晋王妃。司空级觉得明若邪是在故意吓他们，
几个工人瑟瑟发抖，相互搀着爬了起来，又颤抖着捡了火把，却不敢去照那踏着死人堆而来的两人。一上马车，司空吉便瘫倒坐了下来，动弹不得，更别说像刚才那般和明若曦打斗了。驾！马车晃动了起来，马蹄声、车轱辘声也响了起来。明若曦知道他们朝皇城出发了，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接下来他还得靠着晋王，自己吃了他的药，他可不能就这么死了。借着暖炉的一点光，见他竟然脸色蜡黄，嘴唇惨白，他心里咯噔一声，手指便搭上了他的脉。我去，真是倒了血霉！这一叹之后，宁若曦不由得咬牙切齿，她从来没有见过身子骨虚耗到这种程度的。可以说，司空吉就没有一处是好的，早就是垂死一线的残命。见他微松了一口气，似是自言自语，自叹息：本王又醒过来了呀。是醒过来了，但是很快就要死了。放心，本王还能撑个半年一载。撑不了，明早就得死。你体弱多病，生源耗尽，偏偏现在着凉了，过一会儿就该发热，这场感冒会要你的命。司空吉一怔，这个女人怎么对本王的身体了解的这么清楚？你是大夫啊？我不是，大夫救死扶伤，而我冷血独长，不是好人。不是大夫，又怎么如此断言本王明早就得死了，还评判自己是冷血独长，不是好人？王爷，你坦白回答我，若是我当了晋王妃，你死了，我用不用殉葬？宁若曦一开口，又让司空吉后槽牙忍不住磨了磨，开口闭口就说他要死了，嘴真毒。一道破空声响起，外面车夫一声惨叫：有刺客！崔公公尖细的声音带着害怕惊慌。快逃！外头，快逃！工人的尖叫划破了夜空。晋王来了！司空吉一把掀开了车帘，斜前方有数人骑着马正朝着他们驰来，其中有一人在马上再次拉弓搭箭，对准了马车里的他们。果然是冲你来的，就这么个被迫死人堆里选妃的破落王爷，竟然还有人追杀！第二支箭携着杀意破空射来，司空吉唰地放下了车帘，抱住明若曦往车厢里一滚，噗的一声，那支箭重重地射破了车帘，射中了车内壁。这要是被射中，肯定得直接射穿。这两箭他能够判断出来，来人不是饭桶，绝对是一流的杀手。能够引来一流杀手的人，就算是废物，应该也是有价值的废物。但是现在他们处境极度危险，手无寸铁的拉车的马嘶鸣着，在没有路的荒野失控狂奔。他们在马车里被晃得几乎要甩出去，后面马蹄声急急，如同催命。第三道破空声，这一回箭从马车后面疾驰而来，当的一声射穿了车壁，尖锐箭头直刺进来，差点就射中了正被甩到这边的司空吉。好在明若曦快速将他一转，风刮起了车帘，他们同时朝外面望去，竟是一处断崖，他们的马车正朝着断崖疾驰而去。司空吉当机立断，将他拽了起来。跳车！跳下去的时候注意混着头，尽快前来往右方跑，本王会拖住他们。司空吉说完，已经先一步冲了出去，跃向马车。明若曦探头看去，正好看到司空吉自地上爬起，然后朝着那些杀手奔了过去。这是想死啊！就他那快死了的病弱身体，还想冲过去迎战，这是病魔症了吗？明若曦看到那些人已经策马冲向了司空吉，马思明已经快到断崖边，他一身是伤，这个时候跳车估计也凶多吉少，而且有这马车，他们兴许还有一线机会逃脱，靠他自己这会儿走不出10步就得倒下。明若曦眸底沉静，爬到了车辕，再爬到了马背上，断崖眼看着就要到了。
10米、8米，风在耳畔呼呼的响，他全身剧痛，伤口几乎全部崩开，血又流了出来。5米，明若邪的右手已经探到了马的眼睛，伸手遮住了马眼，闭上眼睛。他的手心一片暗红，红如火，红如血，鬼手遮眼，邪医的看家本领。右转3米、2米，那失控的骏马忽然高高的抬起了前蹄，仰天嘶鸣，然后骤的急急转向了右边，马匹几乎扭出了一个诡异的角度，马车擦着悬崖边缘转了方向，掉头驾。随着明若邪的指令，马匹诡异的听从了，掉头朝着来处驰去。驾！明若邪伏在马上，却见司空吉与那几名杀手已经打在了一起。这病老子竟然会武功！他虽有武功，但是明若邪确信自己探脉断命没出差错，他已经一脚步入了鬼门关，这样的病弱之躯活不过明早。可饶是如此，明若邪还是看到他一脚蹬于猛腹，身形跃起腾空，一脚扫落了那名杀手。跃下之时，膝盖重重的跪压在那人咽喉间，利落狠厉。这还是那个皎洁如月、如玉无双、雅若修竹的病弱美男。此时的司空吉如同俊美颜君。不好，晋王竟然是高手！一名杀手失声叫了起来：“要通知主子！”你们有命去报信！话音刚落，便见那手一掷，手里的剑急射而来，呼的一声直插咽喉。那杀手身形一僵，突着眼睛从马上摔了下去，再无声息。司空吉缓缓转身，便看到不远处的马车上，马背上扶着的女人正抬着头看着他。哼，你比本王想象的厉害。他竟然能够制住将要冲出断崖的马儿，怎么办到的？彼此，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杀了那些杀手。知道本王这个秘密的人都死了。我是晋王妃，你也要杀吗？他的声音刚落，就见司空吉吐了一口血，缓缓地倒了下去。病老子啊，病老子，哪怕武功再高强，不也还是快要死了的病老子吗？刚才那场恶战，直接就让他的命少了一个时辰。也罢，咱们还是合作关系呢。看在那颗药丸的份上，我就送你回去吧。可是明若邪也实在快倒下了，这司空吉看着瘦削，但还是沉重的很，把他搬上马车，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等他自己也爬了上去，差点儿连给马儿下指令都没力气了。回皇城去。老马识途，他只是给下了指令，马儿便拉着马车疾驰而去。明若邪躺在司空吉的身旁，又累又痛，又饿又晕，觉得穷途末路不过如此。就在明若邪晕晕沉沉，快要陷入晕迷时，风中传来了焦急的呼唤：“王爷，您在哪里啊？”“王爷，王爷！”司空吉醒来时，看见自己的身边围绕着随从星坠和陶大夫，而明若邪却是已经晕死过去了。星坠来迟，请王爷责罚。此事怪不了你。陶大夫，给他看看。陶大夫和星坠的注意力这才重新回到了明若邪身上。这一看，一老一少两人同时又抖了一下，脸色变了又变。王爷，他……本王选中的王妃，务必救他。王妃！陶大夫害得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但是司空吉下了令，不敢有半点耽搁，赶紧爬过去替明若邪诊治。星坠，驾马回城。是。司空吉抬眸看了一眼外面天色，看着一身是伤的明若邪。过一会儿，还有很难的一关要过，很难的一仗要打。他有本事与本王闯一闯这蓝国金銮殿吗？禀王爷，这位姑娘伤得太重了，
而且他不仅是外伤严重，似乎还中了毒。中毒？司空吉愣了一下，而后便蹿起了眉。可这是哪种毒？老朽学艺不精，诊不出来他所中的是什么毒，但是他毒已深渗血脉，怕是很难熬过去了。本王把紫极丹给了他，想必还能助他撑一段时间。什么？王爷把紫极丹给了他？陶大夫和星坠同时惊叫了起来，两个人都差点崩溃了。王爷，能为您续命3天的龙涎只剩最后一片儿，刚刚已经被您喝了，您就只剩1颗紫极丹，危急之时可保性命，怎么能随随便便把它给了别人呢？所以救他，否则本王的紫极丹便白白浪费了。是。陶大夫是真的不想明若邪死去，既然王爷现在已经选了他为妃，那他当然得好好的活着。他想把明若邪救回来，但是这越诊越是心凉。如何？王爷真安利呀！所以他活不过来了吗？王爷恕罪，老朽无能。这姑娘气若游丝，只怕连再睁开眼睛说一句话都不成了。就在陶大夫的话音刚落时，明若邪突然身子一震，一阵猛咳，然后醒了过来，睁开了眼睛。陶大夫被狠狠地吓了一跳，明明是活不过来的了，怎么又醒了？司空吉内心深处却是一松。果然他不是那么容易死的，醒来了就好。明若邪听到了他的声音，挣扎着坐了起来。见明若邪不仅醒了，还能够坐起来，陶大夫的眼珠子都快要凸出来了。明若邪可没有管陶大夫的震惊，只是讶异地看着司空吉，又再次伸手探上了他的脉搏。司空吉手微僵，忍了忍没有甩开他。探到了他的脉，明若邪更是讶然。奇怪了，按道理说，之前他动手杀那些杀手，命都已经快没了，怎么现在再探，他却有了3天的命可活？你吃了什么药？明若邪抬眸看着司空吉。龙涎1瓶可续命3天。蓝国至宝龙涎草，加入8种药材熬成龙涎，无论大病还是重伤，喝了都可续命3天。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只剩下3天可活。你3天后都要死了，还要我当你的王妃，这岂不是说给你做王妃，3天后我便要守寡了？本王与皇帝有约定，若能在10日内选到合适的王妃，他便得给本王一把龙涎草籽。有了龙涎草，你也就不用守寡了。这么说来，他选妃原来是为了救自己的命啊，难怪。此时马车已经停在了皇宫门外。哎呦，晋王哎，幸好您没事儿，奴才可吓死了。外面忽然就传来了崔公公带着哭腔的叫声。哼，崔公公，要是你心肝停了跳动，那就死翘翘了。姓坠，咱家不与你计较。哼！崔公公哼了一声，瞄了一眼马车里。那个晋王，咱们是不是得赶紧进宫了吧？误了时辰，咱家只怕皇上要责备呀。崔公公带路吧。司空吉又咳了2声，这句话都说的像是要喘不过气一样。那个王爷，您选的王妃也在马车里。崔公公想到了明若邪那模样，小心肝又砰砰的跳着，手都是软的，他都不敢掀开车帘去看。公公找我。娘哎！唰的一声，明若邪自己猛地掀开了车帘，崔公公一声尖叫，一脸已经干涸暗红血污的小脸儿倏地又映入了眼帘，那双眼睛又黑亮无比。司空吉抓住了明若邪的手腕。
将他拉了回来。别闹！剑王，咱们快入宫去！崔公公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赶紧回到自己的马车上，逃逸似的朝着皇宫而去。司空吉看了明若邪一眼，松开了手。星坠，经过云裳坊的时候，去弄2套衣服来，再打盆水。是，驾！马蹄声急了起来，驶进了皇城。过了一会儿，星坠背了一只包袱过来，手里也端了一盆清水。他把东西放到马车里，又看了明若邪一眼。就这个样子，换了衣服洗了脸，只怕也成不了凤凰。王爷他当真是太委屈了。哼！星坠哼了一声，转身出去。驾！司空吉把那包袱解开，从里面拿出了一套男装，动手更衣，剩下的那一套女装推到了明若邪的身边。那，把衣裳换了，再把脸洗净。要入宫面圣，不能这么去。好。明若邪也早就觉得这一身血污难受了，他把手和脸洗净，要解开衣裳的时候，看了司空吉一眼，他已经换好了衣服，撅着头，闭上了眼睛，看似睡着了。司空吉，明若邪叫了一声，司空吉没有反应。明若邪听他气息缓而平，并且很低很虚，看来是真的睡着了。这么虚弱的病痨啊，只有3天可活了。明若邪叹了一口气，赶紧把衣服换上了。皇后一心想辱晋王。明若邪想到了这一点，想了想，还是伸手在炭炉里抓了一小把炭灰，抹粗了眉毛，抹暗了脸色，把殷红唇色也给遮盖住了。只有挑了一个姿容平庸的女人为妃，才能令皇后满意。她的目的是让晋王顺利得到赐婚，还是藏着掖着些好。抹好了之后，明若邪抬起了右掌，掌心朝着自己轻轻地抚过。他闭着眼睛，掌心里燃起一片火红，手掌在脸前方徐徐抚过，刚刚抹上去的那一层灰便更加的暗淡，让他整个人看起来灰扑扑的，没有半点的神采。明若邪睁开了眼睛，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又抬起了手，一袖子擦了擦脸，那一层灰半点都没有染在袖子上，宛如真实的肤色。这样应该就好了。脏腑里一阵汹涌，有股血腥涌了上来。明若邪赶紧把他压了下去，他苦笑一声，看来这身体的确是到了坠入鬼门关的地步了。使劲傍上晋王这棵大树是唯一的选择了吧。马蹄声起，天际初白，皇宫里有不少人整夜未眠，都等着要看兰国皇城这多年来最吸引人的一场好戏。皇后早早的就起来了，由着宫女替她梳着发，看着镜子里红灯照亮的自己，保养的极好的纤细手指轻轻划过自己的脸庞。这都快要退朝了，可有晋王的消息？在一旁妆帘里替皇后挑着脂粉的桂嬷嬷闻言说道：宫外还未曾递消息进来，娘娘是希望晋王能赶上时间，还是希望晋王挑不到王妃？本宫倒是想让晋王去死，但是林玉那丫头是个死脑筋，现在晋王要是死了，反而会成为林玉心中永远忘不掉的执念。所以现在晋王得活着，并且他要娶王妃，这样才能断了林玉的心思。桂嬷嬷细长的眼睛里闪过阴阴的暗色，还是娘娘思虑周全。皇后轻哼了一声，等林玉断了心思，本宫会亲自要了晋王的命，都是他令得本宫的玉儿受这样的苦。若他当真挑了个王妃回来，就给他殡葬好了。娘娘真是宅心仁厚，还让晋王黄泉路上有个伴儿。皇后一笑，轻扫了一下自己发梢，去给国丈递个消息，若是晋王当真领了人回来，助他一臂之力。是。桂嬷嬷行了一礼，退了出去。金銮殿上正事已经谈完，太监总管接到了皇帝的眼色，便抻了一下脖子，声音尖细的唱了一句：有事禀报，无事退朝。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微抬眼睑，扫了一眼殿外，神情松缓了一些。很好，晋王还没来，等到退朝，晋王还没有及时赶到的话，这次交易就算他输了，也算保住了这些龙涎草籽啊。龙涎草籽本就珍贵无比，南国皇室也只是收了一点点，给了晋王，他的心就要滴血了。反正只要晋王选不到王妃，他就可以把龙涎草籽给省下来。而且晋王
也会很快就熬不住死去，也就不用再担心林玉那个丫头再闹了。到时候他跟大真国君也有的交代。百官们面面相觑，晋王还没来呀？难道时针赶不上了？皇帝又扫了一个眼风给太监总管，太监领会，正准备喊退朝，殿外却突然响起了通传声，一道通传声打断了太监总管的声音。兰帝的脸色一下子就黑了，晋王竟然险险的在最后一刻赶到了。太监总管向来最擅长揣摩地心，见状便凑了过去。皇上，这晋王也未必能选了妃子回来。兰帝皱了皱眉，不过想想也是，他是知道皇后暗中做的小动作的，把晋王车夫给换了，把人拉到了陈仙岭去。不过他没有从中阻拦，就是觉得这么一来，晋王更不可能找到王妃人选，这样正中他下怀。选，就让他进来吧，看他能选到什么王妃。崔公公望了一眼天色，赶紧跑向了金銮殿。晋王觐见，晋王觐见，快报！皇后娘娘可说了，晋王今天务必要娶了王妃，要他成亲，也要他受辱。皇上宣晋王觐见。有唱声传了过来。云若邪望着外面白玉宫廷广场，还有那正中的一座大殿，手指也微微握了起来。南国皇帝和文武百官就在那大殿里了，他们要去打这一仗。云若邪伸手拽了拽司空吉的衣袖。王爷，心想皇帝宣了。司空吉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美男如此轻抬眼眸时，睫毛如扇，微微颤动，乱人心弦。等晋王带着明若邪往大殿走去，拉了马车的公公立即就招手叫来了一名小太监，压低了声音：去跟各位给了银子买消息的娘娘说，就说晋王当真带了一个灰头灰脸又丑又弱还浑身是伤的丫鬟进宫来了。是。小太监机灵地跑了出去请客。后宫各妃嫔都收到了消息，顿时都炸开了。找了个王妃？什么？一时间，晋王那般绝妃嫔们都让身边的人动了起来。他们久居深宫，平素里消遣不多，晋王选妃这件事可以算是他们这一年来最关注的八卦了，听得人心砰砰跳呀，刺激的紧。若邪正跟在司空吉的身边，低着头走上了殿前的台阶。不过这么10几级台阶，晋王和这丫鬟都喘得要提不起气来。两旁守着的太监看着都不由得嘴角抽了一抽，神情又是同情又是幸灾乐祸，一时间有一些扭曲。兰帝坐在龙椅上，看着两人跟乌龟一样挪了进来，嘴角也是一抽。晋王看着快要不好了。臣。晋王好不容易走到兰帝的座前，就要行礼，只说了一个字，然后又是一连串的咳嗽，听得文武百官听着都觉得自己的喉咙和肺也不舒服了。这病痨，他们俱是一脸嫌弃，然后注意力便都落到了明若邪的身上。这一看，那叫一个嫌弃啊！兰国多美人，上从皇后下到一个小官家的千金，都美得各有不同，清秀小花或是明艳牡丹，应有尽有。这兰国百官们眼光倒也不低，可眼前这个少女怎么能如此糟蹋他们的眼睛呢？全身上下最好看的就是那身衣裳了，虽然这衣裳明显也不咋地合身，太宽松了，袖子都长了，连手指头都盖住，长度也太过了，走起路来摇摇曳曳，像是随时就要踩到裙摆摔倒一样，头都要垂下去了，一身的也不知道什么臭味。这就是晋王所。文武百官都下意识的从两旁避了避，有些衣衫鲜亮的文臣大夫们更是十分嫌弃的以袖掩鼻，眉头皱的快能夹死苍蝇，更有人难掩幸灾乐祸看好戏的笑意。晋王可还是大真六皇子，这丢的是大真国皇室的脸呢。咱皇后娘娘这一招可当真是绝了。你不要命了？明若邪垂着头跟在晋王身边，把周围文武百官的小声议论都听得一清二楚。晋王免礼了。兰帝实在是被晋王磕得难受，索性就不要他行礼了。谢皇上。晋王便站直了，兰帝的目光也早已经落在了明若邪的身上。晋王，10日期限已到，你可挑中了王妃人选呢？回皇上，选中了，就是他。司空吉伸手将明若邪拉上前半步，环顾了一下群臣，然后直直的看向了兰帝。请皇上为臣赐婚。不急。兰帝的这句话让司空吉心微沉，他就知道兰帝不会轻易为他赐婚的。这姑娘晋王是从哪里找来的？当初朕可说过，民家女不可，商户女不可，官家千金不可，皇亲贵胄更加不可以成为晋王妃。皇上，臣不敢忘，
皇亲贵胄、平民百姓、商户女，他都不是。他是臣从陈仙岭中寻来的，是从原来府中被杀丢弃，如今连卖身契只怕都烧了，万说心声。林若曦头没抬，却忍不住想要撇嘴。他算是看出来了，晋王奸诈之前咳成那样，分明就是想要避免跟皇帝行礼，现在说话可就溜急了，哪里还见他咳过一声？看来他还得重新评估这个病痨王爷，只怕他还是个心思深沉腹黑的，跟他合作的过程中可得小心，不能被他给算计了。这么说，他以前是个丫鬟奴婢。南帝漫不经心的又特意点出了这一点，百官们果然都讥笑出声。晋王，你可要想好了，当真要娶一个奴婢为妃，可别到时候回大真跟你父皇哭诉，是我们兰国欺负了你呀！你堂堂一个王爷，娶了个奴婢为正妃，回去不怕被你的兄弟姐妹们笑掉大牙？就是晋王，一声一声的嘲笑，还是算了，一句一句的讥诮和侮辱，他们包围了。可以想得出来，这么多年在兰国，晋王受到了多少羞辱嘲讽，再加上他那病弱的身体，能够活到今天，当真不容易。晋王，你看看这奴婢的模样，能睡得下去啊？小公爷，这个问题您就不用担心了，何不担心晋王还能不能洞房呢？有理有理，只怕没闻到女子的香。林若曦心里晕了过去，轻叹了一声。就算当上了晋王妃，只怕也得承受这些了。可想而知，以后生活不容易啊，回头得跟晋王重新商议一下合作条件，否则我吃亏死了。这要是换成以前的他，一张一张脸的扇过去，绝对能把他们扇成猪头。但是晋王借着宽大的袖袍，悄悄伸手过来，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却很有力量。林若曦怔住，这是第一次有男人握住他的手。一言所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手是鬼手，从来没人敢与他握手牵手，甚至他一抬手，他们都会畏惧的离得远远的。司空吉是怕他崩溃，一个丫鬟以前只怕是一辈子都不敢想象上金銮殿见皇帝和百官，承受这些人的嘲笑羞辱，又怎么能承受得住？晋王，朕觉得众爱卿说的对啊，此事不如就这么算了吧。兰帝的话音刚落，司空吉和明若邪两人的心重重一沉。这个皇帝可真够够的，这是知道司空吉只剩几天可活，光明正大的出尔反尔了。显然司空吉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明若邪感觉到握着自己的手倏地用力，不行，要是拿不到龙涎草籽，我和司空吉两个人都要死翘翘。他把手抽了出来，然后身子抖了起来，扑通一声就摔下去，整个人伏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皇上救命！本来要齐声哈哈大笑的众臣，瞬间像被掐住了喉咙。这是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为何要朕救你性命啊？奴婢明。少女纤弱身体伏在地上，看着可怜兮兮，谁都看得出来她怕得不行，听声音都抖如糠。司空吉站在她身边，都以为她当真怕，可她之前的表现明明不是如此，在死人堆里都没见她惊叫过一声。司空吉垂手敬礼：奴婢明若邪不想嫁给晋王。哟呵，从兰帝到百官听了明若邪的话，都觉得可笑极了。不管他们如何看不起晋王，他都还是大真六皇子，受封的王爷。虽在兰国为治，但是何时轮到一个小小的罪婢嫌弃他了？有人忍不住又噗的一声笑了出来。晋王爷，看来您就是想娶，这丫鬟还不愿意嫁您呢。兰帝也觉得甚为好笑。明若邪，你为何不想嫁给晋王啊？嫁了他，你可就是晋王妃了。明若邪抖得如三根剑鬼。奴婢一直听说晋王爷身体很弱，奴婢怕他不能生养。一阵诡异的静默之后，满殿爆出一阵大笑，又有半生严肃正统的阁老脸都涨红了，花白胡子一颤一颤的。兰帝也差点绷不住他身为帝皇的威严，他看了眼晋王，嘿呦喂，晋王气得都要晕过去了。大人们笑什么？当年我爹就骂我娘，说我娘只生了个丫头，身体就坏了，不能再生了，非要休了我娘。皇上，奴婢要嫁个身强力壮的，像晋王这样的病弱，恐怕连洞房都不成，往后肯定会把生不出孩子的罪名推到奴婢身上。奴婢听说被夫家休了的女子，最后都只能触柱身亡，奴婢不想死。晋王连洞房都不成，堂堂晋王竟然被一个丫鬟当众择宜，连洞房的能力都没有。一个小小的罪婢，本王把你从乱葬岗里捡回来，已经是救了你一命。如今让你当上王妃，你竟然还对本王如此的嫌弃欺辱，本王当真不能忍你。他抬起脚就朝明若邪踹了过去。
这一脚没有踹中明若邪，因为明若邪突然就抬头起身，抱住他的腿，整个人扑了过去。靖王被狠狠地扑在地上，幸得这金銮殿上铺着地毯，但是这般被抱住腿扑下，也真的是摔了个结结实实。听着那声音，众臣都觉得疼了，就连兰帝都忍不住捂额，有丝不忍直视。小丫鬟整个人压在靖王身上，呼叫着：“王爷，您这哪里是救奴婢？当靖王妃不是守活寡就是死，您这是在逗奴婢呢。您这身子也不行了，等您病死，奴婢就是不用给您殡葬，以后也得担着靖王妃的名头，被那些爱慕你的姑娘怨恨。”听到这里，兰帝心中突然一动，那要不要当真给他赐婚呢？等靖王死了，好歹也有个人给林玉和大将军之女秦香容发泄一下怒气和怨恨。王爷，您哄着奴婢说帮您个忙，就给奴婢100两银子的，可没说要奴婢当靖王妃。小丫鬟骑在靖王身上，悲痛欲绝地放声大哭了起来。这画面实在是让人觉得荒唐又可笑。靖王被压得咳得死去活来，双手抓着小丫鬟腰带，就是怎么都没力气把她从自己身上掀下去。奴婢啥也不懂，又不知道怎么当王妃，以后也只能天天被人笑话。回府您不得骂奴婢总给您丢脸。小丫鬟一边哭一边叫着，那叫一个断肠，看得出来就是一个缺一根筋的傻奴婢，脑子还不太好使，甚至还有些暴力倾向。你要哭就哭，要说就说，还骑在靖王身上做什么？没见靖王都快咳得背过气了吗？这时国丈眸光一闪，上前几步对兰帝说道：“皇上，靖王身份尊贵，岂容一个小小的奴婢如此嫌弃？这奴婢还是咱们兰国人，这要是传了出去，只怕其他诸国会说咱们兰国欺负质子，连一个奴婢都能骑在王爷头上。”兰帝思忖着，不由得点了点头。这倒也是，他们是看不起靖王，但是面子上大致也要过得去的。靖王选妃一事儿，这些日子城里也都传遍了。如今靖王已经选中了王妃，要是突然传出去赐婚一事作罢，原因是靖王选中的奴婢竟然不愿嫁，这会让人觉得荒唐的。在皇上面前，岂还能容这奴婢放肆？兰帝扫了明若邪一眼，哎，这脸灰沉成这样子，还哭得眼睛都是肿的，当真没见过这样丑的。靖王风华无双，配这个又丑又低贱的姑娘，还是一个一直嫌弃他的奴婢，对他真是一件再折辱不过的事儿了。好像是被国丈所说到的话给刺激到似的，明若邪又叫了起来：“皇上，奴婢当真不想嫁。”那模样当真嫌弃呀！皇上，大内总管姚公公凑近兰帝：“此婢入了晋王府，晋王府必将鸡飞狗跳，公主再去王府，只怕就难以待下去了。晋王虽可能活不过数日，但也只是可能啊。”兰帝心头一跳，不错，以前晋王也几度到了生死边缘，御医都诊过脉，说活不下去了，谁知道他最终又撑了过来。谁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又让他多撑了些时日？万一他不死，让他成金，还是绝了林玉和秦小荣心思的最好办法。这么一想，兰帝便沉下脸来：“来人，把那明若邪拉开！殿前如此事宜，大哭大叫，成何体统？罪当诛杀！”明若邪被吓了一大跳，呼声戛然而止，再次怕得发抖。被人架开之后，扑通一声，又跪伏在地上。皇上饶命！快把靖王扶起来！靖王被扶了起来，咳得脸色苍白。只是这样，竟然也无损他的绝世容颜。站在这殿上，他依然能把满朝文武都比下去。靖王，你放心，既然朕已经答应，只要你选到了合乎条件的王妃，朕便为你赐婚。皇上，臣虽没什么本事，但是也有尊严。子女这般嫌弃于我，臣断不可能娶她。他越是不要，兰帝越想让他成亲了。这样一个丫鬟以晋王妃的身份进了王府，说不定很快就能将晋王活活气死，这倒是帮了他大忙。兰帝越想越觉得这赐婚势在必行，但是他还是端着模样劝道：“靖王啊，他只是一时想不明白，等到真成了晋王妃，便会知道这是怎样一份荣耀。若不是你凭他一个小小奴婢，修得几世的福分，才能当这王妃啊！”
臣宁愿死，也不能接受这般屈辱。你看看你这样子，也该成个亲，冲冲喜，说不定身子就能大好了。是啊，是啊。百官也都开口劝了起来。晋王越是推拒，兰帝越是下定决心为他们赐婚，甚至连询问明若邪是从哪个府上出来的都没人过得上。来人，拟旨。兰帝这么一开口，赐婚便成了。明若邪脑袋昏昏沉沉的，在殿上做了这么一场戏，已经快耗完他的全部力气了，而且他身上的伤又开始痛了起来，简直是要命。接旨吧。姚公公宣读完了圣旨之后，奉到晋王面前。晋王惨白着脸，手颤抖着，终于还是接过了圣旨。谢主隆恩。听到他声音里难以抑制的悲意，兰帝就满意了。他扫了明若邪一眼，说道：朕也给晋王贺喜了，只是晋王妃看着身体大不好，成亲的日子和时辰，朕再让应天监好好的选选。不过赐婚圣旨一下，晋王妃又是个无家无主的，也没地方去了，晋王就先把她接回府去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王妃大婚之前就先住进夫家的，而且到时候大婚连八抬大轿都不用，这样的婚礼只怕又得笑掉别人的大牙了。晋王已经注定是全天下的笑话了。百官这会儿看着晋王，倒是都有些同情。是。至于那龙涎草籽，稍后朕会命曹公公拿给你的。谢皇上。晋王咬了咬牙，一手拿着圣旨，一手扣住明若邪的手腕，声音抑制：往回府。小丫鬟隐作忍意，像是知道木已成舟，她也逃不了这个命运儿，不敢再反抗，只能低头小声哭着，被晋王拉出了殿。出了殿，明若邪低着头站在晋王背后，像是了无生气。姚公公端着一托盘过来，看了明若邪一眼，然后便对司空吉说道：晋王，奴才奉皇上之命送来草籽儿，请晋王收下吧。托盘上一只小小的素锦香囊，丝丝缕缕的散发出一种幽香。司空吉拿了起来，珍而重之的塞进了怀里。多谢公公。皇上还说了，晋王这一趟辛苦了，让公辇送您出宫去。谢皇上。不过是不想让他死在皇宫里罢了。等到公辇过来，宫人只是扶了司空吉上去，然后抬起公辇便走。兰帝这王八龟孙子，我也是快要死了的那一个，这一趟我才是辛苦了。明若邪觉得自己现在两条腿都沉重的抬不起来了，从这里要走到宫门还有好长的一段路。司空吉这病痨子，这种时候总该替他说一句话吧。但是他看到司空吉朝他看了过来，然后就轻飘飘的收回目光去，说了一句：你快跟上。明若邪后槽牙使劲的磨啊磨，想象着现在咀嚼的就是司空吉的肉，薄荷拆草。但现在他也只能认命的跟在后面一步步艰难的走。这一段路明若邪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等出了宫门，看到了依然等在那里的那架马车以及坐在车辕上的辛坠和陶大夫，明若邪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司空吉紧紧地拢住手，控制住了自己想要去接住他的动作，任凭明若邪晕倒在地上。王爷，辛坠已经飞快地跑了过来，第一时间并没有看到晕倒在地上的明若邪，而是看向了晋王手上的圣旨，他的眼睛大亮。王爷，皇上为您赐婚了。晋王一步步走向马车，辛坠这才看了眼地上的明若邪。王爷，那他……晋王默了一下，方才十分勉强地说道：带他回去。是。辛坠把明若邪背了起来，走向马车，动作半点不温柔的把他丢上了马车。这宫门前的一幕很快也传到了兰帝耳里。看来晋王是后悔选了这么个王妃了，他淡淡的说道。姚公公微微低头，晋王这也是为了活命才不得不如此。不过看那丫鬟今天殿上的粗鄙，只怕接下来质子府也是永无宁日了。永无宁日就对了。兰帝还有些痛惜给出去的龙涎草籽，朕让你好好的挑这草籽儿，你可挑好了。回皇上，奴才每颗草籽儿都认真挑过了，龙眼草不好种活，10颗中能活1株已是大幸。奴才给晋王挑的都是那些干瘪枯黄的，晋王得有天大的福分才能种活那些草籽儿。要知道兰帝得到的龙涎草籽保存到现在，也有一些已经坏了的，看着就难以种活发芽。姚公公仔细的挑过了，给的全是那些坏了的，晋王只怕是连1株都种不活。
晋王府其实不叫晋王府，兰帝只是借给晋王住的，并没有赐给他，所以这里应该叫质子府。不过晋王已经在此住了将近10年，皇宫里的人也大都习惯了叫晋王府。马车从偏门驶进府里，直接就驶到了后院。因为晋王体弱多病，经常连大门到寝院这段路都走不了，所以府里专门把路给拓宽了，马车可以直接驶到王爷的寝院门口。晋王府里人也不多，马车升级，晋王府里的仆人也都有了经验了，听着便是不好，赶紧迎了过来。星坠，王爷可有事晕倒了？2名仆人已经靠近马车边，准备把晋王抬进寝殿去，但是车帘掀开，晋王自己下了车。王爷！仆人惊了，这么着急的驱车进来，难道不是因为王爷晕倒了吗？星坠对仆人说道：车里还有个人，把他抬到流水阁去。他就是不太明白，刚刚直接把明若邪给送到流水阁去不好吗？为什么王爷要命他把马车赶到他的博欢院？不过星坠转念一想，先把王爷送回来也没有错，现在到了博欢院，王爷可以先休息喝药，他让人把明若邪抬到流水阁就行了。车里有人，仆人更是震惊了一下，因为晋王从不与人同乘一架马车的，现在马车里竟然还有另一个人。其中一仆人掀开车帘，看到了晕迷着的明若邪，更是啊了一声叫了起来。女人，一个纤弱又灰头土脸的丑女人。今天王爷是去选妃的，这该不会就是王爷选的妃子吧？把圣旨送到小祠堂供起来。司空吉把圣旨递给了一个仆人。是。仆人瞬间就惊喜了，双手恭敬地接过了圣旨。王爷，那小的先把这姑娘背到流水阁去。仆人说着便上前把明若邪拉起来背起，但是他的手还没有碰到明若邪，司空吉就已经拦下了他的手。朱管家呢？司空吉眉头轻皱，有一灰衣中年人匆匆赶了过来，后面跟着2名粗使妇人，此人正是晋王府的管家。王爷，小的来迟，请王爷恕罪。司空吉瞥了他一眼。朱管家，让人去把石双院收拾一下，收拾好了抬一顶软轿过去，把明姑娘接过去。石双院，明姑娘。朱管家飞快地扫了一眼马车里的姑娘，拱手应道：是。你们听到王爷的话没有？快去收拾。是。星坠却是睁大了眼睛。王爷怎么能让这个女人住进石双院呢？司空吉淡淡地说道：赐婚圣旨已下，你口中的这个女人注定是本王的王妃。星坠，你可记好了，这女子可不是善类。司空吉想到了今天明若邪在金銮殿上的一番闹腾，眼底就涌起薄薄的笑意来。他见兰帝已经有了反悔之意，本来以为这事儿铁定得黄了，没有想到明若邪如此一闹，赐婚圣旨还真的到了手。可再一想到他在殿上说的那一番话，司空吉的脸色又是一黑。晋王不能生养，星坠被斥了，脸色讪讪。合着不是权宜之计吗？王爷你也不能当真与他成了夫妻。石双院离博欢院太近了，中间还有一个月亮门，怎能让他入进那里啊？这质子府也不知道最初是按谁的心意建造的。主院旁边还有一个玲珑的小院，一墙之隔，中间还开了一扇月亮门。晋王住在这主院，旁边石双院便不能住人。现在他竟然要明若邪住在那里，万一到时候那女人半夜从月亮门过来，爬了王爷的床，那可怎么办啊？不，是惊扰了王爷，那可怎么办？司空吉没有再理会他，而是自己伸手将明若邪抱了起来。众人眼珠子都要掉了出来。王爷向来连与女子近了5步距离都不愿，这怎么竟亲自抱起了那丑女？王爷您仔细些身子。陶大夫倒是先反应了过来，王爷身子弱，怎么抱得起来人啊？王爷，星坠来抱他吧。星坠回过神来，赶紧奔了过去，伸手就要从晋王手里接过明若邪。不用。司空吉避过了他，抱着明若邪就进了自己寝室。陶大夫，快进来替他看看。是。替明若邪诊脉，但是在看到他纤细的手腕时，陶大夫的心猛地一跳，手指也颤抖了起来。不行，他有阴影啊！司空吉看到自己榻上睡着女人，只觉得心间有些新奇古怪之感。一开始倒不是他性情木然，不喜欢与人接触，而是他身体当真孱弱。小的时候那些夫人小姐们身上浓香的香气都能让他嗅着有些窒息，透不过来气的感觉，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就养成了不与女子接近的习惯。马车里那样的封闭狭小空间也是一样，只要有些他不喜欢的气味，在马车里便会更加浓烈，闻得久了他便会觉得胸闷气短不舒服。男子身上没有多大气味的倒还可以，可寻常也无人愿与他亲近。久而久之，旁人便是当他性情冷漠，不喜与人同乘，也不喜与人接近。寝室这样私人的地方，他更加不能忍受有别人的气息。可现在躺在他床上的这个女人身上气味可不好闻，在死人堆里不知道待了多久了。
身上还有很浓的血腥味儿。他竟然抱了他，还让他睡了自己的床。司空吉也觉得有些古怪，他回过神来看向陶大夫，却见陶大夫额上的汗越出越多，脸色都是苍白的。如何？王爷，这姑娘的脉都已经摸不到了。什么意思？意思是，此人还没有脉搏呀，他死了。司空吉腾地站了起来，因为动作太忙，趁得他又是一阵猛咳。王爷，您可别激动。陶大夫吓得赶紧对他说道，这一激动，他也很可能撑不下去。陶大夫冷汗直流，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折腾了这么大的功夫，王爷竟然还是带了个死人回府，当真是刚好被赐婚便死了王妃吗？那以后王爷的名声还得再加上一个克妻，王爷真苦啊！司空吉缓了一些，看向了明若邪。再诊陶大夫瞪大眼睛，本王让你再诊。王爷，他真的……你别忘了，他服了本王的那颗紫气丹。陶大夫一愣，王爷这么一说倒也是，有紫气丹，按理来说得保住他一命才对啊。那老朽再诊。陶大夫又伸出手，明若邪恍恍惚惚间好像回到了医研所。这座医研所是5名全国首富联合投资建成，医研团队以顾博士为首，专门在全世界搜寻有特殊天赋之人做研究，为的是研究出能治疗各种绝症和改善身体机能、延长寿命的药物。明若邪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医研所收着药物的药库，3面墙以及药库中间都密密麻麻的摆着各式药物。为了让药物长期保质，这里也是冷库。他现在就觉得要冻死了，浑身冰霜。这里的每一个药柜都有单独的密码锁，医研所里几个人分别负责一个药柜，明若邪也负责了其中一个药柜。可惜他所负责的这个药柜没有可以解毒的药，但是他记得里面有一种强化身体的针剂，以他现在这虚弱无比的身体，打上一针强化剂，应该能让身体多扛几天吧。就在明若邪走到了密码锁前面，想要开锁拿针时，脑子倏地反应过来，我不是已经到了蓝国，成了另一个明若邪了吗？怎么还会在医研所的药库里？这一激灵，明若邪便醒了过来。刚刚醒过来，他便感觉到有人伸手过来，本来一点气息都没有的明若邪倏地睁开了眼睛，伸手就扣住了那只伸过来的手，同时猛地坐起来，就要拽着那人一摔。陶大夫被吓得胆儿都要破了，控制不住的惨叫起来。司空吉快速伸手按住了明若邪。冷静，是陶大夫。明若邪眼神瞬间清明，也看清了眼前的人。他松开了手，眨了眨眼睛。陶大夫，不好意思。他这一松手，陶大夫就跌跌撞撞的退离了床边，嘴唇抖着，惊恐的看着他。你明明没有脉搏，这怎么又好生生的坐起来了？陶大夫，这一声可是带着一定的怀疑的，靖王都怀疑他的医术了，就连最基本的把脉都能出这么大的差错，也难怪王爷要怀疑。陶大夫欲哭无泪。这是回到你王府了？明若邪打量了一下四周。本王住了将近10年的质子府。见他当真醒来，司空吉的心悄然放下，明若邪顿时就大大的松了口气。那我要吃饭，我要沐浴，我要疗伤。司空吉无语。就在明若邪的话音刚落下时，他的肚子一阵咕叽的响了起来。真的快把我饿死了，吃饱我们再来商议合作协议。他看着他饥黄的脸色，衬着那双极为明亮的眼睛，眼神都写满了我饿了，我要吃饭的意思。先让陶大夫给你看看伤。难道他不是重伤将死？难道疗伤还比不上吃饭？听了他的话，那双大眼睛里写满了不愿。我不，我要先吃饭。你看伤，本王吩咐厨房准备，看好伤，正好用膳。好，你快去。司空吉默然，他这是被使唤了。陶大夫，仔细的看看。留下这句话，司空吉就走了出去。他一出去，陶大夫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怎么办？他也好想走，这姑娘太邪门了，太邪门了。明若邪想起了自己刚刚醒来之前看到的那一幕，皱了皱眉。那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我似乎是回到了医研所的药库里，是梦还是幻觉？他抬眸看向陶大夫，却见他还是颤抖着站得远远的，便出声问道：陶大夫，王爷不是让你给我诊伤吗？是。陶大夫只好再次走到床边，深吸了口气。姑娘，你有哪里不舒服？
这是不是废话？我浑身是伤，还中了好几种毒，而且许久不曾进食喝水，你说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病人一点都不配合，不能这样反问的，他会觉得压力好大。陶大夫又抬袖擦了擦汗，明若邪伸手，外伤所需的金疮药给我。别的不用你看了，给我金疮药。明若邪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句：“金疮药总有吧？”是。陶大夫松了一口气，赶紧就打开药箱，拿出了2瓶金疮药出来。老朽所有的金疮药都给您了。纱布包扎所需的白布条。是。陶大夫赶紧又拿出了2卷棉纱布，去让人给我备热水。你能不能叫个手巧的丫鬟来？你等会儿需要帮我上药包扎。他应该浑身都是伤，背后是自己无法上药的，得找人帮忙。老朽这就去。出去吧。是。陶大夫赶紧背起了自己的药箱，退着出了门。怎么出来了？可真好了。司空吉的声音响起，陶大夫觉得自己腿都是软的。王爷，那姑娘向老朽讨了金疮药和棉纱布，便让老朽出来了。司空吉皱了皱眉，你之前不是说她中了毒，如何解毒？这个老朽真的无能为力呀。那姑娘所中的毒相当怪异，而且是几种毒药混合在一起。老朽所擅长的并非解毒，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而且那姑娘明明就是治不好，本该死了的。这话陶大夫没敢再说出来。下去吧。是。陶大夫走了2步，又把明若邪的话转述了。要一个手巧的丫鬟。司空吉顿时为难了，他挥了下手，示意陶大夫下去。陶大夫抹着冷汗离开了。司空吉本来是准备推门进去的，但是伸手之后改了敲门。在外面等着。里面传来了明若邪的声音，还带着点清冷威严。这是他的寝室啊，他才是王爷啊。司空吉心里又涌起怪怪的感觉，这会是一个丫鬟该有的姿态吗？哪家主子能够容忍这样的丫鬟，气势比主子还足。想到这里，司空吉便直接推门，大步迈进，眼帘映入了一片雪白。他眸底倏地一伸，滚出去！一只枕头朝他砸了过来。司空吉蓦然转身，快步出去，同时将门关上。但是他的脑海里却还是闪着那一片雪白。床上坐着的少女衣裳半褪，那雪白白得耀眼，像是看到清寒山间一片映月的雪。她的身子竟然那样白，可是她的脖子和脸却能辉煌成那样。气血翻涌的靖王站在自家寝室门口，咳得命都要断了。明若邪本来是想先看看身上的伤的，憋上刚准备退下，司空吉便闯了进来。他只能再次把衣服穿好，下了床，走过去拉开了门，抬腿就朝他的背踹了过来。登徒子！他一声怒喝，靖王想闪，但是实在咳得不行，心能闪开，身体不争气，被他这一踹了个正着，顿时就朝阶下扑了过去。王爷，去厨房里安排好了的新坠回来，正好看到这一幕，当下害得脸色都变了，飞身就扑了过来，险险地扶住了靖王。靖王依然咳着，指着明若邪。在看见他的时候，脑海里却又再次浮现了那片映月白雪。他鼻子里一热，缓缓地流下了猩红2道。明若邪怒瞪着他：司空吉，说说你此刻脑子里想的什么？岂有此理！现在流鼻血，是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吗？王爷，您怎么流鼻血了？辛坠也是惊着了，立即就怒瞪向明若邪，愤怒地喝道：你这恶婢妖奴，你竟然敢对王爷动手！明若邪抖了下脚：你瞎！我明明是动脚。辛坠差点背过气去：我杀了你这恶婢！他松开司空吉，一拳就要朝明若邪挥过来。赐婚圣旨。明若邪淡定地说了这么4个字，硬生生地把那只拳头定在了离他的脸半个拳头的距离。辛坠咬牙切齿，明明气得发抖，但是那一拳却是怎么也不敢再进一步。无耻！现在他是吃死了我们呢。王爷挑了这女人，肯定是挑错人了。一郎入室，我要是去禀报皇上，说你是一名恶婢，还踹了王爷，王爷会收回赐婚圣旨的。辛坠当真是气得脸都涨红了。15、16岁的少年，圆脸有对小酒窝，本来是阳光活泼的样子，现在气得都要冒烟。你去，然后你们王爷的婚事就黄了，那一把龙涎草籽估计得被皇上收回去啊。接下来他就得在家里呆呆的等死。辛坠眼前一阵阵发黑，偏偏明若邪说起靖王等死这种话，
一点负担都没有。司空吉好不容易咳完，缓过气儿来，已经看到辛坠已经快被活活气死，那种古怪的感觉又涌了上来。哪有一个丫鬟像她这样的，不管主子是谁，在王爷面前能够如此嚣张放肆，敢让她等死？便是在兰帝和百官面前，她的害怕和大哭也都是装的。再有下回，本王尽可砍了你一腿。司空吉拿了手帕擦去了鼻血，头看了一眼，抬眸清冷看向他，语调缓缓：皇上可不管本王缺的是四肢健全的王妃，还是缺胳膊少腿的王妃。行，你狠，下次我不动脚，行了吧？动脚砍脚，动手砍手。司空吉看着他，见他眼里闪过狡黠，便又补了一句：你要是敢咬本王，拔光你的牙。我就知道这个靖王绝非表面上这样孱弱无害。可以吃饭了吗？辛坠，带他去饭厅。司空吉睨了他一眼，从他身边进了房，然后说道：让人来替本王换了被褥，换下来的拿去烧了。臭。是。什么？臭？这是在说他臭吗？明若曦哼了一声，不过他还是抬起了胳膊，自己嗅了一下。别闻了，你真的很臭。吃了饭，让人给我准备热水。还有，找个丫鬟来替我上药。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好笑呢？难道你自己不是个丫鬟，还想着有人服侍，怎么不上天呢？明若曦眼睛眯了眯。要是我在大婚之前死了，这是威胁。辛坠气得不行，但是他偏偏只能受了这威胁。王府里没有丫鬟，粗使婆子行不行？明若曦愣了一下，没有丫鬟？以前是有丫鬟的，但是那几个丫鬟只会看着王爷发愣，一个个都傻乎乎的，还有个竟然……辛坠的脸一红，没能说下去。但是明若曦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肯定是想要爬司空吉的床呗。然后王爷就把人都发卖出去了，从此府里就再也没有过丫鬟了。他本来是不愿意解释的，但是这个女人威胁他，他也没有办法。那就叫朱管家去找2个来。以前有没有丫鬟我不管，我现在住进王府了，我需要。明若曦毫不客气地说道。以前他在医研所里也是有私人生活助理的，在生活上他有很多事情干不了，现在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替他上药。他总不能让陶大夫替他上药吧？他全身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是伤。粗使婆子，还是算了吧。你怎么这么多事啊？你只是暂时住在王府，竟还要专门替你寻2个丫鬟，真当自己是王妃了？赐婚圣旨是皇上下的，你是不是在质疑皇上？真是要气死人了！我要去请示王爷。他带了明若曦到了饭厅之后，便气鼓鼓地转身离开了。明若曦打量着这饭厅，虽然不是金碧辉煌，但是基本上都是上好的家私。兰帝在这方面看来并没有苛待靖王。宁姑娘，朱管家匆匆而来，后面跟了2个粗使婆子。那2名粗使婆子都好奇地看了明若曦一眼，然后站到一旁去。明若曦不用他们喊，走到了桌旁坐下，拿起了筷子。朱管家有何事？明若曦已经饿得不行，所以问了这句话之后，就开始吃起饭来。饭菜一入口，他的眉头就皱了一下。朱管家悄悄打量了他一眼，在看到他皱眉的时候，便问道：明姑娘可是觉得饭菜不合口？明若曦本来是想说一句难吃的，但是想到厨子可能厨艺也就这样了，他便把话咽了回去。罢了，饿得不行，现在只要能先充饥就行。但是他吃起来确实看出饭菜不合胃口，勉强自己吃下去。有什么想说的？朱管家见他没有回复关于饭菜的问题，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听辛坠说，明姑娘想挑2个丫鬟，是不行？当然可以，小的已经请示过王爷了。王爷说这事儿姑娘做主便可，所以我已经派人去找人牙子，等会儿他会带几个人过来，姑娘可以亲自挑人。好，那姑娘慢用，小的先下去了。明若曦挥了挥手，朱管家出了小厅，便去了博欢院。寝室旁的浴室内，司空吉泡在褐色药浴中，细腻肌肤渗出了极细密的汗珠，肤色褪去了之前那种病弱苍白，泛着浅桃。水烟氤氲中，如美人谪仙。浴桶前面隔着一黑色纱幕，让纱幕那边的他看起来隐约模糊，却是恍若梦中仙人。朱管家站在纱幕这边，低头垂眸，不敢直视。如何？司空吉的声音带着几分慵懒和几分倦意，听起来却极为扰人耳朵。回王爷，小的按照王爷的吩咐，去偷了几道景阳侯府里给下人们做的饭菜，其中有一道是后院1等丫鬟们的，另外几道是普通的2等、3等丫鬟们的。明姑娘几道菜都夹了，然后似乎颇为嫌弃。只是嫌弃，没有觉得味道熟悉吗？小的看起来，明姑娘是嫌弃饭菜不好吃，并不是觉得味道熟悉。她虽没有说什么，可吃得颇为勉强，想必只是因为饿了才吃得下去。
司空吉本来闭着的眼睛缓缓睁开。本王知道了，退下吧。是。等朱管家退下，司空吉脑海里浮现了明若邪的脸。晋阳侯府里的饭菜让他很嫌弃吗？以那女人的姿色，想必是当不了府里夫人小姐身边的一等丫鬟，肤色辉煌成那个样子，不怕在晚上把她的主子吓死。所以也许是外院的粗使丫鬟。饭菜是真的不好吃，这样的饭菜明若邪只能在现在十分饥饿的情况下勉强吃一顿，要是以后顿顿吃这样的饭菜，那他估计会暴躁。所以明若邪决定，等人牙子送人来的时候，他要挑一个厨艺好的。饭菜虽难吃，但是好歹填饱了他的肚子。碗筷刚刚撤下去，朱管家就带人过来了。只是人来之前，星坠板着脸拿了一方面纱过来，让明若邪戴上。为何要戴面纱？王爷说别让外人看了你的尊容，传了出去。哼，这是嫌他丑，怕传出去给他丢脸。明若邪接过了面纱戴上，嘲讽地说道：你们王爷反正都是在死人堆里选的王妃，外面要笑话早就已经开始笑话了。那不一样，也许有人以为王爷选中的人很是美貌呢，那好歹传得好听些。哼，可若是传王爷挑了个可丑可丑的丫鬟，笑话王爷的人就更多了。这告诉你们王爷，自个儿选的妃再丑也要认了的。明若邪笑了起来，星坠黑着脸不再理会他，转身就愤愤地出去了。他当真不想再看到这个女人了，怎么就当真要这样赖上王爷了？朱管家带了人牙子进来的时候，明若邪正在想着一言所要事的事儿。人刚踏进大厅，他眸光便是一动，抬眸朝蓝人看了过去。人牙子带了16个人进来，看起来从13岁到30岁都有，都是奴婢。明若邪轻轻嗅了一下，眸光便有些深了。在好几种劣质的脂粉香中，有一种香味儿尤为特殊，只是人这么多，他暂时没有办法找出这种香味儿是从谁身上传来的。朱管家，这位便是明姑娘。那人牙子眼睛溜溜一转，目光落在明若邪脸上，在看到他戴着面纱的时候明显失望。明若邪嘴角勾起一个讥笑，哼，看来外面真的有不少人对我极为好奇，这么快便有这么一个机会打听到关于我的消息，那些人又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姑娘会自己挑选丫鬟，你就在一旁候着，不必多问。是，小人明白了。人牙子便束手站到了一旁去，10几个奴婢排成几排站在厅中，都微微低着头，神情各异，但是大部分是忐忑不安，有些恐慌的。这是害怕真的被他选中，成了晋王府的丫鬟。说来也是，晋王不是兰国人，又只是一个致死，还随时会死，在晋王府里做事，实在是太缺乏安稳感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又被得发卖，或者为晋王陪葬。晋王病死，兰帝很可能为显厚道，给大真一个说法，将全府一人陪葬了。今天他们刚刚听到了有人这么说过，明若邪就坐在那里，一直打量着他们，没有开口。在这样的气氛下，本来就害怕的几个奴婢，有好几个实在是撑不住了，纷纷小声哭泣起来。有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奴婢一下子跪了下去，伏在地上哭了起来。奴婢笨手笨脚的，什么都做不好。明若邪无语，他看向了朱管家，眼神揶揄：你看看，好歹也是王府，竟然被这样嫌弃，宁愿这般贬低自己，也不想进晋王府做事。求姑娘不要选奴婢，奴婢有痒症，此病会传染。朱管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但是更难看的还不仅如此，有了这个奴婢的开始，马上便是接二连三的有人跪下哭求。眼看着15名奴婢，除了2个垂泪哭着的，已经有大半都跪了下来，求别选了，而且理由都是千奇百怪，个个都不惜贬低践踏自己。人牙子也是目瞪口呆，朱管家更是握紧了拳头。他此时哪能想不到，肯定是有人让这些奴婢这样做的。要看晋王笑话的人多的是，但是他们王爷再无权无势，也轮不到这些贱婢如此糟蹋。他深吸了口气，正准备把人赶出去，便听到明若邪开了口：跪下的还有哭得可怜兮兮的那2人，我就从你们中间选人吧。什么？众人瞬间都震惊地看着他，哭泣的也都忘了哭泣，他们都这么豁出去踩低自己了，他竟然还要从他们中选人。明若邪轻飘飘的，像是在自言自语：谁让本姑娘天生反骨，别人越不愿意的，我就越要强求呢。你们哭得最厉害的就留下，只管找理由，是快死了的、烂肠子烂肚子的、会传了人的，越厉害越好，病得最厉害的那个就留下。众奴婢失声，他们像是被齐齐掐住了喉咙，竟然再无一人哭出声来。朱管家
也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明若邪。还能这样？然后他就看到那些未到哭求的奴婢都跟被针扎了膝盖似的，一个个飞快地爬了起来，纷纷擦干了眼泪。姑娘，奴婢打扫很仔细，可以当个粗使丫鬟。姑娘，刚才还惨兮兮哭着求着别选他的奴婢们，一下子都换了个人，十分积极地推销着自己，十分积极啊！明若邪以为指轻勾了一下面纱，长长的嗯了一声，众婢都紧张无比地看着他。不是说天生反骨吗？那他们如此积极地推自己，他就会反着来，不选他们了吧？明若邪眨了一下眼睛，十分为难地说道：哎呀，本姑娘虽天生反骨，但是你们这样苦苦哀求留下来，我要是不同意，岂不是显得心肠太冷硬？心肠太冷硬，是不是不好啊？没有什么不好的，求你冷硬心肠别太善良，继续天生反骨啊！那些奴婢一个个都是脸色青白，瑟瑟发抖，他们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有两个心理素质不好的，扑通扑通晕倒在地上。明若邪往椅背上一靠，啧啧两声。哎呀，主管家啊，这人牙子分明就是看不起我们晋王府，看看带来的都是什么人，连自己有没有病都说不清楚的，动不动就晕倒的，这该不会都是别的府上挑剩下的歪瓜裂枣吧？主管家觉得自己的心也没这些奴婢强大上多少，他都被明若邪的话弄得心情起伏，跟不上他的脚步了。现在听到他这话，主管家反应过来，立即就看向了人牙子，冷下了脸。姑娘说的是，我们王爷虽只是质子，但是好歹也是大真六皇子，也是堂堂一王爷，岂容这些人如此看轻？啊，我看把人拉下去，一人杖责10大板子，差不多了。是。主管家立即就要扬声叫人，那人牙子扑通一声就猛地跪下了。姑娘饶命，饶命啊！是有人给小人塞了银子，让小人随便带些人过来应付应付姑娘，顺便看看姑娘长什么样子，再打听打听王爷可还安好。那些奴婢也都吓得脸色发白，跟着齐齐跪下了。推了姑娘的挑选，那人说他们主子就是想要打您的脸。主管家面色铁青，没有想到他匆匆出去找的人牙子，这么临时决定的事情都有人盯着，给使了绊子。整个皇城到底有多少人想看王爷的笑话，他知道，但是不知道这些人竟如此过分。不过在看到坐在太师椅上的明若邪，主管家突然就觉得许是他们都看走眼了，王爷从乱葬岗里挑选的这位王妃也许不一般，见他轻飘飘的几句话就把这些人的阵脚全部打乱，让他们都攀咬出背后的人来。王爷有一点说得对，明若邪绝对不是善类，不管他是哪里来的，到底是什么人，现在他在晋王府已经被赐婚为晋王妃，那在外人面前他就得站在他这边。主管家沉声喝道：说，给你们塞银子的人是谁？小人不知啊，那人没说是哪一个府上的，只说打听了消息之后，只管出去讲给茶楼的说书先生听便是，让说书先生传出去。小人觉着这银子不难挣，也没多问，直接就应了下来。人牙子跪在地上扇起了自己的脸。小人鬼迷心窍，以后再也不敢了，请主管家不，请姑娘，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小人这一回吧。求姑娘饶了奴婢吧，奴婢再也不敢了。管家也就看向了明若邪，然后他就倏地发现自己竟然等着明若邪的指示，似乎他就有这样的魔力。主管家心中一sợ，晚些要仔细跟王爷禀报才行。不过他们质子府还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手，把这10几人都拉出去杖责，真要执行的话，估计有些丢脸。明若邪朝着人牙子勾了勾手指，来，你到本姑娘面前来。人牙子发现自己竟然心都在颤抖，他害怕这姑娘，虽然她看着很柔弱，遮着脸说话也轻轻柔柔的，由始至终都没有大声说过一句话，但是现在看她手指一勾，他都快要吓死了。可他也不敢不听话，想要站起来走到明若邪面前去，却发现自己怕得浑身发软，站都站不起来。他只能哭丧着脸，半跪走半爬着挪到了明若邪面前去。明若邪朝着他轻声而来，姑娘！人牙子吓得往后仰头一倒，整个人摔得4脚朝天。主管家不忍淬堵捂额，这人牙子
他也是有来过几次来往的，以前机灵精明的不行，从来还没有看到他吓成这样的时候。可是明若邪明明没有做什么。我让你倒下了吗？明若邪轻飘飘地说了这么一句，人牙子一个机灵，赶紧又爬了起来。你现在仔细的回想一下，那个给你塞银子让你打听我消息的人是什么样子，穿的什么衣裳，走路姿势如何，说话有何特点。他的声音轻轻，听着他的话，人牙子下意识的就回忆起那个人来。就在这时，明若邪站了起来，走到他的背后。如此一来，他和人牙子便都是背着所有人的。明若邪的右手探在人牙子面前，在他的眼前虚空拂过，他的掌心火红一闪而过，而后他便收回了手，走到太师椅坐下，看着人牙子的眼睛。他的眼睛这时候有些发直。那人应该是哪个府上的家奴，穿着一件普通的土黄色的衣裳，右眼角有一颗小痣，身量嘛与小人差不多，说话口齿清晰，应该平时也是个油嘴滑舌的，走路的时候膝盖有些弯曲，站不太直。哦，对了，他身上还有一股莲香坊的味道。朱管家怔了一下，竟然记得这么清楚。明若邪看向了朱管家，莲香坊是什么地方？灰姑娘，这莲香坊是城西的花楼，那里的姑娘姿色都一般，有钱的老爷公子们不屑一去，都是那些家庭侍卫或是2、3等的差爷们去消遣的。朱管家的脸色又不由得黑了起来，混账东西，需要跟明姑娘说的这般清楚吗？明若邪却呵呵笑了起来。你还辨认得出莲香坊的脂粉香？小人也去过几回，跟莲香坊的妈妈也有些生意上的来往，他那里的姑娘大多都是在一处买脂粉，所以这香味儿都一个样，小人这才辨得出来。明若邪点了点头，他浑身疼得厉害，要不是如此，像他这种睚眦必报的人，肯定会把那个人给揪出来。现在只能是先把有用的信息问了，以后有机会再揪人。当我是好欺负的吗？没招谁惹谁，还有人非要送人进府里来，给本姑娘寻不自在，还要打听我的事，出去让说书先生说给满京城的人消遣。哼！明若邪的眸光微冷。那这些奴婢中可有能用的？人牙子这个时候当真是要哭了，他都不知道竟然还有人悄悄找了这些奴婢，给他们塞了银子，让他们进来羞辱靖王和这位准靖王妃。现在他也说不好有谁能用的了。这时有一奴婢走上前几步，迎面的跪下，弱弱的说道：姑娘，奴婢愿留下来侍候姑娘。明若邪抬眸瞥了他一眼，你为何想留下？奴婢本来也是不想留下的，但是方才见识到姑娘的风采，觉得姑娘聪慧过人，想必会是良主，所以奴婢愿意留在姑娘身边。奴婢手还算巧，梳妆女红都做的，还请姑娘收下奴婢。明若邪眸光一闪，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原来的名字叫香草，但若是进了质子府，便是质子府的人，还请姑娘赏奴婢新的名字。明若邪轻声一笑，新的名字就不用了，我懒得想，你就留下来吧，还是叫香草。谢姑娘。香草磕了个头，这才站了起来，站到了一旁去。明若邪的目光从那些奴婢脸上扫过，指向了一个一直站在最后的一个15、16岁左右的奴婢。你可愿留下？那奴婢的身材在一众纤细的奴婢之中显得结实了许多，脸圆圆的。从进门之后，他就站在那里，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别人说话他不说话，别人哭他也没哭，别人跪下求饶他也傻傻的看着，似乎有些惊呆了。他似乎是没有想到明若邪竟是会注意到自己，愣了一下之后才赶紧憨憨的跑上前来，然后就结结实实的跪下磕了3个响头。奴婢愿意。磕完头之后又站了起来，看了一看，站到了香草身边去。朱管家满额黑线，这个这么铁憨憨。他正想着劝明若邪换个人，却见明若邪挥了挥手，那就留下他们2人吧。朱管家，把银子付了，把他们的身契拿到手，人我先带走了。说着就站了起来往厅外走，在经过香草和圆脸奴婢身边时勾了勾手，跟上。那2个奴婢就赶紧跟在了他后面出去了。朱管家又差点跟不上明若邪的节奏，他赶紧交代人牙子留了卖身契，付了银子，让人把这些人赶出去，然后匆匆的朝明若邪追了去。明姑娘，好在明若邪此时浑身疼，走得极慢，要是在院子里就让他赶上了。明姑娘，你就不要再到王爷的武后院去了，王爷有令，请姑娘入住石香院，
现在石香院那边已经收拾好了，小的带姑娘过去。宁若邪若有所思地说道：“晋王爷这是准备把我冷藏起来了吧？”回明姑娘，石香院不冷。朱管家的这笑话冷。冷藏是那个意思。行吧，那就请朱管家带路。是。石霜院里有7、8棵颇高的树，如今秋霜寒凉，树叶落了一地，枯得半绿半黄。见明若邪的目光落在那一地的落叶上，朱管家赶紧说道：“因为时间迫紧，只是先让人收拾出了屋内，这院子里的落叶还不曾打扫，稍后小的会让人过来扫干净。”不用了，让香草去扫吧。明若邪随意的应了一声，香草一愣，朱管家也是一愣，他非要买2个丫鬟来，不是为了贴身侍候他的吗？现在人买来了，怎么又让香草去做粗使丫鬟的活？香草的脸也有些涨红，她不是来当1等丫鬟的吗？我这里也不想有太多人来，以后这石香院里搬台打扫的活就交给香草吧。明若邪看了一眼圆脸丫鬟，说道：“有名字吗？”“三丫。”“改一个，以后就叫满月吧。”圆脸丫鬟满月一喜，立即又跪下，咚咚咚的对明若邪磕了3个头。“行了，以后别动不动磕头了。我的寝室在哪里？”这石霜院并不大，但是幽清静美，格局也不错，倒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右边有一座小小的假山，是一条斜径拾阶而上，上面有一座小亭子，算是这石霜院里最高的地方。假山过去一些，是一片半枯黄了的草地，也没有种着什么，铺着一条小石子路，路的尽头便是院墙，那里有一扇月亮门，朱红的门紧闭着。朱管家，那里便是通往博欢院的吗？是。回了这一句话之后，朱管家便不由得一阵心惊胆跳，赶紧说道：“明姑娘，这扇门不可开，没有王爷的允许，姑娘切不可到博欢院去。”当我稀罕啊！这话你也去跟晋王说一下，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他进出这道门。朱管家无语。就在这时，突然有几只黑色的鸟飞了过来，发出了粗哑的叫声。香草抬头一看，惊呼起来：“五爷！”朱管家也抬头，不远处有一大片黑压压的影子正朝这边飞来。外面的人这个时候也都发现了天空这一片乌影，纷纷望天惊呼：“哎，这么多的乌鸟啊！”玉都还从来不曾出现过这么多的乌鸦，黑压压一片，密密麻麻，自西而来，犹如一片乌云，沉沉地从人们的头顶飞过。粗哑沉闷的叫声传入人们的耳里，让人心头控制不住的慌慌直跳。在兰国人的眼里，乌鸦是不祥之鸟，还有人称之为地府鸟屎。酒楼茶肆客栈民居，百姓商贾过路人纷纷地出来看了。黑压压一片乌鸟，遮天蔽日，日头被遮住了，投下了一大片的阴影。这片阴影像是笼罩在人们心头，让他们都瑟瑟发抖。大灾之兆啊！有些胆小的妇人更是吓得当场就跪下了，双手合十，脸色苍白的念念有词。有人蓦地警醒过来，看看这些乌鸟是飞到哪里去的呀？会不会石家出了妖邪，还是有不祥降生了？这话顿时就让所有人也都纷纷附和。比起兰国不祥，还是单独一户倒霉的好。如果只是有人倒霉，那就与他们都没有关系了。有年纪大些的玉都人突然想了起来，我记得10几年前泾阳侯府也有不祥之兆啊！对，哎，我也想起来，哎，当时是泾阳侯府的3小姐出生之日，哎，当天足足有数十只乌鸟飞到了泾阳侯府啊，绕着侯府嘎嘎的叫了3天呐。街道旁一辆马车上，本野掀开车帘，跟着众人一起望着天空，看着这群乌鸟的中年男人们眼，脸刷得黑沉如墨，气恼不已地放下车帘。车夫目光从那群乌鸟上收了回来，看着街上一群人都朝乌鸟飞去的方向追去，问道：“侯爷，好多人追着乌鸟去了，要跟着前去看看吗？”回府。马车上这人正是刚刚百姓口中提到的泾阳侯。泾阳侯心中又惊又怒，本来看到这些乌鸟就让他心中蓦地升起阴云了，又听到果然有人提起了泾阳侯府，心里慌成一匹。他怕这些乌鸟又是往他侯府飞去，因为3天之前他当初送走的那个3女儿正好回来了，会不会是他又招来的不祥之兆？他得赶紧回府去看看。马车哒哒哒的朝着泾阳侯府驶去。御都中突然出现一大群乌鸦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宫里。太后和皇后向来都极信这些，听到此事，宫中最贵气的2个女人同时白了脸色。快请皇上让应天监好好算算，可千万不能动摇了我兰国的气运。太后慌乱的让人去请兰帝。此时的皇后正在灵玉公主寝宫劝着她女儿灵玉公主，母女俩听到了贵嬷嬷来报的这个消息，皇后是脸色一白，灵玉公主却是虚弱的说道：“肯定是儿臣要死了，那群乌鸟
是地府使节，想必是来接儿臣的。林玉，这样的话你也敢说？别以为你父皇平时宠你，你便可以胡说八道。若是让别人将一群代表着不祥的巫鸟与公主联系在一起，他可知道代表了什么？当年晋阳侯那3小姐出生时，侯府飞进数十只巫鸟，已经令晋阳侯吓得将刚出生3天的亲生女儿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庄子里，17年不闻不问。你是想让你父皇也舍弃了你这个公主吗？这么多年来，皇后还没有这么严厉的呵斥过她。林玉公主眼睛一红，晶莹的泪水就掉落了下来，哀怜的哭道：母后，不管那巫鸟，儿臣要是没有靖王，真的活不下去。皇后气得差点咬碎了银牙。这么些天来，好说歹说，林玉公主还是执迷不悟。靖王到底有什么好？除了一身皮囊，他还有什么？都不知道他还能有几天好活。儿臣就中意他，就欢喜他，就心悦他。除了他，儿臣再也看不上任何一个男子。难道母后要儿臣老死宫中，嫁不出去吗？只要儿臣嫁给了靖王，他便是驸马，就能一辈子留在兰国，他就是父皇的女婿了。父皇多给他一些龙涎草籽，靖王一定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与儿臣白头偕老的。林玉公主2天不进一粒米，早已经没有力气坐起来，坐在床上哭得如同娇花一朵，让皇后的心都揪了起来。孽障，当真是生了个孽障啊！本来是想劝的她先吃点东西再告诉她这个消息，现在被气得狠了的皇后再也忍不住，腾地站了起来，袖袍一拂，怒声道：死了这条心吧！今天早晨你父皇已经给靖王赐了婚，靖王妃是靖王自己选的，只等择了日子便会完婚。事后公主用膳，公主要是不吃，就给本宫按住蔷薇。他一边转身出殿，边恨声吩咐宫女，宫女们纷纷跪下垂手，会送盛怒中的皇后离开。那边的林玉公主却恍如被雷劈中，待了好一会儿之后，她倏地尖叫了起来：我不信，我不许靖王娶别的女人，我不许！本公主要杀了那个女人！质子府，司空吉听到了天空异动，正准备打开袋子查看龙涎草籽的他，将袋子放下，走到门口，星坠惊慌地奔了进来。人未到，声音先传过来：王爷，不好了，有好多乌鸟飞到咱府里来了。司空吉抬头，已经看到了黑压压一群乌鸟飞了过来，嘎嘎的叫声也磨得人耳膜都生疼。这么多的乌鸟，王爷，大事不好了！外头有好多百姓追着乌鸟而来，都说咱王府大不祥，要受天罚了。若是无人发现，及时驱走了这群乌鸟，还能挽救一下靖王府名声。可如今大批百姓追着鸟而来，已经聚集在大门外，哪里还来得及？万一他们借此恶兆指责靖王不祥，要将王爷赶出兰国，那王爷可如何是好？这么多的乌鸟，且不说祥或不祥，黑沉沉一大片，就已经十分吓人。靖王府大门外，如今早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往常这里清静的很，多数人都觉得靖王晦气，都想离他远一些。再者，林玉公主对靖王占有欲极大，要是谁招惹了靖王，靖王自己没事儿，就怕林玉公主听说了之后会找他们算账。这还是第一次，靖王府门外有这么多人，竟然引来了这么多的乌鸟。听说昨夜里晋王去了陈仙岭，还带了个浑身是伤又丑陋无比的女人回来。会不会听了这话，那个女人在场所有人都惊骇地倒吸了口凉气。带回府了？那女人当真是从陈仙岭带回来的？是啊，守城的兵爷也说了，一身尸臭味。我的娘啊！皇尸臭味，那是活人不？连玉公主指定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哪能让晋王娶了别人？依我看，那个女人就算还活着，也离死不远了。张老三，你这破嘴！有人在一谈不怎么有诚意地提醒一句：靖王能不能？连玉公主痴恋靖王，又不是什么秘密。群乌鸟，玉都谁人不知呢？现在那群乌鸟可真邪门，当真就一直绕着靖王府不停地飞。第一次看，本来是一大片的，现在像飞成了一个圆，边嘎嘎叫着，边绕着靖王府来回飞翔，当真是邪门的很。有人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骇然变了，失声说道：景王爷这婚可是咱们皇上金口赐下的，现在出了这般邪门的不祥之兆，岂不是说明这桩婚事不被上天看好？那要是上天降罪于咱们的皇上，那可如何是好？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害得倒吸了口凉气。那他们就不能单纯看热闹了。皇上要是有了什么事儿，玉都必乱。玉都一乱，他们这些小老百姓又哪里能安好？不行不行，此事可是大事。晋王不能娶此女啊！靖王，人群里不可娶此有人叫了起来。靖王爷，这一声一出，有很多人跟着叫了起来。
周管家在看到那些乌鸟的时候也是变了脸色。香草更是瑟瑟发抖，挤到了满月身边，抱着他的手臂酥着脖子，又惊又慌的，不时抬头看一眼满天的乌影，又赶紧低下头来，十分惊恐。满天乌鸦，不祥之兆，乌影不绝，必亡人命。周管家，府里是不是要出大事了？休得胡言！周管家怒斥出声，看着香草目光不善，岂有此理！刚进了府的丫鬟竟然敢如此诅咒主人家，必亡人命。这丫鬟要不是明若邪挑的，他非得丢出去不可。周管家看了一眼明若邪，却见他望着空中飞来飞去的乌鸟，嘴角噙着一抹笑意。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一幕，他竟然还笑得出来，难道他就不怕吗？月亮门陡然被推开，明若邪望过去，便望见了门那头长身直立的司空吉。说好的此门不开呢？周管家，出去看看，外面只怕有人有意带头闹腾。司空吉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以手帕捂着嘴咳了起来。周管家听了，脸色一变，道了声退，急匆匆地赶了出去。司空吉咳了一会儿，缓了缓，对明若邪道：过来。明若邪想了想，还是朝那边走了过去。满月和香草跟着他，也过了月亮门，进了博欢院。香草飞快地看了司空吉一眼，赶紧低下头去。满月却是愣愣地看着司空吉，嘴都微张开了，差点流了口水。辛坠见了，怒声喝道：元豹子，谁准你盯着王爷看的？竟然看得都要流口水，简直是岂有此理！满月一醒神，讷讷的：王爷长得太好看了。明若邪扑哧一声就笑了起来。辛坠听到他的笑声，又恼得不行。你还笑？这些乌鸦是不是你引来的？明若邪眸光冷了下来。你有何凭证说这些乌鸦是我引来的？就凭你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肯定晦气得很。哼，不是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你们王爷亲自把我从死人堆里带回来的。王爷，要不进宫，求皇上收回赐婚圣旨吧。这个晦气的女人，您不能去。行，只管去。辛坠，不得胡闹。这时，满天的乌鸦突然就纷纷的飞下来。有的落在地上，有的栖在枝桠上，有的站在屋顶上，还有的……香草惊得尖叫了起来，因为他看到一只乌鸦竟然击落到了明若邪的肩膀上。这只乌鸦似乎与其他乌鸦不太一样，也是通身乌黑，但是近看才发现它的嘴尖和额头有一点暗红，那双乌黑的眼睛也有一圈是暗红色的。香草和满月站在明若邪后面，这只乌鸦击落在明若邪肩膀上时，他一抬眼就看得清清楚楚，顿时就害得跌坐在地上。司空吉也愣了一下，看着那只站在明若邪肩膀上的乌鸦，他轻声对明若邪说：嘘，别动。这只乌鸦看着就不寻常，他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乌鸦，他还看不清楚这乌鸦嘴尖是天生的暗红色，还是曾啄食了人或动物染了血。如果是后者，那说明这只乌鸦十分凶猛，可如果是前者，司空吉的眸光微暗，只怕这群乌鸦也是有鸟王的，这一只便是。引来这么一大群乌鸦的，很有可能就是这只鸟王。别的乌鸦都不落在明若邪身上，偏偏就是这只鸟击落在他肩膀上了。这说明什么？便是司空吉都觉得心一沉。他朝着明若邪走近了几步，辛坠也猛地回过神来，赶紧拦在他面前。王爷，危险！这只乌鸦万一灼伤王爷怎么办？最可怕的是，这是不祥之鸟啊！王爷本来就病弱，要是再被这样的不祥之鸟伤了，那可真的不好了。王爷，过来！辛坠弯腰捡起一碎石，瞄准了明若邪肩膀上站着的那只乌鸦，对明若邪说道：你别动啊！那颗碎石咻地朝着那只乌鸦飞射过去，乌鸦一声粗哑的啼叫，嗨翅飞了起来。辛坠松了口气，正当以为自己已经赶走了这只乌鸦，那只乌鸦却在他们头顶飞了一圈，再次落在明若邪的肩膀上。辛坠瞪大了眼睛，差点就咬到了自己的舌头。摔坐在地上的香草惊恐地看着明若邪，颤抖着声音说道：明姑娘，是不是他选中的人？地府的鸟使节一出现，总要带走一人的。他选中了明姑娘。你是说他要死了？辛坠猛地看向他，香草狠狠地点头，他手脚并用爬到司空吉身边，伸手就要抱住他的腿，呼叫起来：皇爷，奴婢不能伺候明姑娘了，求王爷留奴婢在身边吧。司空吉就像是被他吓着退开两步，手帕捂着嘴又咳了起来。大胆！辛坠一把就揪起香草，将他甩了出去。香草摔落在地上，惊起了数十只乌鸦，嘎嘎声响起，那些乌鸦飞了起来，又重落在别处。
现在整个博幻院里到处都能看到一身乌黑的乌鸦，让人头皮发麻。这个时候，朱管家又一脸苍白地奔了回来。王爷，外面挤满了百姓，他们都说王府这么多的乌鸦是明姑娘引来的，让王爷把明姑娘送回陈仙岭去，免得连累了皇上。把明若邪送回陈仙岭，那岂不就是说再送他去死吗？朱管家话未说完，就已经看到了站在明若邪肩膀上的那只乌鸦，顿时也失声惊叫了起来，指着那只乌鸦，害得倒退了2步。本来他也不信百姓们的说法，是现在亲眼看到有只古怪的乌鸦站在明若邪肩膀上时，他却动摇了。在场所有人身上没有一只乌鸦击落，偏偏就是明若邪的肩膀上站着这么古怪的一只乌鸦。要说他没有什么古怪，谁能相信？王爷，朱管家的额头也渗出了片冷汗，看着明若邪的眼神尽是惊恐。要送我回陈仙岭？明若邪缓缓地反问出声，在所有人的眼里，他依然是沉着冷静的。明明在他的肩膀上站着那么一只乌鸦，他却像是毫无察觉，甚至也没有伸手去赶那只鸟。就凭他站在自己肩膀上，司空吉的鼾声低了一些，他抬眸对上了明若邪的眼睛，那双眼睛依然黑亮璀璨。明若邪蓦地对他绽出了一个笑容。王爷怎么说？星坠和朱管家这个时候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星坠本来就是格外不赞同司空吉娶明若邪的，现在出了这么诡异邪门的事情，他更是恨不得赶紧把明若邪送走。可是要把明若邪送回陈仙岭，那里可是乱葬岗啊！他们心里都明白，把他送回那里去，他就活不成了。之前他受多重的伤，那不关他们的事儿。可是现在要把重伤的他送到那个地方去，就跟他们要杀了他一样。所以星这一时间话也噎在了喉咙间，有些说不出来。朱管家也是这么想的，现在要把他送回死人堆里，他绝对活不成。但是要留他下来，他刚刚进王府第1天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让他留下来以后还会出什么事儿啊？本王不能抗旨不遵。也就是说，他已经是皇上赐婚的准晋王妃了，他不能抗旨。可是王爷要怎么跟外面的百姓交代？明若邪突然就看向了刚刚在地上爬起来的香草，绽出了一个恶魔一般的笑容。把香草送出去如何？什么？众人都震惊地看着他，只觉得他是疯了。星坠刚才虽然看不惯香草舍了明若邪要来接近王爷的行为，但是要把香草送出去这样的决定，他也觉得肯定是疯了。你是说把他当作你？错，他哪来的资格顶替我？香草一口气差点被气得喷了出来，没有资格顶替他。我的意思是把他送出去，告诉外面的人们，这些乌鸦是他引来的。明若邪笑吟吟地看着香草，香草瞳孔一缩：明姑娘，奴婢与你无冤无仇，你不能这样害奴婢啊！司空吉眸光深深，人们又如何相信这些乌鸦是他引来的？这个很简单啊，只要他走到哪里，这只乌鸦便跟到哪里，人们肯定就信了。这么一来，人们就不会说这些乌鸦是我引来的了。香草很是惊恐，但是却强装镇定地站在那里。明姑娘，现在这乌鸦明明是跟着您啊，这些乌鸦分明就是您引来的。是吗？可我怎么觉得他想跟着你呢？要不然我们问问鸭兄自己。星坠瞪大了眼睛，这女人是疯了吗？这样不祥的姑娘，她竟然喊他鸭兄。明若邪唇角勾起一个极薄的笑意，那笑意莫名的让香草觉得心突突的跳，似笑非笑，带着邪气。他觉得这样的明若邪很可怕。而在他惊悚和不安的目光中，明若邪缓缓地抬起了右手，司空吉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想着要是那只乌鸦攻击他，他就出手。虽然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杀了这只乌鸦不是好的选择，眼见他的手已经要碰到那只乌鸦，他终是忍不住。你要干什么？司空吉皱眉，伸手去拦他。明若邪只是一眼扫了过来，他怔住，只觉得他那眼神也晦暗莫名，伸出的手便收了回来。明若邪就像是当真与那乌鸦闲聊似的，问了一句：鸭兄，你要不要去跟香草亲近亲近？他的右手抚过了乌鸦的眼睛，然后在他头上轻轻拍了拍。想去就去吧，别不好意思呀。他竟敢伸手去摸乌鸦，还拍他的头，见鬼了！他哪只眼睛看到乌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去亲近香草？星坠圆圆的脸气成了包子，他刚要出声，周围所有的乌鸦倏地同时张开了翅膀，一对对黑色眼睛齐齐盯着明若邪，竟似数百准备攻击的士兵。星坠被这情形吓得僵住，大气儿都不敢出了。邪门儿，他就怕这些邪门的东西啊！此时，那只怪异乌鸦兀的一声啼叫，明若邪看向了香草，微笑着说道：我真的觉得
这些乌鸦就是你引来的。他的话音刚落，本来栖在他肩膀上的那只乌鸦竟然扑簌地拍起翅膀，朝着香草飞了过去。香草吓得花容失色，转身就慌乱地奔跑，但是那只乌鸦竟然像是认定了他，一直追着他飞去。乌鸦瘆人的叫声又响了起来，本来四处栖着的其他乌鸦也都扑扑飞了过来，朝香草飞了过去。香草回头看了一眼，后面黑压压的一大片乌鸦紧紧跟了上来，他尖叫着抱住头，朝着晋王府大门逃命似的跑出去。这个地方我不来了，不来了！给我再多的银子，我也不来晋王府了，太可怕，太邪门了！现在香草就只想逃出晋王府，被这么一大群乌鸦追着，他竟然都忘记了之前朱管家所说的，大门外有许多百姓将王府围得水泄不通，正等着晋王府的人将那个不祥的晋王妃给送回乱葬岗去呢。星坠等人下巴都差点咣叽一声掉在地上，他们愣愣地看着疯狂跑了的香草，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星坠指着明若邪：“你，那只乌鸦怎么会？”他又指了指香草跑掉的地方，话都说不清楚了。那只乌鸦怎么会突然就去追香草了？明若邪很是无辜：“我怎么知道？我又不会说乌鸦的话。不过我来了之后没事，刚买下香草，乌鸦就来了，这不是明摆着就是他引来的吗？”朱管家下意识地看向了满月，那怎么不说是满月引来的呢？司空吉却在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一件事：香草有轻功，虽然轻功不怎么样，应该是三脚猫功夫，在被乌鸦追着逃命的时候，他就是用了轻功的。等到回过神来，朱管家出了一身冷汗，赶紧问司空吉：“王爷，这要怎么办？”这丫鬟的来历，如实说明便可，由着她去。司空吉说着又咳了两声，看向明若邪。朱管家拉上了星坠：“星坠，快随我出去。”晋王府人手太少了，得拉上星坠前去帮忙才行。博欢院这里眨眼间就已经不剩一只乌鸦了，恢复了原有的清静，就像是刚刚那一切是在梦中，虚幻得很。满月则是还张大着嘴巴回不过神来，他是谁？他在哪儿？为什么会有一大群乌鸦紧紧追着香草飞走了？王爷要是没事，我先去沐浴上药了，再不治伤，你的王妃真的要死了。司空吉无语，他都要死了，他还如何让他留下来好好解释？明若邪拉了满月就走，穿过月亮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司空吉望着那扇被紧紧关上的月亮门，半晌没动。而明若邪刚刚过了那道月亮门，却低头看了看路两旁的草，满月也随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这一看，在他们过博欢院之前，这片草地虽有些枯黄，但大部分还是绿的。可是现在，小道两旁的草却都发黑，叶子卷了起来，像是被烧过一样。明若邪蹲了下去，伸手捏上一株小草，手指轻轻一揉，小草就在他指尖化成了黑灰。同时，他的脑海里也出现了这种毒的名字——百草枯，高级除草剂吗？满月跟着在他身边蹲了下来，憨憨地问道：“明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啊？”明若邪看了他一眼，说道：“香草做的，以后他不会再回来了。”啊！明若邪站了起来，望了一眼晋王府大门的方向，嘴角勾起了一个凉薄的笑意。哼，所以那些乌鸦让香草背锅了。一开始他就闻到了香草身上传来的古怪气味，他才进晋王府一天，就已经有人按耐不住要给他找事儿。他本来是想要将计就计，留下香草，慢慢再跟他玩玩，寻出香草背后的人的。可很明显的是，香草背后的人没有耐心。香草刚进府就已经用了百草枯，准备对他动手了。看来对方根本就不能容忍他在晋王府待上一天，正好碰上这么一群乌鸦，他就顺势把香草推了出去，倒也不算对不住他。只是用百草枯是想干什么？晋王爷，快把那女人送走吧，莫伤咱们这京城染上晦气啊！那罪婢原也是该死的。晋王，您这是跟黑白无常抢命了。晋王爷，他能同意吗？我们这不丢了乌娘，您至子府可不远啊。晋王府大门外，围观的百姓尚在激动地叫着让晋王交出明若邪，把他送回陈仙岭去。只过了这么会儿功夫，这些人已经想东想西，天马行空。就在这时，他们看到有人尖叫着冲了出来，后面黑压压跟着一群乌鸦，有些乌鸦已经追上了他，围着他又扑又啄。丫鬟的惨叫声让听到的人都有些战栗，而有眼尖的人看到了丫鬟头顶如君王一般站着一只体型较大的乌鸦，嘴尖和额上的暗红色如诡异的血色，那只乌鸦爪子紧紧地抓在他的发髻上，站得
纹丝不动。他的头上有这就是救乌鸦呀！周管家已经匆匆追了出来。香草被一大群乌鸦包围，双手疯狂地乱挥着，尖叫连连。无数的乌鸦前赴后继地朝他扑了过去，翅膀扇动，嘎嘎嘎地叫着，像是要把他啄成一个筛子一样。围在府外的百姓都害得纷纷避开。香草已经看不到人，他被乌鸦包围着，看到的都是黑色的影子，听到的都是嘎嘎的叫声，他快崩溃了。走开！香草徒劳无功的想要挥砍那些乌鸦，可这些乌鸦实在是太多了，反倒是在他头上、身上撒了不少鸟粪。围观的百姓又惊又惧，生怕被卷入，都是一退再退，不多时便退得很远去，把质子府门前空了下来。周管家站在门前台阶上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好像不用我开口了。香草几乎癫狂，头发散乱如疯子，尖叫一声摔倒在地上晕了过去。而他一晕，那只乌鸦便飞离了他，心坠顿时紧张了。朱管家，他该不会又要飞回来吧？他们算是看清楚了，这群乌鸦都是听从这只乌鸦王的。朱管家的心也绷了起来。这可说不好，万一再飞回府里……他怎么隐隐觉得明姑娘也是能够处理的。在他们紧张的目光中，那只乌鸦王嘎嘎叫了2声，振翅高飞，朝着城外的方向飞了去。那一大群乌鸦也都扑簌的拍翅跟着飞走了。于是全皇城的百姓们又再次看到了乌鸦遮天蔽日，飞过了头顶，然后飞出了城外。而晕倒在晋王府大门外的香草，愣是没有人敢过去碰一下。皇城乌鸦事件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也很快传了开来，说什么的都有。但是除去乌鸦事件，关于明若曦的说法却是相对统一了许多。都敢骑于晋王身上大骂大怒，想来当真是恭喜了，晋王那亲事容颜了，配了这么一个丑妃，以后还能抬得起头来。别说晋王啊，半天之间，活下去还难说。明若曦的名声已经传遍皇城每一个角落。周管家又去了一趟石霜院，明若曦已经让满月去给他提了几桶热水过来，准备沐浴。周管家办事尚算稳妥，在领了晋王之令，带人来收拾石霜院的时候，也已经让人去成衣铺子给明若曦买了几套衣裳来。这会儿，明若曦正打开衣橱，随便挑了一套新衣。之前不知道明姑娘要买奴婢，不曾准备满月的份例。不过府中尚有奴婢的新衣，等会儿让满月到前院去领取就行了。朱管家说道。他本是过来跟明若曦报告乌鸦后续的，不过明若曦看起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里没有笔墨纸砚，满月去领衣裳的时候能不能顺利一套啊？朱管家惊了，明若曦是被丢在死人堆里的，他们都认定她本来是个奴婢了，所以一个奴婢说要笔墨纸砚，这不是一件很让人震惊的事情吗？明姑娘是要写字，不然笔墨纸砚能吃？明若曦瞥了他一眼，朱管家觉得他那目光像是在看一个傻子。是小道会交代他们的。朱管家总觉得在明若曦面前，他也莫名的有一种面对主子的压力。明姑娘，香草不能用了，还需不需要让人牙子再带几个人过来供姑娘挑选？不用了，有满月一个人就行。明若曦挥了下手，示意他可以走了。不过在他离开之前，他又叮嘱了几句：去跟靖王说一下，把月亮门锁上，不要随意过来串门，也别随便爬墙头。这话朱管家想来想去，还是跟司空吉说了。司空吉闻言嗤笑一声：本王又不是那种会偷香窃玉的登徒子，就算是他也得是个美神才行。就他长得那样，那个圆脸丫鬟他给取了个什么名字？明姑娘说就叫满月。人家长得圆，就叫人家满月，倒是有趣。他可说了那个香草有何问题？今天这事儿，司空吉怎么也都想不通。明姑娘没有提及，看来也完全不关心香草怎么样了。司空吉微微蹿眉，看来得另寻个时期好好问问他。他不是要了笔墨纸砚吗？带他写了字拿过来本王看看。他倒是想看看他写的字能不能入眼，说不定如同狗爬。是。这个时候用了新名字的满月正被明若曦一身的伤惊得不住的吸气。除了衣裳的明若曦一身曲线玲珑，肌肤胜雪，如白玉沐月，光滑无双，没有半点瑕疵，本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这一具身体上却是布满了渗红的伤痕，那些伤痕像是用刀划出来的，有大半伤口很深，有血凝固了，暗红发黑了，背后、肚子、腿、肩、手臂都是伤，没有伤的部位便是明白如玉，毫无瑕疵。本该如此完美的一具身体，现在全毁了。
姑娘这样的一身伤，该有多痛啊！看着就好痛。姑娘，这些伤会留下疤的。不会。明若邪不以为意，她的身上从来不会留下任何疤痕。热水淋下来，烫过伤口，痛的明若邪轻轻颤抖。好痛！到底是谁把原主伤成这样？等本姑娘找出来，直接把人废了。在这样的疼痛中，他才有时间来理清过往。明若邪是晋阳侯二夫人所出，出生时府里突然飞来一群乌鸦，在产房上空盘旋不走。侯府老夫人深信这是不祥之兆，怕他坏了晋阳侯的运气，命人将他们母女送到千里之外的庄子。10几年来，晋阳侯府对他们母女不闻不问，晋阳侯更是忘了有这么个女儿了。他们母女在庄子里苦熬了16年。2个月前，二夫人弥留之际，及时收到了侯府的信。晋阳侯终于想起了自己还有这么一对妻女，让他们回京。这么一激动，二夫人反而更没能撑下去，当时抓着那封信就撒手归天了。明若邪一个人办好了母亲的丧事，抱着她的骨灰踏上了回京之路。路上遇到了要前去京城投奔亲戚的叶姓一家人，误将他们当作好人，跟着他们一路同行，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全都掏了个精光。结果刚踏入京城，明若邪就被毒晕了过去。醒来之后，他便在陈仙岭的那死人堆里了。晕迷到醒来这一段的记忆，脑子里全部没有。是谁将他弄得浑身是伤？是谁将他丢弃在这死人堆里？全然不知。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二夫人的骨灰、二夫人的信物还没簪，还有那封召他们回京的信，通通都不见了。明若邪理清了这些，眸里涌起戾气。叶研所那些曾是同事的家伙盯上了他诡异莫测的本事，用最新研究出来的药物将他控制，想要把他当成实验体。最后他引爆了以前就埋好的炸弹，让整个叶研所的人都为他陪葬。这样的他又怎么可能是软弱可欺的？叶家人最好不是已经顶替原主的身份进了晋阳侯府，最好这一身伤与他们无关，否则哼。如今他身无分文，也无任何可证明身份的信物，不知侯府情况如何，又是谁伤了他，把他抛尸，只能先与晋王合作疗伤解毒，把身体养好，再去找人算账。不过晋王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之前替他把过脉，他只有3天时间可活。明若邪皱了皱眉，虽然拿到了龙涎草籽，可是现在种哪里来得及啊？穿上了衣服，明若邪终于有一种好好活着的感觉。之前当真是浑身恶臭，沾满了湿气，如今一身香喷喷，头发都洗净擦干，如瀑般倾泻在背上，黑亮柔美，动人心魄。满月看着明若邪的背影，都有呆住。只是当明若邪一转过来，蜡黄中透着灰的脸，满月就低下头去。等到满月离开，明若邪紧实门一关，在床上盘腿坐下，伸手探上了自己的脉。这一探，明若邪的心又沉了下来。一日他尚可有1日可活，这么看来，司空杰那病痨的命比他还要长些，他至少还有2天半的命。不过他的毒解不了，他的龙涎来不及种，也是一样，都要死。不对，有一研所，里面有药，只要我能进去。明若邪闭上了眼睛，努力地回想着当时进医研所的一瞬，他的右手手指也习惯性地轻擦了一下指腹。突然周围一凉，似乎又像是在药库里的感觉。明若邪唰地睁开眼，果真，眼前是3排装满了药液和针筒的药柜。他又回到了药库里了，明若邪立即就快步走到了自己负责的那个药柜前面。现在看来，医研所那些人早就已经防着他了，别的重要的药都不让他碰，由他负责的都是些几乎鸡肋的药液，甚至还有一些是残次品。强化针算是这里面最靠谱的了。药柜第1层左边整齐排着5支强化针，明若邪没有迟疑，立即就拿出1根针，拉起袖子，毫不犹豫地给自己扎了下去。都只剩下1日的命了，他哪还顾得了那么多？这么一针扎下去，很快他就觉得身体都热了起来，竟然薄薄的出了一身汗，浑身的疼痛都减轻了大半。他也觉得精神好了许多。明若邪又给自己把了1次脉，命数10日，1支强化针给他续了10天的命。明若邪看着剩下的4支针，想起了司空吉，要不要拿1针去跟他交验？此时的司空吉正看着掌心里的那小把草籽，眸光冷冷。
陶大夫和星坠站在他对面，隔着书案，他们也都看清了司空级掌心里那一把小草籽，两人的脸色也都极不好看。王爷，听说龙眼草籽儿形如谷粒，颗颗饱满，青绿中隐隐带着赤金，但是现在皇上给的这把龙眼草籽儿却是干瘪枯黄，看着像是没有什么生息，这样的草籽儿只怕是难以种活。星坠气得握紧了拳头，脸都气成了包子。我进宫去找皇上，我倒是要问问他为什么这样欺负人。简直就是过分，明明就是说好的条件，竟然还来这么一套。皇后还派人把王爷送到了陈仙岭，害得王爷找了那么一个女人回来当王妃，结果皇上竟然不守信用，给了这么一把看着就是要死掉的草籽。星坠越想越气，愤怒转身就要冲出去。回来！司空级的声音淡淡响起，让星坠硬生生地刹住了脚步。兰帝也不算是不守信用，草籽他的确是给了，只能说本王之前并没有跟他说好了要什么样的草籽。就算真的找进宫去，兰帝说他得到的皇子就是这样的，也拿他没办法。可是就这样吧，陶大夫把全稀泥拿过来，这样的草籽也得种下试试。司空级没有再让星坠说下去，他们现在毕竟是在兰国的土地上，寄人篱下，很多事情不能忍也得忍。陶大夫心里沉重地叹了口气，去窗边的架子上把那个盛满了全稀泥的方形浴缸搬了过来，放在书案上。哎，据说栽种龙眼草必须要用全稀泥，这样龙眼草才能够发芽，长得茁壮。司空级亲自把这一把龙涎草籽给种下了。王爷，这龙眼草籽儿3日可发芽，10日可长成幼株。王爷之前从何老太医那里求来的药浴方子，今天就能用上了。这位何太医可是御医府的府首，在皇城中医术最好的就是何太医了。平时又不是有什么大病大事，一般都不会把何老太医给请出来，就连宫里的妃嫔们都未必有资格让何老太医出手。司空级之前正好帮了何老太医一个忙，所以何太医给了他一个压箱底的药浴方子，在最后关头可以续命。因为那个方子里所需要的药材都是药性极为强悍的，用了之后必须有龙涎这种绝对温补的奇药修补身体，否则也是极大损伤。现在对于司空级来说，正是这个最后的关口，泡了药浴可续命，等到龙涎长成马上能用，就是龙涎长不成也得用了。陶大夫无奈地想着，总归是需要续命的了。去准备吧。是。这一个药浴的方子所需要的所有药材之前就已经备齐了的，药材煮足了火后，一桶一桶的被提进司空级的浴房，倒了满满一浴桶。司空级泡在这一桶药水里，那一桶药水是黑色的，浓黑。何太医交代着要煮到很热，所以现在水上热烟升腾，氤氲雾气，几乎要把司空级都笼罩，隐隐约约看不真切。药水不仅浓黑，还散发着一股难言的臭味。星坠和陶大夫站得有点远，都觉得这味道让他们有些恶心，但是司空级泡在药水里却是纹丝不动。王爷真厉害，总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的。星坠小声地对陶大夫说道，陶大夫却很是担心。这药材都是药性猛烈的，按理来说王爷不该如此平静。那些药材五毒都在里面，什么蜈蚣蝎子之类的，还有一些药材也都是药性猛烈，又是熬煮了这么久，为的就是刺激王爷的身体，令所有的机能都活起来，以此能量多撑几天。泡在这样的药水里，按理来说王爷应该是浑身如针扎，又痛又痒，如此平静反而不对。陶大夫越想越不对，快步走了过去，离浴桶尚有几步距离的时候才停了下来。王爷，您觉得如何？司空级没有作答，陶大夫一急又走近了2步。王爷，司空级依然不出声。陶大夫再顾不得什么，赶紧走近过去，却发现司空级正昏昏欲睡。星坠！陶大夫惊得往后一跌，要不是星坠快步过来，他就要跌坐在地上了。怎么了？王爷晕睡着了。何太医说过，泡着药浴时万万不可晕睡，必须清醒着。星坠也是一惊，松开他就奔到了浴桶边。司空级的身子正要滑进水里，星坠赶紧伸手一捞，只是他的手刚碰到司空级，司空级便倏然惊醒，出手如电，迅猛地掐住了他的咽喉。王爷！一听到是星坠的声音，司空级手指一松，声音从唇间蹦出：滚！星坠和陶大夫两人都白了脸色，赶紧退出了10几步的距离。本王能撑着。
司空吉刚说了这一句话，眼帘便又已经无力的要垂下去。王爷，不可睡着啊！陶大夫赶紧叫了一声，但是司空吉又不再出声了，看起来他是真的很难撑住，保持清醒。陶大夫和星坠都急得团团转。陶大夫，现在可怎么办？王爷沐浴的时候是绝对不能接近的，刚刚你也看到了。星坠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差点就死了。可要是旁边没人照顾，王爷真晕睡过去，溺入水中怎么办？王爷小时遇到那样如噩梦一般的经历，在这种时候排斥男儿也是正常。陶大夫也急得满头大汗。可若是女子呢？星坠一愣，当年对王爷施毒手的是男人，所以王爷憎恨在睡着和沐浴的时候有男人靠近，但未必会憎恨女子啊。可咱们也不确定啊。星坠冷冷地说道。陶大夫赶紧就把他往门口推去。这种时候总得试试，快去叫人。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王爷危险。府里只有那些粗手粗脚的婆子，让他们进来看到王爷的身子，王爷醒来之后只怕也得杀了我呀。老朽是说明姑娘。陶大夫叹道，实在是要被星坠气得背过气儿去。那些粗使婆子怎么可能叫进来？星坠一听，眼睛瞪大。陶大夫下了猛药，再不去，王爷的性命你能担得起吗？她原本是个丫鬟，这种事儿本来也该她做。这句话倒是说服了星坠。没错，那女人本来就是丫鬟，虽然长得难看，面黄肌瘦的，可好歹也是年轻的丫鬟。她现在已经算是晋王府里的一员了，难道要白白养她？本来就该让她来服侍王爷。星坠立即施展了轻功，麻溜的到了石双院，一把扛起了明若邪就跑，一路将她扛到了司空吉的御房里。明若邪忍着头晕，在星坠刚刚将她放下的那一刻，她抬起一脚，砰！星坠就被他踹了出去。本姑娘只想找个地方暂时安静养伤，你们反而当我可欺？疯了吧？当本姑娘是猪吗？这样扛着跑？星坠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踹中自己，他明明已经想闪躲的了，却没有避开他那一脚。看着面黄肌瘦，脚力竟然还挺重。明姑娘息怒。陶大夫一看明若邪发怒，赶紧出声：王爷正泡药浴，万万不可睡着，可我们都无法靠近王爷，无奈只得请姑娘帮忙。明若邪转过身，然后他就看到了泡在药桶里的美男司空吉内司。他头往后枕在浴桶边缘，墨发如云倾泻而下，如山峦峻峰，俊美绝伦的侧脸在水雾里显得更是不凡。这般枕着头，连喉咙都看得清楚。明若邪咽了下口水，该死的，他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竟然会觉得一个喉结都显得如此性感。美人如玉，美男也可如玉。何谓绝色？晋王。明若邪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扑通。回过神来，明若邪就嘲讽的笑了：你们王爷还有这种癖好，请女人来侍候他沐浴？哼，美的他。司空吉本来已经有些晕晕沉沉，但是身上无衣物的时候，他总是会留着几分警惕和防备的。在这一刻，他猛地听到了女人的声音，眼睛就慢慢的睁开了。他缓缓转过头来，薄唇泛着淡色，肩膀手臂肌肉线条流畅，仿佛成了水珠最艳丽的舞场。明若邪嘶的一声，低头暗骂了一句：妖邪！一个男人美成这样，真的是要上天了。出去。司空吉声音带着薄冰：王爷，何太医说了，泡着这药浴的时候万万不可睡过去，您就让明姑娘留下来侍候您吧。陶大夫的声音有些颤抖，明若邪的目光也让他瑟缩。真的，他觉得自己也得少活几年，心承受不住啊。本王说了，都出去。司空吉咬牙，同时一手拍了一片水花过来。滚！明若邪本来就想立即掉头转身离开，但是司空吉拍过来的那水花正好有几滴甩到了他右手手指。明若邪下意识的就以指腹轻搓了一下那有些烫的药水，脑子里立即就出现了这一滴药水中所含有的药材名称以及药效。济济焚经汤，浸泡1刻钟可令经脉易脆，稍一用力便会经脉寸断，形同废人。明若邪的脸色倏然大变，他根本就顾不上解释，马上就朝浴桶冲了过去，伸手探入水里，探向了司空吉腋下，用力要将他拽出来。马上出来，这药水有问题，不能再泡。司空吉晕晕沉沉，不曾想他竟会如此胆大，猛然惊醒，手往后一抓，抓住了他的后衣领，就往前面一甩。你当真放肆！扑通一声，黑色汤药水花四溅，明若邪整个人被他甩到了浴桶里。
与他同泡在了一桶黑色药水中。这番变故惊呆了陶大夫和辛坠，两人齐齐倒吸了口气，却又不敢过来，只瞪大了眼睛。明若邪一泡进水里，便觉得全身痛如千支针在扎，更确定这药水有问题。他从水里冒出头来，手一挥，便朝司空吉的脸扇了过去。司空吉，你想死是不是？司空吉见他竟然还敢挥手过来打他的脸，眸光更是一沉，上身往后一仰，要避开他这一挥，同时脚一顶，不料却是把明若邪顶得往前一扑，整个人就结结实实的扑进了他的怀里。他的衣裳已经全紧贴在身上，而他身上没有衣服，身体如此紧密贴上，明若邪脑海里却没有半分隐隐。他头往前用力一磕，重重的撞上他的额头，砰的一声，陶大夫和辛坠都替司空吉觉得痛。明若邪，这是铁头功吗？你疯了吗？辛坠大怒就要冲过去，陶大夫却突然福至心灵，猛地拽住了他，把他往门外拽走。辛坠，出去！陶大夫！辛坠万分错愕，没见那个女人正在攻击王爷吗？现在当然应该去救王爷啊！宁姑娘不会把王爷怎么样的，还要靠着王爷呢。现在正好，她陪王爷泡药浴好了，没有她闹着也睡不着。还能这样？明若邪一头撞上了司空吉的额头，一扭头看到陶大夫拽了辛坠出去，气得他差点就骂了在场3个男人的祖宗18代。这药水有问题，听到没有？把他拽出去，否则司空吉会死！明若邪咬牙切齿地叫了起来，同时一手肘支在司空吉的脖子上，整个人轻身压向了他，眸中有火盯着司空吉。司空吉，我都陪你进宫求了赐婚圣旨了，你这个时候还不信我？这是何太医给我的药浴方子，药材也都是。司空吉这话没有说完，明若邪已经蓦地放开了他，往后一退，双手撑着桶帘，快速跳了出去。没有时间了。他快速的四下一扫，看到了角落里的一只铜炭炉，立即就奔过去，抓住铜炉两角抄了起来，咬着牙狠狠的猛力朝着浴桶就砸了过来。司空吉瞳孔一缩，明若邪，你敢！本姑娘这是在救你！明若邪这一砸是用尽了全部力量的，巨响之后又是哗啦一声，整个浴桶被砸散了，黑色药水轰然涌出，原本泡在药水里的司空吉也被冲了出来，摔在地上，如同一条被冲在岸的鱼，大鱼。所幸他身上还穿着一条亵裤。王爷！在门外听到动静的陶大夫和辛坠也都脸色大变的冲了进来，药水已经流到了他们脚下，浸湿了他们的鞋。而看着眼前这一幕，他们都惊呆了，一地木板，满地流的黑色药水。司空吉趴在一地药水中，身白如玉，双手紧紧握成拳抵在地上，青筋都爆了起来。他在强忍着，怕自己一个忍不住就一掌把明若邪给拍死了。活了快20年了，他就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明若邪却猛地凶狠地朝着辛坠瞪来。愣着干什么？把他背出去！这里还一地的药水，如此近着也依然有害。辛坠心头一跳，被他镇住了。眼前这情形，他实在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意识的就听从了他的，奔过去就要去扶起司空吉。司空吉一手扫开了他。本王！王你个头！明若邪粗暴打断了他，快步过去，抓住他的手，把他手臂往自己肩上一甩，用力将他架了起来，另一手搂住他后腰，咬牙切齿地将他架了出去。这药水名叫济气焚经汤，会彻底伤了你全身经脉，泡了之后你只要一使劲，全身经脉会寸寸断裂，让你不死也残。要是不信，陶大夫尽可舀起一些，找只老鼠试试。明若邪的这番话让司空吉本来就要推开他的动作僵住了，陶大夫也骇然变了脸色，猛然看向了地上横流的药水，急急地找了把水瓢，就舀回了一瓢上。辛坠，去提一桶干净的热水过来，要快！明若邪看着一身湿淋淋的司空吉，又下了令。辛坠急慌慌的就奔出去了。这个时候，他不敢不听明若邪的话。陶大夫，你鞋袜要是全湿了，也赶紧脱了去洗个脚，换一双鞋。明若邪瞥了陶大夫一眼，说道。而他自己把司空吉扶到了外间之后，便立即背转过身去。他一边脱着自己的鞋袜，一边说道：“王爷把亵裤也脱了，身上赶紧擦干。”陶大夫出去。王爷！陶大夫的话还没有说完，一触到了司空吉的眼神，只能把话咽了回去，然后转身出了大门。辛坠急匆匆的拎了2桶热水过来。放下，出去。司空吉也没准备让辛坠留下，这个时候
他已经感觉到浑身开始有麻刺麻刺的千百支针在扎了。泡在药水里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只是难以抵抗得住的昏昏欲睡，现在出了药水反而开始刺痛。司空吉在此时也信了明若邪八成，背对着他的明若邪已经脱了鞋袜，而且把外裙也脱了下来。本王还在此，你是想要当着本王的面把衣服脱个精光吗？明若邪一扭头看了看那2桶热水，再看了看周围，把1桶热水给提到了一扇屏风后面，另外1桶提到了屏风的另一面。他搬了张木椅过去，放在桶旁，然后过来把他架了起来，扶到了那边去。现在马上立刻把裤子脱了，用清水把自己身上残留的药水冲洗干净，否则你就等着疼死，快点。说完，他也立即绕到了屏风的另一边去。司空吉再次听到那边细微的脱着衣服的声音，竟然一时无语。一个女子怎能如此的豪放不避讳，与一个男子只隔着一面屏风沐浴？在此之前，他想都不敢想象。你再不脱再不洗，等死吧你！那边传来明若邪清冷的声音，语气毫不客气。司空吉犹豫了片刻，还是把自己身上仅剩的那一件遮羞物脱了，然后开始拿水瓢舀起热水，一瓢一瓢的往自己身上淋。隔着屏风，那边也响起了水声。不许往这边瞧半眼，否则我挖了你的眼珠子去喂乌鸦！明若邪的声音跟着水声一起响了起来。司空吉淋水的动作一顿，这应该是本王要说的话。媚死为先，本王长得比你好看，让你看了才是吃亏。就你那样子，我才不看。哼，靖王爷，你的脸已经先被那寂寂焚金汤给焚没了。寂寂焚金汤，你是如何知道这汤药有问题的？又怎么会认识这种汤药？明若邪那边沉默了一下，水声停了，然后搭在这屏风上面的，原本就是为他准备的那套衣裳，被他一手扯了下去。司空吉听到动静，扭头一看，屏风有隐隐的透，他能够看到那边光影勾勒出来的模糊朦胧的人影，纤细的身影，纤细的脖子，细圆的肩膀，前面不小的一捧圆，衣裳一展，身子一转，把风光都挡去了。司空吉莫名的觉得有些喉干舌燥。那是本王的衣服，他竟然敢穿我的衣服！要不是你把我扯进药汤里，我也不至于得在这里沐浴。我一个冰清玉洁的美少女亏大发了，所以借你一套衣服已经是便宜了你。我出去让辛坠再给你拿衣服进来。司空吉就听到了他走出去，打开门又关上门的声音。明若邪，他就那样跑了，还没有回答他刚才的问题。司空吉和辛坠都听了明若邪的话，把鞋袜给脱了，抬头就只见一人走了出来，乍一看是司空吉的衣服。王爷，您没事，明姑娘。陶大夫和辛坠都瞪大眼睛看着明若邪，他竟然穿了王爷的衣服。这一身衣服还是王爷很喜欢的，但是王爷绝对不会再碰这套被人穿过的衣服，只能是就此废了一套衣服。衣服松松垮垮套在他的身上，更衬得他的纤柔玲珑，就像是孩子偷穿了大人的衣服。辛坠，你去让满月给我送鞋袜过来。陶大夫，王爷没衣服穿，你给他送进去吧。明若邪十分淡定的说完，双手提起过长的袍摆，朝着右厢房走去。没有人看见袍摆之下细幼而白净的新足，显得娇气小巧，每一个脚趾头都粉白可爱。明若邪的头发都还在滴着水，但他已经忽略掉这样的小事。现在大事是他身上的伤快要疼死了，他本来就浑身伤，在那样阴毒的药汤里泡上一泡，简直就是酷刑。满月匆匆抱了一套衣服过来，跑到了明若邪面前。姑娘，您只有一双鞋子。明若邪无语。陶大夫正好去拿了司空吉的衣服鞋袜，从门口经过。明若邪立即对满月说道：“把陶大夫手里的鞋子拿来。”是，姑娘。憨憨的满月立即就执行了明若邪的命令，跑了出去，伸手就抢过了陶大夫手里拎的那双鞋。陶大夫错愕：“那王爷的鞋。”话未说完，就看见明若邪动作十分率性干脆的把鞋子丢在地上，双脚快速的一穿，踩下了后帮，站了起来，踢踢拉拉的就穿着那双明显比他脚大许多的鞋子走了。明姑娘。陶大夫望着他的背影，风中凌乱，哐当一声，浴室外面传来了水瓢掉落在地上的声响。陶大夫和辛坠也顾不得明若邪了，赶紧就奔了过去。衣服。司空吉的声音传来，
带着压抑无比的隐忍。陶大夫赶紧就把衣服给他送了过去，搭上那屏风。过了好一会儿，才见衣服随意套着的司空吉扶着屏风走了出来。一看到司空吉的脸，陶大夫顿时惊呼一声：“王爷，您的脸！”司空吉那张本来就俊雅无双的脸，现在一片红，就像是戴上了一层烧红的皮。药汤肯定不对，明若邪没有说错。星坠，快去把明姑娘请回来，她说不定知道怎么治。陶大夫急急地对星坠说道。明若邪回到了石床，换回了自己的衣服，满月赶紧替他擦干头发。星坠狂奔而来，又冲到了他面前。明若邪狠厉地扫了一眼：“你再敢扛我过去试试！”明姑娘，王爷的脸红得很可怕。因为我差点看光了他的身子，他害羞了。星坠脸一热，忍不住瞪他：“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王爷的脸是药汤所致，祭祭焚金汤所致。”明若邪收了笑容，磨牙：“谁让他动作那么慢的？我说的时候就该赶紧爬出来了，磨磨唧唧。你快点过去看看，想想办法呀！”星坠本来是十分厌恶明若邪，现在却下意识的急着把他带过去了。明若邪皱了皱眉：“司空吉要是死了，可能我守寡还是好的，就怕被殉葬。”唉，无奈的叹了口气，他站了起来，往外面走。星坠看到他脚上的大鞋子，踏拉踏拉的走着，只觉得一头黑线都要掉下来了。那是王爷的鞋子，黑底紫纹，目底不羁，被他这么踏拉踏拉的穿着，走的还不慢。哼，果真是丫头，哪有什么贵女千金的金莲慢行模样，看着比一般的男子还要肆意。司空吉刚才还觉得一身热得很，但是不过在星坠去喊明若邪的这点时间里，体温急转而下。现在他已经觉得自己如坠冰窖，冷得不停地颤抖着。王爷，棉被拿来了。陶大夫又抱来了一床棉被，盖到了他身上。而本来司空吉已经是盖了一床不薄的棉被子了，这么一床棉被盖上去，他也依旧觉得很冷，彻骨的冷，也说不清那些寒意是从哪里传来的，反正就是一直往他的骨头里钻，让人难以忍受。但是在陶大夫看来，他的脸依然那么红，像是烫伤的那种红，所以看起来真的无法觉得他是冷的。明若邪推门就走了进来，陶大夫这时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了救兵，赶紧对他说道：“宁姑娘，快来看看王爷这是怎么回事？他看着像是烫伤，但是却又突然说很冷。”明若邪走进床榻，司空吉看着他那双格外乌黑明亮的眸子朝自己看来，不知为何就想侧头避开，让他看见自己这张脸，似乎有些丢脸。但是明若邪伸手就捏住了他的下巴，不让他转头。松手！司空吉磨牙：“不是让我过来看看你的脸，老实点，否则我真撒手不管，有的你哭的。哼，不过要我看可以，有个条件。”陶大夫和刚刚进来的星坠闻言齐声急问：“什么条件？”在我还是靖王妃的时间里，以后但凡有类似的事，以我的话为准。明若邪的语气严肃，说着还微微轻身上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司空吉，声音异常清晰：“比如像今天这样的事，我说从浴桶里出来，王爷就要马上出来，他不出来，你们也得把他给我拖出来。”说到最后拖出来三个字的时候，他的语气还带上了凛凛的威严，不容反驳的那一种。陶大夫和星坠被他这种气势所慑，竟然下意识的就点了头：“是。”司空吉无语，明若邪看着他凑近了过来，声音带着点威胁：“我可不想以后总是陪着你赴汤蹈火，共赴生死。”司空吉眸子也沉静了下来：“你对自己倒是有信心，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我既然说出来的，那肯定就是有把握的。要不是看在你现在是我名义的夫君份上，你当我愿意多管闲事？明若邪的手指在他脸上轻轻的拂过，祭祭焚金汤的残表作用，对常人来说不会危及性命，只是会难受几天，但是对司空吉现在这副身子骨来说，绝对是会致命的。你看没看，为什么要占王爷的便宜啊？星坠见他的手指在司空吉的脸上轻抚过，实在是有些看不过眼，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明若邪没有理会他，他看了陶大夫：“草猪听说过吗？”陶大夫一愣，怎么会突然问到这种东西？是乡下荒野间长的那种东西吗？对，就是那种，要新鲜刚采的，大概要1大捧吧，有那东西就足够了。明若邪收回手：“我们倒是听说过，但是现在一时间要找到这东西，我现在就出去找。我记得北石坊那边有一片荒地，那里说不定有草猪。去吧，速去速回。”明若邪挥了挥手，星坠立即就转身奔出去了。
空吉突然有点不习惯，星坠什么时候听他的了？他撑着坐了起来，然后就看见明若邪耷拉着的鞋，感觉眼熟。你穿本王的衣服，还穿本王的鞋子。说起这个，明若邪就气儿不打一处来。你不说倒还好，一提起来，我真要佩服你们晋王府的抠门，只给我2套衣服1双鞋子。刚刚我唯一的1双鞋子泡药汤了，你让我穿什么？司空吉竟然一时无言了。去让朱管家给明姑娘多买几套衣裳和几双鞋子。他虚弱地对陶大夫说道。是。陶大夫走了2步，又转过身来对明若邪说道：还请明姑娘照看王爷。啊，去吧去吧，我先守着他。有劳明姑娘了。陶大夫出去了，把门也给关上了。屋子里突然就是一片寂静。司空吉看着明若邪：你不是说你不是大夫，怎知草猪可治本王？明若邪在床尾坐下，还给自己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把鞋子踢飞，脚也缩到了床上来，一拉被子盖上了，手揉了揉眉心。我真不是大夫，大部分病和伤是治不了的，不过几乎所有的药和毒，你要想知道它的成分的话，尽可问我。所以他只凭着见到手上的一滴药水，轻搓了一下指腹，便能知道它的成分和药效。以前在医研所，他们就会利用他指尖断药这本事，分析所有的药物和毒，然后再研究如何攻克对抗。这个过程中，他也听一些，看了一些，学习了一些，但是终究不是他努力学习和探索的项目。只不过他聪明，所以还是学了不少，而且有很多自己可以举一反三了。但他从来不曾治过人。司空吉看着他就这样坐到了自己床榻上，还与自己同盖一床被，皱眉问道：晋阳侯府的丫鬟都如你一样随便吗？等一下，本王问问，你该不会是已经被哪个主子收了房吧？明若邪一口老血差点喷了出来，他再不济也不会混到被男人收了房当个侍妾通房吧。他抬起手把袖子往上拉高，司空吉一看脸色微变，他手臂上全是伤痕，那些伤痕看着都被泡得发白发腐，周围的皮肤却是一片红彤彤，就如同他脸上一样。但是他无伤，他手臂上却是伤痕交错。明若邪看着他嘲讽地说道：我全身都是这样啊，本来已经好了些的伤，泡了一会儿那药汤就变成这样了。你现在胃寒虚弱吧？那你以为我不是啊？借你被子盖一下，别小气了，还想让我就在边上站着伺候你啊？司空吉眸底隐有暗色，竟然觉得很是愧疚。怎么回事？本王当时……我休息一下，不要跟我说话。明若邪闭上了眼睛。陶大夫去找了朱管事。朱管事一拍额头：府里一直没有年轻姑娘，也没有女主子，确实是收获了。我这就让人去给明珠娘买衣裳鞋袜，让满月去吧，多挑几套。陶大夫已经把满月叫来了。朱管家，奴婢是明姑娘的丫鬟，姑娘赐名满月。也好，满月是明姑娘的丫鬟，以后这些事儿就由你去办最合适不过了。满月要是没有看到合适的，就把人请回来给明姑娘量身，让衣坊赶工定做几套。满月应了，支了银子出了府。明若邪是被热醒的，他把被子掀开，看了一眼自己手臂上的伤，明显好了些。正常的话，盖这么2床极厚的被子，的确是会被热醒，说明他已经好了。泡的那会儿的汤药药效也已经散掉。他看向明若邪，却见他依然紧紧地裹着被子，只露出了一张脸来，眼睛紧闭。明若邪心里咯噔一下，立即就下了床，走到他旁边，伸手探向他的额头，药效没有半分散掉。看来他的体质的确是太差。他一转头望向了窗外，只见霞光映照纱窗，镀上一层温暖又暗淡的光。竟然已经到了黄昏，星坠还没有回来。明若邪立即就走了出去，一开门面见陶大夫守在了外面。陶大夫，星坠还没有拿草珠回来。陶大夫赶紧站了起来。还没有？草珠有这么难找吗？不行，等不了了。明姑娘，是不是王爷？王爷等不了多久了，今天一定要用上草珠，不能拖过夜。明若邪咬了咬牙，我出去找吧，万一星坠不靠谱，今天都找不回草珠来呢。明姑娘不能出去。我不出去，你们有人能够找回草珠来？明若邪已经快步朝外面走去，正好就看到朱管家匆匆奔进来，差点没看到明若邪就撞了上来。朱管家，明姑娘不好了！朱管家一看到明若邪，像跟有了主心骨。星坠的马自己回来了，
马鞍上有血，但是星坠却不见踪影。什么？星坠出事了？难道是去找草珠的时候？能遇到什么危险？明若邪皱了皱眉。他说去北石坊，那边会有什么危险？北石坊只是一片荒地，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是小的已经派人去那边找过了，没有找到星坠。他派人找过，没有发现，这才不得不进来禀报司空级的。这可怎么办？王爷现在需要草珠，星坠又突然失踪，这……星坠的马呢？老马识途，能自己回来，一定也能找到星坠。朱管家和陶大夫都傻住，马能找到星坠，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让马听话出去找啊。马在哪？马还在门口。朱管家的话还没有说完，明若邪已经快步走了出去。府门外果然有一匹枣红骏马，明若邪快步过去，伸手轻遮在马眼前，掌心一红，手掌挥过，走，带我找你主子去。他拍了拍马头，在马耳朵旁边轻声说了一句，然后便伸手极利落地上了马。林姑娘，林姑娘！朱管家追出来时，正好看到他一骑绝尘而去。林姑娘的骑术竟然这么好！朱管家愣愣地看向陶大夫，陶大夫也茫然。明若邪不是王爷从死人堆里随便捡回来的吗？怎么现在会医会药，还会骑马？骏马带着明若邪一路风驰电掣，驰过繁华的街。天色很快地暗了下来，秋夜，夜色来得格外快，前面已经罕见人烟。骏马驮着他，直接驰过了一片荒地，一拐进了一片竹林。天色昏暗，凉风乍起，竹林沙沙响，越发显得寂静阴森。马儿到了此处，都显得不安，速度慢了下来，在竹林边转了几转，竟然不敢入林。走！明若邪拍了拍他，马低声嘶鸣一声，慢慢的进了林子。风吹压竹林，沙沙沙沙，似乎处处有鬼魅暗影，随时会扑出来一样。找人！明若邪又轻轻拍了拍马头，骏马朝着一个方向走去。还有10米，明若邪便看到前面一株竹上吊着一人，把那碗口粗的竹子压弯了，那人影就跟着竹子一起缓缓地在夜风里轻摆着，看起来十分瘆人。马又不安地踢了踢前蹄，那是星坠，但是现在也看不出来是死是活。明若邪一边留意着周围的动静，一边策马朝着他靠近。因为这里一个人，竹压得很弯，他坐在马上，伸手就能够够到星坠。明若邪动作很慢地立于马背上，站得稳稳的，伸手探向了星坠的脉。他不会做那种看有气儿没气儿的傻事，只是如果只剩最后一口气，他就不白费功夫了，肯定自己赶紧跑。指尖搭上了星坠的脉，他也微松了口气，还是个长命的孩子。他立即就动手解着绑在他腰间的绳子。咻，一道细微破空声传来，明若邪用力拽下了星坠，砰的一声，星坠摔在马背上，他就已经无法站立于马上，跌了下来。落地时浑身剧痛，他以前从不知人救人，怎么现在竟做这样的事儿？他听到脚步声，明若邪一拍马腹，低声下令：回家去。那匹马驮着星坠，听了他的指令，踏风疾驰如电，速度极快地奔出了竹林。你是何人？竟敢管我们的事儿？几人从黑暗里走了出来，黑色劲装，黑色蒙面巾，黑色发带，皆手握利剑。借着微弱的天光，明若邪却看到了他们袖口的一只淡灰色鹰隼刺绣。几个人的袖口都是一样的，非江湖散客，是有帮派有规矩的组织或是侍卫。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对星坠下手？把星坠吊在这里，无非就是想引人前来，引司空劫。如果我说我就是路过的，看见有人挂在这里，所以起了恻隐之心，这才多管闲事进来救人的，你们信不信？明若邪站了起来，伸手拽住了一头还系在竹子上的绳子。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他们说话的口音与兰国的略微有些区别。我就是善良心软而已。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垂落下来的绳子往手上缠。你是质子府的人？质子府当然不是了，我这样的人才肯定是眼界不低的。质子府那样的门槛太低，我才不去。不要跟他废话，我去追星坠，你们把这个女人也绑起来。一人做了个手势，立即便有另外2人跟着他朝星坠离开的方向追了出去。剩下的2人一步步逼近了明若邪。听说司空姬已经选了王妃，该不会就是你吧？那人露出来的眼睛里带着不屑和嘲讽，
还用嫌弃的眼神打量了他一眼。另一人不似他话多，走近过来之后，已经一手朝着明若邪的衣领就抓了过来。他们都看得出来，明若邪没有武功。就在这时，明若邪突然猛地拽了一下绳子，人也迅速蹲下，把那株竹狠狠地拉弯了下来，然后又立马泄了力气，咻的一下，竹子回弹的力量将他整个人猛地提了起来，弹向了高空，往另外一边倾去。他娘的！明若邪听到了那两人的咒骂，耳畔尽是风声。他双脚已经在半空中勾住了另一根竹子，松开绳子转到了另一根竹子上，那根竹子被他的体重压弯下去，他双手猛地推向了另一株竹丛，借力再次被这根竹子像是弹弓一样给弹软了去。他虽然没有武功，但是以力借力找到最完美的借力点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熟练到如同刻入骨血里。在这片竹林，他纤细的身影就如竹中仙，轻盈的没有重量似的，借着一根一根的竹子几个起落，把自己远远地弹了出去。身形只是在竹林间几闪，便已经消失在那两个黑衣蒙面人视野里了。他娘的，见鬼了！那两人施展着轻功急急追上，却很快就失去了明若邪的踪影。他们都觉得震惊如难以置信，一个没有武功的女人就这么从他们的眼前跑了。嘘！另一人食指抵在嘴上，示意同伙不要出声。他毫不怨他，所以他们可以静下来倾听他的气息，借着竹子的弹力，这么一番大动作，没有武功的普通人这个时候肯定会喘得厉害，只要他们仔细听是绝对能够听到的。此时明若邪已经离他们数丈开外，一脸沉静，浑身无汗，嘴紧抿，几乎没有半点气息，正提着鞋赤足踩在落满竹叶的地上，快速地朝着一个方向走。如果司空吉在这里，可能也会震撼地发现，经过了那么一番大动作，明若邪的气息却依然极微，连半声喘都没有，甚至比他平时还要低微，几乎听不到。哪怕面对的是有轻功的人，明若邪的脚步也极轻，赤足纤细，落脚无声，身子轻盈的似乎没有重量。虽然没有轻功，但是速度依然极快。在那两个人还在竹林里倾听气息，寻找着他踪影的时候，他已经出了竹林。他踩到了一小堆的草，有些圆珠珠一样的触感硌到了他的脚底。明若邪蹲下拿起来一看，一时也颇有些无语，竟然就是草珠！这么一大把草珠，应该就是辛坠之前寻到的，然后被掳到竹林来之前掉落在此处。那也就是说，辛坠并没有带着草珠回去。天亮之前我必须赶回去，否则司空吉也无救。明若邪听着竹林里面传来的脚步声，快速地穿上鞋，朝前面快速狂奔。那一片荒地就在他前面，在他奔出一段距离的时候，两个黑衣蒙面人已经追出了竹林，望见了他的身影。在那里！跑得这么快，追！两人施展着轻功，朝着明若邪追了上去。明若邪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身上还有伤，而且怎么跑都难以跑过两个用轻功的。他边跑边抬起右手，右手掌手里渐渐泛起一团火红来，然后明若邪蓦地蹲下，右手拍在地面上，闭上了眼睛。不管是什么，去缠住那两个人。朱唇轻启，下了这么一个指令之后，他又站了起来，继续狂奔。朱管家在府门外来回踱步，心急如焚。他让人去报衙门了，可是衙门的人却是慢吞吞的，说是找不到大人，得去找大人领了命才能出动去找人。这样的怠慢，他们早就已经习惯。谁让他们王爷只是一个质子，因为灵玉公主对他的爱恋，皇后没少在暗地里给质子府下绊子。博欢院里，司空吉晕睡了小半个时辰，醒了过来。屋里已经点了灯，他没有看到明若邪，看着原先他靠着的那个位置，司空吉微微蹿眉。陶大夫已经亲走了过来。王爷见司空吉的脸依然是那样一片诡异的通红，陶大夫的心微微一沉，而且司空吉明显依然未寒，这么厚的两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不松开半分。辛坠可回来了？回王爷，还没有。陶大夫也是心急如焚，但是朱管家说了，此事不能让王爷知道辛坠失踪了的消息。王爷要是这个时候再动武，那就麻烦大了。明姑娘呢？明姑娘她回石香院了。司空吉沉静地看了他一会儿，掀开被子坐了起来。陶大夫一惊：陶大夫，本王有没有告诉过你，你并不擅长说谎？王爷，老朽
发生了什么事？星坠去采草珠，一直没有回来。后来二嫂回来了，马上有血。朱管家来了博欢院禀报，明姑娘听到了，就骑着二嫂出去找星坠了。什么？明明说过他不能出府的，竟然出去了，而且还会骑马。司空吉站了起来，薄唇紧抿，气息低寒。陶大夫本来是想要劝，但看他这个样子，却觉得应该劝不了，只能焦灼地跟了上去，一路上苦苦地劝。王爷，朱管家已经举报了衙门了，你现在是千万不能出去，也绝对不能动我。他们到了大门，正好看到朱管家似乎是看到了什么，震惊的急急迎上去了。司空吉也快步迈出了门槛，正好看到了二嫂驮着一人，正朝着这边奔了过来。星坠！朱管家看到趴在马上的星坠，赶紧把马翅停住，把星坠背了下来，一转身就看到了司空吉。王爷，星坠回来了。看来陶大夫是把实情告诉了王爷，所以王爷才会急着出来了。但是现在星坠已经送回来，王爷也不用担心了。哎，不对，明姑娘呢？朱管家反应了过来，又猛地回头去看，马还是只有一马，马上再无他人。后面的街早在之前就已经空无人，也没有看到明若曦的身影。明姑娘竟然没有回来。快，我看看星坠。陶大夫过来帮着扶住星坠，朱管家也正应了声，准备先把星坠给背进门。就见司空吉快步下了门前2级台阶，要朝二嫂走过去。他心头一惊，下意识就叫了一句：王爷，不可呀！王爷这是要骑马再出去寻明姑娘吗？陶大夫也反应了过来，赶紧也跟着出声：王爷，您现在不可擅动啊，这可能会是要命的呀！王爷还有伟业在肩，坚持了这么多年。司空吉站住了，他望着门前的大街，只觉得秋风萧瑟，夜色悲浓。没错，我不能随意丢了自己性命，那不过是一个只有一场交易的陌生女。但是司空吉站在二嫂旁边，看到马鞍上沾着的那一点血迹，只觉得浑身冰凉。王爷，朱管家把星坠交给了跑过来帮忙的仆人，给了陶大夫一个眼色。陶大夫便再次担心地看了司空吉一眼，先进去给星坠诊治了。朱管家走到司空吉身边，递给了他一枚6角形暗器。王爷，扎在星坠伤口上的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个太子殿下指的自然是他们大真自己的太子。太子一直就想要王爷的性命，已经不止一次派人来兰国下手了。如果是太子的人，明若曦一个没有武功的弱女子，绝对不可能再有生还的可能。太子的人向来都是心狠手辣的，星坠只怕是自己侥幸逃脱回来了，但是明若曦撞上去，那绝对就只是送命过去的。朱管家一时也觉得很是难过，明姑娘毕竟是为了找星坠而去的。王爷，多管下的当时没有拦下明姑娘。朱管家垂下头，司空吉声音也染了这夜的寒凉。他主动去寻星坠吗？是。司空吉就没有再出声，他站在那里良久不动。夜风渐渐大了些。王爷，先进府吧。朱管家，本王是不是很没用？连已经快要成为本王的王妃的女人，本王都护不住，本王都不能去寻她救她。司空吉的话还没有说完，便看到了前面街上有一道纤细的身影正慢慢的朝着这儿挪动过来。不知道后面谁家府门口的灯笼照进来的暗淡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淡。朱管家，司空吉突然就喊了朱管家一句，同时他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起来。朱管家也看到了那一道人影，他蓦地睁大了眼睛，又揉了一揉。老天哪，明姑娘回来了！说完这句话，朱管家已经提起了衣摆，飞快地朝那纤细人影奔了过去。司空吉就站在那里，掐紧了掌心，沉默地看着他们，看着朱管家扶着明若曦慢慢地走近。他走得很慢，等到近了，在府门上灯笼的光下，司空吉看到了他惨白的唇色，还有汗湿的刘海贴在了额头上，滴下来的一滴汗珠打在他浓密的睫毛上。明若曦的目光撞进了司空吉浓黑沉静的眸子里，他轻舒了口气，蓦地轻笑。王爷这模样好像以护叛妻归的怨妇。虽然气氛不对，情景不对，但是朱管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笑了出来。明若曦这个时候还能开玩笑，让他觉得心头也轻松了许多。司空吉没有说话，只是转身就进了门。明若曦看着朱管家，王爷吃错什么药？这个小人也不清楚，王爷应该没有吃药啊。朱管家表示不解，明若曦又忍不住笑了起来。明姑娘，快进府吧，
让陶大夫给您诊治一下，可有哪里伤到了？朱管家赶紧搀扶着他进府。不远处墙角暗影处有一道身影倏地离开了。在看到那匹马回来的时候，明若邪就知道辛坠也回来了。陶大夫已经替辛坠诊治过，辛坠就是中了明睡药，手臂中了一枚暗标，无毒，等明睡药解开就能醒过来了。只是他一醒过来便惊得一跃而起。王爷，小的遇上太子殿下派来的杀手了，草珠掉了，没能拿回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司空急的低咳声。辛坠定睛一看，看到了坐在一旁被陶大夫把着脉的明若邪，他脑子里瞬间清明了几分。他岂止是草珠没能拿回来，他还被那些杀手掠了，迷晕了。可是他是怎么回府的？他们把小的吊在了竹林里。王爷，你为了救小的就动武了吗？辛坠急得眼睛都红了。那这个时候陶大夫为什么还在替那个女人诊治？不该赶紧替王爷看看吗？怎料他的话让在场的人脸色皆是一变。你不是自己逃回来的？不是，小人武艺不精，我觉得很是丢脸。我一个人也不是那么6、7个杀手的对手。但是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听出不对劲儿。难道不是王爷救的他？他都被晕迷掉在了树林里，怎么自己逃回来的？司空急的目光移到了明若邪脸上，他身上无伤，不，应该说是没有先天的伤，但是看起来精疲力尽，满身虚汗。他的手还很脏，沾着草屑和泥土，脚也是，鞋子有些破了，也沾满了草屑和泥土，甚至还沾着2片竹叶。竹林，他的脚边丢着一大捧的草珠。跟明姑娘道谢，是她救了你。不可能，不可能！辛坠下意识就反驳：他没有武功，怎么可能从那些人手里救下我呢？明若邪斜了他一眼，却是没说什么。知恩图报，本王教过你。司空急的声音更冷了3分。辛坠瞪大眼睛看着明若邪，在看到他鞋子沾上的2片竹叶和他脚边的那一大把草珠时，再要反驳的话就咽了回去。真是他救了自己？辛坠，多谢明姑娘相救。辛坠咬了咬下唇，声音有些闷。他明明没有武功，他看得出来的。去把草珠处理了，取出珠子来，烘热了之后，以细纱布包起来，慢慢的在脸上和身上滚滚。是。这些他是听明若邪的。辛坠立即就去处理草珠。陶大夫已经收了手，司空急看向了他，却发现他的手有点颤抖。陶大夫，他怎么样？怎么样？完全就是将死的脉象啊，没了生机的那种脉象。陶大夫欲哭无泪，又有些瑟瑟发抖，而且这次的脉象比之前还要惨。怎么样？他该怎么说？明姑娘依然邪门。陶大夫以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这都深秋了，外面那么冷，他却还流着汗。明姑娘她实说便是。司空急皱眉，这么难开口吗？陶大夫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终还是明若邪救了他。就是一路跑回来累坏了，一时脱力，而且还肚子饿，没有什么大碍。明若邪站了起来，司空急看了陶大夫一眼，陶大夫缩脖子避开了他的目光。怂啊！回石霜院沐浴休息会儿，等会儿本王命人送晚膳过去。好。明若邪也已经急着要回房了，他站了起来，刚走了2步，又听司空急问道：你也泡了药汤，不需要草珠吗？我不用，我就泡了那一会儿，药效早就已经散发掉了。王爷身子骨太虚，故而需要。明若邪说着就出了厅，拖着打颤的腿挪回了石霜院。朱管家沉默片刻。王爷，明姑娘莫非有武功？司空急摇了摇头。他没有。他是与他贴身缠斗过的，他没有半分内力，这一点他很肯定。朱管家是怎么都想不通。没有武功，怎么能从太子手下的人手里把辛坠救回来？而且是二嫂拖着辛坠回来的，二嫂以前也没有这么厉害呀。他自己怎么可能跑回来？但若是有人追杀，四下乱跑，驮着主人的情况下，未必就能回来了。哪有这么通人性？司空急却想起了在晨曦里那失控的马车冲向断崖之后又诡异转了回来的事儿。明若邪，他默念着这个名字，一时也想不通。明天派人去打听打听晋阳侯府最近有什么事发生。朱管家一愣，他们一向跟晋阳侯府没有什么交集，以前连关注都不关注的，忽然去打听晋阳侯府的事儿做什么？
但是靖王已经下了令，主管家也只能应了一声是。滚烫的草珠被细纱布包裹着，轻轻地在皮肤上按压滚过，竟然还挺舒服。司空吉自己拿着一包草珠在脸上滚动，想了想，对一旁候着的星坠道：“去跟朱管家说，本王等会儿去时双院跟明姑娘一起用膳。”是。时双院，明若邪进了药库，再次拿起强化针替自己扎上了。他心疼极了，本来一支强化针可让他续命10天，但是今晚他撑着伤重的身体用了鬼手，操纵了那么多的蛇虫蛾蚁，精神一下子损耗的厉害，只能再扎一支强化针。现在只剩下3针。外面窗棱似乎有什么在煮响着，他出了药库走了过去，一把推开窗，一只黑色的影子立即就飞了进来，一身乌黑的鸟，头上一小片暗红。明若邪看着就眼熟，怎么又是你这小家伙？他伸出手，那只乌鸦就飞落在他的手上。明若邪把窗户推开，往外面望了望，他只怕这只乌鸦又带来那么大片黑压压的一大群来，遮天蔽月，只怕又会引起全城轰动。但是外面月色清淡，四处静悄悄，不见其他鸟影。那群乌鸦本已经飞出了皇城，怎么今夜又来了？明若邪伸出右手，正要轻按在这乌鸦的头上，乌鸦突然振翅飞到了窗台上，扭头过来看着他。这是要我跟你出去？明若邪摇头，不想都别想，我现在累坏了，只想等着吃饭，吃饱睡觉，睡到天荒地老，什么事都不要找我。外面忽然就伸进来一只手，速度极快，一把就揪住了那只乌鸦。呵！司空吉站在窗外，看了手里的乌鸦一眼，眉微蹿，又朝屋里的明若邪瞥来。本王以为你在自言自语，没想到竟然是在与一只乌鸟说话。是他能听得懂你的话，还是你懂鸟语？我说着玩不行吗？看他的模样，就是想让我随他出府去。你是说这只乌鸟竟通晓人性？王爷，你之前也看到了，他好歹是百巫之王，也许是比一般的鸟要聪明些。明若邪说的认真，司空吉却也只当是听着玩，虽然他也觉得这只乌鸦又飞回来有些奇怪。不过王爷难道有躲在女子寝室窗外的癖好？这里是时双院，并非你的博欢院。明若邪看了一眼他的脸，烫伤一片的红已经彻底退了下去，现在他已经恢复了俊雅无限的容貌，站在月色下，能勾得闺房里的少女爬窗出去与他苟且。啊呸！这绝对不是我。星坠送了饭菜去了花厅，过来时看到司空吉手里抓着的乌鸦，顿时害得脸色都变了。王爷，您怎么能抓着乌鸦呀？这鸟太不祥了，晦气，会冲撞了王爷的。王爷快松手！包子脸星坠急得眼睛有些红，府里怎么又有乌鸦来了？他下意识地看向明若邪，该不会真的是他招来的吧？明若邪见了他怀疑的眼神，问道：“王爷派人去查过香草了吗？”本王人手不足。司空吉一点都不脸红地说道。他一松手，那只乌鸦便飞到了院子里一棵树上，栖在叶子已经快落光了的枝丫上，不走了。满月，快给王爷打水洗手。星坠冲花厅那边叫了一声，然后就勾下脚脱下了一只鞋，咬牙切齿走向那棵树。我得把这只乌鸦赶走，不能让它留在府里。星坠抓着那只鞋，手一挥，把那只鞋朝着枝丫上的乌鸦抛了过去。乌鸦粗厉叫了一声，挪动没挪动一下，低头看着星坠。明若邪抚额：“别闹了。”星坠，退下。可是王爷，万一有人又说咱们府上招了邪会，退下。星坠无可奈何，只能退下了。过来用膳。司空吉对明若邪说道。虽然明若邪不知道司空吉为什么好端端的要过来时双院跟着他一起吃饭，但他现在饿得慌，先吃了再说。好在朱管家已经让满月去给他多买了几套衣服和鞋袜，要不然这一回啊，他又得去找司空吉借衣服去。到了花厅，四方膳桌已经摆了6菜1汤2小碗白米饭。司空吉洗了手，又仔细的拿细棉布擦干了，走了过来，先行落座。见明若邪还站在那里，他抬了一下眼皮。站着做什么？明若邪走到了他对面坐下，看了一眼桌上的菜肴，
略带嘲讽地说道：“哎呀，看来跟王爷一起用膳，果然吃的不一般。之前我自己吃的就2道菜，清水萝卜的。现在这6菜一汤倒是有荤有素，还讲究摆盘，看着就色香味俱全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司空吉轻叹一声，摇头说道：“你一身是伤，饮食上要格外注意，毕竟是姑娘家的，留下疤痕就不好了。所以陶大夫特地叮嘱了主管家，让厨房给你做些特别清淡的。不曾想，你竟不领情。”原来是这样吗？明若邪拿起了筷子。那现在这些菜和肉我可以吃了？颜色重的你就不要吃了，这几道可以吃的。司空吉指了4道颜色清淡一点的菜肉，颜色重一点的却是红烧肉和红鳗鱼。那鱼是明若邪以前不曾见过的，看着肉质细嫩，闻起来也喷香，看着味道极好的样子，他的筷子就先朝着这2盘颜色重的伸了过去。司空吉默，他这是对牛弹琴，还是被故意叛逆了？明若邪吃了2口鱼，满足的微微眯了眯眼，才对他说道：“请跟陶大夫和主管家说，这个问题以后不用考虑了，我什么都可以吃。”你倒是心大。司空吉想到他手臂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手臂上有，身上也肯定有，本就伤得重，伤口深，又折腾过，泡过那有毒的药汤，只怕都得留疤了。一般姑娘家身上只要有1道伤疤，就已经是很难过的事，她这是一身伤疤都不介意。院子里吱呀声，那只乌鸦又粗哑地啼叫了起来。姑娘，要去赶走他吗？满月憨憨地问道。他可不管降不降的，现在他心里就只有明姑娘，要是吵到了明姑娘，他就去赶跑。明若邪望了那乌鸦一眼，摇头：“算了。”这一声叫的似乎更难听了些，而且还能听出来吉利，还有些催促之意。这是没完没了了。司空吉自顾吃着饭，沉静的像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明若邪一边吃一边听着那只乌鸦嘎嘎嘎的叫个不停，终是忍不住，筷子往桌上用力一拍：“你丫的总得让我把这顿饭吃完吧！”司空吉夹菜的动作一顿，看向他：“莫非你家鸭兄找你有要事？”他还记得，他之前是亲切喊了那只乌鸦鸭兄的。明若邪胡恼一叹：“看来胡乱攀亲戚不是一个好习惯。”你家鸭兄找你何事？司空吉放下了筷子，黑影扑棱飞来，落在了他们面前的膳桌上，爪子打翻了一盘菜。好了，这下也吃不成了。明若邪磨牙霍霍：“我喊你一声鸭兄，你还当真蹬鼻子上脸了？我喊你一声鸭兄，你还当真蹬鼻子上脸了？”把他的菜都打翻了，他才吃了5成饱。满月瞪大眼睛看着这只胆大又诡异的乌鸦。乌鸦拍打着翅膀，粗声啼叫着，又在桌子上乱跳，把这一桌菜踩得一片狼藉。司空吉洁癖早已经站了起来，退开几步，否则这一身衣裳只怕会被汤汁溅得不成样子。明若邪一声怒呼：“满月，抓鸟！本姑娘要探烤乌鸦！”那只乌鸦立即就飞了起来，高高栖在横梁上。姑娘，他好像听得懂您的话。满月目瞪口呆，这要是真抓鸟，只怕又得折腾半宿，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乌鸦又冲着明若邪叫了起来。司空吉嗅着手，看了看那乌鸦，又看了看明若邪。本王怎么觉得你家鸭兄当真找你有急事？虽然很是诡异，但当真感觉如此。明若邪吐了口气，与那乌鸦瞪视半晌，败下阵来。他看向司空吉：“借匹马。”司空吉皱眉：“去哪儿？这才回来没多久，又要出去。看来我得跟鸭兄走一趟，否则他今晚定然不让我耳根清净。要是这只乌鸦一直在他屋里嘎嘎嘎的啼叫个没完，那他真的不用休息了。哎，果然胡乱攀亲戚是不对的。本以为是诡异的巧合感觉，他也不过是开玩笑，哪知道他当真要跟这只乌鸦出去啊。”司空吉看着他半晌：“你没有在跟本王开玩笑？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啊？”明若邪指了指自己的脸，一本正经，十分认真，绝对没有嬉皮笑脸。司空吉默了默：“之前抓了新坠的那些人是本王大皇兄大真太子的人。”停！我并不想知道你们的皇家倾轧兄弟相残。知道太多秘密
是会死人的。本王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既然来了兰国，就不会轻言放弃。你已经跟他们碰过面交过手，他们必然已经将你划入本王手下。要是你再出去，可能还是会遇上他们。明若邪抿唇一笑，今晚不会，他们应该还顾不上我。哦，这是为什么？他都还没有问他今晚的事究竟是如何。他一个不懂武功的人，又是怎么救得了星坠，又从那些人的手里逃脱出来的？他们应该是遇到了麻烦了，所以顾不上我了。明若邪眨了眨眼睛，说道：就是那些蛇兄姨小弟什么的，会跟他们好好的玩耍玩耍。乌鸦又再次粗哑大啼，这到了夜深人静时，乌鸦要是不停啼叫，即便只有一只，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之前那一群乌鸦好不容易被香草引走了，再来一次，世子府应该真的会被报给应天监了。靖王这样的身份，若真的是十分不祥，一直引来大群乌鸟，都不知道兰帝会怎么想。星坠跺了跺脚，这只破乌鸦真的叫得他头都炸了。他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要是他一直这么叫，王爷晚上该被吵得睡不着。主管家吓了一跳，赶紧阻止他：不能乱来，这只乌鸦你之前也该看过，格外不同。而且这还第二次飞了回来，说不定真是认准了这质子府，所以不能胡乱捕捉驱赶了。司空吉听着那乌鸦声声啼叫，也是万分无奈。本王与你同去。明若邪瞪大了眼睛，听到了靖王要跟明若邪一起出去，还不能确定去什么地方，所有人都反对。但是靖王已经做了的决定，又怎么会有人能拦得下他呢？陶大夫要跟上，明若邪却阻止了。陶大夫先去休息吧，否则该累坏了。已经上了年纪，这2天跟着如此奔波操劳，再不好好休息啊，只怕自己也会病倒的。明若邪已经看到了他眼下的轻污，司空吉瞥了陶大夫一眼，点头：就听明姑娘的吧。陶大夫没有想到明若邪还会如此细心的关注他，心里颇为感动。可是王爷要出去，他却是不放心呢。可王爷，这一趟王爷就交给我吧，我保他安然无恙回来。明若邪可轻易不许这样的承诺。看在陶大夫还记挂着他的伤，让朱管家注意他的饮食的份上，他也从来不欠人人情。陶大夫却是不知道他的想法，只是觉得明若邪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何他就信服了，因为他晚膳后的确是觉得很累，刚才听到王爷要出去，他都有些爬不起来的感觉了。陶大夫留下，本王无妨。最终星坠驾了马车，马车里是靖王、明若邪和满月。马车一出府，那只乌鸦便飞到了他们的面前。王爷，咱们这是要去哪里啊？星坠直着马鞭，也是茫然。司空吉看向明若邪，明若邪道：跟着鸭兄。星坠一脸黑线，坐在他身边的满月一指：快跟上，乌鸦飞到那边去了。这浓黑夜色里，马车声急急，驶过了已经空无一人的街，乌鸦竟是朝着西山方向飞去。明若邪上车之后，就一直紧闭着嘴巴不说话。司空吉偶尔扫过去一眼，他也装作没看到。王爷，前面快到西山了，还能去吗？星坠的声音有些紧张。跟着乌鸦。乌鸦继续往前飞，星坠也只好继续赶着马车跟上。满月有些紧张了。西山不是不能去吗？星坠讶然看了他一眼。你也知道西山不能去啊？还以为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憨傻丫鬟，谁知道竟也晓得西山不能去。姑娘，奴婢上一个主子就是在西山出事的。明若邪这才掀开了车帘，朝前面望去，巍巍青山在夜色里如深厚的黑色暗影，带着沉沉气息，似乎等着吞噬一切。这个地方风水不对，这是明若邪的第一感觉。但他不是看风水的，只是以前玄清十分沉迷此道，总在他身边神叨叨念着，他才多少听了一些。乌鸦凄厉的啼叫尖锐，打破寂静。明若邪望见了前面一山沟，有一缕灰烟袅袅升起，是着火了，还是有人在这里烧东西？他一时听到星坠声音紧绷。王爷，遇到有人业绩。什么业绩？不懂就问。西山此处曾有西城门，只是历年来过往西城门的多生意外，在此惨死的人数量惊人。司空吉声音缓缓，在这样的寂静夜色里听起来还颇有几分安抚情绪的作用。太上皇在位时，兰国朝堂上下就曾经为了要如何处理而吵翻了天。有人说要封了西城门，有的说要在此修建佛寺以压邪祟的，有的说要把西山围入皇城。
龙气可镇。最后，兰国太上皇选择了往外扩张西城门，将西山一小部分纳入皇城，并在山坡上修建了一座佛寺，名为安西寺，以期西山安宁之意。为此，当年重修城墙、移动城门，还费了不小的人力财力，历时3年方才完工。明若邪倒是不知道此事，毕竟是他出生前久远的事儿了。出生后没几天，他就被送到千里远的庄子上，从未经过这西山，也没有听到过这边的事儿。那之后这些年来，西山这里还一直出事吗？前面乌鸦已经栖落在一棵树上，不再往前。星坠也已经勒停了马车，看着前面升起的那一缕灰烟，神情紧绷。一开始那几年，意外很明显的减少了，可后来又陆续有人再次出事。不过相比以前，事故已经少了很多。大家也都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没人再理，只是尽量都不从西城门出城去。再加上西城门这里围出来一片山，离人烟聚居的地方远了，也就渐渐的成了僻静之所。司空吉说到了这里，又看了一眼月色。兰帝上位之后，汇集大家说半点不好，生怕这边出事，有人怀疑是他的龙气不足，不如太上皇在位时将邪祟压得彻底。所以一旦这里出事，连祭拜都会让官兵驱赶。于是家里有人在此身亡的，便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的过来烧纸。这就是西山夜祭。西山夜祭，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既然连名字都有了，说明这么多年来，在这里出的事故，在这里亡了的人也不少。满月，你说你的前主子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明若邪问着外面坐着的满月。是啊。怎么出的事啊？经过这里的时候，突然惊马了，马车翻到了山沟里，把他砸死了。满月说的相当直接。无缘无故惊马？是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当时府里的人都说肯定是冲撞了邪混，所以才惊马了的。后来府里的人都再也不到这西山来了。明若邪有些不解，既然此处常生意外，为何还总有人走西城门？走西城门的人并不多，但是完全没有人走也不可能，总有人不信的。去往大真便得走西城门，要走别的城门至少要多绕入2天以上。去大真得经过西城门啊！那只乌鸦又陡然叫了起来，这一回似乎是把前面夜祭的人给惊吓着了。那边的几道人影匆匆的跑了，很快听到马蹄声急急，他们竟是把马藏在不远处，被惊着了才赶紧骑马离开。乌鸦又拍着翅膀飞向前去，跟上。又跟了一段，马车不能走了。他们下了马车，果然看到在小路旁有一堆纸灰，还有一些纸没有烧透，被风一吹飘了起来，加上刚烧纸的气味，让气氛很是诡异阴森。星坠把马系在旁边树上，往前面走了几步，先探了探，闻到了一股怪怪的味道。王爷，这里是一个深坑。明若邪轻越过前面的深沟走了进去，那只乌鸦竟然飞落下来，俯冲进深坑里，绕着飞了一圈之后又飞了上来，落在明若邪的肩膀上。司空吉看了一眼，发现明若邪根本就不见慌张惊恐，任那只乌鸦站在他的肩上，敢都不敢。他站在他身边，也闻到了一股怪异的味道自坑里传了上来。这是什么味道？明若邪摇了摇头，还分辨不出来，我下去看看。很明显，这只乌鸦就是要带他来这里，都已经到了，要下去看个究竟。他说完就往坑里走，坡很陡，但是小心些走下去不算难事儿。王爷，您不能下去。星坠未等司空吉有动作，就先拦到他面前，但是在看到明若邪自己下去时，又觉得过意不去，马上又接了一句：小的下去，帮明姑娘。说着，他也下去了。王爷，底下倒了一大片的乌鸦。星坠上来之后，就赶紧把那块银饰递到了司空吉面前。王爷，然后明姑娘还发现了这个。司空吉把那块银饰拿了起来，借着月光看了一眼，无需怀疑，的确是他的，而且这是大真特有的事物，缝制在腰带上会有各种图案。因为他自小体弱多病，所以他腰带上的这些事物的图案一般都是沾些喜气的，想要压一压病弱轻薄的命格。最常用的便是喜鹊，因为有些贵气一些的图案会跟兰帝或者是兰国的皇子们重了，他会避开使用。这东西兰国皇城里一眼看出来是他的人也不会太少。司空吉把这银饰紧紧地握在了手里。明姑娘还不上来，在做什么？小的也不知道，他还在看那些乌鸦。
说着这话的辛坠脑海里再次浮现了刚刚回头看到的那一幕，真的觉得明若邪有点邪门邪气。司空吉忍住了想要下去的冲动。再等等吧。坑里，明若邪掰开了一只乌鸦的嘴，伸一只细指头进去摸了一下，指腹轻微一搓，闭了闭眼睛。好像是驯鸟的一种药，加了些迷醉药。这一次，那只乌鸦的啼叫很低呀。明若邪看了他一眼，看来有人想要再次利用你们，到时候让你们飞哪就飞哪，给谁定下了不祥的名声，都可以随意操控。把晋王的事物丢在这里，也是对方的一步计划吧。这背后的人手段阴狠毒辣，到时候谁也想不到，这么一群代表着不祥的乌鸦，竟然还能够为人操控。不过要做到这一步不容易。明若邪想到了香草，香草不聪明，背后应该有人。看着是要算计司空吉的，可这事我估计逃不开，最后很可能把火烧到我身上，所以背后的人就算惹上我了，没有想到你还挺聪明。明若邪站了起来，那只乌鸦自是怕他会走，又飞到了他的肩膀上。行吧，就帮你们这一把。他爬了上去，对上司空吉沉静的眸子，嫣然一笑。王爷，商个量。说。你们都回马车上去，放下车帘，不要偷看。辛坠按耐不住，急急问道：“你要干什么？”明若邪扫了他一眼：“干什么也不用向你禀报吧。姑娘，要不要奴婢帮忙？不用，你也上车去。”是。满月做了最好的示范，不再多问，转身就朝马车走去了。明若邪又看向了司空吉，司空吉俊雅无声的脸上神情极淡，与他对视了顷刻，也转身走向了马车。王爷，辛坠赶紧跟了上去，走了几步回头来看明若邪。明若邪冲他勾唇一笑，与此同时，他肩上的乌鸦也附和似的嘎了一声。那个黄脸丫头，这么看真是太邪气了。辛坠又是一个机灵，急急地跟着司空吉上了马车。车帘放下，寂静的感觉被无限放大。辛坠觉得自己心砰砰地跳得厉害，看着车帘，又是紧张害怕，又是好奇。王爷，咱们真的不看看他要干什么吗？司空吉还没有出声，满月已经开了口：“不能看，姑娘说不许偷看。”他双眼瞪圆，紧紧盯着辛坠，摆明了就要当好明若邪的帮手，带他盯着他们。在看到他们都上了马车之后，明若邪便又下了坑里。他缓缓地蹲了下去，闭上了眼睛，右手掌心渐渐地泛起了火红，就像那只手掌都染了火，成了半透明。然后他把手掌轻轻地贴在地上。你们吃了的药，我现在可没有办法解，但是看来剂量不大，过几天就没有了。现在只能让你们醒过来，飞离皇城。起来吧，起来！一大片原本如同死去的乌鸦，渐渐的有几只翅膀动了动，紧接着又有几只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几只、数十只，渐渐的数百只乌鸦都站了起来。飞吧，趁夜色，远远的飞离皇城，越远越好。数百只乌鸦如同喝醉了一样，动作还有些笨拙。带领他们飞吧。明若邪紧闭着眼睛，手掌贴在土地上，像是有无形的力量蔓延了开去。那只乌鸦看了他一眼，便展翅飞去，飞到了深坑上空，兀的一声啼叫。那些乌鸦也都纷纷飞上去，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乌鸦飞起来了，飞到了上空，都啼叫了起来，惊破了这寂静的夜色。坐在马车里，辛坠有些不安。王爷，好多乌鸦在叫。好多乌鸦在叫，说的好像他没有听到一样。司空吉瞥了辛坠一眼，手指抚过那块原石，只能等。明若邪站了起来，只觉得眼前一黑，身形晃了一下，差点摔了下去。他不由苦笑，欠了鸭胸的，明明就是他们自己飞到了质子府，让全皇城的百姓都觉得他不祥。若不是冒出个香草来，让他成功甩了锅，这会儿他必定是坐实了不祥的恶名声。结果竟然还要如此耗费心力的帮他们离开皇城，摆脱某个人的操控。哎，我真是欠了鸭胸的呀，以后万不能乱攀亲戚了。明若邪再次摸出了一支强化针，给自己注射上。他长吁了一口气，5支强化针，一下子只剩下2支，要命！收起针筒，他爬了上去。本来以为那群乌鸦已经飞走了，没有想到上来一看，他呵了一声，差点被吓到。
前面一株掉光了叶子的树枝上，密密麻麻积满了黑色乌鸦，看过去就像是一棵乌鸦树。见他上来了，乌鸦又是一阵啼叫，然后才纷纷飞了起来，朝着西城南的方向飞去。不一会儿，一片黑影渐渐远去，再也看不见了，周围恢复了寂静。不知道是哪里藏着的秋虫，之前一直噤声，现在才鸣叫了几声。明若邪摇头失笑，原来还跟他好好的道了个别。好吧，鸭兄一路走好，江湖不再见了。明若邪这才转身朝着马车走了过去。可以出来了。星坠飞快地掀开车帘，往外张望，没有，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怪异的景象。那些乌鸦呢？他们不是都晕倒了一片吗？没死啊？怎么刚刚又听到那么多乌鸦啼叫呢？星坠语速极快地问了一串问题。明若邪只是伸手勾住了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了车夫位置，自己上了马车。他拍了拍星坠的肩膀，赶车回府。哎，到底是干什么了吗？乌鸦呢？星坠觉得心痒的不行，害怕还是害怕的，但是好奇更是好奇的。回府。星坠所有的问题都只能咽了回去，把他憋的哟，一路驾车回去的路上都是挠心挠肺的。明若邪看着司空吉在指尖摩挲的那块银饰，顿了一下，说道：“没有想到，王爷就半条命，随时要被严君召去喝茶的人，竟然还有人如此费心思。”司空吉瞥了他一眼：“你莫要忘了，乌鸦若是又再次飞到质子府，百姓说的不祥之人，总会是你。王爷也别忘了，说我真的那么不祥，最后被带走还是被处理掉，你好不容易请回来的靖王妃就又泡汤了。取妃是为了拿到龙颜草籽，现在草籽已经到手，这个王妃还有没有就无所谓了。只可惜你那草籽到现在都不曾发芽，要是无妃，灵玉公主继续闹着嫁你，皇上和皇后照样能再折腾你，另选靖王妃。本王如果再选妃，就未必还要在死人堆里挑翠碧了。那可未必，有一就有二，说不定下次就是埋香冢里选鬼妻了。冥婚什么的不要太惊悚，到时候全城百姓更有热闹可看。司空吉定定地看着他，这黄脸丫头丑归丑，但胆识不小，牙尖嘴利，半点不退缩，还使劲地往他身上扎刀子。明若邪闲闲地往后一靠，扫了一眼他手里的那银饰。王爷还得感谢鸭兄，要不是鸭兄为救那些小弟小妹们，非要把我带过来，等明天亮了，这一群乌鸦应该就会再次飞到质子府了。依你看，他们想干什么？我怎么知道？掉了银饰在这里的又不是我。明若邪眨了眨眼睛，司空吉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银饰。本王已经3年不曾到这西山来了。万一是王爷梦游呢？反正最后人家要把脏水泼到你身上，总是能够找到理由来的。一群乌鸦有何脏水可泼？不是不祥吗？你说万一这群乌鸦天天都到质子府盘旋不去呢？如此来上几天，突然就发现这么一大批的乌鸦全都死在了西山这里。明若邪想了想，倒是有点明白背后的人想干什么了。不是说皇上忌讳有人提起这西山出事故吗？这时候若是如此不祥的一群乌鸦死在这里，西山的邪祟之说就肯定会被旧事重提。太上皇龙气压下去的，皇上现在压不下了，你说皇上会怎么想？在明若邪说出了这一段话的时候，司空吉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只是没料到明若邪竟然也能想得这么远去。你在晋阳侯府也会与主子商谈朝廷大事。明若邪举手投降，又来了，又是晋阳侯府了。他后悔提起晋阳侯府了还不行吗？回到府里，朱管家看他们安全回来，松了一大口气。王爷，没出什么事吧？司空吉没有多说，只对星坠道：“替本王背水沐浴。”是。明若邪拽住了星坠：“小星坠，姐姐赠你一句话，听不听由你。”姐姐？他怎么又称她姐姐了？星坠蓦地有些脸红。什么话？再买2个小厮回府来，别把自己累死了。已经走出了几步的司空吉脚步一顿：“我这是已经有了几分刻薄名声，要把自己的随从给累死了。”星坠甩开了明若邪的手：“你胡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累。”说完了这话，他就跑了，要去给王爷备水去。明若邪摇了摇头，也朝石双院去：“满月，也帮我备水。”“是，姑娘。”满月回答得很大声，中气十足的样子。次日清晨，司空吉起身来，揉了揉自己隐隐痛着的太阳穴，想到了什么，起身披衣走向窗台。那一只花盆里还是一片全新沙，凑上前去仔细的看了半晌，也没能看到龙涎草籽发芽。他的心沉到了谷底。王爷，
陶大夫也匆匆过来了，他也是挂心着这龙涎草籽，结果一看，心也凉了半截。会不会是这窗台下摸不到露水？司空吉摇了摇头，问题只怕出在草籽上。草籽真的没有生息，再怎么种也发不了芽。陶大夫脸色有些灰败，嘴唇动了动，竟然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要是龙涎草籽种不活，没有了龙涎，那王爷如何续命？见司空吉垂眸看着自己的掌心，陶大夫只觉得心里难受的有些透不过气来。王爷，要不让星坠去求求林玉公主？这个时候就只有林玉公主能救王爷了。兰帝那里肯定有已经长成的龙涎，也有好的生息的草籽。兰帝宠爱林玉公主，让林玉公主好好的去求求兰帝，应该能够拿到龙涎。虽说那样一来，王爷此次选妃就白选了，日后还要与林玉公主纠缠上。但若能真的娶了林玉公主，对王爷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陶大夫的话被司空吉一道寒凉的目光一扫，便噎在了喉咙里，再说不下去了。买早膳吧。司空吉再次看了一眼那一只花盆，便移开了目光。不过是白折腾了一趟，对于兰帝的神品还有什么可期盼？只能再另想办法了。小人去叫星坠过来，这小子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晚？陶大夫叹了口气，嘟囔着走了过去。那只怕是想让本王亲自去求他。朱管家和陶大夫都茫然地看着他，司空吉自然不会跟他们解释。那女子的心眼儿当真是比针眼还小，不过是因为昨晚在马车上他说了草籽已经到手，有他无他这么一个晋王妃都无所谓。今天他就要他亲自前去求他，不过是要让他知道有他无他还是很有所谓的。司空吉暗自磨牙，这样的丫鬟，晋阳侯府里到底是哪个主子纵容出来的？王爷，朱管家见他脸色难看，试探地问道：要不然小人去医馆另请大夫。与外面医馆的大夫比起来，陶大夫的医术还是胜出一筹的。陶大夫都不能治，外面的医馆哪有人救得了？除非是入宫请御医。罢了，本王亲自去请他。司空吉一甩袖子，出了门，朝石双院而去。姑娘，王爷来了。满月奔进了花厅里，宁若邪正吃着包子。他不会来抢我的包子吧？宁若邪立即三下五除二把包子塞进嘴里。你有办法救星坠？他进来丝毫不拖泥带水。宁若邪把包子嚼完吃完，这才慢吞吞地应了一句：应该有吧。要如何才能救他？王爷求我呀。本王求你救星坠。宁若邪笑了起来。这么干脆？我还以为王爷小气抠门的不愿意多买仆人，准备可着劲儿的奴役这么2-3个呢。司空吉不说话。算王爷欠我一个人情，以后需要时可以拿人情抵。可以。宁若邪这才站了起来，拍了拍手。走吧。陶大夫和朱管家终于看到明若曦过来了，两人差点激动哭。你们不要进来，我不喜欢有人在旁边看着我。宁若曦说完就对满月道：满月守在门口，谁想偷看就给我揍。是，姑娘。满月应得很大声，同时撸起了袖子，对着他们虎视眈眈。宁若曦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她选的这个丫鬟啊，当真不错。宁若曦走到了星坠床边，直接就掀开了她的被子，再拉下她的衣裳。在星坠的背上赫然有一个小指头大小的伤口，看着已经发黑了。可能是因为这伤口不痛不痒，所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更从来没有处理过。但是明若曦却在昨天就已经看出他不对劲了。所以让你好好听话，你就是不听啊。星坠此时晕睡着，也没能醒来回答他。明若曦随手拿了桌上的一只茶杯放在了一边，他的右掌虚虚的靠近了那个伤口。不一会儿，掌心见红，明若曦微微皱起眉，嫌弃，又犹豫了一下，闭眼不闭眼，他不想看到那种东西。明若曦最终还是选择睁着眼睛看着那伤口，在他的掌心里见有诡异的热度传向了那个伤口。不一会儿，便见有一点点尖尖的东西从那伤口里探出头来，绿色的，又似有点点黑。出来吧。明若曦声调略有些诡异，看到这种东西让他顿感不适，所以说就懒得救人啊。那东西探出头来之后，又缓慢地蠕了起来。这东西爬出来，在星坠的皮肤上就烙出了一小串的细水泡，底下的细足像是2排绒毛，却是明显的很毒。明若曦十分嫌弃，皱着眉，立即就抄起了之前拿过来的杯子，快速的一挥，把那条虫子给兜进了杯子里。别动，待着吧。他说了一句，那虫子就当真跟听了指令一样，一动不动地缩在杯子里了。
明若邪看了一眼辛坠背上的那个伤口，站了起来，过去开了门。满月一听到他开门的声音，就让开了。他刚刚像是一直跟守门神一样站在门口，那架势像是司空吉要是上前，他都敢挥拳头一般。明若邪拍了拍他的肩膀，夸了一句：“做得好。”陶大夫和朱管家都紧张地看向明若邪，两人异口同声地问道：“明姑娘，辛坠怎么样了？”“很快会醒的，不过他接下来这几天会异常虚弱，需要静养，而且每餐要多吃好的。对了，陶大夫，他的伤口你去上药包扎吧，我可没药。”“伤口？”司空吉听到这个关键词，微蹿着眉：“是在竹林里遇到的那些杀手时中了暗标的那个伤口吗？”“不是，这个伤应该已经有半个月了。”“可是半个月前辛坠也没有受过伤啊。”“那你进去看看啊。”明若邪也没有多废话，陶大夫他们赶紧就进了辛坠房里。在看到辛坠背上的那个深孔和一小串的水泡时，他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老天，这是什么？完全是看不出是什么兵器所伤，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口，边缘也是不规则的，既不像剑刺的，也不像是锥子扎的，而且边上的皮肤那一串的细密水泡，看着像是……这个似乎是毒虫爬过的毒所致。陶大夫这个倒是看得明白，但他就是完全想不出来是怎么来的毒虫。司空吉也缓步上前看了一眼，然后他退开几步：“陶大夫，替他上药包扎吧。”“是。”陶大夫赶紧就忙开了。司空吉走到了明若邪的身边：“是何物？”明若邪看了他一眼：“王爷想看？”“明若邪便把那只杯子放在了外面栏杆上。朱管家也过来了，与满月一起好奇的探头来看。两人在看到杯子里那条虫子时，都齐齐倒抽了口凉气。这是毒虫子。”“可以说很多，但也不算特别多。”明若邪说的让人听不懂，那到底是毒还是不毒啊？这东西很罕见啊，以前他们医研所是费了不少财力人力去原始森林里捕捉的，这里也不该这么容易碰上才对。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沾上的，王爷可以想想半个月前辛坠曾经去了什么地方，或是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人。小时候我听一个游方的和尚讲起一些天下怪闻，和尚说有些小部落的人会有怪异的习惯，吃虫子养虫子，还有跟虫子猛兽毒蛇什么的结为夫妻的，闻所未闻。说是人养的，平时为了让它睡觉不乱爬，会把它装在密封的铁罐里，铁罐中要放些特制的草药。那个人为了安全，也一定会时常以药水沐浴，让自己身上有股虫子不喜欢的味道，虫子才不会钻到他身上。拿了100两，明若邪认真负责地说清楚。若非人专门养的，那就想想有没有去过很多腐烂木头、腐烂动物尸体的地方。那地方环境恶劣，味道难闻，但是还很奇怪的，极少蛇瘾。他这么说，明若邪心中骇然，已经想到了什么。他深深地看着他。本王倒是不知道，晋王侯府的一个丫鬟都有如此见识。好说好说，其实这些是我进晋阳侯府之前听说的，跟晋阳侯府无关。朱管家捂着口鼻烧了那条虫子，又端了盆水过来冲洗干净了，这才扯着蒙着口鼻的布巾长出了口气。明姑娘，这样就没事了吧？他现在对明若邪下意识的又恭敬了3分，他总觉得明若邪深不可测，朱管家万万是不敢轻视他了。可以了，这虫子虽然可怕，但是烧了就1了百两。朱管家，别忘了给我支100两银子。朱管家看向司空吉，见他微一点头，便赶紧应了。是，请满月跟小的一起去账房支银子吧。满月问过明若邪的意思，欢喜的跟着朱管家去支银子了。明若邪打了个哈欠。王爷要是没事，我回去睡回笼觉了。司空吉看着他，随本王去趟博欢院。干嘛？明若邪警惕的看着他，这副怕他把他欺辱了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司空吉不怒反笑，缓缓道：“再次做次买卖如何？”明若邪眼睛一亮，可以谈谈。辛坠很快醒过来了，听了陶大夫说的话，惊得半晌都没能回过神来。半个月前，有一个西域法师来了蓝国，说是经过黑沙场，老王爷托他给王爷送了个信来。陶大夫赶紧打断了他：“嘘，王爷叮嘱，此事莫要再提。”“是。”“辛坠，以后你得对明姑娘敬重些，千万不可无礼了。此次真是多亏了明姑娘，老朽都诊不出来你是什么毛病。要不是明姑娘，你这条小命儿只怕得丢得不明不白的。”辛坠咬了咬下唇，语气色重：“我知道了。”“这是何物？”司空吉看着那条虫子，也觉得头皮发麻。就是一只嗜睡虫而已啊。说它不算特别毒，是因为它钻进人身体之后，并不会让人很快就死掉，至少能够熬上半个月至1个月。但说它很毒，则是因为一旦钻入身体里，几乎就是取不出来了的，也是必死无疑。司空吉深深看着他。可这不是取出来了？明若邪冲他眨了眨眼，神情微傲。我是说，
除了我。哎，可真是够傲的。但是司空吉恍惚看到他脸上有光芒，再一定睛，分明就是一黄脸丑姑娘。这虫子已经死了，死了的虫子还能够害人性命吗？他的目光又落回了杯子里那条虫子上。死了？这种虫子的命可比王爷硬多了，你死了他都不会死。明姑娘，朱管家实在不得不提醒一下他，跟王爷说话客气些呀。明若邪伸手在那杯子上轻声打了一个响指，他们便看见那条本来一动不动的虫子立即就蠕动了起来，沿着杯壁往杯沿爬了上来。那肉乎乎的身体一节一节的收缩、伸展、蠕动，一动起来，身上的那些像是小眼睛的黑点就都像是跟着动起来一样。满月瞬间就转过头去干呕了。朱管家虽不至于干呕，但是也不敢再多看，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司空吉也移开了视线，手心微有汗如。你昨晚跟新坠说的那句话，是已经看出来了。他看向明若邪，明若邪拍了拍朱管家的肩膀，先跟他说道：朱管家，点火把它烧了，记得把口鼻捂起来，这东西烧起来的味道也会有毒。是。朱管家一叠声应了，赶紧就去准备。明若邪这才看向了司空吉，一个人情不够解释的清清楚楚，想知道100两。等会儿你找朱管家是100两银子。明若邪点头。那我跟你解释清楚，这虫子一开始咬中了不会有什么感觉，一切如常。12、3天开始，这里，他指了指颈侧，会开始浮现一条灰紫色的线，这个时候就不能多动，最好卧床，身体越是平静，毒发越缓慢。所以我让新坠别劳累，赶紧休息，可他不听啊。司空吉暗暗咬牙，只觉得太阳穴跳了跳。你为何不直说？新坠是我的谁？无亲无故的，还时常对我不屑无礼，我能提醒这么一句还不够？他竟无言以对。这东西是怎么沾上的？明若邪偏头想了想。博欢院里书房中，明若邪姿态慵懒，斜靠在太师椅上，看着司空吉把那只花盆搬了过来，轻轻放在了他面前的书案上。他瞥了他一眼，容忍了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他这坐无坐相的姿态，又确实不太可能像是千金贵女，分明有几分吊儿郎当的样子。这不是王爷中了龙涎的盆吗？明若邪凑到花盆上仔细的看了看，呼哧一声就笑了出来。一颗发芽的都没有。司空吉又感觉后牙槽有点发痒。龙眼与本王的性命有关，看到没有发芽的，你似乎有些幸灾乐祸。怎么，不怕守寡了？怕，年纪轻轻的就守寡，太可怜了。比起守寡来，我其实更担心要为王爷殉葬。明若邪没有什么诚意的看向他。所以王爷说的交易是什么？重活龙眼，本王许你黄金10000两。明若邪挑了挑眉，看看他，又看看那盆毫无动静的龙涎。我又不是种花的。种花的，黄金10000两竟换不到他半分动容。你说他只是一个丫鬟，这样的淡定又实在不像。你还说你不是大夫，不也治了星坠？王爷这是准备豁出去一赌了，不怕我把这盆草籽给直接弄死？本来也活不了。司空吉也不催他，任由他考虑。他走到一边的茶案旁，素手起炭炉，煮水沏茶。他的手指素白，不洁分明，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种静雅的优美。再衬上那张绝色无双的容颜，画面美好的能让人就此呆呆看着，忘了人间岁月。屋外不知怎么的就突然飘起雨来了，密密细丝，微微秋凉。这博欢院里偌大空间只有他和他2人，茶烟袅袅，薄香渐起。1道喜茶，2道茶沏好。司空吉声音清雅：过来喝茶。这感觉就像他们当真老夫老妻，举案齐眉，品茗听雨，岁月静好。啊呸！明明2个短命的人都快死了。明若邪走了过去，在他的对面坐下，端起一杯茶，轻尝了一口。这茶倒是挺香。明前龙井，本王体弱，很少喝。明若邪喝了一杯，抬眸定定地看着他。我帮你种出龙涎，日后你也帮我一试，100两黄金我不要。何事？司空吉却是心头一跳，让他种出龙涎，他本来就是事实，希望不大。可现在他真的说出这种话，就证明他有一定的把握。这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哪来的这么多本事？明若邪斟酌着他的真实身份，现在能不能说出来？想了想，但是还是觉得时机未到，说了恐怕危险。现在不能说。那本王如何知道能帮得上忙？我只要你到时全力以赴，倾心相助。好。司空吉立即就应了下来。明若邪也不拖泥带水，
抱了那一盆便回了石生院。王爷，不好了！他前脚刚走，朱管家便匆匆奔进了合欢院。何事？那位西域法师在西山被落石砸死了，皇上命您前去西山，配合赵府尹查明事故原因。司空吉腾地站了起来，手缓缓地捏紧。没撤。朱管家犹豫着问了一句：“王爷，要不然带上明姑娘？”明若邪一听西山出了事，第一时间便觉得头疼，偏偏朱管家对他苦苦哀求：“明姑娘，陶大夫上了年纪，星坠得卧床静养，王爷现在一个人出去实在危险，请明姑娘帮忙了。”所以说，你们不准备多买几个仆人吗？忒抠门了。朱管家欲言又止，有一苏氏婆子跑了过来，对朱管家说道：“朱管家，王爷说明姑娘要是愿意走一趟，100两银子。”明若邪挑了挑眉，对朱管家道：“来套小厮的衣服，我带着满月一起去。”是。司空吉坐在马车里，等着明若邪出来。车帘一掀开，一个小厮先钻上车，满月紧跟着坐在了车夫旁边，只喊了声王爷。司空吉看着坐在他对面的小厮，对上了那双乌黑眸子，倒是机灵，还知道换男装。王爷不是总说我不能出去吗？明若邪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不过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人死了却要王爷前去帮忙？你以为兰帝会认本王一个大真质子在兰国吃白食？自然是皇城里有什么不好办的，便把本王拉出来使唤。王爷把自己形容成一头驴。你。马车急急驶过皇城大街，街道两旁有人认出来这是晋王的马车，纷纷驻足围观。那位西域法师是什么人物？司空吉沉默片刻，才说道：“西域法师游历天下，半个月之前来到兰国皇城，颇得太后看重，留在皇城白布寺，3天2头入宫，给太后讲游历见闻，与本王也见过一面。这次只怕是要西出城门前往大真，不想在西山出了事。”这么巧，他们昨晚刚去了西山，今天就有人在那里死了。不等明若邪说话，司空吉又说了下去：“半个月前，星坠替本王去白瀑寺密见了法师，回来时星坠对本王说过，法师身上和房里都有一股怪味道，闻得他有些难受。”说了这话，他便看着明若邪。明若邪果然瞬间就反应了过来，顿时就哑然问道：“虫子是他带来的？”你说了养虫子的事，本王便想到了他。半月前除了那一趟，星坠没有去过奇怪的地方，所以本王带你去看看。这也是为什么朱管家建议带上明若邪时，他没有反对的原因。王爷，我有不太好的预感，这个西域法师之死可能会扯到你身上啊！啊！明若邪无奈地叹了口气。司空吉沉默不语。停！明若邪突然掀开车帘叫了起来。马车停下，明若邪对满月道：“满月，快去买几个包子过来。”他闻到肉包子的香味了。是。满月对他的话奉若圣旨，赶紧就跳下车去，奔过去买了几个包子，半点不耽搁跑了回来。满月动作很快啊！姑娘，奴婢请前面2位大娘让奴婢的。还插队了。明若邪拿了2个包子递给了司空吉：“吃吧，我怕等会没时间用午膳，你不能饿。”给我的。司空吉一怔，过了片刻才反应了过来，接过了包子。明若邪自己拿了一个，剩下的递了出去。满月，你和车夫大叔吃了吧。看明若邪吃得香，司空吉不知不觉也把2个包子吃完了。白天到西山，虽然路上依然没人，但好歹没有晚上那么渗人。之前雨丝只是细微，到了西山这边时变得细密了。前面有几匹马，几辆马车停着，一看到地方，明若邪和司空吉便下意识对视了一眼。这里正是他们昨晚过来的地方，就是那个深坑所在的位置。现在白天才能够看到，在深坑附近便有一个斜坡，坡上有不少石头，看来死人的地方就在这片斜坡下。可那里已经离开了官道，好端端的怎么会跑到山坡下去？有几名穿着蓑衣的官兵围在一旁，朝着这边望了过来。晋王来了！一人叫了起来，所有人都瞬间来了精神。司空吉拿了把油纸伞，明若邪立即接了过去，撑开伞，先跳下马车，伸手来扶他。王爷，仔细脚下。司空吉看了他一眼，还是把手搭在了他的手背上，下了马车。一名身材高大、浓眉冷眼、腰佩长剑的男人走了过来，一袭深蓝官服，气势凛然，疾步如风。他戴着官帽，没有穿蓑衣，也没有打伞。在看见司空吉带着给自己打伞的小厮时，眼神明显带着不屑。晋王来的可够迟的，莫非是在府里熬了药喝完才出的门？赵大人，
司空吉似乎没有听到他的嘲讽。晋王过来看看西域法师吧。赵元扫了明若邪一眼，明若邪低着头，把伞往司空吉这边才倾过来一些。司空吉已经朝着那边走了过去，明若邪快步跟上，刚刚走近，便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夹着泥土湿润的气味，实在是不好闻。躺在地上的男人一身一伏，四脚朝天，往上一看，司空吉下意识就抬手遮住了明若邪的眼睛。明若邪反应比他更快，瞬间就把他的手给扯下来。那人头和脸被砸得血肉模糊，五官完全是看不出来，额头还深深的凹陷了下去，骨碎髓流，2个眼球掉了出来，悬坠在头骨上。晋王爷，忘了提醒你了，法师死状恐怖，注意这些。赵元这才凉凉的开口。司空吉退了一步，长出了一口气。赵大人可查出了什么？赵元猛地冷笑，一指那尸体。晋王没有看到法师手里还紧紧抓着凶手的物件吗？这不是意外，是凶杀，有人杀了西域法师。司空吉这才看到了西域法师的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串东西，看着像是黑色的玉珠，上面还穿了一个小小的古研制的铃铛。他看了明若邪一眼，明若邪的目光一直落在那一串玉珠上，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赵大人觉得这是什么？这东西难道不是晋王送给法师的吗？赵元反问。司空吉一愣，本王从未送给法师任何东西，这串珠子本王都不知道是什么。这话晋王到了皇上面前可得好好解释了。这黑玉铃铛可是你们大真护国司里专门为大真皇室定制的，听说是有驱邪避祸的作用，而且只有大真皇室的人才有，在兰国的大真皇室中人只有晋王一人吧。明若邪这个时候才看向司空吉，他有些讶异。司空吉微怔，沉默着没有说话。西域法师惨死在此，手里紧紧抓着黑玉铃铛，此时晋王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不过本官从来不会随意冤枉一个人，也不会随意放过一个人。现在晋王只是有嫌疑，本官依然可以让晋王参与查案。赵元面容威严，我也希望晋王能够找到有力的线索，以证自己的清白。这话说的，如果晋王不能够找到线索，那就不清白了。明若邪往司空吉身边走近2步，把伞都遮到他的头顶上空，低声说道：王爷，那边有一条小路，小的上去看看。他一指，司空吉才看到了这片斜坡的一边有一条被杂草遮盖了的羊肠小道，再远一些才是那条铺了石板能上安息寺的路。他点了点头，上去看看也行。他说完就要往那边走去。明若邪轻扯了一下他的小袖子：王爷，您身体不舒服，小的上去就好了，您在这里等等吧。他把伞塞到了司空吉的手里，快步朝着那小路跑了过去。晋王今天带来的这小厮很是眼生，向来寸步不离，跟着晋王的行追。赵元望着明若邪的背影，总觉得这小厮身形太过纤细了一些。行者病了，是吗？这小厮还挺机灵的，晋王对他倒是信任。一个小奴仆就能替晋王查案了？查案的主要官员难道不是赵大人吗？以前皇上也说过，本王只是协助大人，一切还要以赵大人为主。赵大人这是准备只盯着黑玉铃铛，别的线索不查了？赵元一滞，一甩袍摆，转身离开。跟本官上安息寺。是。赵元带着几人骑了马，从那石板路疾驰上山。安息寺里依然有几个僧人在，说不定能够探查到什么。这边也留下了几个捕快看守着。司空吉在周围又看了看，一抬头望向了已经到了半山坡的明若邪。这么看他的身影，真的是很是纤细。细雨越来越密了，一阵阵风吹了过来，带了雨丝瓢泼，扑在脸上很是寒冷。司空吉皱了皱眉，转身就回到了马车旁，上了马车，把伞递给了满月。你上去给明小邪打伞。明小邪？满月接过伞。是王爷。他跑得很快，看起来也是底盘挺稳的，很快就跑上了山坡。司空吉看在眼里，不由得怀疑明若邪之前挑中了这个丫鬟，会不会就是因为看出来她有功夫？姑娘，王爷让奴婢上来给您打伞。满月到了司空吉身边，很是直接的说道。明若邪其实头发和衣服都已经淋湿了，听到满月的话，他怔了一下，往下面望了一眼。司空吉坐在马车里，一手掀开车帘，正朝着这边望来。见他在车上没有淋到雨，明若邪这才收回了目光。你遮着点自己啊，我反正都已经淋湿了。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满月愣住了。哪有主子管奴婢淋不淋湿的？满月看着已经低头在草丛里仔细找着什么的明若邪，眼眶微热。他是说不出什么来，反正就是把伞全部移到了明若邪头上。明若邪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寻找上，再仔细的查看了一下，发现了一些凌乱的脚印。看来赵元他们之前也上来看过了。明若邪站直了起来，对满月道：你下去跟王爷说，要多一些的纸，再给支炭扁。是。满月看了看手里的伞，塞给了明若邪。姑娘得打伞。明若邪笑了笑，接了过来。好吧，回府你赶紧找周管家要碗热姜汤喝。奴婢身体结实得很。满月说着便立即跑了下去。还有纸笔做什么？姑娘没说。司空吉觉得不解，但还是拿了纸笔给了他。好在他马车上是背着的。满月又跑了上去，明若邪拿了纸笔，将那些完整的脚印一个一个都踏了下来。满月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只打着伞，亦步亦趋地跟着他。雨越下越大了，看这雨点儿，已经能把泥路面给砸出印子来。司空吉皱了皱眉，正准备让车夫把明若邪喊下来，却见他已经抱着一叠纸下来了。他回到马车这边来，把纸笔给了他。别弄湿了，果真引到了你身上的话，或许用得上。司空吉一看，全是描画出来的一个个脚印。这能做什么？明若邪摇了摇头，并没有解释。有备无患罢了，我再去验验那西域法师。司空吉定定看着他，你不怕？西域法师的头和脸都被砸成那样了，他竟然还想着去验尸？验什么？验尸？别告诉本王，你还会验尸？明若邪迎着他的目光，绽出一笑，说道：“不会。”但是他很快又接了下去。不过死人我看多了，正常死的、非正常死的都看多了，所以应该多少能看到些什么来吧。反正来都来了，不看白不看。司空吉差点从马车上塞下去，脑海里浮现出西域法师眼珠挂在骨头上的画面。不看白不看，晋王的小厮冒着雨蹲在被砸得面目全非的西域法师身上扒拉了半天，甚至还凑过去嗅味道的事儿，很快就传了出去。先听到消息的自然是赵元。赵元从安西寺下来，明若邪已经验完，和晋王爷回去了。一个跟病老子一样的奴仆还能验尸，当真笑死人了。晋王爷只怕是看到了那黑羽铃铛，真吓掉了魂儿，病急乱投医了吧？他倒是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晋王这次带的那个小厮啊，脸色可真难看，黄得像鬼。几名捕快也都纷纷议论了起来。大人，晋王先赶了回城，该不会是想先去见皇上喊冤吧？跟在赵元身边的人问道。赵元摇了摇头。质子府突然出现那么多乌鸦，虽然已经被赶走，但总归带来晦气。皇上在这当头肯定不会召他入宫。更何况西域法师又在西山这么敏感的地方暴毙，手里还抓着黑玉铃铛。想到这里，赵元猛地回头。黑玉铃铛可收好了？几名守尸的捕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人声音怯怯地说道：“大人，那铃铛好像被晋王的小厮拿走了。”混账！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能让他拿走？晋王说他不会连这样的东西都没了的，只是拿回去有些用处，明天就送回给大人。那捕快说着很是心虚，其实他们是因为看明若邪在那里扒拉西域法师的尸体，都被弄得吐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在旁边待着。等明若邪取了那黑玉铃铛，马车驶动了，司空吉的声音才从马车里传了出来，跟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明若邪坐在马车里，一边打了2个喷嚏，他皱了皱眉，揉了下鼻子。司空吉从马车格子里拿出了自己的一件披风，披上。那一身衣服都滴出水了。明若邪虽然觉得一身湿，披上了也没有什么用处，但还是把披风给披上了。那张黑玉铃铛呢？给本王看看。司空吉朝他伸出手，明若邪拿了出来，却没有递给他，只是拿在他眼前。你就这么看吧，这东西你现在不能碰。本王不能碰。司空吉却是不解。不能碰。明若邪睨了他一眼。因为你太虚弱了，这东西有辐射。辐射？说了你也不懂。明若邪叹了一声，换了个说法。按照你们的说法，这东西有邪气。司空吉脸色微变。那你拿它做什么？我就不怕了。明若邪一笑，他看着这黑玉铃铛说道：“这东西是重要的证据，你觉得到时候是不是会送到皇上面前？不管是皇上还是你，总有机会碰到他的。”你的意思是说，凶手也许就是这个目的？司空吉皱眉看着那黑玉铃铛，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明若邪说了有邪气，他盯着这东西久了，果真发现有点晕。他移开了目光，心里确实有些冷意，还是冲着他来的。这个我可不知道。明若邪看着他。王爷，100两只是让我跟你出来这一趟，后续要是有用得上我所查的，可要另算银子啊。那本王等会儿还要让朱管家收几杯热姜汤的银子。堂堂晋王爷跟我们计较这点东西就忒小气了。满月，你说是吧？满月应得很大声。不是。司空吉一头黑线。所以许他死要钱，还不许我抠门了？什么样的主子买什么样的丫鬟？这圆脸丫鬟只怕是明若邪说了什么都会答应。哼！他们一到质子府，雨就渐渐小了。朱管家见到明若邪和满月都是一身湿，赶紧就让人去煮了姜汤了。宁姑娘，快回院子换身干衣服，可千万别着凉了。哎，真怕满月既是病人呢。多谢朱管家。明若邪带着满月回到了石霜院，很快就有粗使婆子送来了热水来，说是王爷让他们送来的。明若邪也不客气，泡了个热气腾腾的澡，换了身满月在炭炉旁喂暖了的衣裳，这才觉得呀，自己又活了过来。在看到那串黑玉铃铛的时候，他的眸光又是一冷。他还要去找朱管家要些东西，用以处理这串黑玉铃铛。去了外院，朱管家一见他过来，很是高兴。宁姑娘，
小的让人鸭子送了人过来，您来帮忙看看，要留下谁？朱管家挑挑就行了。啊不，云姑娘还是给长个眼吧，小的会放心一些。朱管家是真这么想的？啊，是要买几个人跟着王爷的。总觉得有明若邪看过，留在司空吉身边的人会放心许多。听到是要留在司空吉身边的人，明若邪想了想，倒是没再推辞，进大厅挑人。这一次过来的是另一个人牙子，带着10几人过来，都在厅里候着。明若邪讶异的是，司空吉也在。王爷自己在，还让我挑人？主管家赶紧陪着笑，这不也是王爷的意思吗？先喝了姜汤呗。明若邪见他旁边桌上果然有2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其中1碗他喝了一半，另1碗是他的。他走了过去，很自然的在他旁边坐下，端起了姜汤，吨的就喝完了。在他们与那些人之间放下了一层纱幕，因为光线的原因，他们在里面倒是能看清外面的人，外面倒未必能看清这边坐着的2人。留下6人，你挑吧。明若邪放下碗，托着腮，微微眯着眼睛看着帘外的那些人。过了片刻，伸手指了指那个，他点了6人出来。司空吉总觉得他这挑的无比随意。就在这时，明若邪站了起来，往前走了2步，指了旁边一人，叫道：“满月，把他按下。”变故发生的让司空吉都没有反应过来。满月朝那人冲过去，那人手在腰间一抽，银光闪过，身形已经朝着这边急飞了过来。嗤的一声，纱帘被绞裂了一片，那人手里的寒光直袭司空吉，在司空吉前面却是明若邪。刘皇子，小的奉皇上圣旨，取你之血祭太后。司空吉将明若邪拉到自己背后，明若邪都能够感受到那人软剑袭来的那种冰冷剑气，带着凛然杀机。他被司空吉拉到了背后，抬眼看着他的背，心中倏地一动。满月，在叫了满月一句之后，明若邪也立即就拉着司空吉后退，一直后退，直到他撞到了后面的桌子，反手往后面抓起之前司空吉喝剩下的半碗热姜汤，就朝着那人砸了过去。这么一组，满月也已经是冲了上来，拦住了那人。2人极快的过了10几招。明若邪本来以为满月大概只能对付功夫一般的武者，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高手面前，他竟然还能够与对方缠斗了10几20几招。谁帮忙赏100两？明若邪又叫了一声。人牙子本来就带了10几人来，那10几人刚刚已经有6名被明若邪选中。在明若邪点出人来的时候，主管家就已经招手把人叫出列了，所以现在听到明若邪这话，那6人是面面相觑，反应过来之后就立即都动了。几人有人抄起了椅子，有人抄起了花瓶，有人搬起了盆栽，齐齐朝着那人冲了过去。保护王爷！他们都是签了契约进来的，这个时候正是表忠心的时候。主管家也扯着声音大叫了起来：“来人，星坠！”星坠听到了这边的动静，也从床上一跃而起，抄了剑就急急掠了过来。那人一看不对，便已经萌生出退意。明若邪从司空吉背后探出头来：“别让他跑了！”是。满月一听，立即就先去抄了那人退路。星坠的剑也挽着剑花急攻不停，逼得那人额角都渗出了汗。任务不成，回去也难逃一死。星坠，卸了他下巴，别让他死了。明若邪又叫了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右手按到了旁边柱子上，掌心泛起了火红色，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沿着这柱子就往上攀了上去，落在了梁上的一只巴掌大的蜘蛛上。星坠一听，一剑急攻，起身上前，左手探向那人，狠狠地捏住腮帮，咔的一声就把对方的下巴给卸了。都是那个女人，要不是她最先出声把她暴露，他寻到更合适的时机动手未必不行。接下去又是他生生看出了他的打算，一步步把他的路堵死。那人双眼发红，不再闪避满月和星坠，豁出去命了，只朝着明若邪这边攻了过来。要死，他也得拉一个垫背。星坠的剑刺中了那人的肋骨，被他手臂狠狠一夹，一时竟抽不出来。满月手上并无兵器，被他一剑逼退。那人朝着明若邪和司空姐这边就冲了过来。王爷，姑娘！星坠和满月同时惊叫出声。司空吉神情冷然，眸光浮出冷厉，手刚抬起来，便已经被明若邪紧紧地抓住。你忘了你不能动我！明若邪拉着他快速地闪开。就在这时，从梁上坠下了一只黑影，啪的一声就落在了那人的脸上，两足举起，直刺那刺客的眼睛。刺客一声惨叫，是星坠一时都傻了，府里竟然还有这么大的蜘蛛吗？
他们住了这么多年，小蜘蛛是见过不少，这么大的还从来没有见过。这刺客也真是够倒霉的，但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蜘蛛会这样攻击人的，直刺双眼，太猛了。主管家把其他人都先赶了出去，让明若邪选中的6人留下了。有人前进府里刺杀晋王，这事你们都看见了。要是出去乱说，我会报官把你们都抓了。人是跟着你们一起来的。他指向了人牙子，尤其是你，人是你带来的，你们都有嫌疑。主管家，这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绝对不会乱说的，我们绝对守口如瓶。人牙子瑟瑟发抖，他也不知道那人是什么时候潜进来的。这边主管家在处理这些事儿，厅里星坠和满月都有些回不过来神儿。谁知道这刺客最后会败在一只蜘蛛上？司空吉也微攒着眉，想不明白。愣着干什么？脚进绑了！明若邪的声音把他们都惊醒了。星坠这才反应过来，赶紧上前矫健，点了刺客穴道。满月冲冲就出去寻了麻绳过来，很是利落的几下就把人给捆得结结实实的。司空吉把明若邪从背后拉了出来，他是看出来了，所有人都惊呆了，就只有他没有，一直都是他在主导全场。没有武功的人全程喊他换。他忍不住斥了一声，刺客都想拉你垫背了。不会武功的人不知道自己赶紧躲起来，一直跟着蹦跶。他倒是有那本事。明若邪挑了挑眉，指了指那紧紧的贴在刺客脸上的蜘蛛，一只蜘蛛就能灭了他，当什么刺客？司空吉瞪大了眼睛，明姑娘，我和满月2个人都差点拦不住他。那你们以后要勤奋一点练功，知道吗？明若邪循循善诱，星坠心道，这是说他的功夫不好。奴婢以后一定勤练武艺，好好保护姑娘。满月可没有多想，直接就大声地说道：“乖巧。”明若邪给他一个赞赏的眼神。司空吉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突然觉得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惊吓到明若邪。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明若邪蹲在刺客身边，看着他脸上的那只蜘蛛。主管家处理了新仆的事情再进来，一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头皮发麻。王爷，小人把这只蜘蛛处理了。他拿了一根平时加炭火的铁夹子过来。真没有想到，府里竟然养了一只这么大的蜘蛛，看到都觉得有些后背发毛。而且这只蜘蛛还扎伤了刺客的双眼，现在还沾着血呢，谁知道会不会再伤人？处理它干什么呀？明若邪睁大了眼睛，拦住了主管家。这只蜘蛛可是救了王爷，有功，就让他在府里好好待着吧。啊！主管家傻住，星坠急了。他万一再伤人怎么办啊？怎么能让他继续待着呀？这么巴掌大一只蜘蛛，而且还刚刚当着他们的面这样伤了人，直出双目啊！不处理了，留在府上，万一哪天爬到他们头上。星坠一个机灵，主管家也想象了一下，然后也是一个机灵。明姑娘，这只蜘蛛太危险了，要不然是直接把它打死烧了吧？刺客还在呜呜的痛吟着，最可怕的是那只蜘蛛依然趴在他的脸上，没有离开半步，所以刺客只能呜呜痛吟，手脚都被捆住了，又没办法挣扎，连动都不敢动，几乎快被吓尿了。明若邪扫了他一眼，看向了司空吉。王爷准备怎么对待您的救命恩珠？救命恩珠？司空吉忍不住咳嗽了起来，摆了摆手，示意他做主。明若邪微微一笑，哼，要不然先请你家救命恩珠帮着审审刺客。他怎么能审人呢？星坠一副见鬼似的目光看着明若邪，只觉得他可能是疯了。明若邪瞥了他一眼，他怎么就不能审人了？跟这位刺客大哥说说，不坦白，扎完眼睛扎鼻子，扎完鼻子扎喉咙，把他全身都扎个透，然后再从他嘴巴里钻进去，到里面就扎心扎肺。星坠和主管家再次齐齐一个机灵，两人同时退了2步，还是离远一点吧，感觉很危险。我帮你审。可以。 100两，老规矩。明若邪伸出一根食指，这是准备以后做什么事配合100两了吗？不然，我与王爷之间不就是合作双方？行，100两。满月，去跟主管家支银子，200两了。满月立即就噔噔噔的跑到了主管家的面前，直愣愣的说道：“主管家，我们去支银子吧。”姑娘挣银子好厉害呀！姑娘得呱呱！主管家简直要呵呵了。他把手里的炭夹子塞到了星坠手里。星坠，你等会儿处理蜘蛛吧，我带满月去取银子。明姑娘这才来2天，都支了300两银子了。明若邪满意的摸了摸下巴，蹲到了那刺客面前，右手只轻轻一扶，那只蜘蛛就动了，从刺客的脸上往下爬，又趴在他的脖子上不动了。司空吉都能够看到刺客的身子使劲的抖了抖。星坠瞪大眼睛，这蜘蛛该不会是听明姑娘指挥的？但是他立即又用力摇头，把这种荒谬的想法给甩开。这怎么可能啊！明姑娘又不是蜘蛛精。星坠，过来，把他牙齿里的毒药抠了。明若邪冲他招了招手，星坠丢开炭夹子就跑过去了。在刺客的牙缝里，果然有一个蜂蜡的毒药，抠出来丢掉，就把他的下巴给接回去了。你们杀了我！刺客一句话还没有叫完，就被趴在脖子上的那个有点毛刺刺的触感给噎住了。
他的身体又是狠狠一抖，想起了明若邪之前说的话，别的他还不怕，这蜘蛛要是从嘴里硬爬进去。明若邪看着他，笑眯眯地说道：“我们都是好人，哪会轻易杀人啊？你放松点，只要回答我几个问题就行了。说完了，府里还得管饭，2菜1汤，米饭管饱。”噗嗤，辛坠差点就喷了。明若邪可没有管他喷不喷的，直接就开问了：“谁派你来的？大真来的。我是蓝国人，主子是皇室的。大真皇室的还是蓝国皇室的？主子是男人，主子是女人。他恨司空琪，司空琪爱他的事，他要司空琪的命，不只要司空琪的命。”他这么语速很快的一连串问题，把辛坠都给绕晕了。这些问题刺客能回答？再说也没给人家留回答的时间啊！就这么一连串的砸下来，司空琪也没有看过这样审问的。可明若邪紧紧盯着刺客，问了这么一大串问题之后，就点了点头，终于把语速放慢了下来。大真皇室派来的女人啊，还不只要司空琪的命？这句话一出，刺客脸色微变。司空琪眸光微深，突然也似看明白了什么，他看着明若邪，明若邪的目光还是落在那人的脸上，这一回语速更缓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的。你之前说奉皇上圣旨，其实说错了，是凤凰。说到了这里，他顿了一下，在看到刺客瞳孔一缩的时候，才继续接了下去。后懿旨要来取司空琪的命，以及他的什么东西吧？信我。刺客震惊地看着明若邪，这一回终于是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是怎么知道的？”明若邪笑了起来，他没有回答刺客的话，只是站了起来，看着司空琪：“什么信我？你应该心里有底吧？”司空琪沉默了片刻，才点了点头：“那就行了，不用再问下去了吧？”“你是什么人？”刺客还是盯着明若邪，他刚刚明明什么都没有回答，为什么他就能知道了事实？“我是王爷的合作者。”明若邪笑了笑，突然又问了一句：“大真宫里出事了？”刺客这一句话倒是收住了，但明若邪已经从他的表情里看出答案来。他拍了拍手，对辛坠说道：“看到没有，这位兄台怕蜘蛛，所以一听到蜘蛛要扎他，他就什么都回答了。你现在还要打死这只蜘蛛吗？”辛坠一脸茫然，很茫然。明若邪在他茫然的时候打了个响指，低头对着那蜘蛛说道：“听到没有？辛坠说让你走了，赶紧走吧。”他什么时候让这只蜘蛛走了？可在明若邪的话刚落下时，那只一直趴在刺客脖子上的蜘蛛却动了起来，顺着一根透明的蛛丝就悬空了，然后很快的往上爬，不一会儿就爬到了横梁上。辛坠抬头看着他往角落爬去，一下子就不见了身影。“好了，我找主管家去了，有些东西要他去备的，刺客交给你们自己处理。”明若邪说完，就脚步轻快的走了出去。但是，一出大厅，他脸色就是一变，捂住了肚子，缓缓的蹲了下去。该死，这毒不起，我总得受罪。宁姑娘，您没事吧？主管家和满月支了银子回来，一看到明若邪蹲在厅外，顿时变了脸色。明若邪还没有说话，门房跑了进来。管家，家里来人，请王爷进宫。宫里来人了。明若邪其实也能猜得到，西域法师惨死西山，手里有抓着大真才有的黑玉铃铛，宫里要问话，肯定得让靖王去，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主管家，你先帮我拿几样东西，用一个白玉碗装着，快点。明若邪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肚子痛了，立即就给他报了好几种东西。主管家听着他要的东西有些纳闷，粗盐、柴灰、红豆、朱砂，但是明若邪出声，他还是匆匆去准备去了。在厅里，司空琪接过了辛坠的剑，看也没看的挥剑一划，剑划破了刺客的喉咙，血喷了出来。刺客瞪大着眼睛抽搐了几下，一动不动。处理了。司空琪把剑丢下，声音冷冷，朝大厅外走了出去。辛坠看了一眼刺客的尸体，赶紧说道：“王爷，小的跟您进宫。”忘了明姑娘要你卧床静养吗？司空琪头也没回的一句话丢了过来。他出了大厅，看向门房，去跟宫人说，本王准备一下，马上进宫。是。他又看向了明若邪，明若邪努力的忽略着肚子的绞痛，撑出一个笑容来。王爷若是想让我再办小厮陪您进宫，100两是不够的。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司空琪就嫌弃的打断了他的话。本来就丑，这样笑更丑。明若邪咬牙。司空琪见主管家已经端着一只白玉碗过来，碗里盛着明若邪要的那些东西，看起来红的、灰的、白的，盛了一大海碗。这个要做什么？司空琪皱了皱眉。给黑太铃铛去邪气。明若邪拿出了那串黑玉铃铛来，在海碗里扒出了一个坑，把黑玉铃铛丢进去，然后埋了起来。王爷现在要进宫，时间来不及，就只能这样带着去了。要下马车的时候再拿出来吧。明若邪把那只大海碗塞到了司空琪怀里，皎若明月的美男子靖王爷抱着这么一只大海碗，主管家的嘴角一抽。王爷，给小的吧，
小的等会儿给送上马车。他赶紧把那只大海碗从司空吉手里接了过来。本王去更衣。司空吉看了眼明若邪，突然说道：“你跟本王过来。”王爷更衣还要我去欣赏？明若邪挑了挑眉，但还是跟了上去。满月捧着银子犹豫了一下，还是先把银子送回石双院去了。司空吉时间紧，所以走起路来脚步快了些。明若邪肚子痛着，跟不上他的脚步，只走了几步就不乐意了。王爷有话就在这里说。司空吉站住，转身望，看他双手捧在肚子处，攒了攒眉。算了，他本来想说的话也改变了主意。你回石双院休息吧。那行，我回去了。明若邪肚子痛的没有心思理会他，无力的挥了挥手，便转身往石双院那边走。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又转了过来，对他说道：“如果是西域法师的事，我之前踏的那些脚印可以让那些捕快们对对。我用了特别的手法，脚印可以对得标准。如果有不是属于捕快的脚印，便有可能是凶手的。王爷上了马车之后，可以自己先比对一遍。”司空吉怔了一下。还有，黑玉铃铛经过消邪气之后，你触碰和皇上触碰都不会有问题的了。说是入宫之后，有人碰了黑玉铃铛后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定与黑玉铃铛无关。王爷只管怼死他们。司空吉无语。明若邪说完了这些之后，就挥了挥手走了。司空吉望着他纤瘦的背影，一时说不清那股木然漫上来的情绪是什么。明若邪回到了石双院，交代了满月暂时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他，便关进了寝室，抱着那一盆龙涎进了药库。龙涎能不能解了他身体里的毒，他不能知道，最好是赶紧把龙涎给种出来。他指尖一抚就知道了。司空吉也等着龙涎。明若邪打开了药柜，翻到了最底下的几只透明的小药瓶，这是玄清替他研制的。明若邪爱花，但经常是忘了去照料花，几乎是养什么就死什么，所以他在医研所里唯一的好友医学鬼才玄清便替他研制了这种营养液。只要浇了一小瓶，什么植物都会长得很好，3个月不理都依然长得很茂盛，花开不败。但是对龙涎有没有效果，明若邪不敢肯定，万一给烧死了呢？一盆草籽都不发芽。不过司空吉都说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他就试试。明若邪拿出了一只药瓶来，打开了盖子，小心翼翼的在泥沙上浇下了一小瓶营养液，然后才把花盆再抱了出去，放在桌上。肚子痛得厉害，明若邪只能强迫自己去睡，但是这一睡噩梦连连，像被封印在梦魇里，怎么都醒不过来。司空吉的马车在宫门外停了下来，星坠不能来，他带的是陶大夫。陶大夫看着搁在一旁的大海碗，犹豫了一下。王爷，现在可以把那串黑玉拿出来了吧？宁姑娘是说下车之前就能拿出来了吧？拿出来吧。是。司空吉接过了那一串黑玉，看了一眼。说来也奇怪，现在看到黑玉铃铛的时候，好像就跟之前在西山看到的时候不一样了。把这碗东西先留着。是。陶大夫这一次是不被放行的。司空吉只一个人进了宫，有工人领着他往御书房走，但是走了片刻，司空吉便发现这不是去往御书房的路。他站住了。公公，皇上在何处等着本王？晋王，皇上他的确是在御书房，这会儿赵元赵大人也在。不过皇上有旨，晋王需得焚香沐浴，请应天监的大人们洒了佛水，才能前去面圣啊。那小太监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焚香沐浴，洒佛水。”司空吉神情微冷，这是当真把他视为不祥晦气之人了。晋王，请吧。小太监看着他，前面是一座小宫殿，此处并无人居住。司空吉紧握了拳头，沉默半晌，还是缓缓地松开了手。他默默地走进那座宫殿。亲王，这边请。那一浴桶水不是清澈的，看着有些浑浊，上面还飘着一些像是干药伞一样的东西，又有些像是浮萍，但是是黑色的。走近，水有一股味道，虽然不难闻，但闻着像是佛香一类的味道，怎么想都让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水？应天监的人对视一眼，有一人说道：“晋王爷，这是我等调的御水，加了佛香，可以去邪气晦气。”这是要拿本王当一件晦气的东西清洗了。司空吉垂眸，语气不明。他在兰国将近忍了10年了，再忍，只怕忍得兰帝以为他懦弱的如同丸子，想捏便捏，想搓便搓。听说质子府无端飞去了一大群乌鸟，西域法师又遭惨死，手里还拿着晋王的东西。上回晋王进了宫，上了金銮殿，这2天有多位大人相继染了病，就连姚公公都身体抱恙了。皇上幸是龙体，龙气护身，否则不也危险。现在皇上为了西域法师一案，不得不召下王爷，王爷也请配合，把身上的晦气洗洗吧。就是啊，皇上还等着呢，王爷可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还带了2位嬷嬷来服侍王爷，沐完浴还要替王爷洒佛香、分衣服呢。本王要是不洗呢？司空吉
看着那2名嬷嬷。晋王爷莫不是想要抗旨？那几人都变了脸色。既然皇上觉得本王晦气，那就请赵大人到质子府问话就是，本王就不去惊扰皇上了。司空吉说了这句话，就转身想走。晋王，那4人身形一动，都快速的拦到了司空吉面前。晋王爷，这是皇上的旨意，你现在离开是想让皇上白费一场吗？要本王沐浴也行，你们都滚出去！司空吉捏紧的拳头在袖袍里又松了开来，他必须忍不能忍的。王爷一向体弱，我们可不敢放王爷一个人在此沐浴，何况这浴桶太深，没有人扶着，只怕王爷会有意外。这2位嬷嬷可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皇后娘娘钦点他们过来侍候王爷，王爷敢不领娘娘的情？这2个嬷嬷也都垂头对着司空吉说了一句：“请王爷沐浴。”这一桶水肯定不是一般的洗澡水，这香肯定也不只是只加了什么佛香。他们非要逼着他进去，他越不能下水。司空吉的手拢在袖袍里，突然就看到了横梁上垂下了一只黑影，悬挂着一根细细的透明的丝，那东西慢慢的垂落了下来，好像是熟人啊，不，熟猪。没错，司空吉之所以能认识来这一只蜘蛛，是因为他的2根猪足上还沾着暗红血迹，那分明就是戳瞎了刺客一双眼睛而沾上的。司空吉愣住了，那2个嬷嬷抬眼要朝他看来，结果一抬眼就看到了悬在眼前的一只巴掌大的蜘蛛，2人齐齐尖叫一声，下意识就转身要跑。那蜘蛛悬着蛛丝一晃，又晃到了1人面前。那嬷嬷惊得再次猛地转身就跑，结果没看清楚，脚下一滑，整个人就撞到了浴桶上，手臂一挥舞，竟然一头就塞进了浴桶里。救命！那嬷嬷掉进了浴桶里之后，就是一阵疯狂的挣扎扑腾，但是越是慌乱，越是站不起来，在里面扑腾了好一阵，把浴桶里的水都泼出来了。你们干什么？4名应厅间的人都叫了起来，他们刚刚还没有看到那只大蜘蛛，只见2名嬷嬷就跟见了鬼一样，一看到那一桶水都已经被折腾了，又有人已经泡了进去，他们的脸色也是大变。司空吉已经退开，他抬头看了一眼，那只蜘蛛又爬到梁上了，正在上面慢吞吞地爬着，就好像刚才不是他惹的祸一样。司空吉眸底忍不住染了笑意，心头的郁结在看到这只蜘蛛的时候竟然都散开了。看来本王是目不了拒了，不如本王让人去问问皇上，是否让赵大人到质子府来问案。说完了这句话，司空吉就走了出去。在外面等着的那个小太监愣了一下，哟，晋王爷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明天见了道长们，只怕是忙不过来，跟我去禀报皇上吧。本王是先回府，还是去御书房回话？小太监进去看了一眼，又赶紧跑了出来，一头汗的对晋王说道：晋王先到前面司宾殿候着，小的去禀告皇上。好。好了。兰帝从赵元身上收回目光，又看向司空吉。定北王让西域法师给你送的信，可是有要事。朕记得当年大真有一神医，叫什么来着？皇上，神医骆明。哦，对，骆明。兰帝微微眯眼看着司空吉。当年大真把北京百姓驱逐到黑沙古域之后，你外祖父定北王和全北京的百姓就把神医骆明当成了救命稻草。但是骆明去了黑沙古域之后，却突然失踪了，是吧？他不等司空吉回答，又接了下去。这么多年来，定北王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骆明，现在让西域法师给你送信过来，可是有骆明的下落了。朕能不能也看看定北王给你送的信呢？9年多来，大真和黑沙苦域那边送来的信，哪一次没有经过兰帝的眼？司空吉沉默片刻，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信来。朕今天起来眼睛就有些模糊，小瑶的，你给朕念念吧。兰帝往椅背一靠，司空吉眸光微冷，哪里是眼睛模糊，分明就是觉得从黑沙苦域来的，哪怕是一张纸都带着毒，让他不敢亲手触碰。是，皇上，这信上只有一句话。一句话？写的什么？无疾无孙，我们无恙。你在兰国多保重，切勿过于忧思。晋王名司空吉，定北王却是坚持喊他无疾，此事兰帝也是早就知道了的。定北王让西域法师千里迢迢送了信来，结果就只写了这么一句话。兰帝看着司空吉，语气里明显是带着怀疑。司空吉说道：回皇上，西域法师说，当时他也是无意遇到朕外祖父，时间紧迫，外祖父是在场临时写的这封信，其实也只是希望臣不要挂心他们罢。那总该有几句口信吧？司空吉目光更冷。区区黑沙苦域，几乎被大真舍弃了的定北，兰帝还这般不放心，到底是为什么？皇上，臣的外祖父并不是十分信任西域法师，故而口信也没有，信中也才只写了这么一句话。哦，朕还当定北王与西域法师是莫逆之交呢。自然不是，否则臣也不至于
半个月都不曾去拜访过法师。你这半个月没有去过白马寺？没去过。那行吧。赵元说法师是被人杀了的，不是意外。可这半个月来，法师见的人除了太后和宫里人，就只有你的那个小厮了。法师非兰国人，日常居住白不死，与人无仇。现在只怕你那个小厮嫌疑最大呀。兰帝看着司空吉，朕方才已经跟赵元说了，为免出意外，先把你那个小厮关到牢里去，等案子查清楚了，他若无辜，再把人放出来。毕竟是晋王的人，朕便跟你解释一下。司空吉脸色微变，但是很快又恢复如常。赵爱卿，平身吧。赵元这才站了起来。应天府的人应该已经去了质子府了，若回头晋王要见人，本官也会跟他们交代一声，给王爷行个方便。赵元对司空吉说着，他进宫，赵元就让人上质子府抓人。司空吉垂下眸，上元，皇上，长乐宫来人说太后娘娘头疼难忍，请皇上许和太医去长乐宫为太后娘娘诊断。兰帝愣了一下，赶紧站了起来。太后头痛，今儿早上不是还好端端的吗？朕过去看看。宣和太医去长乐宫。是。兰帝是出了名的孝子，听闻太后有恙，哪里还顾得上理会晋王，只挥挥手让他们出宫去了。出了宫，宫门口，司空吉叫住了赵元。赵大人，本王等会儿便去应天府大牢走一趟，还请赵大人行个方便。好说好说。赵元突然一笑，看着司空吉，压低了声音说道：晋王可还记得当初从爱银阁抢的那尊白玉观音像？司空吉看着他半晌，原来当时与本王抢着买那尊白玉观像的人是赵大人。好说好说，只是本官清廉，手头没有那么多银子，最后痛失所爱。不瞒晋王，本官做梦都想着那尊白玉观音像。司空吉木的唇角一笑，笑得如清风揽月，清朗俊雅。那可真是可惜了，本王已经把那尊观音像送给王妃了。想威胁着从他手里要东西的，他还真没惯过谁。王妃，现王妃。赵元愣了一下，然后又想起来死人堆里选妃的事儿，顿时神情就有些异样了。当然。赵元蓦地仰头狂笑，就那个嘴婢，真把她当成晋王妃了。那本官有机会得上质子府拜访下晋王妃了。王爷可要先跟王妃提醒句，她现在身份不是低贱的奴婢了，得拼命端上一下王妃的架子来，否则本官担心她一见到本官便酒息难继，瑟瑟发抖的跪下叩拜，叫一声奴婢拜见大人。一道声音蓦地从前面晋王的马车里响起，打断了赵元的狂妄恶意的大笑。赵大人，虽说天色已近黄昏，但是夜幕尚未降临，这会儿就做梦真的好吗？清亮的女声，咬音很是清晰，语调不快不慢，听起来相当悦耳。司空吉也是一愣，望下了马车。赵元也愣住了，狂妄的大笑被人打断，差点收不住把他给呛到了。他也望下了马车，狐疑的看向了司空吉。晋王，车里是？赵大人刚刚还在讨论我呢，不过外面风大，我就不下去给赵大人行礼了。赵大人若是想要过来给我见礼，马前鞠个躬就行。司空吉眸里的笑意溢了出来，这人当真甚合他心意。你是死人堆那罪婢？赵元，喊你一声赵大人是客气，你再开口闭口罪婢的，是不把皇上圣旨看在眼里吗？不是正儿八经领过赐婚圣旨的，就是正儿八经的晋王妃。你一个小小府尹算什么玩意儿？司空吉往一旁走了2步，颇有闲情地听起明若邪狠训赵元来。明若邪却又语气一转，对他说话就软和了下来。王爷，这是您教的，我学的没错吧？您说我以后就是晋王妃了，有人不长眼，我只管怼死他们的，是吧？司空吉以指节抵了抵唇，低咳了2声。他突然觉得明若邪这么说是在报复他刚才把他拉出来挡了那尊白玉观音像。没错，他也只能接下这话。赵元脸色铁青，看来晋王妃学得极快。赵大人好说。对了，有件事得说给赵大人知晓。之前应天府来人说是奉了赵大人之命，要带我们府上一个叫辛坠的小厮进大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人没抓，那些捕快大人们就突然都跑了。赵大人快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吧，也省得以为是我们府上下人的不对。什么？赵元这会儿是真的要炸了，他匆匆翻身上马，是一声朝着应天府疾驰而去。就连这会儿才被掀开了一小空隙。明若邪在马车里冲司空吉勾了勾手指，司空吉觉得自己像只小狗。他背着手朝马车走了过去。这里是皇宫门外，还是不能久留。明若邪看到了司空吉袍摆的那一片污渍，就伸过手去。司空吉一愣，你做什么？看来王爷在宫里也不太平。明若邪再次伸手捏住了那片污渍，指腹搓了一搓。他眸光蓦地一闪，抬眸看向司空吉的眼睛。你怎么来了？本王进宫的时候
你不是真不舒服？赵元派人上门抓辛坠，此事你知道了？明若邪问着，目光突然就探到了他的背后。司空吉也已经察觉到了背后有什么东西慢慢的爬了上来，他刚要伸手，明若邪已经轻声探过来，朝他背后伸出手。明若邪这样轻伸过来，脸几乎要贴到了他的肩膀上，好像他伸手一环，便能把他搂在怀里。司空吉闻到了一股金疮药的味道，想起了他一身的伤，神情便淡了下来。明若邪坐直，手掌捧着一只黑蜘蛛，带着笑意：你喜欢这些东西？乌鸦、蜘蛛，还有虫子。明若邪跟看二傻子一样看着他。谁会喜欢这些东西啊？是图它们颜色漂亮，长得好看？说着还把那蜘蛛拖到他眼前来。他是故意的，不喜欢他又喊压胸喊小猪猪，这女人只怕脑子不好。司空吉索性闭上了嘴巴。明若邪把那只蜘蛛放下，找个角落躲着去。本来一直一动不动的蜘蛛竟然爬走了。明若邪看了看自己刚才拖着蜘蛛的手，很是嫌弃的咦了一声，然后就伸过手来，在他的袍子上使劲的蹭蹭擦擦。司空吉心中无语咆哮：这女人还再恶心一点吗？小猪猪身上也沾了些跟你袍摆相同的药水，王爷要不要说说进宫发生了什么？皇上给你赐绝子汤。明若邪问这话的时候，还揶揄的打量了他某个地方一眼，就像是在思忖着他到底是不是女扮男装。皇上宠幸过之后，再次一碗绝子药，可能是他的神情和眼神表现力太强了，司空吉竟然读懂了。他瞬间俊颜一黑，眉眼间都染了怒气，怒极反笑，也不知道是对他的怒，还是对宫中那些人的怒。绝子汤？进宫发生了什么？是绝子汤。明若邪很是肯定地说道。活久见啊。绝子汤难道不是都给女子的吗？一般是，但是你这个应该不是喝的。确实不是喝的。进宫之后，他们说本王很是晦气，要让本王沐浴焚香。沐浴？啊，沐浴就对了。药浴可以杀男人那啥。明若邪又再次扫了他一眼，司空吉下意识的就动了动身子。看哪里？你胖了？本王有那么蠢吗？进宫之后必然身不由己，你现在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质子而已，你还能抗命不尊？明若邪突然就斜了一眼在马车一个角落里呆着的小蜘蛛，笑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小猪猪救了你吧，皇爷可不能这样的，救命恩主的功劳不能抹杀，否则你会寒了小猪猪的心，以后小猪猪可能就不会帮你了。司空吉有了一点磨牙的冲动，他以前罕见有太多情绪的。的确是这只蜘蛛帮了忙。我就说嘛。明若邪笑了起来。司空吉定定地看着他，语气很慢地说道：你怎么知道那是什么药？他一直觉得这一点他很邪门，连汤药都没有看到，怎么就知道是什么药？上一次也是，而且十分肯定。明若邪笑眯眯地对他抛了个媚眼：这是我的独门绝技，反正王爷就信我好了。信？怎么可能不信？那再跟本王说句实话，这只蜘蛛你是不是能够控制？明若邪略有讶异，这个能认？王爷想干嘛？司空吉看了一眼那只在角落里窝着的蜘蛛，缓缓说道：蜘蛛逃命的本事应该还不错吧？王爷想干嘛？明若邪不解。如果本王觉得某个人看着不怎么顺眼，想要找点东西给对方玩玩，你觉得你家小猪猪能够胜任吗？明若邪眨了眨眼，瞬间明了。你是说那位赵元赵大人？司空吉惊讶于他的心思转得这么快，但是也没有否认。对，我也看他不顺眼。所以回到本王刚才的那个问题，王爷是想要戏弄一下赵大人？那可以啊，小猪猪肯定是可以的，我替他打包票。司空吉看着他的眸光一深。所以这只蜘蛛它的确是可以控制的，是吗？还替他打包票？这好像是本王府里的蜘蛛，你一个刚进府的，倒是跟他很熟。王爷不知道，我这人吧，就是很让这些小东西迷恋。明若邪轻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除了蜘蛛，还有别的什么可用的吗？司空吉又是漫不经心地接了一句：你不是也看赵岩不顺眼？要戏弄赵大人的，除了蜘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小东西也很合适。啊？什么？老鼠啊！明若邪眨了眨眼。他要买白玉观音，是不是给自己的？赵元虽是应天府尹，抓过不少人，杀过不少人，抄过不少家，发卖过不少的罪官罪奴，心狠手辣。但是说起来也是极为可笑，他信佛拜观音，还经常去白布寺添香油，说明他其实是心里有很大的鬼的。俗话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他这就是做了不少亏心事了。可是要如何利用上老鼠？司空吉便又是很自然地接下了他的话来。明若邪是有点好玩的事儿，就略显兴奋，兴致勃勃建议：三更一到，让小蜘蛛小老鼠一起去咬他鼻子。好。行，那今天晚上就行动。司空吉点了点头。明若邪眼睛发亮。司空吉又问道：
赵元派人去抓星坠，没能把人带走，又是怎么回事？就是星坠出疹子了，那些捕快怕被染了，一个个都跑得飞快。司空吉一怔，星坠以前是出过疹子的，而且无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出疹子？能治？自然，只是小事。司空吉看着他那张灰黄的脸，突然就笑着摇了摇头。看来本王当真是在乱葬岗里捡到了宝了。等回到了质子府，司空吉便觉得气氛低迷，哪里有明若邪的轻快自在？门房一看到他回来了，就赶紧跑了过来，哭丧着脸道：“王爷，咱府上大门被撞坏了。”司空吉下了马车，果然看到质子府的大门有一扇可怜兮兮的就架在门框上。明若邪也下了马车，这些事就与我无关了，我回石双院睡觉。王爷节哀啊！说完这句话，他还一副安抚的姿态，轻轻地拍了拍司空吉的肩膀，然后就自己往石双院走去了。司空吉侧头看了一眼被他拍过的肩膀，顿了一下，才对门房点了点头。本王知道了，先不找神修，就这么放着。进了大门，朱管家也匆匆地迎了上来。王爷，您平安回来了就好。在应天府的人凶神恶煞的过来时，他们还以为王爷在宫里已经被兰帝问罪了。朱管家在那个时候都有些乱了心绪，还是明若邪出来了。跟本王说说经过。司空吉还是很温和淡定的模样，朱管家却知道，王爷这个时候越是平静，代表着他越是记下了这笔账。王爷进宫没一会儿，赵大人手下的人就来了10几人，到了也没有喊门，直接就几个人一起把门给踹开了。进来之后就到处踢踢条条，说星坠有杀害西域法师的嫌疑，要抓星坠进大牢。他们把厅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了，包括王爷喜欢的那个青玉梅瓶。听到青梅瓶被砸了，司空吉就知道这就是赵元下的令。赵元其人心胸极为狭窄，只要得罪过他一次，不管时隔多久，只要让他揪住了机会，一定会10倍报复回来。星坠呢？司空吉问着，瞥了朱管家有些肿了的右脸颊一眼。他们本来已经夹住了星坠，因为是赵元的人，星坠也忍住了没有反抗，已经快要被他们带走了。这个时候明姑娘出来了。她做了什么？一想起明若邪当时的模样，朱管家尽管心头还有些沉重，依然忍不住笑了起来。明姑娘也没有做什么，她一出来就是看着抓着星坠要走的捕快，一脸惊恐的样子，失声就叫了起来：“星坠出了那种疹子，你们怎么还敢碰她呀？”当时我们都愣住了。明姑娘又颤抖着手指着星坠说：“你们看看她的手臂啊！”那些捕快也没能反应过来，听了她的话就拉起星坠的袖子。王爷，你是不知道，那些捕快也是吓得够呛，立即就松开了星坠，跑得飞快。朱管家说了这些，又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陶大夫瞪大了眼睛，手都在颤抖，指着朱管家：“星坠出了什么疹子？那样吓人呢！朱管家，你还能笑得出来？这星坠在哪里呀？我赶紧去给他看看。”陶大夫，不用了，宁姑娘说了，星坠没事儿。朱管家赶紧拉住了陶大夫，压低了声音：“宁姑娘说，就是他动的手脚，吓唬那些捕快的。”这不是很有效果吗？陶大夫差点就没站稳，这回声音都颤抖了。宁姑娘怎能如此大胆，连那些捕快都敢捉弄？那可是赵大人的手下呀！他看向了司空吉，很是担心。王爷，宁姑娘该不会给王爷惹祸了吧？司空吉摇了摇头：“无妨，本王兜着。”啊，宁姑娘惹了大祸都不怕？走吧，还是看看星坠去，本王有话问他。在去星坠房间的路上，司空吉想到了什么，问朱管家：“后来明姑娘为什么去接本王？她走着去的？”朱管家赶紧回道：“那些官兵走了之后，宁姑娘就说王爷在宫里很可能出事了，也不知道陶大夫一个人应不应付得过来。他说他不想少。”他说的有点快的，到了这个时候赶紧刹住，有点尴尬的看着司空吉：“不想守寡是吧？”空吉：“不想守寡是吧？”司空吉无奈的自己接下去：“明姑娘是这么说的，所以她说要去接你一下王爷，万一她说不定能帮上忙。”听他一句话说的有些断断续续，司空吉也知道肯定是明若邪的原话，说得很不客气。他说得出来，朱管家却不敢转述。宁姑娘是雇了马车去的，但是她说雇马车的银子得计入府里的账。朱管家又说道。司空吉忍不住摇头失笑：“去吧。”星坠听到司空吉的声音，又听到门被推开了，在屋里就大叫了起来：“王爷，您别进来，小的出疹子了，可不能传了您！”陶大夫吓了一跳，因为星坠这一句话实在是叫得有些凄惨，听起来跟杀鸭子似的，还带了些哭音，听起来有点绝望。司空吉迈进去的脚步就是一顿，他看向了朱管家，朱管家这才想起来，赶紧解释：“星坠还不知道他身上的疹子是明姑娘动的手脚，明姑娘说不用告诉他了，省得他自己装的不逼真，骗不过那些官兵。”司空吉无语，星坠这绝对是被明若邪坑了。他推开门走了进去。王爷，您别过来，别过来！星坠见他还真的进来了，
立即就扯起棉被，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星坠，我给你看看。陶大夫还是不太相信明若邪能够弄出以假乱真的疹子，而且当时要是情况紧急，他哪来的时间动手脚？别过来呀，陶大夫，我也不想传了你啊！星坠叫着叫着，哭音就重了。他这一身的红疙瘩，自己看着都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叫得这么凄惨，司空琪都有些动摇了。让陶大夫看看。陶大夫过去扯开了被子，星坠抬起头来，哭丧着脸。陶大夫真的被吓了一跳。星坠原本白净圆润的脸上，现在是跟一小片一小片的地图似的红疙瘩，那都肿起一片片的了。这也不像老朽认识的那几种疹子啊！陶大夫变了脸色，在脑子里努力地搜寻着能够对得上号的疹子。司空吉也愣住了，朱管家更是目瞪口呆。反应过来之后，他立即就转身就跑。小人去请明姑娘。不应该，明姑娘不是说就是吓唬吓唬那些官兵的吗？过了好一会儿，朱管家又跑回来了，看着星坠咳了咳，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明若邪的话来。明姑娘说什么？陶大夫却忍不住赶紧问道。明姑娘说让星坠用她家二嫂的尿擦一擦就会没事的。二嫂是星坠的那匹马。让星坠用马尿擦脸？星坠咬牙切齿叫了起来。那个恶毒的女人一定是要故意坑我的，我跟她势不两立。星坠，司空吉蓦地沉下语气。本王可曾教过你忘恩负义？星坠一愣。王爷只教过小的，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明姑娘救过你，这一回她依然是救了你。司空吉声音冷冷。本王只提醒你这一次，你要是继续对明姑娘无礼，下回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说完这句话，他就转身走了出去。星坠顿时也有些不安，朱管家也指了指他，有些怒气。王爷说的对，星坠啊，你年纪是还小，但也不能如此忘恩负义。这回要不是明姑娘出手，你就会被抓到大牢里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赵云的为人，他这回做得如此过分，分明就记恨了咱们王爷。你一旦被抓进大牢，不死也得脱层皮。朱管家是把星坠当成了自家孩子在教导。王爷当时在宫里，别说尚不知道此事，就是知道了，赵云也会拖着他，王爷根本来不及救你。明姑娘用的这个办法最妙，不仅救了你，还免了他们继续乱抄王府。就算是最后让你擦马尿，那也是因为你总是这样不识好歹，对他口出恶言，不分尊卑。你别忘了，他马上就要与王爷大婚，不管以后如何，现在她就是咱们的王妃娘娘。朱管家难得的对星坠如此严厉，把星坠训得一愣一愣的。但是听完了之后，他也沉默了。陶大夫嘴巴动了动，结果还是没有说什么。我明天去给他赔罪。你能想通就行。哎，你们就没有发现，明姑娘才进府几天，已经帮了很多忙了吗？陶大夫点头。还真是。但是明姑娘很邪门啊。这一句话他忍了忍，还是没有说出来。应天府衙，赵云一脚就踹倒了一名捕快，他往后摔去，压倒了跪在他后面的几人，都摔成了一团。废物，不过出了疹子就把你们都吓跑了，把人抓回来丢大牢里，随便拿鞭抽，你们经过的手碰都不用碰到。实在不行，火烧热的油，你们还能离他远点，怕他传你们。本官是养了你们这群废物吗？大人，他的身上真的挺可怕的，属下也是担心带回来大人也危险。危险个屁！那么一个低贱的奴仆，还要本官亲自去审不成？再说他是抓人回来审的吗？司空吉身边常年跟着的就那么一个小厮，而他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把人逮回来，直接弄死就行，审什么？人进来了，还不是随他说话？那属下们再去质子府抓人。司空吉都已经回府了，现在去，只要他出点事儿，你们担得起？赵元实在是气得眼前阵阵发黑，好好的一个机会就这么给他们浪费了。本官另想办法。这天晚上，披着青色披风的司空吉站在窗外看着他。可以出来行动了。明若邪一眨眼，王爷去睡吧，我已经办完事了，保证能好好的折腾折腾赵大人。你自己办完了？是啊，我想着王爷毕竟病老鬼一个，这3更鹿晗的就不要出来折腾了，所以一个人办完了。除此，本王要多谢你的贴心。不用谢，王爷请回。司空吉看了他一会儿，点点头，转身离开。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月亮门后，明若邪立即爬窗跳了出去，快步的朝着厨房那边跑。明若邪刚跑出石双院，月亮门后面，司空吉的身影又缓缓走了出来，望向了院门的方向跟了过去。3夜，风寒月淡，府里安静极了。司空吉不紧不慢，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看着明若邪纤细的身影进了大厨房。所以是到厨房里来抓老鼠。司空吉走了过去，行走之间衣袂不动，落地无声。他就看到明若邪在最暗的一个角落蹲了下来，然后不动了。啊？难道那里墙角有老鼠洞？可他至少也应该拿个什么工具，难道准备空手抓鼠？他蹲在那里，背对着司空吉，伸出右手就贴在地上，
闭上了眼睛。司空吉突然就听到了老鼠的声音，是在明若邪前面的墙内响起的。那里真的有老鼠洞。紧接着又有几声老鼠的声音响起，司空吉眉一扬，老鼠窝，有细微的爬行的声音传来，司空吉能够听到有好几只老鼠出来了。他要怎么抓？司空吉一直以为明若邪是要把老鼠抓住，然后喂什么药才会令他们听话。乖乖，去，别！到底是在说什么呀？然后他就站了起来，司空吉立即就闪身而出。明若邪转过身来，在他的脚边5、6只老鼠吱吱叫着就快速的跑了出去，还有那么2只经过了司空吉，从他的脚背上爬过去了。这是没有抓着，倒是把他们都轰得到处逃窜。明若邪拍了拍手走了出来，司空吉看着他转身就往石霜院走去，看起来比刚刚过来的时候轻快多了。他继续跟在他后面，看到他进了石霜院，进了自己的厢房，司空吉又到了窗边，探头一看，明若邪正在解开腰带，他立即就闪开。哼，非礼勿视。明若邪腰带解了一半，看了一眼窗子，走过来就把窗户关上落栓了。听到了声音，贴在外面墙上的司空吉突然就觉得脸一热，他竟然有点像是采花的贼，3更半夜的竟然在姑娘的闺房窗外。幸好明若邪不是花，就是个灰脸下巴。哼。他叹了口气，等了片刻，又敲了敲窗。明若邪炸毛了，啪的就打开了窗，对上司空吉那张脸，火气瞬间又被灭了80%。好吧，这病痨这张脸太占便宜了。王爷不去睡？本王确认一下，当真会有蜘蛛老鼠去赵元家里折腾他？明若邪怔了怔，扶额。王爷，你是个男人，为了这么点戏弄别人的事情，不值得半夜来回走几趟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小鼠鼠和小猪猪他们一定会去的。说完，啪的一下又关上了窗，他的声音从窗里传了出来。王爷要是再来，我不客气了。他一身是伤，就是躺下起身的时候拉扯厉害。司空吉看着紧闭的窗门，默然。明明老鼠群赶跑了，一直都没有抓到。他的计划是否有这些东西去惊扰了赵元，是很重要的关键。也罢，本王便信你一次。这样毫无根据的信他一次。司空吉回到了博欢院，进了书房，点了灯，拿了张黄纸出来，又调了点朱砂，加水墨开，蘸笔在黄纸上写了起来：镇魂，借龙之气，借白玉观音一上，保我永安。到府，赵元的寝室，赵元枕着特制的玉枕，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睡得不是很安稳。床上昏暗，一只黑色的蜘蛛已经慢慢的爬上了他床底，有老鼠的声音也响了起来，似乎就在他的床底。但是很快，几只老鼠就已经窜上了他的床，爬上了他的被子。5、6只老鼠眼睛发亮，蜘蛛也已经垂下了蛛丝荡了下来，正好在他的脸部上方。老鼠木地叫了一下，然后几只老鼠一同扑到了他的脸上、嘴上，同时张嘴咬。赵元痛得惨叫一声，就猛地坐起来，他的脸正好撞上了那只蜘蛛，像是一团黑影，直接糊上了他的脸、他的眼睛。赵元又是一声惨叫，伸手就朝脸上抓去。咻！蜘蛛已经顺着蛛丝就爬了上去，快速溜了。老鼠一哄而散，纷纷快速灵活地跳下床，哧溜哧溜，眨眼不见了踪影。赵元嘴上痛，嘴唇痛，脸上还残留着那种被几只爪子毛刺趴着的怪异触感。刚刚从噩梦中醒了过来的那种恐惧又还没有消散，一时间竟然出了一身冷汗。来人，来人！狂叫着人的赵元因为叫得太厉害，扯到了嘴唇上的伤口，痛得倒吸了口凉气。睡在隔壁耳房的随从听到这惨烈的叫声，也是瞬间从梦中惊醒，赶紧跳下了床，冲了过来，啪的推开门就奔进了屋。大人，您怎么了？随从进来发现屋里一切如常，也没有刺客，也没有什么东西。随从松了口气，只怕大人是又做噩梦了，他时常会做噩梦的。掌灯！赵元听到了随从熟悉的声音，才稍微放松了下来。随从赶紧就把烛台上的8支蜡烛都点上了。赵元掀开纱帐下了床，随从抬头看到了他的脸，倏地惊叫出声：大人，您的伤！血，有血！赵元也已经感觉到脸上有些痒痒的流动的感觉，伸手一摸，再低头看手指，果然是一片鲜血。他冲到了镜子前，这一看，自己也就倏地退了几步。他的脸上被啃咬了好几处，嘴唇也都咬破了，有血渗了出来，可能是因为被那箍在脸上的东西糊了一下，血印的满脸都是。赵元浑身发抖。有刺客！这一句话他都没能叫完。刺客？哪来的刺客？那些是什么东西？他之前好像是听到了老鼠的声音，趴在他脸上的是什么？蜘蛛？大人，小人去请大夫。随从看着他这个样子，也是瑟瑟发抖，立即就转身冲了出去。赵元的眼前突然就浮现了西域法师死时的惨状，
再一次冒出了一身冷汗。天初亮，早朝，待该议的事议了，南帝突然就想起了西域法师的案子，便略一扬声：“赵爱卿，赵爱卿！”殿上无人应，南帝一怔，又叫了一声：“赵元！”百官面面相觑，看向了平时赵元所站着的位置，发现赵元不在。皇上，赵大人今天没来上朝啊？一名老臣说道。没来上朝？南帝有些不敢相信。他去哪里了？这时，林侍郎往右一步站了出来。皇上，臣听说赵大人一旦接了凶案，每晚都睡得不好，许是昨晚又做了噩梦。还有此事？赵元不是向来胆量过人的吗？南帝却是觉得稀奇，他在宫里赵元的事知道的并不是十分清楚。臣也听说过，说赵大人经常去白不死天香游。听说之前啊，他还在安阴阁跟晋王抢一座白玉观音，抢得不可开交。白玉观音？南帝的神情突然就有些微妙了。没错，那尊白玉观音好像后来是落到了晋王手里，据说是花了足足5000两。话题不知道怎么就歪了。听说赵大人还一直想从晋王手里把白玉观音夺过去。他要是好好的跟晋王说，晋王应该会让给他吧。不过赵大人当时在安阴阁可是没有露面的，晋王都不知道是他。南帝突然说道：“杜行，带人去晋王府传朕旨意，让晋王带上那尊白玉观音进宫擂他。”众臣都觉得奇怪，皇上突然要那尊白玉观音做什么？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臣突然想到了什么，顿时脸色就是一变。完了，有可能要出大事儿。杜行，皇宫禁军统领，他领了命，策马匆匆到了质子府，裹挟着一阵惊风，直卷入博魂院。质子府里向来就没有什么地位。晋王听旨。主管家这时才匆匆的带着几个家仆跟了过来，一看杜行这肆无忌惮的态度，脸色铁青。杜统领，就算是要传旨，不该在前厅等我们王爷接旨吗？事出紧急，皇上这会儿还在殿上等着，杜某只能无礼了。杜行面无表情的说道。他们的声音不小，那边石生院里，明若邪也着衣出门，爬上假山朝着这边看来。司空齐也已经披衣而出。杜统领请早。杜行冷声道：“皇上有旨，请晋王带着从安阴阁买的白玉观音像入宫一趟。”明若邪听到了这话，就是一愣，怎么一大清早的，连皇上都知道白玉观音像了，还专门派人让司空齐带观音像入宫？那观音像不是昨天赵元素要的吗？他看向了司空齐，这个距离看不清楚他的神情，只看得到他身形颀长，修雅如竹。杜统领来晚了一步，昨天赵大人派了人过来，借着带走本王小厮的机会，砸了本王钟爱的青玉梅瓶，还抢走了那白玉观音像。本王本想着晚些时候再入宫，请皇上替本王做主的。赵大人抢走了白玉观音。杜行一愣，晋王可是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的，赵大人敢抢王爷府上的东西。司空齐语气忧郁，有些颓然，委屈又无奈。杜统领，这里是质子府，不是晋王府。杜统领如今，我也直闯本王请愿吗？杜行顿时有些潸然，他板起了脸。既然如此，杜某便去趟赵府。说完，他又立即带人匆匆离开，直奔赵府。明若邪瞪大了眼睛，司空齐竟然一大早在睁眼说瞎话。赵元抢走了白玉观音像，赵府。杜行手按在剑柄上，进了大厅，一眼就被赵元手上的白玉观音像给吸引住了。他脸色微变。赵大人，白玉观音竟然当真在你手上！哐当一声脆响，赵元竟然被杜行吓了一大跳，手一颤，白玉观音像就摔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在场所有人脸色皆是大变，赵元更是脸色发白，双腿一软就瘫坐在地上，因为他们都看到了那一堆碎片中有一张折叠着的黄纸，观音像里藏了东西，在他们这些原就满门鬼心思的人中，就代表着有问题了。赵元立即就扑过去要抓起那黄纸，但是杜行的速度比他更快一步，已经冲过来将那黄纸抓在手里。他退开一步，展开一看，脸色巨变。赵大人，你好大的胆子！赵元在看到那张黄纸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心头颤，有极强的预感，知道事情不好了。黄纸透着点点映透过来的朱砂红，那种东西看着便是一些不入流的符纸什么的。他办过了那么多的阴司案子，不是不懂，可他终究还是落后了杜行半步。现在一听杜行这么一声暴喝，赵元的心又跳了起来，他猛跳了起来，直扑向杜行。杜统领，我们有话好说，这定是有人陷害本官。
说着有话好说，自己却是出手狠厉，猛地抓下了杜行手上的那张黄纸。赵元和杜行都是习武之人，赵元的身手原本就是不错的，但是与身为禁军统领的杜行相比，就要差出了不少。他要从杜行手里抢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杜行在看到了那张黄纸上的内容后，哪里还有可能让他抢过去？在赵元扑过来时，他立即就毫不留情地抬起一脚，对着赵元的心窝就狠狠地踹了过去。砰的一声，这一脚踹得异常结实，赵元一口血喷了出来。本来就一晚上就没有睡好，昨晚也因为手下没能够把辛坠抓回大牢，错失这么一个机会，心情郁结。然后3更半夜更是被吓得心魂不定，所有的郁气都憋着，被杜行这一脚直接踹吐血了。赵府的下人都变了脸色。大人，但是他们面对的是禁军统领，根本就不敢做什么。来人，把赵大人带走。杜行冷冷地看着赵元。赵大人，有什么冤屈的话，还是到宫里亲自跟皇上说吧。蓝帝斜靠在龙椅上，手肘支着，抵着额头，闭着眼睛，一直沉默着。百官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睡着了没有，反正他们是绝对不敢睡的。等了好久，杜行终于回来了。皇上！杜行的一声沉冷声音传来，顿时就打破了满殿的压抑和沉默的气氛。不少人都是一个机灵。来了来了，是靖王被带来了吗？靖王估计这一次要完蛋了，之前好不容易折腾了那一套，整个人都豁出去拼了，在死人堆里给自己挑了个王妃回来，然后得到了一把龙涎草籽，现在只怕是草籽还没有发芽就要犯死罪了。这一回靖王是不是真的要死在他们兰国的金銮殿了？所有人都往殿门看去，陆行进来，后面跟着2个禁军架着1人进来，还有1人手里端着什么。因为殿外有光，殿里光线昏暗，他们背着光进了进来，一时间面容都看不太真切。这都把晋王押着来了。一个老眼昏花的老臣悄悄问一旁的同僚，旁边的人仔细的看了看，脸色都变了。不是靖王啊。不是晋王那是谁呀？皇上不是让杜统领去质子府的吗？是赵大人。天哪，怎么会是赵大人？在杜行刚刚一声出声的时候，蓝帝也立即睁开了眼睛，现在看到他们进来，他缓缓地坐直了。皇上！杜行走到殿下，单膝跪下一行礼，沉声说道：卑职去了质子府，晋王爷说昨天赵大人派人去了质子府抓人了。蓝帝归了被压着的赵元，他的嘴巴被塞了一团布，现在正拼命地挣扎着想要说话，双眼瞪得鼓出了眼珠。不管他怎么拼命想说话，现在都说不出什么来。蓝帝的目光也缓缓移开了，看向了杜行，语气平静，一时也听不出什么来。此事朕知道，不是去抓晋王的那个小厮了吗？禀皇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赵大人的人并没有把那小厮抓走，反倒像是抄了质子府。这话一出，百官都惊了，他们面面相觑，目光齐齐落到了赵元身上。抄了质子府？朕记得并未下旨抄了质子府啊。蓝帝声音微沉，赵元继续挣扎。卑职到了质子府，发现质子府的大门有一扇倒了，还不曾修好，只是那么挡在了门框上。陆行想到了早上到质子府看到的情形，正是因为看到了那一扇大门，他才相信了晋王的话，立即去了赵府，踹了质子府的大门。蓝帝突然就笑了，看了赵元一眼。赵爱卿，莫非不知道质子府是朕的？晋王不过是朕允许客居于此，要不然那里为什么叫质子府，而不是叫晋王府？赵元继续奋力挣扎。皇上，求让臣解释啊！但是蓝帝今天甚是奇怪，竟然当真还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又继续听杜行说了下去。质子府里的确是一片狼藉，晋王看着病由重了。他说本来是要等身体好些，要入宫来请皇上主持公道，不过皇上正巧让卑职去了。晋王说那尊白玉观音像昨晚就被赵大人的人抢走了。你说谎！我的人哪有抢白玉观音像？我还想知道为什么一大早的那尊白玉观音像会在他府上呢？赵元快要气晕过去，只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卑职不敢让皇上久候，所以马上赶去了赵大人府上。一进门便见赵大人正捧着那白玉观音像在……陆行说到这里，声音一顿，他还要想想当时赵元捧着白玉观音像是在干嘛来着。当时情形紧，他都没有多留意。捧着白玉观音像在做什么？蓝帝声音缓缓问了下去，他似乎是很在意这个问题。陆行便下意识地接了下去。当时赵大人捧着白玉观音像，像是在把玩。卑职叫了他一声，赵大人竟然吓得一失声就把观音像给摔了。肯定就是在把玩，否则赵元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会因为他喊一声就吓到手滑？肯定是在把玩观音像，觉得有些心虚。杜行心里对自己的判断用力的点了个头。
兰蒂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他太明显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的手抓住龙椅扶手，话几乎是在牙齿间蹦出来。把玩了。观音像一般请回去都是马上供起来，也都是虔诚无比的，没有听说过谁会把玩观音像。赵元一张脸都憋得通红，额头上青筋也都爆了起来，奋力挣扎，被2个禁军死死地压住了。他只是看到那白玉观音像大惊，然后拿起来仔细观察，确认一下是不是晋王请走了的那一尊。至于为什么会被他喊一声就失手打碎了观音像，那是因为3更半夜他被吓失魂了，吓了那么一回，早上依然还是在失魂落魄中。杜行突然出现，猛地喊了他一声，他自然就吓到了。杜行，本官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如此陷害本官？赵元死死瞪着杜行，恨不得能扑过去将他打死。杜行表示自己问心无愧，他就是把自己看到的如实说出来而已。白玉观音像打碎了。兰蒂的语气更为阴沉。是，皇上，卑职让人把碎片都带来了，就在这里。杜统领，起来说话吧。谢皇上。杜行站了起来，又把手里的黄纸双手奉上。白玉观音像打碎之后，掉出来了这张黄纸，还在观音像里藏了东西。兰蒂现在的脸色已经无人敢看，文武百官也都死死地垂下头去。呈上来，朕看看。姚公公快步去接了那黄纸，呈到了兰蒂面前。兰蒂展开，看到了上面所写的字，勃然大怒。镇魂接龙之际，借白玉观音一煞，保我永安。赵元，你好大的狗胆！兰蒂腾地站了起来，帝王盛怒，百官唰的齐齐跪了下去。赵元也扑通一声，也就跪了下去。让他说话。是。2名禁军立即就把赵元嘴里的布团扯掉了。赵元顾不得嘴巴的疼痛，立即就重重的扣了3个响头，然后叫了起来：皇上，臣冤枉啊！朕倒是要听听你有何冤枉。兰蒂居高临下看着他，见赵元昨日还好好的脸上今天有了几处伤口，嘴唇好像也破了，整个人看着就是失魂落魄，且有些惨不忍睹。看到这样的赵元，再想到那黄纸上的字，兰蒂却是怒气更盛。皇上，昨天臣的确是派人去质子府抓晋王的小厮了，但是没有抢走白玉观音像，臣也不知道这观音像怎么会出现在臣家里的呀。哦，那你昨天抓了人吗？赵元额头一片冷汗。臣手下的说，晋王那小厮身上起了疹子。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兰蒂便打断了他。来人！几名御前侍卫快步走了进来。传朕旨意，请太医去一趟质子府，给晋王那个小厮诊断诊断，看看是得了何病，再查质子府可有被超过，查清楚晋王之前是把白玉观音像收在何处。是。这白玉观音像是怎么到了赵府的，先不说，你且说，杜行刚才说的话没错吧？皇上，臣冤。赵元眼睛都红了。质子府，明若邪手肘支在桌上，双手托着腮，没甚作相的坐在司空吉对面。故事开讲。司空吉看了看他，只觉得这灰黄脸的丑丫头有一双容貌称不上的璀璨眼睛。兰蒂未当上太子之前，曾受尽先皇冷落，10几岁的时候在外结识了一位名叫白玉音的美貌少女。少女之所以叫白玉音，是因为她父亲是一个雕刻玉观音的匠人，而且当时还颇有些名气。当时的不受重视、心里郁结的皇子，从白玉音那里受到了被重视和被崇拜的感觉，喜欢上了她。司空吉的声音异常好听，讲故事的语调又颇有韵意，加上这一般的俊雅容颜，若是旁人只怕是不忍心打断。但明热邪却嗤的一声：这么老套的故事吗？讲兰蒂的旧事，他竟如此嫌弃，别人可能会震惊到瞪大眼睛了。司空吉唇角一勾，也不理会他的嫌弃，又继续说了下去。只是身在皇室，总归身不由己。后来兰蒂因为一个机会，在先皇面前露了脸，从此得到了重视和信任，于是一步步走向太子之位，又坐上了龙椅。当年曾承诺会喜欢一世的少女，却在他与其他皇子的阴谋阳谋中，落得一个被灭了满满的下场。明若邪瞬间觉得心头寒凉，他看着司空吉，他现在也正是以前的兰蒂吗？白玉音是死在兰蒂怀里的，在父母兄弟收剥婶娘们的尸首边，对兰蒂说，从不怨他，临死前也是愿他江山永固，盛世繁华。司空吉的故事其实讲得很简洁，长长的岁月，恩怨情仇，皇室倾轧，就这么3言2语说完。但是在他平缓的声音中，明若邪却似乎看到了那么一个画面：临死的少女倒在心上人的怀里，亲人的尸体都在旁边，却还是温柔的对着心上人说不怨他，祝他地位永固。那么这个白玉音一定会深深刻在皇上心中了。反正人就是这样的，真让他得了白玉音，到最后
白玉英也不过是入了后宫，与其他妃子争宠的下场，说不准多久就没有感觉了。可这样的结局反而会一直成为他心头的朱砂。不错。司空吉又看着他，所以皇上从此以后便器重匠人，尤其是会雕刻玉观音的玉雕师，并且请了兰国最有名气的玉雕大师，雕了一尊白玉观音，供在了他的寝宫里，以玉观音祭行拜观音。如今20-30年了，已经有些恍惚了。白玉观音当真就是拜观音？他不许男子供拜白玉观音，请白玉观音者须得是女眷供拜。只不过这些事并不是人人知晓，只有当年知道内情的人知道几分，或是猜到几分，因此外面依然会有白玉观音，只不过白玉和雕工都好的极少。明若邪一愣，那你还他把白玉观音请回府，难道就不怕了？司空吉静静一笑，本王会有靖王妃。赵元难道就没有夫人或是别的女眷？赵元丧妻3年，还未续弦，府里有2个小妾来自烟花之地，哪怕是让那2小妾供拜着白玉观音，你觉得皇上会不会高兴？明若邪愣了半晌，那你真不只是要吓唬吓唬赵大人啊？这一回司空吉就真的没有再与他多说什么了，他挥了挥手赶他回去歇着吧，接下来暂时无需你了，让你的圆脸丫鬟去找朱管家支500两银子去。喂，这是要吊他胃口？去吧。宫里的消息当天午时就传了出来，朱管家亲自出去打探了消息。明若邪正看着那一盆龙涎，忍着肚子的绞痛，想着到底怎么能打开药库的其他柜子拿出药了。就听朱管家在外面大声咋呼着：明姑娘，明姑娘，明姑娘，有大事！什么事啊？朱管家进门的时候差点都被门槛绊了一下。朱管家，你当心点。明若邪散漫地问了一句：难道赵元被皇上狠狠责罚了吗？本来他只想是3更半夜把人吓唬吓唬的，现在看来估计赵元得脱层皮。朱管家好不容易缓了口气，大声道：赵大人被砍头了！啊！明若邪手一滑，差点就没能支住自己，摔下凳去。他震惊地看向朱管家：你说什么？赵大人，赵元被皇上砍了头了。朱管家喘大气儿，但是心里很满意。果然还是先来告诉明姑娘好，明姑娘有情绪啊，看看这震惊样子，跟她一样的，有共鸣，大家一起震惊嘛。要是跟王爷说，王爷肯定只是沉默一下，然后回一句：本王知道了。小的出去打探了消息，赵大人不仅被撤了，还被砍了。明若邪震惊了半晌，都没能回过神来。这事一定是司空吉的手笔，一定是他。我只想着吓唬赵元，司空吉一出手就是要对方的命。昨天赵元还在司空吉面前蛮横又高傲，今天就连头都被砍了。天啊，什么罪名？明若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说是白玉观音里用朱砂写了什么符愿。赵元斩过应天府的时候，冤判了不少人，也冤砍了不少人的头，双上都沾满了鲜血，心里有鬼，所以要请白玉观音和龙气替他辟邪镇煞。宫里人说，这可是胆大包天呐，这是在借皇上的气运来替他挡灾呀，简直就跟弑君没什么区别了。皇上怎么可能不砍他？白玉观音里有朱砂写的符，一定是司空吉动的手脚。司空吉这个人太可怕了，他知道了皇上的旧事和心结，又对赵元的性格了如指掌。天啊，这个病痨还是个心计深沉的主，你们王爷真厉害。明若曦喃喃地说了一句，朱管家却立即就反驳了他的话。宁姑娘这话可就不对了，此事与王爷无关呢，王爷也差点被赵元给连累了，好在王爷还是有福之人，最后皇上并未怪罪到王爷头上来。哼，明若曦忍不住就朝廷翻了个白眼，这整件事儿背后就是你们家靖王一手翻云覆雨，就连他和蜘蛛老鼠们都被他算计在内了。朱管家，你眼睛不好了，看不破。小的眼睛没问题啊。朱管家的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就看到了桌上的那只花盆，他顿时一句话就噎住了，眼睛更是瞪得跟铜铃一般。明姑娘，朱管家指着那一盆，说话都结巴了起来。这是王爷的那盆龙眼吗？明若曦点头，是啊。他怎么发芽了？朱管家依然瞪着眼睛，怎么都移不开视线。明若曦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朱管家，你逗得我肚子都不痛了。这龙涎草籽拿回来，你们王爷不是想种出来的吗？现在看到发芽，怎么跟见鬼了一样？小的这就去告诉王爷和陶大夫这个大喜，王爷终于有救了。于是挟着风风火火冲进了十双院的朱管家，又挟着风继续风风火火
激动万分的冲进博欢院。王爷，王爷，大喜，大喜呀！王爷！司空吉极少看到朱管家这样激动，他的目光自手里的书卷上移到了朱管家身上，语气依然平静。赵元被处死了。朱管家一愣，赶紧点头。是，赵大人被砍头了。司空吉嗯了一声，目光又移到了书上。本王知道了。哼，朱管家脑子里闪过了“果然如此”4个字。出去吧。是。朱管家刚一转身，倏地又猛地转了回来。不对啊，他要说的不是这事儿。司空吉瞥了他一眼。还有事？王爷，龙眼发芽了，小的刚刚在明姑娘房里看到了，明姑娘把龙眼种出来了。朱管家激动的双手都在颤抖。王爷就要救了呀！啪的一声，司空吉手里的书掉了下去。你说什么？明姑娘把龙眼种出来了。朱管家赶紧又说了一遍，这才是大喜呀！赵元被砍头了，也称不上大喜。司空吉缓缓地站了起来，去请陶大夫到石双院。是。朱管家又赶紧风风火火奔了出去。司空吉刚刚站起来，已经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动作了，但现在头还是有些晕，眼前有些发黑。他真的已经一脚踏入了鬼门关。赵元虽死，他想着自己也将走上黄泉路，没有想到明若邪就在这个时候点亮了他所有的希望。司空吉扶着珠子稳了稳心神，待那阵眩晕过去，这才出了门。姑娘，王爷过来了。满月在门外守着，看到司空吉便赶紧大声禀报。知道了。满月，你去厨房领些点心来。是，姑娘。满月对司空吉行了一礼，赶紧出去了。司空吉站在明若邪门外，发现自己手心竟然渗了汗。果真进去便能看到本王生的希望吗？还是失望绝望？明若邪奇怪地看向他。王爷杵在那里干什么？仿佛想到了什么，他扑哧一笑。龙涎真的发芽了，不会让你空欢喜一场。进来看看。司空吉无声轻舒了口气，这才走了进去。未走到桌边，他已经看到桌上那一盆草，一盆树株，玉白一样的茎，紫色晶莹的叶子，竟然已经长了1掌高，看着鲜嫩，生机勃勃。不是发了一颗芽吗？司空吉走近，一时无意识就在明若邪背后俯身下来。哈，竟有5株。他的心第一次这样欢喜而放松。听朱管家来报，他就一直是以为出了1株，毕竟这草籽出芽真不容易，现在看到有5株，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明若邪觉得他整个人都贴在了自己背上，脸也贴在了他的脸畔，这个姿势就像是从后面把他整个人笼罩住了，鼻尖都是他清淡气味。王爷就算高兴，也不要趁机占我便宜，起开！明若邪手肘就往后一顶，背上一重，司空吉整个人压了过来。司空吉！陶大夫和朱管家赶到时，正好看到靖王栽倒，明若邪险险转身把他接住。王爷！两人都是脸色一变，赶紧就奔了过来。之前是我睡他的床，现在是他睡我的床啊！我们只是假夫妻啊，喂，不带这么亲密的。老天爷呀，明姑娘，您简直就是活神仙，您就是王爷的救命恩人呐，您是活菩萨呀！明姑娘，您当真是把龙眼种出来？陶大夫抱着那花盆，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朱管家也不由得抹着眼泪。王爷有救了，王爷有救了呀！陶大夫老泪纵横。明若邪叹了口气。陶大夫，要不然你先理一理王爷，不救他吗？陶大夫顿时就跳了起来，他竟然震惊激动的差点忘了正事儿。有了龙眼，王爷肯定是有救了。老朽现在就拔2株龙眼去给王爷熬药。朱管家，快来帮我，需要打下手。陶大夫很是慎重。朱管家走了2步，立即回过头来对明若邪拱手鞠个躬。王爷还请明姑娘暂时照看着。说完也不等明若邪答应，急匆匆的就跟着陶大夫去熬药了。这可是关乎王爷性命的药啊，他们一定得把这碗药给包好了。两人急匆匆就走了，留下了明若邪看着床上似乎了无声息的司空吉，一脸黑线。他走到了床边，见司空吉的脸色无比苍白，气息机不可闻，顿时就吐了口气。司空吉，你家这大夫不靠谱啊，好歹也得先帮你诊个脉，看看你能不能撑得到他把药熬完再说。
明若邪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就在床沿上坐了下来，伸出右手轻轻搭上了司空吉的脉搏。他看他的气色真的不太对，这么把脉，明若邪脸色微变，因为司空吉真的已经很难撑到龙涎熬好。刚才听到陶大夫说熬龙涎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就知道熬药所花的时间肯定也不会太短。可司空吉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被王爷请去一起吃火锅了。明若邪收回手，站了起来，就准备往门外走。他决定去找陶大夫回来，但是他的手腕被一只手抓住了。明若邪一低头，对上了司空吉的眼眸。能不能再与你做次买卖？他的声音很是虚弱，但是声音好听的人在这个时候依然能够表现出优势来，那就是让人不忍心打断他的话，也不忍心拒绝他。明若邪想了想，又坐下来。什么买卖啊？把本王烧了。什么买卖啊？把本王烧了，骨灰撒到一片清静的山谷里去。本王不想如你之前一般，被人丢在死人堆。明若邪顿时磨牙，都要死了，还要来嫌弃一下，给他扎两刀？你找别人，星坠主管家陶大夫谁都能找，找我干什么？司空吉现在咳着都明显的气弱，连咳的力气都没有几分了。本王若是死了，他们三个只怕处境很危险，能逃得出去，能活下命来，已属不易。哪里还有时间来替他做这事？明若邪翻了个白眼。那我就不危险？你忘了我是你的王妃呢，夫君。听到他突然喊了这么一声夫君，司空吉的心陡然就是一跳。他依然握着他的手，但是他和他都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只是司空吉这时突然就觉得十分遗憾。若是本王尚有很长的岁月，说不定当真可与你。可与我做什么？夫妻吗？现在人将死，想象是徒劳。司空吉一时觉得有些没意思了，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本王府里的银票还有不少，给他们三人一人千两，剩下的都给你。本王相信以你的聪明，定可逃过一劫。明若邪见他脸色越发苍白，又听他这般交代着身后事，突然就觉得很烦躁。别，你死了这么麻烦，还是先别死吧。我现在伤未养好，毒未解，不想还要给你烧尸，给你办后事，你再活活。司空吉听他这么说，想笑又笑不出来。竟只是些麻烦，却是一点都不伤心吗？他这是不是回光返照？司空吉只觉得眼前的他有些看不清晰了。明若邪咬了咬牙，还是把强化针取了出来。要是我让你撑到龙涎熬好，送我一株龙涎。交易还是要谈的。送你。司空吉意识已经渐渐要坠向黑暗，那种快要逆入忘川，远离尘世的死亡的感觉，无法言喻。都给他吧，念他在我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给了我无比新鲜的感受和期望，希望他能够活下去。就在此时，手背突然有点刺痛，司空吉想睁开眼，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明若邪咬着牙把强化针快速给他推了进去，拔了针往旁边一丢，立即就扯开他身上盖着的被子，快速解开他的腰带，把他的衣领扯开，中衣也都拉开，右手就按上了他的心脏处。心跳无力而极缓慢，他本不该耗费自己的心神去救人的，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善心。但是在他当真快死了的最后时刻，明若邪竟然发现自己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死。他的掌心贴着他的胸膛，闭上了眼睛，他的整个手掌渐渐地通红了起来，越来越红，越来越红，就像是手掌里全是岩浆。这样的能量和热力能够给他的心脏力量和生机，让他的心再次跳动起来。明若邪的额上渐渐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终于，司空吉的心再次跳动了起来。明若邪却是无力再睁开眼，脑子一阵眩晕，往他身上虚弱地倒了下去。他的衣服被他拉开，现在他倒在他的胸膛上，脸和唇无一丝阻隔地贴在他的胸膛上。司空吉蓦地觉得自己似乎被人从深水中猛地拉了上来，他急促地喘了一口气，如溺水的人终于又能够呼吸，心脏
有点热热的，身上似乎也有了力量。然后他就感觉到被压着的重量。司空吉看到了伏在自己胸膛上的纤细的女人，他的手微微动了动，却发现他把自己压得很紧。他感到他胸膛上他的脸和唇的触感。司空吉身子微微一僵，明姑娘。一开口，他就震惊于自己的气力似乎又恢复了不少。明姑娘。司空吉终于抽出被他压着的手来，犹豫了一下，握住了他的肩膀，轻轻摇了摇。明姑娘。他晕过去了，死的人应该是他，但是现在他醒过来了，他却晕迷着。司空吉怎么想都知道不对劲儿。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才想起了之前隐约听到的一句话：如果我能让你撑到龙涎而好，那么是他再一次救了他。司空吉吃力地搂抱住他，坐了起来，让他躺下。在这挪动着两人位置的过程，他正好伏在他的身上，本正要撑着自己起身，恰恰在这个时候，朱管家和陶大夫以及辛坠都过来了。三人同时看到了这一幕。司空吉一手撑着床，伏在明若邪的身上，一手握着他的香肩，而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扯开了大半，胸膛是完全露着的。辛坠手里端着的药差点就洒了，要不是之前陶大夫一路叮嘱他要小心这碗王爷救命的药，万万不能出意外，这会儿他真可能手一抖。朱管家失声瞪大眼睛，然后又揉了一下，他没看错吧？王爷您现在还能行？不用赶着临死前品尝这种滋味啊！陶大夫和辛坠同时出声，都是震惊万分的语气。司空吉是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瞬间就凶恼极了。你们思想何其龌龊，但是这句话还没有怒斥出来，他太激动，以至于手一软，没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压到明若邪身上了。他快哭了，可明姑娘她真的治不了。司空吉已有睡意和倦意，他合上了眼睛，声音渐低：那便让我们好好的睡一觉，你们先下去吧。是王爷。朱管家三人面面相觑，但是床上的两人气息都弱而稳，都睡着了。要不要把王爷抬回博欢院？万万不可！现在王爷不宜移动，得先让他睡2个时辰，这药效也会让他不容易醒过来的。陶大夫打断了朱管家：醒来之后，王爷要是能再喝一碗药汤，身体就当真会大好了。哪怕明姑娘，这是明姑娘的床，再说她睡在里侧，王爷在外侧，要搬动明姑娘不方便。陶大夫叹了口气道：哎，就这样吧，这是咱王妃不是吗？总归是夫妻，无妨。那咱快出去吧，让他们睡。三人出去，朱管家轻轻关上了门，长出了一口气。黄昏残阳斜照窗户，窗帘垂着，床里光线昏暗，相当好睡。尤其是身边有一人形抱枕，侧身手搭过去搂住，一腿再搭过去勾住，抱紧，脸贴上胸膛蹭蹭，一系列动作，司空吉动也能动，更不好乱动。他已经醒了一会儿了，之前的事儿从头到尾在脑海里顺了一遍了，所以怎么会和明若邪如此睡在一床上很清楚。但是就在他想要起身时，明若邪就整个人滚进了他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他的衣裳尚未拉好，腰带也不曾系上，几番动作下来，衣服早已经敞开。如今他的脸，他的鼻子，他的唇，娇憨蹭着的是他的胸膛，中间没有隔着一点布料的。司空吉气息微乱，他右手臂还被他枕着，左手抬着，这样的姿势他也不知道左手臂该不该放下，放下就等于把手臂搭在他身上了，等于把他环抱住，偏他还像小猫一样在他怀里轻蹭。司空吉无声轻叹，左手还是轻轻地搭在了他的腰上，这腰真细，他的手掌落下就能握一半，他竟然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以前因为体弱，他清心寡欲，从来没有什么需求，现在竟然有了。对着黄脸丑丫头，他心里略有些尴尬，想把两人距离拉开一些。怀里的人又跟着贴了过来，蹭了蹭。
司空吉默念了几遍清心经，好不容易把燥热压下去，不知不觉又睡了过去。明若邪醒来时，司空吉已经起来，衣装整齐，手里拿着那只用过的强化针。完了，当时紧张，忘了把这针筒丢到药库里。心里虽然是咯噔了一下，但是他面上根本就没有表现出来。可能是因为有之前的几支强化针，醒来之后他觉得自己的精神还行，不像预料中的那么渣。看着他脸色如常，又能起身，依然俊雅无双活着，明若邪竟然觉得值得。王爷喝了龙涎了。一出声，明若邪才发现自己声音沙哑虚弱，影响还是有的。喝了，这是什么？他扬了扬手里的那只针筒。药针。明若邪已经淡定。药针？司空吉微微蹿眉。为何本王从来不曾见过？王爷没见过的东西还多着呢。不过王爷记得自己当时是快要死了的吧？是这药针暂时救了你。当时你可答应了给我一株龙涎草。本王当时答应了。他怎么好像记得没有？王爷不答应。明若邪眯了眯眼，想要撑着起身，但手一撑身子，咚的一下又摔了下去。司空吉差点忍不住伸手过去扶他。答应。他怕他真着急，非要爬起来，哪里还敢逗他？找陶大夫问问，你的身体能不能喝龙眼？谢了。明若邪挥了挥手。王爷赶紧回你的博欢院去，我要更衣吃饭，饿坏了。靖王身体大好的消息是不能完全传出去的。明若邪种出了5株龙涎的事情，更是得捂下来。但这一天，至死府里的晚膳还是前所未有的丰盛。饭后，司空吉让辛坠过来电话，让明若邪把那一盆龙涎抱过去。陶大夫还眼巴巴的在那里等着，想要再看看，而且他要再给靖王多熬一次药，等这龙涎再长大一些，药效能够更好。以前是想靠它一株一株长出来，等到身体不行了的时候再续命的，但是现在数量上够，一次能补好是最好的。要是一次有4株一起，那很有可能司空吉的身体就可能完全摆脱在死亡线挣扎的处境了。最多以后体弱些，但也不至于这么3天2头的随时听阎王召唤。明若邪去抱那盆草，反正这里有1株是我的，再养2天再试试它的药效。辛坠还等在院子中，看见他提着灯笼照近过来一些，低头小声说了一句：姑娘仔细脚下。明若邪讶然睨了他一眼，看到了他有些泛红的耳朵，跟小白羊似的。他忍不住就笑出了声。要看见辛坠这副模样可真是不容易。现在辛坠从时不时炸一下毛的小犬，一下子变成有些羞怯的小白了。被明若邪这么一笑，辛坠的耳朵更红了。他强撑着解释了一下：我以后会懂事的，朱管家都骂过我了。啊，朱管家对你不错。明若邪点了点头。你也对我很好，你还救了我。辛坠说完很不好意思，不再说话了，低着头赶紧掌灯在前面带路。明若邪抱着那一盆龙涎进了司空吉的书房。陶大夫本来就在那儿等得坐立难安，现在见他过来了，激动的赶紧冲过来，但是又不敢伸手拿，只能瞪大了眼睛巴巴的看着盆里的那几株。陶大夫突然就叫了起来：明姑娘，之前拔了2株，不是应该还剩3株吗？怎么？司空吉以为是因为明若邪已经拔了1株，现在陶大夫正震惊盆里少了1株呢，便在书桌那边说道：本王答应送他1株。陶大夫第一次打断了司空吉的话：那应该只剩2株啊，现在有9株。陶大夫终于反应了过来，猛地转头对司空吉叫道：王爷，又新长出了好多株哦。司空吉也愣住了。明若邪走了过去，把那盆龙涎放在他面前。老天爷，满盆龙涎都挤满1盆了。啊，不是种了一把草籽了吗？那多长出几颗来有什么不对的？大惊小怪。明若邪放下那一盆龙涎之后，便径直拉开椅子坐下了。不过说好了，这里有1颗是给我的，我还没有挖出来呢，再养养。听他说的轻描淡写，陶大夫都有些不淡定了。明姑娘，当初是种了一把草籽下去，但那些草籽看着都活不了的呀，
王爷中了一天都没点动静。陶大夫重重看。司空吉打断了他的话，这话说的就是他种不出来似的。陶大夫顿时就把话刹住了。司空吉看着那盆草籽，再看向明若邪：“你是怎么种的？”“就死草当活草医啊。”明若邪摆明了不说，他有营养液的事情怎么说？但是他不说，司空吉想到了他的那什么药针，觉得他应该是有自己的办法，只是不想说罢了。那现在是一把草籽都发芽了，你把这些草籽全种活了？表面平静镇静，但是事实上他的心里也是激动的，只表现在他轻握起来的拳头上。不是啊。明若邪摇了摇头。司空吉和陶大夫都是一愣。不是。明若邪解释：“我之前把土扒了扒，看到里面还是有几颗没有发芽的，所以还不算全部种活。”明姑娘。陶大夫蓦地一声大叫。明若曦吓了一跳，拍了拍胸口，看向他：“陶大夫，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我的胆子可是很小的，要是把我吓坏了，你赔得起吗？”陶大夫瞪大了眼睛：“龙岩这么珍贵，这么娇弱，它们都长起来了，您怎么能随便去扒拉土呢？要是把它们的根儿都扒拉断了，都捏死了，可怎么办呢？”真是要吓死他了，还去扒拉土？明若邪也学着他的样子，瞪大了眼睛：“我昨天也扒拉了一回，今天怎么还能长出几颗来？说不定就是我去扒拉土了，他们才乐意出来看我的。我好看，他们争先恐后出来见我，知不知道？”本来是想喝一口茶来压下自己心里激动的司空吉，一时没能忍住，一口茶就喷了出来。好好看，那双眼睛倒是挺好看，但是那里就真的是辉煌辉煌的，那颜色就像是和了牛粪的土晒干了的颜色，怎么说得出来这话？陶大夫也是瞪大了眼睛，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了。明若曦转过去看着那盆龙涎，再看了看司空吉：“所以你们叫我抱这盘草过来，是想干什么？”陶大夫是想要与你商量一下，再等多久能用剩下的3株龙眼，这样可保本王的身体大好。但是如果一下子就把龙眼全服用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本王的性命就少了一份保障。明若曦看向了陶大夫：“不是说先服用2株，剩下的要等到它们生成熟了，药效才更好？”陶大夫这个时候才能冷静了下来，再看着那一盆龙涎，他真的是激动的胡子都会跳舞。深呼吸一口气，他才能够保持住平稳的语气回答明若曦的问题：“明姑娘，您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之前觉得能有2、3株发芽的就不错了，但是实际上，如果在身体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一次性的补足药力，那效果是最好的。王爷这一次的状况就是已经到了最后一步，这个时候身体就像全干了的棉花，这个时候服用了足够多的龙眼，会吸收的特别快，特别好。”陶大夫是在努力的跟明若曦解释，这会儿他可真是半点都不敢看明若曦，虽然还是觉得他很邪门，但是这种邪门并没有害到王爷，现在看来一直是在帮着王爷。我们之前的办法是龙眼不够，那就先让棉花吸收一点，不至于真的干到救不了了，然后再用这点撑着，等到龙眼再长大成熟了的龙眼，那药效是好一点啊，就那么一点点一次次的补下去。可如果有了足够的龙眼，那就不一样了，一次就能让这块干掉的棉花全部吸满了，王爷的身体那可不就是大好了吗？明若曦听了这话就忍不住扑哧一笑：“陶大夫真是厉害了，用的比喻很是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我这么外行的都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陶大夫这个时候反应过来，赶紧摆着手：“老朽可没有这么厉害，这个棉花吸水的说法那是以前王爷用过的，老朽现在就是借用一下罢了。”那一次是要用4株龙涎？本来就是想着有4株，那就已经是很好的了，哪里知道明姑娘您给了这么大的惊喜呀！陶大夫又激动了起来：“有8株，那就是最好的了，一定能够让王爷身子大好，以后都不用怕不能动武了。到时候就只有一点点体弱而已，那是要经年累月的好好的调养的了，但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连一身的武功都不能用。之前服用的那2株可算？”“算，只要能够在2天之内服用下去就算。”“那就是现在只要再服用6株就行了，完全足够嘛。”听到明若曦那轻松无比的语气，陶大夫都想抹眼泪了。明姑娘
说的可是轻巧啊，他们之前可是连4株龙涎都不敢想的，现在一下子能服用8株，达到最好的效果，他现在都觉得轻飘飘的，好像是在做梦一样。那陶大夫还不赶紧去熬药吗？要等明天？现在老朽就去，不等明天了。王爷，这熬好药要1个时辰左右，请王爷暂时默睡。去吧，本王请明姑娘陪着下来办棋。陶大夫就赶紧捧着那6株龙涎出去了。明若邪站了起来，下棋？恕不奉陪，我要去睡觉。女人熬夜老得快。本王打听到了一个可能能解得了你的毒的大夫，不听听。明若邪立即又坐了下去。谁？陪本王下棋。1局。2局。成交。司空吉把棋子摆上。你要执白子吗？我一向执黑子。哦，一向。司空吉看了他一眼。晋阳侯府里，你一向与何人下棋？棋艺也是对方教的吗？当然是我主子了。明若邪急着要听到他说的关于那个大夫的事情，动作就更快了。那本王就来看看你的棋艺如何。他本来以为明若邪只是会棋而已，未见得棋艺会很好，哪里知道下了几下之后，他的神情就凝重了起来。明若邪的棋风凌厉迅猛，出招快准狠，而且就像是不假思索。他的子儿刚一落，啪的一声，明若邪立即就堵死了他的路。他原来只是想要打发时间，毕竟还要等着陶大夫熬药，他也愿意和他多待一会儿，想要再问问他关于那药针与这龙涎怎么种出来的事儿。但是现在看到他这下棋的本事，司空吉就当真被吸引下心思了。他收起了随便打发时间的心态，认真的执白子与他棋盘拼杀。明若邪一直落子极快，本来司空吉下棋的时候一般是用来思考的，落子只是一心两用，但是现在他第一次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了。一盘棋他们竟然下了接近1个时辰。啪的一下，明若邪把黑子落下，抬眸看着他。靖王，你输了。司空吉缓缓抬眸对上了他的眼睛，竟然发现他此时眸里隐隐有杀气凛凛，那是刚才棋局里带起的情绪。下棋的时候他就是杀伐果断的风格，有的人是越到后面落子越纠结，但是明若邪却不一样。虽然他们也下得慢，可他一旦捏起黑子儿了，就会啪一声放下，不再半点犹豫。本王不是没有输过，与兰帝下过几回，与太子下过几回，甚至与丞相也下过几回，本王大多是输。明若邪这个时候眼里的杀气才消退了下去。他们的棋艺竟然这么好。听着他这话，司空吉不由想笑，这是他对自己的棋艺很有信心才会这么说。不过怎么能够赢他那么多？而他的棋艺刚刚他是见识到的，很强。司空吉摇了摇头说道，不是他们的棋艺好，是本王故意相让。你刚才可没让我。这一点明若邪是很肯定的，对方让没让子他还不至于看不出来。对啊，所以本王是想告诉你，你是第一个在本王全力以赴以后仍然输了的。司空吉输得心服口服，身为一个男子，棋艺输给了一个丫鬟，似乎是挺丢脸的，但是他坦荡地认输了，还承认自己已经是全力以赴了。明若邪笑着微微轻身过来，伸手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王爷，输给我不丢脸，毕竟我是什么？后半句话明若邪就刹住了。司空吉询问地看着他，明若邪却不想再说下去，他收回手，神情有些淡淡。反正我棋艺本来就是特别好。晋阳侯府里竟然有如此棋艺高手，能教出你这样的徒弟来，是老侯爷吗？本王听说老侯爷当年是唯一一位可与太上皇下棋而不分高下的。听到他提起了晋阳侯的老侯爷，明若邪愣了一下。他在庄子里经常也听到娘亲提起他的祖父，说如果老侯爷当时在府上，他们母女俩一定不至于被赶出去。娘亲说他以前会嫁入侯府，也是因为他的爹娘看中了老侯爷的人品，觉得老侯爷教导出来的儿子一定不会差，这才把女儿放心的嫁入侯府的。这么说来，老侯爷是个不错的人。他一直以为老侯爷那个时候是已经故去了，所以也没有多问。可现在听到司空吉这么说，老侯爷根本就尚在人世，那他娘亲当初为什么说老侯如果在的话，那不是
已经不在人世的意思吗？可他一个从晋阳侯府出来的丫鬟，这个时候也不能问司空吉这个问题，要不司空吉会立即问他，从晋阳侯府出来，不知道老侯爷还活没活着。王爷，药熬好了，成了，成了！朱管家和辛坠端了药过来，两人都是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陶大夫呢？明若邪却发现陶大夫没有跟过来，这是怎么的？陶大夫一直盯着这药，现在有些撑不住了，要休息休息。明若邪却明白，陶大夫只怕是累坏累晕过去了，否则再累他也会撑着过来，亲眼看着司空吉把这碗药喝了的。司空吉也应该明白。他轻叹了一口气，为了本王，你们都辛苦了。王爷，这都是小人们应该做的。朱管家赶紧说道：王爷，快趁热喝药吧。陶大夫说一次6株，药性会很猛烈，他也不知道喝完药会发生什么，所以想请明姑娘晚上留在博欢院照顾王爷。辛坠把那碗药递给了司空吉之后，就和朱管家一起齐齐朝明若邪行了一礼。我这是还要守夜？我困了，要睡觉。明若邪又站了起来。明姑娘，请您留下吧。辛坠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明若邪立即去往旁边闪了闪，他看向了司空吉。司空吉叹了一声：明姑娘要是不愿意照顾本王，本王也不勉强。毕竟明姑娘如今的身份是晋王妃，不是丫鬟。不过本王刚打听到的那位大夫，不就是守你一夜吗？守，我守还不行吗？我保证你磨一次牙，我都会仔细给你瞧瞧。多谢明姑娘，多谢明姑娘。辛坠立即就站了起来。谢个鬼，他这明明是被威胁了。明若邪瞪了司空吉一眼，这厮明明之前的条件是陪他下棋之后就告诉他关于那位大夫的事的，他这是被骗了。靖王，山水有相逢。司空吉微微一笑：明姑娘，您与本王现在在同一府上，还未分别，谈何相逢？无耻！这药的味道为何不对？司空吉缓缓吐了口气，压下了想要呕吐的感觉。陶大夫不曾说呀，他说药是成了的。朱管家愣了，明若邪没有说话，快速的将手指伸进碗里，沾了一点点药汁，在指腹间揉了一下。那是本王要喝的药。司空吉看着他，这就下来洗手。明若邪脑海里已经浮现了药的名称和药效。没事，只是因为太多猪龙涎熬成一碗，药性太浓而已。他对司空吉说道：可能服药后的确不太好受，陶大夫没说错，赶紧喝。说着他索性就探过身来，帮着他把碗端到了嘴边，捏住了他的脸，给他灌药。这药必须马上喝，否则影响药效，吐也不能吐出来，否则就浪费了。明若邪一边给他灌药，一边还很好心的解释了一句。司空吉瞪大了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他的脸。哎呦老天爷，明姑娘好猛啊，竟然给王爷灌药，还是捏脸令王爷张嘴这种灌法呀。但是听到了明若邪的那一句解释，他又不敢上前去拉开明若邪。明姑娘，这是替王爷着想，这是为王爷好，为王爷好。辛坠不忍地移开了目光，他不能看到王爷被如此对待。那就不看吧，他什么都不知道。司空吉也不知道明若邪用的是什么手法，他明明就受不了要吐出来的，但是他的手指在脖子上一点一搓，他竟然就一直咕噜咕噜的把那个药给喝了下去。那种明明想吐却还在往里灌的感觉，他的手无处安放，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掐住了明若邪的腰。一碗药，司空吉竟然觉得像是喝了很久很久。好了，你们王爷很乖，全都喝完了，一滴不剩。辛坠接过碗，嘴角抽了抽。明姑娘，您确定这是我们王爷乖，不是您灌的猛啊？朱管家担心地看向司空吉。王爷，您还好吧？司空吉双手握拳，眼睛牢牢锁住明若邪。明若邪看着他这样的目光，蓦地就想起来被砍头的赵元。赵元赵大人死得可惨，得罪靖王可没有好果子吃。他的脖子顿时有些凉飕飕的，立即又退开了2步。王爷，我那可是帮您，要是没有我给您灌药，您只怕是会喝一口吐2口的。朱管家和辛坠听了这话，也都赶紧帮着他说话。王爷，
明姑娘也是一片好心。王爷，陶大夫的确说过，这碗药万不可浪费一口，幸好有明姑娘啊。所以现在连星坠都站在他那边护着他了，这个女人倒是真的挺有本事。本王说什么了吗？他声音沉沉，一听到这话，主管家和星坠就知道靖王此时心情肯定不是太美好，他们赶紧也想往外退。王爷，乃小的们先告退。陶大夫说了，喝了药之后，王爷要好好休息。王爷，小的去看着陶大夫。星坠也闪。林若邪见他们都跑得飞快，一转身一抬脚，解毒的大夫。背后传来的声音立即就让他们准备跨出去的脚收了回来。林若邪转过身，我就是想去跟满月说一声，让他先回时双院去。主管家已经让他先回时双院了。是吗？什么时候说的？我竟然不知道。司空琪站了起来，走向他。林若邪站在那里，并没有打算后退，他也不是那么怂的。但是司空琪却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就从他的身边走过，出了书房。回房。林若邪也赶紧跟了出去。我也回时双院吗？看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司空琪蓦地就捂住了肚子，弯下腰去。林若邪见状不对，疾步上前，一手就掐在了他的脖子上。司空琪本想狂呕出来的，瞬间被他掐住，又回到了那种要吐吐不出的状态。现在不能吐。林若邪的话在他的耳边响起，然后将他扶了起来。司空琪正要说话，突然脸色微变，握住了明若邪的手。有古怪。明若邪低声说了一句，司空琪顿时觉得意外，他明明没有内力和武功，为什么能够听得到动静呢？你先进屋。明若邪已经扶着他快步走向了寝室。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司空琪已经将门推开，一手将他推了进去。关门躲好。两道身影自对面屋顶飞掠过来，那两人蒙着面，一身黑色夜行服，手执长剑，直指司空琪。司空琪，把圣珠交出来。圣珠。司空琪胃灼痛到有些抽搐，但是在面对这两个人时，他却不能表现出来，只背对着房门站在那里，身体颀长玉立，把明若邪挡在了自己的背后。他没有听到他关门，也没有听到他奔进去躲避的声音，没有回头，也知道明若邪一定还站在那里看着。司空琪有些无奈，一点都不听话。法师见了你的小厮，肯定是把藏着我族圣珠的地点告诉你了，把法师交给你的信交出来。那黑衣人是刻意压低了声音。原来是冲着西域法师来的，本王没有拿到什么信，不知道你们族的圣珠藏在哪里。你撒谎，我们查过了，法师交给了你一封信，那封信里就写着我族圣珠下落。那是本王外祖父的信。司空琪正说着，背后伸出了一只手来，悄悄地握住了他的手，一股暖流自手流向了胃，竟然很快就压下了胃的灼痛。明若邪纤细的身子贴在他背后，司空琪甚至能够感觉到他的气息呼在背后的热度。胃的灼痛一压下去，司空琪便不需要与他们多说话浪费时间了。多说呼吸，擅闯本王府者死。司空琪身形骤起，竟然是空手朝着那两个人飞掠了过去，一手快如疾风抓向了那人手里的剑。明若邪瞳孔一缩，疯了吗？空手去抓剑？但是下一秒他就彻底傻住，只见那把长剑对方未来得及动，已是枪的一声轻响，被司空琪一手斩断，而他手里握着折下来半截剑尖，又是出手如电，朝着另一个人的胸口就飞掷了过去，同时一脚踢向了被折断的剑的黑衣人。一整套动作竟是一气呵成，又快又狠。枪的一声，另一人挥剑击飞掷过来的断剑，但却被震得虎口一麻。司空琪，你有武功！那人退了一步，惊骇无比。这话曾经有一批剑客也说过。林若邪倚在门边啧啧两声，他已经不担心了。司空琪这武功对付这两个人是绰绰有余，就是这些黑衣人一批一批的赶着来受这样的打击，他都有些同情了。本王习武，很奇怪吗？司空琪一声落下，那人只觉得眼前一花，而手中一空，一直紧握着的剑不知道怎么就已经到了司空琪的手里。他惊骇欲退，却已经迟了。司空琪扬剑，一画一转，有血喷了出来，人缓缓倒下，血腥味弥漫开来，钻入明若邪的鼻腔。明若邪还没有回过神来，而司空琪手里的剑
已经朝着另一个爬起来就要逃的黑衣人飞射过去。咻的一声，长剑破空而去，噗的刺进了那黑衣人的后背，力道之大，剑尖穿过了胸膛，从胸口刺了进来，一个穿心透，那人缓缓地倒了下去，呼通一声，前后不过是数个来回，这两个黑衣人已经杀在司空级手里，他用的兵器还是对方的剑，就像是专门送了2把剑来让他了结性命。明若邪这是第2次亲眼目睹司空级动武，干净利落狠厉地解决掉了刺客，看他出手与平时的晋王差距很大，以至于他一时很难回过神来。司空级转身对上了明若邪的目光，他缓缓朝他走了过来，背后是他刚刚狠厉决绝的证据。走到明若邪面前，他一手捏住了他的下巴，将他的脸抬了起来。怕本王了？明若邪蓦的一拳就击在了他的胃部。司空级脸色一变，捂住被击中的地方，身子一倒，靠在他的肩膀上。刚才那步灼痛又回来了。我都说了，武功再厉害也还是个病痨。哼！明若邪扶住他，哼了一声。司空级痛的只能任由他扶进了房。刚倒在床上，他又蓦地觉得头像暴雨梨花针爆射出来，扎得他猛地咬紧了牙根，双手紧紧地抓住了被子。这就是龙涎香太过猛烈的药效吗？明若邪拍了拍他忍痛而紧抓着被子的手。松手，把被子都抓皱了。报复心这么强可不好，他不过就是捏了一下他的下巴，问他是不是怕了而已。明若邪已经伸手搭上了他的脉搏，不过片刻就有了结论。王爷睡吧，睡着了这夜就好过多了，明天起来便身体大好，不用担心没剩几天性命了。恭喜我守寡的可能性降低了。宁方才缓解了本王痛楚的方法是什么？司空级等着一阵剧痛过去，微喘着问了出来。他明明就只是握住了他的手啊。哪有什么方法，我只是握住王爷的手，想以此告诉王爷，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哦。这一下子鼓舞和安抚了王爷，王爷才觉得身体好多了的吧。明若邪冲他眨了眨眼睛。精神鼓励法。本王信你的鬼话。我是人，不会说鬼话。明若邪摆明了不说，反正不说他也拿他没有办法，有本事去查呀。当初那些人不正是知道了他的奇怪之处，所以想要把他当成实验者的吗？想到了一眼锁，明若邪眸里便不由自主地举起了些力气。司空级倒是发现了，明若邪过去推了他一把。睡进去点。剧痛中的司空级连出声嫌弃他的力气都没有，这真是来给他守夜照料他的，毫不客气推他睡进去，像是要让他给挪出一半床位。他该不会是想睡上来吧？明若邪把他推进去一些，上倒是上了，不过就是坐在床上，右手就伸进了棉被，抚摸上了他的胸膛，再从他的衣领伸了进来。你……他声音低哑，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胸膛上便已经贴上了明若邪微凉的手掌。闭嘴！明若邪知道他看不见他按在他胸膛上的手，所以没有多少顾忌。他的手掌开始替他轻按着，有一种温暖从他的手掌传到他的胸膛上，与之前他突然握住了他的手时一样。很快，司空级就觉得疼痛明显的缓解了，他抓着被子的手也渐渐松开。睡吧。明若邪的声音轻忽的已经像是从梦境传来，司空级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睡着了。明若邪坐在他身边，又替他多按了一会儿，直到他的气息彻底的平稳下来，陷入了沉睡。他这才轻舒了一口气，收回手，下了床，朝外面走了出去。星坠和朱管家两人跪在外面院子中。你们这是干什么？明若邪皱眉。明姑娘，小的竟然什么都没有察觉就让人牵了进来，未能保护好王爷。星坠自责的快哭了。明姑娘，小人也是太没有警觉心，要是王爷出了事，小人都没脸回去见老王爷。当年老王爷派小人跟在王爷身边，就叮嘱小人一定要照顾好王爷的。朱管家一样自责。站在一旁的满月对明若邪说道：姑娘，陶大夫喊不起来，但是应该没事。明若邪点了点头，看了一眼那两具尸体，
对朱管家和辛坠说道：“你们两个也是奇怪，来了不赶紧先处理该处理的，跪在这里是想等着天亮了别人都看见是不是？”朱管家和辛坠这才反应过来，两人赶紧跳了起来。明姑娘，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处理干净点。是。又有事儿做了，多少能够弥补一下他们的自责。明姑娘，王爷呢？朱管家又赶紧问了一句。死不了。明若邪说的一点都不客气，但是朱管家和辛坠听到了，却都放下心来。反正明姑娘说王爷没事儿，那王爷肯定就没事儿。明若邪对满月说道：“你回去休息。”是，姑娘。明若邪这才松了口气，回到了寝室里。司空吉这么一折腾，是真的睡着了。只不过，明若邪凑近一看，能看到他满头大汗，衣领都是湿的。刚才痛的，现在估计是睡着了也不舒服。不管是什么药，药效太猛了，肯定都会让人很不舒服的。明若邪十分无奈的去让辛坠打了一盆热水进来，替王爷擦擦汗，把他的外衣脱了吧。是。辛坠立即就端着水到床边去，但是他这一靠近，便发现司空吉眉头紧皱了起来，看着异常难受的样子，呼吸也紧了。辛坠一看不对，吓了一跳，赶紧又退了下来。明姑娘，不知道是不是小的刚刚处理了那两个人，身上还有些血腥味，我一靠近王爷就难受啊。哪来这么多的毛病？明若邪恼了。王爷在不舒服的时候闻到血腥味，的确是会觉得难受的。明姑娘，还是您来吧。辛坠巴巴地看着他，他现在是个等着侍候好他，得到能解他毒的大夫信息的丫鬟。唉，守夜丫鬟在线卑微，滚蛋！小的这就滚蛋。辛坠立即就飞快地出去了，还替他们把门关上。明若邪脚了步，给司空吉擦脸、擦脖子，往下擦，突然就想起了之前他的手抚摸着他的胸膛的手感。这病獠的身材可不瘦弱，还是有胸肌的。啊呸！我在想些什么？明明他就是睡得很沉，任由我折腾啊，哪里有辛坠说的什么不舒服的反应？明若邪一边吐槽着，一边替他把衣袍给脱了。睡着的大男人要帮着脱下外袍，真是不容易。最后倒是把他自己累得像条狗。第二天，司空吉蓦地睁开了眼睛，然后就看见自己的胸口搭着一条手臂，他感觉到自己的腿也被人家的腿压住了，根本就不需要侧头去看，他也知道这么放肆的把他当成被子一样抱着的人是谁了。似乎活到了现在，明若邪是第一个与他同床共枕的。司空吉心里轻叹了一声，他转过头去，但是错估了他与他接近的距离。这一转头，他的唇就贴上了明若邪的额头，就像是在他的额头上深深的落下了一个吻。怎么有股泥土锅灰味儿？这样儿不会是那天晚上钻了厨房之后就一直没有洗脸吧？明若邪，司空吉黑了脸叫他，这么脏竟然睡在他的床上，而且还跟他一个被窝，甚至把他搂得这么紧啊！别吵！明若邪几乎是天将亮才睡着，这个时候正是睡得舒服的阶段。他往温暖处再凑了凑，脸蹭了蹭，把怀里的抱枕抱得更紧了一些。哪来的抱枕？明若邪唰的就睁开了眼睛，呵的一声将他用力一推，掀开被子，自己嗖的就跳下了床，噔噔噔退开了几步。床上的司空吉缓缓地坐了起来，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中衣，很好，衣领全散开了，这女人估计没少占他便宜。他慢条斯理地把衣服整理好，拉上好衣领，盖住了那片结实的胸肌，朝着明若邪看了过来。他也是衣裳凌乱的模样，脸还是那样灰黄灰黄的，也没有沾上什么锅灰和泥土啊。好说。他掀下被子下了床，朝着他走了过来，站在他的面前，伸手就以大拇指腹去搓他的脸。你自己一脸泥灰的味道。明若邪抬头看着他，眨了下眼睛。王爷怎么知道我脸上有泥灰的味道？王爷尝过？司空吉忍不住咳了起来。装什么装？病好了大半了，现在不至于还会咳成这样。哼！明若邪嗤了一声，但是他总觉得他脸上皮肤触感有点怪，就像是真沾了灰一样。可看看自己的手又是干净的，没有蹭下什么泥灰来，
王爷没有感觉明显好很多？如何没有？司空吉从来没有感觉到身体这般轻松过，有一种从来不曾感觉到的神清气爽，呼吸都格外的顺畅。以前那种行气呼吸间受制的感觉都没有了。这样的感觉让他自己知道，终于是摆脱了死亡的束缚。对上明若邪期待看着他的目光，司空吉竟然很是欢喜于这个时候，是他在自己的面前，可与他分享此刻的喜悦。好得多了，本王想必是当真当好了。把想必二字去掉，我给你把把脉，手伸出来。司空吉相当听话的把手伸了过去，明若邪搭上了他的脉，舒了口气，收回手，对他一笑。虽然身体还是弱，但是不至于死了。如果没有遇到刺杀，没有遇到意外，能够好好的疗养，可以活到72。72？你瞎编的寿命？好好疗养，能把身体完全养好，还可以多活些年。明若邪可没有理会他的那个问题。神使你！今天开始药膳先尽量少吃，多吃些米面菜肉。我回石双院了。司空吉看着他走出去，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就在这时，明若邪又回过头来，对他狠狠地说道：昨晚守夜照顾你的条件，王爷不要忘了。等会我过来跟王爷一起吃早饭，王爷告诉我那个大夫的消息。说完了这话，他才离去了。司空吉换了一身衣服，天青银珠纹，整个人精神都显得极好。他走路都觉着带风，脚步十分轻快。辛坠看得欢喜，脱口而出：王爷，您何时与明姑娘大婚啊？大婚之后，我们便可以称她为王妃了。大婚？司空吉愣了一下，一开始的确也是想要大婚的，不过最初的目的只是拿到赐婚圣旨，然后可以得到草子。大婚是推到后面再考虑的事儿。现在他的身体已经大好，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可以的话，能考虑考虑再如何退了这婚。毕竟以他的身份，要真的娶了闵若邪，反而是害了他。再说吧。司空吉蓦然觉得心上蒙了一层阴云。闵若邪回去洗漱，换了身衣服，正准备过博婚院，肚子蓦的一痛，哇的就吐了一大口血。姑娘！满月吓得脸色苍白，闵若邪一手扶着树，眼前阵阵发黑。鬼手要费精神气，他本就中毒，受伤体虚，这几天却频繁使用鬼手，身体果然撑不住。都怪司空吉那个病痨，他还真的没有这样为一个人劳心劳力过。姑娘，奴婢去叫陶大夫过来。满月，闵若邪叫住他：不必了，端水过来给我漱口。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哪里需要陶大夫。满月一脸担忧，还是赶紧去端了水过来。一顿收拾之后，闵若邪过博婚院就晚了些，他让满月自己先在石双院吃了再过去，自己先过博婚院。走进花厅的时候，正好听到了朱管家的话，恰好是提起了他，闵若邪就站住了。王爷，老王爷信上所提的洛姑娘，就是当初神医骆明的女儿吧？老王爷若是要将王爷将正妃之位留给洛姑娘，那明姑娘怎么办？怎么着？司空吉沉默着，尚未回答。辛坠急急地说了一句：王爷，您快回信告诉老王爷，您已经要娶王妃了呀。这个时候，司空吉才缓缓出声。司空吉心里想，他当初便跟明姑娘说过，与他只是交易，他就只想要龙涎草籽，他要离开陈仙岭，得到落脚之地养伤，如今都已经达到目的。王爷难道要与明姑娘退婚？辛坠吃惊，本王会与她好好谈谈。司空吉的话还没有说完，明若邪走了进来。不用谈了，我同意。在场几人都是一愣，诧异的看着他。明若邪走了过来，在司空吉对面坐下，拿起了筷子，说道：只要王爷有办法令皇上收回赐婚圣旨，我自然没有意见。明姑娘，您都已经与王爷同床共枕了，怎么能够退婚呢？朱管家一急，也是失口而出。这句话一出，司空吉声音也是一滞。本王当初真的没有想过要占你半分便宜，只是如今……明若邪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不过就是一个被窝睡一觉而已，又不是真的有了肌肤之亲，那么迂腐做什么？我不在意。司空吉在袖袍中的手蓦地握紧，他看着他，明若邪也看着他，气氛蓦地有些不对。朱管家和辛坠对视了一眼，竟是大气儿不敢出了。过了片刻，司空吉脸眸声音淡淡：
本王想想退婚的办法。好的。明若邪应得快。吃过早饭，王爷赶紧跟我说说，可能解了我毒药的大夫在哪？解了毒，我会找王爷兑现种出了龙涎的承诺，到时我就另有去处了，不会赖在王府身边的。另有去处。司空吉一字一字重复了这句话。明若邪点了点头。不错，另有去处，而且是比在质子府更合理、更该去的地方。是吗？好，先用膳吧。明若邪点点头，开始埋头吃饭。司空吉也不再说话，只是他吃得极慢极慢。在朱管家和辛坠看来，他就没吃几口。明明之前王爷还说他今早胃口极好，应该能吃不少，让他们多备一些。不过明姑娘倒是吃了不少，这桌上大半几乎都被她吃了。等明若邪吃完，司空吉立即就放下筷子，站了起来。到本王的书房说说话吧。不用了，王爷就在这里说吧。那位大夫叫什么名字，在哪里？我自己去找他就行了。明若邪坐得稳稳的，压根儿就没打算站起来。司空吉顿了一下，便又坐了下来。那位大夫住的地方离此处远，而且脾气古怪，性情也不太好。他的家里种了不少毒草，一不小心就会着了道。你一个人去危险。危险？那我更得一个人去了。万一不小心欠了王爷的情，以后只怕是还不起。王爷若是想收取报酬的，我一个暂时还得巴结着住在贵府的罪婢，也付不起啊。司空吉面容沉沉。既然如此，明姑娘自己当心。他拿出一张纸条来，递给了明若邪。明若邪接了过来，打开看了一眼，收了起来。多谢王爷。他站了起来，转身便走了出去。司空吉一句话噎在了喉咙中。朱管家看了司空吉一眼，试探地问了一句：王爷，那小的去问问明姑娘要不要用马车。过了好一会儿，朱管家过来回话：王爷，明姑娘要带着满月去找那位郭大夫，让辛坠给他叫马车。朱管家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得不说出来了。明姑娘说她出去雇马车就行了。司空吉手里端着的茶顿了一下，想继续喝，莫名又喝不下去，最后只是动作微重的放了下去。随他去吧。朱管家从书房里退了出来，望了一眼石双院的方向，叹了一口气。他还不曾跟司空吉说，刚才明若邪还给了他100两，拿去了满月的身契，还说府里不需要给满月开月钱，到时候他离开了也会带满月走的。姑娘啊，九景坡那边现在可没住几户人家了呀，你去那边做什么呀？找人。那只怕是去找郭老了。老伯也知道郭老。明若邪倒是有些意外，要是连那老车夫都知道郭老的话，那么这个大夫并不难找。姑娘，您这是赶巧了。昨天我也拉了2拨人来九景坡找人的，他们就说找郭老，我也进去瞧过一眼，看着他们都被赶出来了。那位郭老只怕性子不太好啊。姑娘，您等会儿得当心些。竟然也有别人来找郭老。姑娘，这花漂亮，奴婢给您摘几朵吗？满月掀开车帘看了一眼，便被吸引住了。明若邪也看了一眼，这种花不能乱摘，有毒。明若邪拉住了满月，满月和车夫都吓了一跳。这花有毒啊！我刚刚还想说着，我也摘几朵回去，讨我家小孙女高兴高兴呢。听到姑娘这么说，那可真是万幸了。姑娘，这花叫什么名字？满月好奇地问道。曼陀罗。这种颜色的曼陀罗难得一见。听司空吉说，这位大夫种了不少毒花毒草，只怕这些花也是他种的了。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前面有一辆马车急急而来，车轮滚滚，带起了阵阵尘土。老车夫赶紧就给让了路。在马车擦身而过的时候，明若邪正好看到了马车车身上的一字秦。擦身而过，扬起的尘土还有一丝丝复杂的香气。明若邪一时并没有去多想这种香气。老伯，这里也住着富贵人家吗？满月问了车夫一句。这里可没有，那是城里的马车，只怕也是来找郭老的。老车夫表示奇怪，自言自语咕哝了一声。怎么这2天这么多人来找郭老啊？再往前驶一段路，便看到了一座用木栏围着的院子。我说丫头啊，你这是得罪了什么人呢？去跑了人家祖坟还是咋的呀？
怎么说？他好端端的去刨人家祖坟干什么呀？他对盗墓没兴趣。这下毒的人把你恨狠了呀！你可不止中了1种毒，而是中了7种啊！7种毒？可不是，而且下毒的人心肠歹毒着呢。这7种毒一一相克，也就是说，中毒之后，他们在你身体里互相角力，哪种都不会先发作，就会让你肚子一天比一天痛，痛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活活痛死。死了之后呢，这7种毒物会因为你的血变冷了发生变化，变成另外一种毒物。满月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听不太明白，但是明若邪却是听明白了。郭老的意思是说，很有可能我是被当成了制造那种剧毒的工具了。郭老哈哈一笑，给他比了一个大拇指。对，你这丫头脑子的确聪明。老夫整天跟这些毒物打交道，有时候说的话别人都听不太明白，你倒是一听就懂了。这么说，下毒的人本来应该还得找到我的尸体的，应该要取出新的剧毒。明若邪眸底涌起了杀意。很好。当然，你这7种药可都不是寻常的，对方培育这种毒物下老本了，还费功夫了，得精心挑选特别的血，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行的。血型吗？我的血型是罕见血型，明三小姐应该也是。不过老夫就不知道对方是要杀你，顺便用你来培育毒药呢，还是就精心挑中你做培育毒药的工具，这个你自个儿去查。这个他当然会去查。不过老夫不明白的是，你怎么就还没死呢？合理来说应该死得透透的嘞。郭老相当纳闷地打量着他。陶大夫也说他早就应该死透的了，他们哪里知道他是他，他也不是他。他还有强化针，满月却是担心的很。郭老爷子，那您能治好我们姑娘吗？明若邪也看看郭老，郭老摸着胡须，颇为骄傲，下巴都抬了起来。嘿，你们要是找别人，那是真治不了，但是都找到老夫这里来了，老夫自然能治。太好了！满月立即就拍着手棒了起来。郭老去院子里采药制药，足足花了1个多时辰，他们也已经出来2个半时辰了。眼见太阳西斜，天色渐欲昏暗，质子府，司空吉直指白子轻轻落下。他看了眼对面的黑子，脑海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浮现明若邪坐在对面执黑子杀伐果断的模样。靖王，你输了。他仿佛听到他傲气的声音，司空吉突然就没有了心思落子了。他站了起来，走到书案旁，书案上铺着信纸，旁边搁着笔，之前墨的墨还未干，信纸上已经写了称呼：外祖父。一直守在黑沙苦域，带领着20多万被大真拦在黑沙苦域的百姓，几十年来的愿望就是回归故土。神医落明是他们的希望，只要神医落明出现，找到当年那怪病的起源，证明他们现在没有事儿了，他们便能够向大真皇帝请愿，从黑沙苦域出来，回归故土。而当年神医落明失踪之前，还救了定北王不应图一家老小的命。现在洛明不曾找到了洛小姐，为报救命之恩，为让洛明到时候能站到黑沙百姓这一方，定北王给他做主，娶了洛小姐靖王正妃之位。他肩膀上扛着整个定北王府上下100余人，扛着黑沙苦域数十万百姓的殷切期望。定北王在等着他的回信，同意娶洛小姐为正妃的回信，并许诺在回到大真之前，切不与其他兰国女子纠缠，免得到时要回大真生了事端。司空吉拿起笔来，想要继续把这封回信写完，但是笔寻半天，却觉得仿若千斤重，怎么也无法落下笔去。蘸了墨的笔久悬不动，一滴墨水滴了下去，落在信纸上。司空吉心中蓦然一松，信纸脏了，暂时便不回信了。他搁下笔走了出去，望了眼石双院那边的方向。邢坠，王爷有何吩咐？明姑娘回来了吗？邢坠也跟着望了一眼那边方向，摇头。小的不知道。出去问问朱管家。好嘞。邢坠便赶紧跑了出去。朱管家，王爷使我来问问明姑娘回来了没有？还没有。王爷之前不也让陶大夫来问过了吗？怎么又问？九景坡那里离这边可不近，来回都要花好长时间。天色将晚了，明姑娘还不回来。哎，朱管家，你说明姑娘会不会就这么跑掉不回来了？邢坠突然就问了这么一句。胡说，明姑娘能去哪里？朱管家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我听明姑娘说她有更好的去处呢。邢坠说了这句话之后，就蓦然觉得有些难过，好像明姑娘才来几天，他都舍不得她离开了。
可王爷若是要另娶王妃，明姑娘留下来能怎么办？王爷，主管家看着站在那里的司空吉，飞快地踢了辛坠一脚。王爷都出来了，别说了。本王只是随便走走。司空吉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下意识地望了眼大门，突然就有些恼意了。这门该报皇上修的，明日本王进宫去。进宫，也许有人提起来他大婚之事。是，那明晨晓得便先准备好马车和早点。天色真的暗下来了，主管家都开始担心。明姑娘要是还没进城，只怕是进不来了。王爷，小的去城门看看。司空吉正要说话，便已经听到了大门外明若邪和满月说话的声音。他倏地转身，等会儿让明姑娘到博欢院来用膳。说完这句话，他便匆匆地进去了。明若邪和满月进的门来，眼角余光好像扫到了司空吉的身影。明姑娘，您可回来了，小人差点要去城门口等着了。主管家松了一大口气。找到郭大夫了吗？明若邪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主管家，我累了，先回去休息了。明姑娘，主管家赶紧叫住他。王爷说请明姑娘到博欢院用晚膳。明若邪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就挥了挥手，头也没回地说道：不用了，我跟满月在外面吃了晚膳才回来的。主管家愣了一下，看着明若邪和满月走了，他顿时就苦起脸来。这怎么好？他有点不知道如何去回复王爷。司空吉换了身衣服进了花厅，一扫桌上的菜肴，4菜1汤，1小碗饭，1副筷子。主管家有些忐忑的在一旁说道：王爷，明姑娘说她跟满月见外头热闹图新鲜，所以就去酒楼吃了晚膳。主要想尝尝外头的饭菜好不好吃。他给明姑娘的话稍微润色一下，不要紧的吧？司空吉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又问道：郭大夫替他解毒了吗？这个……司空吉抬眸看来，没有。郭大夫那脾气，如果拒绝了明若邪也是很正常。其实司空吉心里想的就是明若邪这一趟肯定是失败了。去跟他说不用难过，明天本王再带他去，郭大夫兴许会卖本王一个面子。他本来今天就想跟明若邪说清楚，郭大夫可能不会替他诊治，他带着去也许还有可能，但是明若邪没给他机会说下去，所以明天得再带他去一趟。是。主管家就赶紧去十双院传话了。不过他进去的时候正好看到满月端了一只药锅出来，看样子是要去厨房。这药锅他没有见过，他们刚才回府的时候，满月手里是提着东西的，难道是刚买的药锅？满月，你这是要去做什么？给姑娘煎药。满月率直回答。主管家瞪大了眼睛：哪来的药啊？给姑娘解毒的药啊。满月反而奇怪地看着他，他们今天不就是去找郭大夫了吗？那不得拿药回来啊？主管家愣了。是郭大夫给的药？郭大夫给明姑娘诊治了？对啊。他怎么会替明姑娘诊治呢？那王爷哪里还有英雄用武之地？满月皱了皱眉。郭大夫为什么不会替姑娘诊治？郭大夫的脾气很古怪的呀，他就不怎么乐意替人解毒。郭大夫就喜欢侍弄那些药草，稀奇古怪的花花草草的，他那里还有很多蛇啊虫啊，要是解毒可能要用到他的那些宝贝的，他哪里会舍得？郭大夫可小气了，上次王爷去他就说银子都买不了他那里异株草，说他根本就不爱银子。要不是王爷给了一样正中郭老心思的好东西，郭老压根儿就不愿意替他诊脉。这一次王爷要带上明姑娘去找郭大夫，肯定也是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再给出一件宝贝的。没想到郭大夫人挺好的。满月说了这句话之后，就从主管家身边绕了过去。奴婢要去煎药了，姑娘累了，吩咐了任何人不能打扰。主管家，您快出去吧。主管家只能茫然徒劳而返，回到了博欢院花厅。见他走开这么一段时间，桌上的菜肴根本就没有怎么动过。王爷，主管家走过去，只喊了司空吉一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明姑娘今天只怕在郭大夫那里输了气。司空吉放下筷子，主动问他：小儿没有见到明姑娘，满月说她要休息，不让任何人打扰。主管家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下去。但是满月去为明姑娘煎药了，她说郭大夫已经替明姑娘诊治了，拿了药回来，而且满月还说郭大夫人挺好的。司空吉愣住，主管家说了这句之后再也没有出声。他总觉着王爷心情不太好，但是郭大夫愿意替明姑娘诊治了，还给了药，总归是好事儿吧。
大好事儿。他是不是允诺了什么事情？司空吉想到了这一点，脸色微微一变，霍地站了起来。你让陶大夫去帮忙看看药，让满月过来，本王有话问他。是。主管家赶紧又跑了出去，找到了满月。王爷让奴婢过去问话。满月搬了一张小屋子，坐在炭炉前，一直看着炉上那锅药。奴婢不去，奴婢要看着药。让陶大夫帮忙看着。不去，姑娘说了，这药奴婢得好好看着。王爷命你过去。主管家当真是崩溃。奴婢是明姑娘的丫鬟，又不是你们晋王的，奴婢只听我家姑娘的。他点身契都在明姑娘手里呢，以后的月钱可都是明姑娘给他发。再说他就喜欢明姑娘，明姑娘眼光好又有本事。哪儿来的倔丫头？主管家当真觉倒。而这个时候，城西800里加急，有一兵侧骑匆匆疾驰入京，直奔皇宫。没多久，兰帝看到了送到他案上的密信。大真皇帝已经半月不曾上朝，朝中猜测纷纷，传言皇帝可能突然染怪病，大真皇室夺位之争已经暗中拉开。大真皇帝正派人加紧寻找神医骆明下落，谁率先找到神医骆明，便是大功一件。拦下了定北王不应图给晋王的密信，附上。看了这密报，兰帝就丢到了一旁，哼了一声，拿起了一同送来的一封密信。这是大真定北王不应图写给晋王的。果然，之前让西域法师送的那一封不过是想混淆视线。密信里，不应图猜测神医骆明可能到了兰国，让晋王尽最大的能力找到神医骆明。若是晋王找到了神医骆明，那便是大功，将可带着骆明回到大真，从而结束生为世子的日子。回到大真，说不定还能凭此大功达成所愿。看了这封密信，兰帝皱了皱眉，沉思片刻，突然问守在一旁的姚公公：“小姚子，你觉得真是放晋王回大真好，还是不放他回去？”这个问题，姚公公想了想，说道：“皇上，若是晋王没什么本事，回去也夺不了嫡，争不了大真皇位，似乎放他回去也无妨。但晋王若是有本事，真让他回到大真，谋下了大真皇位，以后大真强盛，只怕对兰国并非好事儿。”兰帝笑了笑：“哼，小姚子，你知道朕最喜欢你哪一点吗？”“奴才惶恐。”“朕呢，最喜欢的就是你敢言呢。那你说说，晋王到底是有本事还是没本事啊？”“晋王到底有没有本事？”这个问题，姚公公不好回答。相对于别的宦官来说，他是敢言的了，但是依然得有底线。皇上，奴才眼拙，但是奴才觉得晋王怎么也分不过皇上您的手掌心儿。兰帝笑了起来，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说道：“哎呀，朕心软呐！晋王来兰国的时候方才10岁，小小的孩子，分雕玉琢的，连太后看着都喜欢呢。说是当成自家孩子养着，这养就养了将近10年，10年了，养只狗都得有感情了吧？”姚公公微微低下头去。定北王能带着30几万北境百姓，在那荒芜贫瘠的黑沙苦域中生存下来，还建立了黑沙城，让人不敢轻视。他想让晋王回归大真，肯定有所图谋，说不定连晋王妃的人选都替晋王挑好了。听到这里，姚公公就明白兰帝心中所想了。兰帝还是对当年威名远扬的定北王有所忌惮，怕晋王当真回归大真，在定北王扶持之下，真能一飞冲天。如今还是要先断了晋王回到大真，取得权势贵女的路。他上前一步，说道：“皇上已经替晋王赐婚，何不尽快择日大婚？”“你说的对啊，朕都替晋王赐婚了。”兰帝好像恍然刚刚记起此事一样。“那还是晋王自个儿挑的王妃呢，想必也是心悦的女子的。小柔子，传旨应天监，让他们尽快选出一个良辰吉日来，让晋王赶紧大婚。”“是。”公主殿中，林玉公主气得一手就砸了一个玉碗。“父皇真的让应天监选最近的日子，让晋王哥哥大婚。”一名侍卫单膝跪在他的面前，咬牙切齿道：“回公主，是的。”“我不相信司空哥哥真的会答应娶一个低下的贱婢，我不信，司空哥哥一定是被逼的。我要见他，
我可以帮他想办法退了这亲事。林玉公主捂着脸哭了起来。我不要司空哥哥是别的女人，我要杀了那个女人。她突然又猛地放下了手，咬牙切齿道：没错，我要杀了那个贱婢，他竟然敢抢我的司空哥哥。那名侍卫一惊，赶紧说道：公主，统领大人说皇上下了决心要让靖王成亲，要是皇上知道公主对那名罪婢下手，坏了皇上计划，只怕公主会受罚。林玉公主恨恨地说道：那本公主就不亲自动手，让别人动手就行了。那罪婢一直躲在质子府里，她若是不出来，也很难下手。那就想办法让她出府，我不管。你回去让杜景想办法。是。满月端着一碗药，小心地回到石霜院，便见靖王站在月亮门那边。见过王爷。这都夜了，王爷过来做什么？满月觉得很奇怪，司空吉走了过来。把药给本王吧。这是姑娘的药。满月顿时警惕。本王给她送去，你下去吧。司空吉一伸手，满月竟然拦不住，那碗药就已经在司空吉手里了，并且还一滴都没有洒出来。司空吉这一手顿时让满月满眼崇拜。哇，王爷武功真好。眼看着司空吉已经端着药朝明若邪请示走去，满月纠结了一下，姑娘说不让任何人打扰的，可是凭她的身手拦不住靖王啊。姑娘以后会是靖王妃的吧？那靖王就不算贤大让导了吧？满月纠结了一下，还是退了。司空吉端着药站在明若邪房门口，举手敲了敲。是本王。屋里没有声音，但是司空吉却听到砰的一声，像是有人摔倒在地。他顿时一惊，立即就推门走了进去，果见明若邪摔在地上。怎么回事？司空吉快步过去，把那碗药放在梳妆台上，然后便俯身将她抱了起来。明若邪双眼紧闭，紧紧咬着下唇，双手捂在肚子上，看起来是痛得无法忍受。明姑娘，醒醒！司空吉赶紧将她放到床上，轻轻拍了拍她的脸。他见她已经自己将嘴唇咬出血了，下意识便伸手在她颈上一点，令明若邪嘴唇微张，松开了紧咬着的唇。那朱唇上，司空吉鬼使神差地伸出手去，以指腹极轻极轻地擦去那血珠，指下的唇像是烫了他的指，指腹一麻，那种酥麻的感觉直达心脏。明若邪突然痛得轻吟了一声，下意识又要咬唇。司空吉手比脑子快，手指就伸进了他的嘴里，被他背齿一咬就咬住了。他手指都能够感觉到他牙齿的细密整齐。怎么跟只小狗似的？唉。他声音低又轻，轻叹了口气，另一手又在他颈部轻按了一下，让他松开了嘴。这是毒发作的厉害了。今天奔波去九景坡，在郭大夫那里还不知道吃了什么苦，只怕是累着了吧。一累，这毒就发作起来了。司空吉把那碗药端了过来，凑到唇边轻抿了一小口，试探温度，见不烫了，这才将他身子环入怀里扶了起来，喂他喝药。但是明若邪刚喝一口就直接吐出来了。对，苦死了。这人痛得晕晕沉沉的，还知道抱怨药苦。平时看着上天入地的厉害，蜘蛛乌鸦蜥蜴都不怕，还怕药苦。司空吉一时有些哭笑不得。你不喝药，只怕撑不过明天就得痛死。痛死也比哭死好。明若邪晕乎乎的，恍然以为是玄清在劝他喝药。玄清，他唯一的知己，唯一的闺蜜。乖乖喝了，明天本王送你件礼物。司空吉从未有过的好声好气哄着他喝药。明若邪的反应是转过脸去，一边就痛得蜷起了身子，缩在他怀里娇小一团。有本事你用嘴喂我。他声音咕咕哝哝，夹着忍痛的颤抖，听着娇娇弱弱的，与清醒的时候判若两人。司空吉只觉得脑子一热，用嘴喂他。他低头看着他，这样才愿意喝吗？他知道是在跟他说话吗？真要本王用嘴喂你？要。司空吉将碗凑到唇边喝了一口，放下药，俯身低头附住了他的唇。他只怕是疯了，可是触感比手指轻抚时要好。
好的，太多了。他松开他，又端起碗再喝一口，付了下去。是他让的，他只是为了喂药，一碗药已经喂完了。明若邪有些喘不过气，伸手推他，司空吉略微退开些，让他呼吸。看着丑，怎么唇这么甜？他完全吃不到药的苦味儿，全是甜。看他皱眉，司空吉脸微张。皱眉是觉得本王喂的不好，还是在嫌弃本王？被嫌弃，好像不能忍。司空吉便又伏了下来，这一回不喂药。秋雨寒凉，细细密密，沙沙飘了下来。这天也就比往常亮得晚了许多。后半夜开始，十分好眠。明若邪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近在咫尺的一个下巴，线条如此明朗，肯定是司空吉内司。明若邪倏的就惊得一个机灵。我怎么又跟司空吉这厮睡一床了？脑海里迷迷瞪瞪的一些记忆片段开始浮现。明若邪的脸越来越黑，最后实在是忍不住，嗷的一声折起了被子，把自己兜头罩住了。他痛迷瞪了，把司空吉这厮当成了玄清。以前玄清逼他喝药，他总会甩过去一句有本事你用嘴喂我，然后玄清那丫就万分嫌弃的呀呸一声，说他的吻是要留给他亲丈夫的，让他自己撑着，爱喝不喝，那才是正确的回答。司空吉这厮是不是疯了？当真用嘴喂了？在他扯起被子将自己整个包住的时候，司空吉就已经醒来了。他垂眸看着在自己怀里缩着的一大包棉被，有些无语。他伸手扯了扯被子，里面立即有只手抢夺阵地，与他拉扯了起来。你不怕把自己闷死？刚醒过来，司空吉声音微带慵懒，拂过耳朵都会发痒。他在被子里，司空吉的身体也是在同一床的被子里啊。他现在是整个要缩在他的怀里，脸还贴在他胸膛上蹭着，折腾明若邪自己，折磨着司空吉。你看着不像脸皮这么薄的。司空吉，你脸呢？我脸皮厚，你就能这么占一个冰清玉洁未出阁的姑娘家的便宜？我脸皮厚，我就得白白让你占了便宜，不讨你负责了。是你让本王用嘴喂你的。我那是透迷糊了。再说，我说了你就听。司空吉，你丫的，不用负责任随便欺负我。本王几时说过不负责？你啊！明若邪反应过来，顿时就惊得从床上弹了起来，一脚就朝他踹了过去。富个蛋！我开玩笑的，不用你负责。还有个洛姑娘等着你的靖王妃之位，你要为她负责，别不是要给我个侧妃或是侍妾的身份吧？滚蛋吧你！司空吉没防备，竟然被他一脚踹下床去，咚的一声，靖王爷脸都黑了。而这个时候，星坠满府里找着司空吉呢。王爷这么一清早的去哪里了？还下着雨，可不能淋雨了。星坠已经快把府里翻过来了，愣是没有找到靖王。周管家匆匆赶来，拦住了他。星坠啊，还没有找到王爷吗？是啊，府里可都找遍了。都找遍了，除了……星坠突然一愣。除了哪里？除了十双院。星坠挠了下头。可王爷不会这么一清早就去找明姑娘吧？我去看看。朱管家扬了扬手里的信。白云观里来了信，师太要请明姑娘去听经吃斋。什么？白云观的静云师太出家之前可是太后的闺中好友，后因家里变故看破红尘，削发为尼。数十年过去，成了白云观的住持师太。太后都会不时去白云观小住，因此白云观在黄金权贵中地位超然。可静云师太也很少亲自邀人去白云观，这次突然邀请明若邪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太后的意思，大婚在即，想让明姑娘去吃吃斋，听听经，也为王爷祈福。朱管家如此猜测着。太后会对王爷这么好？不管怎么样，能受静云师太相邀，明姑娘的地位和名声也会提高许多，这是好事。朱管家催着星坠赶紧去十双院找靖王。星坠虽不觉得王爷会在十双院，但还是拿着那封信跑到了十双院。刚一进院子，他眼睛就差点鼓出来了。靖王竟然正从明若邪的寝室里出来，而他身上依然是穿着昨晚那身衣裳。星坠呆住了。司空吉扶了扶衣袍，虽没脏，但是想到他被踢下床摔在地上，便隐隐有磨牙的冲动。王爷。
司空吉朝辛坠看来，咳了一声，一眼尴尬。何事？白云观的静云师太想邀明姑娘去听经。门一拉开，明若邪探出头来，看向了他手上的那封信。静云师太啊，这静云师太。司空吉正要跟明若邪说静云师太的事儿，明若邪却打断了他。我不去。静云师太的事儿，他也是听说过的。这秋雨寒凉的天气，他可对观里听经没有什么兴趣。静云师太的邀请，好像不去也得去。唉，只怕是太后的意思，拒绝不得。明若邪皱眉，本王陪你去。听到这话，星坠顿时瞪大了眼睛，看看靖王，又看看明若邪。王爷和明姑娘这是和好了吗？明若邪无奈，不用你陪。既然拒绝不得，那我就去。我去换身衣服，王爷回你博欢院去。他说完，啪的关上了门。司空吉朝星坠招了招手，星坠赶紧撑伞过去，遮着他往博欢院走。王爷是一早就来找明姑娘了？王爷做了什么让明姑娘不生气了？星坠一路好奇地问着，司空吉难得脸热。星坠，你今天话多了些。啊？就问了一句啊。早膳过后，明若邪带着满月出了门来，上了马车。司空吉撑着伞站在一旁。真的不用本王陪你去？王爷，我都说不用你负责任了，你不用跟着表现的。陪什么陪？你这刚喝了龙涎的破败身体，稍好一些就以为没事了。下着雨，此去白云观至少要1整天时间，就你这病痨，熬得住？星坠好奇地看了明若邪，又看了看司空吉。王爷，明姑娘为什么说不用您负责？您要负什么责呀？司空吉卷颜微黑，目光下意识就落在明若邪的唇上，喉结轻滚了一下。此事上演。此去白云观，只怕不太平。你要切切小心，好好护着明姑娘。司空吉避开了星坠的那个问题，仔细地叮嘱了一声。他让星坠当车夫，送明若邪去白云观。小的知道，王爷放心吧。星坠赶紧说道。明若邪本来已经放下车帘了，听到司空吉这话，突然又掀开了帘子，看着司空吉。你不能淋雨。得他一句关心，司空吉的心蓦然清了。好，本王会注意的。星坠，该走了，早去早回。是。星坠赶紧对着靖王行了一礼，然后就跳上了马车，一扬鞭指着马车驶去。而这时，一间茶楼里的雅间中，一名身着月白衣裙的少女，伸手按在放在桌上那把长剑上，蓦然用力握住，因为气怒，指尖都泛了白。蓉儿，你在气什么呀？坐在这少女面前的高壮青年看着她气怒的脸，赶紧吼道：他们都是在谈晋王，又不是在说太子，咱不气啊。这个妹妹可是与太子有婚约的，5岁的时候皇上就已经跟父亲许诺过了，等到她15岁的时候就正式下婚书。下个月秦荣就15岁了，等到婚书正式下了，她就是蓝国的太子妃。她的父亲是蓝国的大将军秦拓山，替蓝帝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当年也是秦拓山带兵大败大真，令得大真俯首称臣。秦荣长相不是一般少女那般娇弱，从小习武，一手剑舞舞得极为出色，英姿飒爽，明艳清雅，在皇城贵女中绝对排得上榜。只是秦剑也不知道秦荣今天为什么突然约她出来喝茶。明明天下着雨，渐渐更冷了。秦荣瞥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兄长一眼，神情暗暗有些恼怒。大哥，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能不能不要总把我跟太子扯在一起？万一让人听到了，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怎么就不要名声了？蓉儿，等下个月皇上就会正式给咱家下婚书了，到那个时候再说起你与太子，那就是名正言顺的，你也不用总是担心名声。反正现在还不能说。大哥，你不听我的了是不是？秦剑被妹妹一嗔怒，马上就举手投降了。哎，停，怎么能不听呢？我一直以来最听的就是蓉儿的话了。那我上回让你带我去陈仙岭，你怎么就不带我去？秦荣咬了咬下唇，一想到这件事，他还是觉得很幽怨。要是那天晚上秦剑带着他去那陈仙岭就好了。
分明他早早就得到了消息，知道晋王会去陈仙岭的。那天晚上我不是吃醉酒了吗？秦剑听他又要提起这事儿来算账，顿时就有些讪讪。再说幸好没去，否则万一遇上晋王，他丫的胆大包天，选中你为妃怎么办？金荣真是被扎心了，但是看着大哥这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他又只能气怒在心，根本就不能说出来，不能表现出来。那件事就算了，大哥，但是我今天想去白云关，你陪我去。什么？这天气去什么白云观呢？不去不去，路不好走的，雨要是再下大雪，有一段路可能会滑马，突然出事的。金荣眸光一闪，大哥说的是哪一段路啊？就是青莲溪旁边的那一段路，现在下雨了，真不能走。为什么？秦剑嘿嘿笑了起来，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关于那段路的后宫秘闻。事情就是这样啊，反正现在不能走就是了，危险。秦荣也看了一眼窗外，突然就站了起来。大哥，我不喝茶了，我先回去。等等啊，等等啊，出都出来了，我已经命人给太子殿下送了信，等会儿他可能出宫来呢。秦剑就想拉住他，秦荣避开了他的手。我突然想起来，娘亲昨晚说有些头疼，我去回春堂给她问问大夫去。这样啊。秦剑赶紧站了起来。那蓉儿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回春堂好了。这样会不会麻烦大哥了？这有什么麻烦的呀？娘亲也是我的娘亲啊，我也关心她的。多谢大哥，娘亲知道大哥的一片孝心，一定会很高兴的。看着秦剑匆匆离开，秦荣的脸就沉了下来。窗外一人跃了进来，垂头站在他的面前。小姐，来人怯怯的声音听着有些耳熟。如果明若邪在这里，他肯定就能认出来，这个丫鬟正是之前要迈入质子府的香草。而现在香草的脸上还有一道疤，是那天被乌鸦给啄出来的伤。也是奇怪，用了上好的伤药，到现在都不见好。本来看着是长得如花似玉的一个丫鬟，脸上多了一道疤，也实在是可怜可惜。现在有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过来。秦荣朝香草招了招手，香草走了过去，听了他低声交代的事情，眼底有些惧意。去吧，要是这件事情都办不好，你就不用再回来了。秦荣说完挥了挥手。是。香草行了一礼，又从窗口跃了出去。辛坠，晋王爷跟定北王的关系如何？按理来说，晋王10岁以前在大真皇宫长大，10岁被送到兰国为质，定北王又是一直守在黑沙苦月，他们应该没有见过面吧？那司空琪会那么听定北王的话吗？辛坠现在已经对明若邪格外信服，闻言便很老实的说道：王爷最为敬重的便是老王爷了，一来若不是老王爷把娘娘送到宫里为妃，也不会有王爷的出生；二来老王爷虽然不能回大真，可是一直派人留在王爷身边照顾保护他呢，像陶大夫和朱管家，那可都是老王爷给王爷送的人手。这样吗？而且这么多年来，老王爷一直在给王爷寻药，各种好药、珍稀药材，一寻到了就不惜一切代价的送到王爷身边来。可以说，要是没有老王爷，王爷也活不到现在啊。原来如此。明若邪神情便有些淡淡。不过，辛坠偷偷回头，飞快地看了他一眼，赶紧说道：王爷也是极有主见的，小人觉得王爷会娶姑娘为妃，实在不行，姑娘您跟洛姑娘一起嫁给王爷就是了，王爷肯定能说服老王爷的。辛坠真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明若邪笑了笑，没有再接话。风吹过来，带来了一片寒凉的雨丝。等等，明若邪已经看到了前面的一段诙谐的泥路，一边为山坡，一边是溪流，小溪的水还挺满的，水流也有点急。那段路不是很宽，只能容一架马车经过。现在到了这里已经算是野外，四顾无人，雨渐细密，一片沙沙雨声。但是明若邪却听到了一声鸟啼。辛坠，停车！明若邪让辛坠停了车。辛坠虽然是一言停车了，但是却觉得奇怪。姑娘，在这里停车做什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连避雨的地方都没有，还是赶紧过了这段路。前面有一座亭子，姑娘要是想更衣还是歇息。嘘！明若邪竖起食指，嘘了一声。我怎么觉得近处不太近呢？明若邪的这一句话，辛坠和满月都没听懂，但是他听了片刻，又没有听出更多的动静来。雨渐大了，在这里一直停留着的并非好事。
宁若邪便让辛坠继续赶路。马儿踏上了那一段路，他们也是立即就感觉得到路的泥泞了，车轱辘都有些滑，难以拉动的感觉。旁边的溪流水声急湍，加上渐大的雨声，莫名的让人心绷了起来。辛坠握着马鞭，也提高了警惕。就在这时，一道细微的破空声传来，羽箭射破雨帘，带着雨滴的冰冷和杀机，朝着他们急射而来。辛坠脸色一变，果真有危险！姑娘，快扶下！而马车里也怕对方臂力过人，把马车车壁都射穿了，所以辛坠便赶紧叫了一声，而他则是马上一边是了一声，想要赶紧加快速度冲过这段泥泞的路。又是一声破空声传来，只是这一回，辛坠并没有想到对方的目标是马，马被射中，吃痛的悲鸣一声，抬起前蹄，马车在这个时候也被带了一轻。姑娘小心！辛坠惊叫了起来，满月则是赶紧抱住了明若邪，替他挡住了往车壁上的一撞。又是一声急响，然后再一声，紧接着又是接二连三，所有的箭都是冲着拉车的马来的。马思明扬蹄在跪下，带着马车猛地一倒，往右边就倒了下去。右边正是湍急溪流，马车轰的一声倒下，在马车里的满月和明若邪都还来不及跳出车，被带着轰然摔了下去。辛坠正滚下马，在地上一滚，瞬间就沾了一身泥泞。待他爬起来，耳边听到马车翻倒的声响，再听到满月的惊叫，心头突的就重重颤了一下。姑娘！他猛地扭头，看到车厢摔进溪流里，把已经重伤倒地的马也拖得快要掉了下去。现在正是马还卡在路肩，所以车厢也是挂在溪流上摇摇晃晃。但是这么一阻，水流到这里就更急了，积了水全冲进了车厢里，眼见着就要把车厢淹没过去。姑娘，满月！辛坠害得变了变脸色，正想跳下去救人，4名黑衣蒙面人突然飞跃而来，围住了他。这是要拦着他，不让他去救人。辛坠太急，手里的马鞭立即就朝着面前的黑衣人狠狠地挥了过去。王爷可是吩咐他务必要保护好姑娘，这还没到白云观，姑娘就出事了。杀！那4名黑衣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持剑就朝着他刺了过来，一时间险象环生。辛坠一个人要对付4个人，本来就有些吃力，而让他更加惊怒的是，此处还有人继续在射箭，而且对方的目标就是已经摔到了溪里的马车。无数支羽箭咻咻咻的穿破越来越大的雨帘，咚咚咚的射穿在马车上，很快就把马车插成了刺猬一般。车帘已经被溪流冲开，辛坠看见里面一只手伸了出来，紧紧地抓在马尾巴上，又有一人持剑刺了过来。辛坠侧身避开，一时也没有办法再分心去看马车那边，是他和王爷都失策了，哪里想得到竟然会有人要明姑娘的命。水流冲进马车里，宁若邪正把满月往外面推出去，满月竟然不会水。宁若邪在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忍不住骂了一声粗话。他脚蹬在后车壁，将满月往后一推。出去后，紧紧抓着马尾巴，别让水冲走。满月在这一刻咬了牙发誓，要是这一次能活下来，他一定学会水。姑娘！宁若邪喝了一声，出去！外面的箭一簇一簇的射过来，很快马车就会被射穿，不被射穿也会沉下溪流去，到时被困水里更无法脱困。满月借着他一推，手抓着马尾就要冲了出去，一支箭正射过来，他身子一沉，立即就没入了水里，将自己躲于马身后。马已经死了，马车也快要4分5裂。姑娘快出来！满月一手拔下了一箭，运足力气就朝着射箭过来的方向猛地掷了过去。他们现在完全是处于劣势，而明姑娘还没有出来。姑娘！辛坠听到满月声声的叫着明若邪，也是心急如焚。他猛地一甩下鞭子，满月！满月反应过来，伸手抓住了甩下来的鞭子，立即就被辛坠拽了出去。但是这个时候，辛坠的手臂却被黑衣人砍了一剑，一下子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他咬牙，另一手抽剑丢给了满月。满月接过剑，发狠的刷刷刷的刺向了最近的黑衣人。他们必须尽快把人杀了，才能去救明若曦。他们必须尽快把人杀了，才能去救明若曦。有了满月的加入，辛坠也压力骤减，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明若曦爬上来，且打心且沉。我杀了你们！满月
从来没有这样愤怒过，手里的剑也挥舞出了无数剑花，竟然把人步步逼退了。走！黑衣人也发现明若邪一直没有上来，觉得人应该凶多吉少，立即就一声低喝，四人负伤，飞退离去。再打下去，他们4人都不会是这2个人的对手。满月打红了眼，下意识就想要追上去，星坠赶紧叫住了他：“救姑娘要紧！”满月听了这话，才赶紧刹住了脚步。就在这时，马车轰的一声，终是撑不住，被冲得4分5裂，散成了几块，被水冲向了下游。姑娘没有上来。满月当真红了眼，丢下剑就要跳下去，星坠拉住了他：“我去，我会水。”他丢下鞭子跳了下去。这青莲溪他也没有来过，但是知道溪水还是颇深，而且下游便是9转10弯，又分了几道小溪流，万一明若曦真的被水流冲下去，根本不知道会冲到哪里。之前躲在暗处射箭的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动静，星坠和满月也顾不上去救人，这个时候救明若邪要紧。星坠在溪里扑腾着寻着明若邪的身影，但是雨在这个时候下得更狂，竟是又密又大的冲刷下来，雨点砸在水面上也溅起了水雾，星坠的眼睛都难以睁开。溪里乱石处处又是暗窝水草，根本就不易寻人。明若邪不知踪影，满月在浅滩处也跌跌撞撞的往下寻找，哭喊着：“姑娘，姑娘，姑娘！”想着明若邪在遇险时还顾着将自己推出来，满月更是哭得肝肠寸断。此时明若邪已经顺着水流往下游出一段，待感觉出了埋伏之人的视线范围，他立即就冒出头来，快速而精准的探手抓住了一块突出水面的石头，手臂猛一用力，带着身子一收，抱住了石头，在水流中稳住了身形。漫天雨帘中，明若邪看到了前面山坡上站起来的身影，一共有3人，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正朝着山坡下小溪望着。那3人应该就是射箭之人，他们应该也正是在等着确认他有没有被救起。雨幕密了，他们再射箭也没有把握射中星坠和满月，这么看来也可以确定他们的目标的确是他。明若邪深吸了一口气，松开石头，朝岸边游了过去，拽着水草将自己拉了上去。他顺手就拔了几株草，快速一编了一个草环戴到了头上，把裙摆拉起，扭了拧水，扭了扭，打了一个结儿，然后就猫着身子朝山坡上轻巧而快速地爬了上去。他从来不会放过要自己的命的人。却说在明若邪他们的马车刚驶出城没多久，质子府里本想抄书的司空吉便放下了毛笔，朝窗外望了一眼，心始终是安定不下来。他叹了口气，还是换了身旗装出去。主管家和陶大夫一看到他这装扮就惊了：“王爷，把本王的马牵来。”司空吉拿起了斗笠蓑衣，快速穿戴上，伸手摸了一下腰间的软剑，又对陶大夫道：“易容粉。”王爷，这雨会越下越大的，您不可出去啊！本王不放心明姑娘。不是有星坠和满月吗？去吧。司空吉没有多解释。主管家和陶大夫知道，只要王爷下定了决心，他们谁都拦不下他。2个人又担心又无奈。司空吉脸上抹了易容粉，压低斗笠，策马自后门直奔城门。大门，城门无兵把守，也无人进出，他一骑绝尘而出。青莲溪畔，星坠已经浑身无力，最后差点就没有力气从雨中冒出头来了。他抱住一块石头，望着溪水越来越满，水越来越急，不顾雨打在头上脸上，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明姑娘，姑娘！”满月蹲在水边，抱住了自己的膝盖，也跟着大哭起来。司空吉仍未到，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哭喊，他的心猛地一沉，瞬间浑身冰冷。他已经看到前面路上一片泥泞不堪，还有各种印记凌乱。司空吉身形一晃，差点没从马背上摔下来。他勒停马，跃下，便看到不远处水中间抱石狂哭的星坠和蹲在岸边也在哭着的满月。除此之外，水湍急，雨倾盆，四周雨声，耳边哭声，再无明若邪。明若邪已经爬上山坡，
于理，那3个穿着蓑衣的男人似乎已经确定了他的死亡。3人转身，蓦地看到一女子自雨中袅娜朝着他们走了过来。在他后面的草丛里隐约有些影子在动，一条一条的，还有一只一只的，随着他一步步走来，那些东西也紧紧跟着。3个男人是愣神了好一会儿，被草丛里那些动静给拉回神来。你们想杀我？宁若邪的声音微微带点沙哑，听起来竟然有点魅惑和危险。3个男人本来是不知道他是谁的，听到了他这句话，倏地就反应了过来，是他们这一次要杀的目标。他竟然没死，可是他们明明就没有看到他在水里冒头上来，现在他又怎么会在这里？除非他游远了再绕回来，可是那样的水流他又怎么游得动？被冲下去了，很难上岸来。命倒是挺大，但就是太蠢了，还自己跑到我们面前来送死。3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同时举起了弓，搭上了箭，箭头对准了他。宁若邪轻抬起右手，眸光深沉看着他们，说出幕后主使，我可以让你们死得好看点。那3人莫名觉得他这般有些邪气，心头都是一跳。你碍了我们家主子的眼，挡了我们家主子的路了。跟这么一个低贱罪婢有什么可说的？杀了他，回去喝花酒。似乎这么说就可以减轻一点他们心头的战栗感觉，但是看着他们拉弓，他竟然一点紧张害怕都没有。娘的，这样就让人觉得心慌。就在他们拉开弦的时候，明若邪嘴角一勾，虚空抬起的右手突然一挥，比那3个男人动作更快的是10几条各色蛇影飞窜而来，穿透玉帘，朝着他们的手腕、眼睛还有咽喉直扑。草丛里嗖嗖嗖响，有4条4脚的动物也是速度极快，飞快沿着腿爬去，朝上面咬了下去。这样的变故让3个男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他们哪里还能够瞄准明若邪，哪里还能够攻击？拉了一半的弓都已经松了，剑啪嗒掉在地上，有一人眼睛直接就被咬穿，还有的一条草绿色的蛇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脖子。另人堪堪拔出剑来，发了狠的削断了2条蛇，但是下面一阵剧痛，低头一看，腿上一只4脚东西正咬在腿上，他下意识地挥剑去挑，噗的一声，那东西就扑到了他的脸上，猛地张嘴，一声凄厉惨叫穿透雨幕。站在西边的司空吉倏地回首抬头望上了山坡上面，然后身形一晃，人已经上了山坡。宁若邪正转身准备走，便听到风声轻动，司空吉已经闪身站在了他的面前。他脸上的易容粉也已经被雨水冲刷干净，一张玉般的脸沾染了雨水，目光焦灼，还有些沉痛未尽散去。司空吉第一次品尝到了一种叫做失而复得的感觉，从前就从来没有过。见星坠在溪流中暴石大哭，见满月在水边几近崩溃，再见那一片泥泞，马死车散，几乎没有了残骸。他当时心脏就像是被人狠狠一扎，痛得有些受不住。现在再看到他站在自己面前，司空吉眼睛一热，差点也泛起了泪。这种感觉对司空吉而言实在是太陌生了。宁若邪也没有料到会在这里看到他，他怔了一下，王爷，你怎么来了？司空吉一时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看他一身尽湿，绝不刺眼，便把自己的斗笠摘了下来，戴到他头上，亲手帮着他把带子绑好了，又把蓑衣解了下来，从他肩膀绕过去替他披上。而他一袭白袍很快就被雨水淋湿。林若邪怔怔地看着他，默默地做了这么一系列动作，好一会儿没能回过神来。林若邪想说，司空吉比他更不适合淋雨的，而且他反正一身已经全湿透了。但是他刚说一个字，便被司空吉给打断了。你知道星坠和满月一直在溪流里找你吗？你知道他们以为你死了，哭得很伤心吗？你知道当本王赶到，看到那一幕时，心有多痛吗？这一句，司空吉怎么都说不出来。林若邪皱了皱眉，那样的溪流淹不死我。他们怎么会知道？宁姑娘，你的本事够大的，所以
你来这里杀了他们。司空吉的目光扫过了草丛里那3具尸体。他们怎么会知道，看着一点武功都没有的你，连那样的危险都能逃开，还能主动过来杀人复仇？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竟然这样胆大包天？他们不知道，所以现在他们哭得绝望悲惨。司空吉也不知道，所以他刚才差点也跳进了溪水里去找他。明若邪抹去了脸上的雨水。那他们现在知道了。他从来都不放过要自己命的人，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照样要过来把人灭了。他这臭毛病当初连玄清都没有说过他，现在靖王是在指责他。再说那个时候哪有机会等他爬上来跟星坠和满月他们解释清楚？只要他在那里一露出水面，在这山坡上的3个人会继续射箭，直到把他们3个人都射成刺猬。他先灭了他们，也是自救和救人。至于星坠和满月这短暂的痛哭绝望，跟死比起来算什么？明若邪却没有解释的习惯，他又要把斗笠摘下来给他带回去。司空吉抓住了他的手腕。王爷要是淋雨病了，可不要说是我害的。他抽回手，不要就算了，不过是刚喝了龙涎，就这样任性。先找地方避雨。司空吉再次伸手过来揽住了他的腰，足尖一点就带着他轻飘飘下了山坡。星坠和满月看到了他，2个人都是呆了好一会儿，反应过来又哭又笑。明姑娘，你没死啊！姑娘，奴婢还以为您死了。明若邪看到他们哭得红肿的眼睛，也是愣了一下。司空吉说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不过才相识几天，一时间明若邪的心里也有些五味杂陈。司空吉拦住他们想要再哭的冲动。先找地方避雨。星坠吸了吸鼻子，赶紧说道：王爷，前面就有座亭子，你们随后跟来。司空吉一把将明若邪抱起来，身形快若幻影，瞬间已经飘出极远。满月瞪大了眼睛：王爷的轻功好厉害！星坠瞪向他：不许泄露出去，否则我就只能杀了你。刚才哭得太厉害了，他的声音都哑了。我不说。满月回了这一句之后，就踩着这一段路的泥泞朝那亭子走去。明若邪只觉得耳畔风声呼呼，雨丝瓢泼。司空吉抱着他的手极稳，他抬头，只看到他绷紧了的下巴。不一会儿，2人已经进了亭子。因为亭子两边尽是树木遮掩，总算是能挡西风雨。司空吉把他放了下来。明若邪一看到他的衣服一直往下淌着水，便皱了皱眉：你身子只是比以前大好，不是完全好了，别忘了自己依然是个病痨。但现在他们也无计可施，处于山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干衣可换，总不能把衣服都除了吧。顾大夫说你要喝几回药才能完全解了毒。司空吉却突然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3次。那你只喝了1次，如今不也依然是一只脚上在奈何桥？司空吉看着他：所以这是在说我跟你半斤八两？我一个打过了几针强化针的人，岂是你一个病痨可比？哼，懒得理你。那些人是冲着你来的，你一个丫鬟，哪里惹来的人，又给你下毒，又煞费苦心的要杀你。明若邪想起郭老所说的话，嘴里说出来的却是：王爷怎么知道不是因为你？因为本王？当然，王爷长得如此相貌，不是吸引了兰国上道公主、下道花楼姑娘都为你痴狂吗？有人不能忍靖王妃之位被我得了，所以派人对我痛下杀手。说到底，还是王爷蓝颜祸水。司空吉嘴角微一抽。不过，明若邪眸光一闪，又说道：不管是不是王爷惹的祸，这仇我都记下了。等他把幕后主使扯出来，不会放过对方的。那3个人你怎么杀的？你不会武功，身上也无兵器。司空吉看他那模样，继续说了下去：那3人于山坡上射下来的箭，力度还能破车，臂力过人，以你的心细，一个都敌不过。所以怎么杀了那3个人的？他自己还没受伤。司空吉总觉得明若邪这一声喷嚏是故意的，就是想要逃避回答他的问话。
但是他显得那么自然无辜，看着他眸光碌碌，衣上淌水，竟然也无力再追问下去。他轻叹一声，在他面前蹲了下来。你做什么？明若邪正要退开，他已经伸手将他打着结的裙摆解了下来，双手替他搅起了裙摆的水来，浸透裙子的水从司空琪的指尖被搅了下来。明若邪低头看着他的动作，有些反应不过来。王爷，你这样我会误会的。这么温柔，这么暖，不是当初在死人堆里和他翻来覆去的互掐的那位？几天时间能有什么感情？明若邪就想退开，但是刚动了一下，司空琪便已经出声：别动。他把他的裙摆水都拧干了，这才站了起来。够了，这里回城更远，还是按计划去白云观吧。白云观里会有男人穿的衣服？明若邪也扫了一眼他的衣服，他身上虽然没有他的那么湿，但依旧是湿的。白云观里应该都是师太们，不会有他和星坠能穿的衣服吧？星坠还好些，还是个少年，身板儿单薄了许多，将就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司空吉却是看着高瘦，实则他摸过，肌肉结实，只怕没他能穿的衣服。白云观里有新的衣裳，男装女装都有。明若邪这就觉得奇怪了，白云观里竟然还会有出售成衣。太后偶尔会去白云观，怕路上有什么意外，而且她带的人也多，所以白云观里也会备着一些。哦，明若邪斜了他一眼。太后也是讨厌你的吗？也是。司空吉缓缓地点出了这两个字，看着他。皇上皇后不都讨厌你吗？他又没有说是他讨厌他的意思。本王没有打算得到全天下人的喜欢，也从未想过兰国皇室喜欢。司空吉淡淡的说道：以后是敌是友尚未可知，不喜欢更好，万一本王有用铁骑踏破兰国江山的那天，也心无负担了。明若邪瞪大了眼睛，立即就左右看了看。司空吉，你疯了吧？这么大逆不道的话，竟然也敢这么光明正大的说出来了。看他紧张，司空吉蓦地轻笑出声：别担心，此处无人。我不是人，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啊？你若是会说出去，刚才就不会替本王紧张了。司空吉说着伸手过来，替他把贴着脸的一缕刘海往后捋了一下，然后他就看到了他之前一直被刘海盖着的额角，皮肤是一片凝脂一般的白皙细腻。司空吉的手微一顿，再细看他的脸，看到了灰一道黑一道的。刚才他以为他这是在宁宁那边弄脏的，可现在他的脸明显已经被雨水冲洗过，却依然有一道一道的痕迹。这是什么？之前他的脸虽然是又灰又黄的，可毕竟还算是均匀，现在这是怎么回事？王爷，王爷，那段路也实在是不好走。这个时候，星坠和满月刚到达，他们的鞋子也都是沾满了黄泥，而且衣服也都是不停的滴水。这么冷的天，明若邪皱了皱眉，他是打过几针强化针的，所以自信不会病倒，但是他们三人却是极有可能着凉病倒，尤其是司空吉。王爷，我这里有打火石，但是找不到干柴可以燃火，在这里风大，不如赶紧往白云观赶。星坠说完也立即就打了一个喷嚏，刚在水里泡了这么久，他的脸色早就已经冻得有些苍白。满月也是瑟瑟发抖，他们这一趟真是都落得很是狼狈了。司空吉望了一眼亭子外面的天，现在雨也已经小了许多，只剩下细微雨丝飘着。走吧。司空吉走到明若邪面前，俯身：上来，本王背你。不用，我自己能走。明若邪又是一怔，然后一回神来就拒绝了他。但是明若邪还没有说话，星坠就已经急急说道：明姑娘，就让王爷背您吧，王爷可以用轻功走得快，而且您身上披着蓑衣，正好可以替王爷一起挡一挡，总是好过王爷陪着您慢慢走的，还有好长一段山路呢。司空吉一个音节就肯定了星坠说的对。见明若邪还是没动，他便又说了一句：上来，不要婆婆妈妈。明若邪听到他这么说了，也就没有再继续矫情，反而让他自己走的的确是会拖慢速度。他又没有轻功，所以他就趴上了他的背，把蓑衣拉开，将他也挡在下面。你们快些跟上来。是。司空吉背着明若邪，速度极快的上山。
白云观自然是在山上的，后面的那一段山路就好走的很多了。但明若邪趴在司空杰的背上看了一会儿之后，就觉得还真的是幸好让他背着走，否则他会走得累死。一件蓑衣将他们两人一起遮住，他搂着他的脖子，伏在他背上，隐隐约约能闻到他身上清雅气味。白云观的禁运师太为人有些复杂。走着走着，司空吉突然开口了。明若邪还有点恍惚着呢，突然就听到他这么说，他回过神来，说禁云师太跟太后熟，这一次突然间给我下了邀请，可以说也是别有居心，可能是帮着宫里的谁谁准备给我使什么绊子呢？看看我这次不就差点死在这去往白云关的路上了吗？这事情未必会跟禁云师太有关。禁云师太曾经帮过我，还是你的恩人？恩人算不上。司空吉摇头，当时我们算是互相帮助，有人情，当时就还了，后来我又还了一次，如今我绝不劝他。我只是想跟你说，禁云师太其人未必就是完全站在皇宫那边，一旦有机会，他也可能转过来。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你是本王的王妃，夫妻并肩，共同进退，该让你知道的事情要让你了解，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心里有数，不会犯蠢。司空吉说得很自然。明若邪质了一下，我说靖王爷，你别不是忘了，您外祖父定北王让您娶神医洛明之女洛小姐为妃吧？司空吉听了明若邪的这一句话，沉默了片刻。就在明若邪以为他终不会再就这个话题说下去了的时候，他却突然又问了一句话：若是本王当真要另娶他人，您可愿为侧妃？明若邪想都没有想，翻了个白眼就顶了过去。嫔妃我都不愿意，别说侧妃了，要左拥右抱，靖王爷您找别人去，这活我干不了。什么叫这活都干不了？当本王的王妃，难道还是干活？司空吉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会回答这么一句话很是理所当然，他实在也是问得多余。本王觉得你颇合心意。我对当靖王侧妃没有兴趣，一点都没有。你好好想想退婚的办法，反正以你的聪明才智，肯定能够想到的。侧妃不愿意，那正妃呢？都说了，嫔妃都不愿意了。本姑娘这么好，哪个男人配得上我委屈自己跟别的女人共享？他说的话对明若邪来说听着颇为新奇，他倒也没有生气，反而轻笑了一声。当真骄傲？那是，我倒是觉得自己选10个8个俊俏公子哥伺候着都够格。司空吉手一松，差点把他丢下去。明若曦惊了一下，下意识就搂紧了他的脖子，把他的腰给夹紧了，紧紧扒在他身上。喂，是说着玩的，还是当真有这样的念头？什么？明若曦反应过来，噗嗤一声就乐了。当然是说着玩的，还能当真啊？我又不是那种可以养面首的身份。再说，养那么多男人干什么？跟我抢饭吃吗？切！以后这种荒唐无耻的玩笑话，你给本王掐死了！再提一句，本王就把你按原样丢回陈仙岭去。明若皎月、芝兰玉树的靖王爷，竟然也说出了一句带着浓浓威胁的话来。按原样，那是说要一身伤再灌毒吗？哼，靖王你够狠！想到了一夜便被砍了头的赵岩赵大人，明若曦是真不敢怀疑司空吉的狠。司空吉也没有再与他说下去。背着如此心瘦的他，像是没有重量，终于望见了前面10来级台阶上的一座庙观，并不气派，也不算很大。坐落在这一座小小的山头上，周围环绕都是高高低低的山峰。白云观3个字字迹颇为飘逸，也符合此处意境。司空吉将明若曦放了下来，带着她进门去。白云观的门开着，也不必敲门。进去之后便见青砖地面，左右各种了一棵银杏，满树的叶子已经黄了，像是无数金色的小扇子。正殿前门外有一半人高的巨大香炉，里面插满了长长短短的残香，但是这簇簇的残香还有一小把依然燃着的长烟，竟然未被雨浇灭。一看到了那一小把燃着的烟，司空吉就转身看向了明若邪。明若邪也在这个时候同时说了出来：有人在。人自然不是指白云观里的师太们，应该是有香客。
晋王。一道讶然的声音在大殿门口响了起来。他们望了过去，只见一位身着湖蓝色锦袍、披着月白披风的男子站在殿前，正朝着他们看了过来。与司空吉的雅俊无双不同的是，这男子眉眼狭长，微微上挑，带着凤眸的丝丝风流，看起来多了几分拟丽魅惑。他应该已经将近40，可这样的相貌气质，年纪轻便会显得很是轻佻，30几岁会能稍微压下轻佻，华丽如锦缎织就风情。在白云观里看到这么一个绝对也称得上绝色的男人，宁若邪不由得感叹，这兰国的水土太养人了。见过莲王。莲王？宁若邪突然心头一跳，能够被封为莲王的，说明他年少时是如何清绝俊美。20年前的莲王韩经远是怎样轰动兰国的风流人物，宁若邪也是偶尔听有人提起过。不过据说20多岁时，莲王在大婚前夕撕毁婚书，一人一齐离开皇城，说是要去游历名胜山川去，把当时整个皇亲宗族都气得个跳脚。之后就罕有音讯。原来莲王已经回到皇城了，比传闻中的还要好看。原来司空吉认识莲王。莲王凤眸微挑，朝他看了过来，眸光风流。晋王这么好的兴致，这样的天气，带着未来晋王妃来白云观再算姻缘。什么叫再算？他这模样，莲王一下子就猜出他就是即将当上晋王妃的最婢。莲王说笑了，她本来就是我的王妃，何必再算姻缘？青云师太相邀而已。但是就在他们正在殿前这里说着话的时候，侧边一门突然就奔出来一名小尼，他脸色发白，满目惊惧。奔过来后，立即就对着莲王颤声说道：“莲王殿下，静云太师遇害了。”此话一出，不只是莲王，就连司空吉和明若邪都震惊了。什么？明若邪和司空吉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下意识的都觉得这件事极有可能是冲着明若邪来的。静云师太给他下了邀请，结果他来了，差点死在半路。好不容易进了白云观，结果静云师太遇害了。带本王去看看。连王走了几步，突然回头对司空吉和明若邪说道：“晋王、晋王妃也过来看看吧。”他不说，司空吉和明若邪也是要去看的。两人的心头都罩上了一片阴云。此时已经有好几个女尼守在静云师太的房门外，一个年长的师太手里抓着一封信，怒恨交加的走了出来，走向了连王，差点把那封信甩到他的脸上。连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师太已经了却红尘，这么多年来静心向佛，持斋念经，要说赎罪也早该赎清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他？这师太看着已经有40岁左右，此时看着连王的眼神真的就是又悲又怒，抓着信的手更是一直在颤抖着。他那样子分明是很想要把信甩到连王脸上，但是他的身份和这么多年的修养又死死的让他压下了这一份冲动，憋到最后他只能是泪流满面。其他的几个女尼不太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不敢出声，只是站在一旁有些不安的看着。连王长眉微蹿，离月师太这是何意？连王不想承认吗？可怜师太已经把前因后果都写在信上了，这是静云的字，我能认得清清楚楚，绝对不是别人仿的。离月师太说着就把那封信递到了连王的面前。司空吉和明若邪并肩站在一旁对视了一眼。且看看。司空吉凑到他的耳边来，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短短的一个句子，因着他的气息微微喷在他的耳朵上，让明若邪一时有些不自在。他点了点头，司空吉却察觉到有一道目光正看向他们这边来。等他看过去，却是那几个女尼，他们都在看着连王，皆是一脸茫然而又有些悲伤的样子，好像刚才那一道视线是他的错觉。连王接了那封信，却是苦笑一声，然后就朝着晋王看了过来。晋王可否替本王读一读这封信？怎么，连王如今是连看一封信都不敢了吗？那离月师太有些咄咄逼人。连王摇头，不是本王不敢，而是本王患有眼疾，人物可见到，字却是看不清的。连王如今行动全无异常，哪里像是看不清的样子？离月师太却是不信。本王需要仔细向离月师太解释吗？连王语气明显淡了下来。
气势也跟着一沉。这样的气势才让离月师太记起来，他是一位王爷，不是他一个女尼可以步步紧逼追问的。离月师太话语一滞，司空吉走了过去，接过了连王手里的信。他阅信极快，只是扫了一眼，就已经大致看清了信上所写的内容。这一看，他也不免瞥了连王一眼。晋王直接读书吧，不必忌讳。晋王是来寻连王的吗？离月师太也是在连王叫了司空吉的时候，才发现晋王爷也来了白云观。他又看向了站在不远处的明若邪。明若邪此时看着司空吉，有些担心他的身体。时衣未换，这白云观在山上，气温还要比城里更冷1-2度，风吹着带着微微刺骨之应。司空吉要是再不换衣服，只怕真要感染风寒。连王，能不能先让我与晋王先换一身衣裳？连王看向了明若邪，但是在他看清明若邪的样子之前，司空吉已经移了一步，将明若邪挡在了背后。他怕是不知道自己一身湿衣已经勾勒出身形曲线，本以为白云观里只有师太们，哪曾想连王在此。这位是晋王妃。在明若邪开口之前，司空吉已经先回答了。明若邪暗嗤一声，他一点儿都不愿意以这个身份来介绍自己，只是拿了赐婚圣旨，他们还没有真正成亲，定北王还想让他娶洛姑娘。他要是想到了与他退婚的办法，他们随时可以成为桥归桥路归路的陌生人。这个时候称他为晋王妃，岂不是他吃亏了？你就是未来晋王妃，那位沉香岭中选出来的最婢王妃。连王却是突然颇感兴趣的探头要把明若邪看清楚。司空吉又退了一步，退到了明若邪面前，与他距离缩近，将他挡得更加严实。小女明若邪。明若邪也被司空吉挡着，没有看到连王此时的神情。你们尚未大婚，那便先叫你名字吧。连王这句话甚得明若邪的心。离月师太也瞧见了，晋王爷与明姑娘一身湿淋淋的，再这么下去只怕要着凉，不如请离月师太先替他们削了干衣更换了，我们再来说话。静云师太已经去了，料想要等一等也没有意见。静云师太没有意见，虽然这个时候笑是不太厚道，但是明若邪还是抿了下唇，差点没能忍住真笑出来。静心、静水，你们领晋王和明姑娘去更衣吧。离月师太点了2名年轻女尼，让他们带着司空吉和明若邪去了备着衣裳的偏殿。一间小店，中间摆着2个衣橱，橱中隔着一扇屏风，左右各有一间小耳室，分别给男宾女宾更衣。但是在挑衣裳的店中，两边是只隔着那一扇屏风的。叫静水的女尼看起来应该也才14岁左右。明姑娘喜欢什么颜色的衣裳？明若邪还没有说话，屏风那边已经传来了司空吉的声音：给她挑一件烟霞色的衣裳。烟霞色？明若邪还没有穿过那种颜色的衣裙，但是静水却是已经听从了司空吉的话，给他拿了一套衣服过来。明若邪也没有细看，拿了衣服便进了右耳房去换了。她纤瘦，月白色的长裙，烟霞色的滚了细条兔毛的短团锦短袄，让她看起来少了几分瘦，多了几分仙气和娇俏。衣裳从里到外都是上好的料子，轻柔又暖。换上一身干衣之后，明若邪也觉得舒服多了。静水在她拿着细棉布细细的擦着头发的时候，端了一盆热水过来。与她一同进来的还有满月。满月一看到她的身影，便觉得仙影曼妙，懒坐也美不可言，不曾看到她穿这样鲜艳的衣裳。姑娘，您好。美字还没出口，便见明若邪转过头来，满月的话顿时一噎。明若邪一看满月的眼神，就觉得有点不对了，脑子里一转，便想起了亭子里司空吉替他撩起湿发那时的一顿。好像哪里不对劲。他站了起来，走向了不远处的梳妆台，朝镜子里望了一眼。这一看，明若邪不由扶额，涂得一脸灰黄，还真是被水冲刷的褪色了。这颜色一道深一道浅的，以司空吉那厮的眼睛能看不出来有鬼。满月，快换衣裳。明若邪虽然发现自己可能露馅了，但也没有怎么惊慌。他过去接过了静水端过来的那一盆热水，
对他道了谢。净水师傅，你先出去忙吧。净水双手合十，点了点头，退了出去，右手从脸上轻轻抹过，然后拧干了细棉布，将自己的脸仔细的擦干净了。明若邪低头看了眼水盆，水盆里映出了一张俏脸，肌肤7霜赛雪，这样可不好。明若邪四周看了看，见屋里没有什么适合的东西，想了想，便拿了绸带将长发随意一挽，又以布巾捂住脸，低头快步的走了出去。外面有的是香灰。出了店门，找到一香炉，明若邪伸手探进去，抓了一小把，往脸上一抹。到底是长得有多国色天香，怕被人看中了，才得往脸上抹灰。司空吉的声音就在背后响了起来。明若邪蓦地转身，正对上他清亮眸光。这有轻功的，就是让人讨厌。他竟然没有听到他靠近。司空吉看到了他一脸的灰，但是这灰还没有处理好。现在他的模样就像是误蹭了一脸灰的萌少女，但是眼睛皎皎若滑，神情又有些挫败和小羞恼，像是做了什么坏事儿被长辈抓了包，沾了灰的手还挡着嘴巴，非要遮住自己的样子。司空吉的心间就这么被轻轻的挠了一下，本来就是想要逮他的。净水那一盆洗脸的热水是他吩咐送进去的。明若邪捂着脸悄摸出来时，他就看见了，但如今见他这样子，他竟然又不舍得逼他露出真面目了。明若邪本来没有打算让他看见，但是如今已经被他发现，再狡辩也没有多大意义，便很是直接的说道：那是啊，本姑娘长得如花似玉，闭月羞花的，不得遮掩着点吗？万一王爷被我迷得神魂颠倒，以后非强有我在你身边，可怎么办啊？司空吉失笑。明若邪这个时候才看清了他穿的衣服，竟然也是一袭烟霞色长袍，团紧腰带，如此颜色本更适合少女，但是没有想到穿在他身上，却只是让他看起来宛若彩云掩映的皎月。他这一笑，让明若邪也看直了眼。本王让你留，你便留。明若邪镇定了下来。缙云师太的事还没处理呢，我来了白云观，他便死了，这事只怕早晚还是要扯到我身上来。王爷作为我的夫君，请想办法处理一下。他这话一落，司空吉想也不想便点头应了。好，放心，有本王在，不会让你受半点冤枉。本王先过去，你处理完了带着满月过来吧，切勿四处乱跑。明若邪挥了挥手，还到处乱跑呢，他又不是3岁小孩。等他处理好，简单粗暴的易容，满月也出来了。姑娘，听说缙云师太死了。满月问了这句话，又好奇地看向明若邪。姑娘的脸色又有些变化了，这次没有黄，那叫一个灰啊。我们过去吧。又回到了缙云师太的房间，这一次众人都进房了。缙云师太就躺在床上，枕着棉枕仰卧，双手置于腹上，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明若邪看了一眼，有些讶异于缙云师太的容貌，虽然已经到了中年，但是缙云师太脸上没有皱纹，看起来眉目精致，下巴精巧，竟然是位美人。好了，现在明姑娘也到了，可以请靖王读缙云师太的绝笔书了吧？璃月师太瞥了明若邪一眼，明若邪是看得出来他眼底的不悦的。缙云师太死了，而他和司空吉还穿得这么明雅，明若邪才不理会。没看连王穿得更华丽吗？一身鲜艳，加上他自己的容颜，简直就是浓烈画风之感。司空吉看了明若邪一眼，这才拿信读了起来。清远回来了，对我戳心指责，当年的旧事历历在目，18年青灯古佛，敌不清前尘罪恶，便只能以这条命偿还了。清远，静云有愧，但你又何尝无辜？这信不长，只有这么短短几句话，但是这信的内容却让明若邪都以十分八卦的目光盯住了连王。18年前，连王和缙云师太发生过什么？而且缙云师太可是喊了连王的名字，连姓氏都不曾加上。清远，这么喊着，听着还真的颇为亲近的样子。现在是司空吉念出了这个名字，明若邪也莫名觉得清远这个名字都很好听很好听了。璃月师太在司空吉念完信之后，就盯着连王。连王，您现在有什么话可说？连王燕近腰的凤毛微一挑，蓦地嘲笑一声。本王要说什么？若是单从这封信来看，缙云师太不正是自己了结了自己的性命的？
但是静云师太信中明明说了，你也不无辜，是你来了之后对他戳心指责，才让他忍受不了而悲伤自尽的。本王早晨来到白云观，当时静云师太在做早课，本王便在这白云观里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去吃了素斋，在吃完的时候遇到了静云师太。静云师太还没有吃早膳，本王还十分体贴的让他先去吃，吃完再谈。结果这一等，便等到了之前晋王来时。灵王说得很清晰，本王可以说是还未跟静云师太好好叙旧呢，又哪来的戳心指责？这些观里的一个鼻翼处有红痣的小师傅可以作证，他一直在本王身边转悠，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鼻翼有红痣？离月师太脑海里一转，突然就怪异的看着灵王，那眼神实在是有些古怪。你可是要问，既然本王看不见心，为何能看清那小师傅鼻翼有红痣？连王轻长了一句。哼，说起来本王也解释不了，离远一些，本王眼睛好得很，反倒是近了，又是细小的，本王就是看不清。老花呢？听着又不像。林若邪看连王的样子，实在不像是说谎，就是不知道离月师太为什么会这样不信任连王。离月师太却再次冷笑了起来。哼，连王，白云观好歹也是供奉着各路佛祖和观音的，能不能请你说些实话，不要胡编？你说的那个鼻翼长红痣的，我们观里确实有，他叫镜面，但是镜面3个月前就不小心从后山摔下去死了。你说你看到了镜面？众人听了这话都是愣了一下，连王皱了皱眉。难道你们白云观里就没有别的小师傅正好鼻翼上长红痣？没有，就只有镜面一个人。我管着观里所有人，这个可以很肯定的告诉连王。林若邪和司空吉都看向了连王，一个3个月前早已经摔死了的小师傅一直在他的身边转悠，这事儿怎么觉着有些怪异呢？连王也怔住了。就是看这14、15岁石行兽这个地方。连王指着自己的鼻子右侧，长了一颗绿豆大小的红痣，而且眼睛是细长的。不可能啊，今天那个小尼一直就在他附近转悠，不时扫扫地，擦擦供桌，整理整理香炉的。他中间还过来问过本王，可口渴了，要不要茶水？他说话的声音很是清脆的。连王又补充了这么一句。离月师太这会儿也怔住了，待反应了过来，他便说道：连王殿下说的正是镜面。你看吧，你们是不是弄错了？这里有各佛祖菩萨，少跟本王说那些邪门的，本王不信。那个小尼看着脆生生的，就是个大活人，怎么可能是他见了鬼？离月师太反应了过来，又说道：这事当真是有些怪异，但是镜面的事情暂且不提，就说静云师太这事又怎么说？信的确是他的笔迹，难道他对您的控诉都是假的吗？本王本来就没有过来，没有跟他怎么说过话，这信上的控诉自然就不成立了。本王现在倒是要合理怀疑一下，一个是离月师太，你坚持说这些是静云师太的字迹，说到底还是不对。一个是静云师太该不会这么多年来轻易礼佛还没有把心性磨平，依然那么缺德，想要害本王吧？连王的话让明若邪差点又想笑出来，但是静云师太的尸体就在不远处，他又觉得这么笑出来确实是不合适。明若邪凑近了司空吉，踮起脚尖在他耳边小声的说道：连王殿下这么说，好像是对静云师太的人品很是怀疑。他的气息微微，让司空吉的耳朵有些热了起来。司空吉也压低了声音回了他：18年前的旧事，本王也不曾听说过。你说静云师太会不会也是想顺便借着此事把我也给从准靖王妃的位置上拽下来呢？叶静是刚把他给喊来，结果就死了，万一真的把他当成了晦气到极点的人，估计就有人可以借机把他和靖王的婚事给搅黄了。说到这里，明若邪突然心中一动，然后就平移开了一步，狐疑的斜睨着司空吉。咦，该不会这就是靖王想出来的跟我退婚的办法吧？之前他可是说了要想办法给我退了的，毕竟赐婚的目的就是为了龙涎草子，现在龙涎草子已经拿到，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当然是想要把婚事给退了。赵元赵大人啊，前车之鉴啊，靖王实际上的心那可是黑得很可怕的，要是靖王想出这种办法，似乎也不是没可能。
明若邪这怀疑的表情让司空吉瞬间就看明白了，他的眸光便是一冷，看着明若邪，心中渐起郁气。你以为是本王为了与他退了婚约？哼！明若邪很明显的感觉到司空吉怒了，而且是真怒了。他立即就退开了2步，这一退，离莲王倒是近了一些。莲王正与离月师太唇锋舌剑，已经把离月师太逼得无言以对。就见明若邪朝着他走近了一些，他瞥了一眼，看到了他耳后与脸不怎么相似的肤色。我说，小姑娘，你脸上模糊易容了。他凑近了明若邪，问了这么一句。明若邪瞬间就明白自己是哪里没留意到的，都怪司空吉刚才吓了他一大跳，时间又赶得急，他竟然出了这样的错。不过莲王也当真八卦多事，这也要指出来。而且他似乎还没有说完，又紧接着说了一句：闻着像是烟灰的味道，本王那里有一种十分好用的易容粉，改天你来找本王，送你了。明若邪还真是动心了。十分好用的易容粉，多谢莲王。不管要不要，先谢了再说。再说，莲王可真是颇为豪气啊，还不认识我呢，就出手送东西了。是个大方的人。不管如何，静云师太先去是件大事，须得保持公理。太后若是知道了，只怕也会命人细查。莲王尚有嫌疑，是不是要暂时留在白云观？晋王这是要负责查明真相了。本王只是正好遇到了，有必要帮一把。帮离月师太还是帮静云师太？总之就是站在本王的对面，是吗？莲王何必多想，清者自清。若莲王什么都没做，根本不必理会本王站在哪一边。本王回京这些日子，一直听其晋王之雅，现在看来，晋王更明显的是锋芒。谢莲王赞。这是2位王爷突然间也斗起来了？因为静云师太与太后的关系，此事的确是得禀报宫里，现在谁都不敢动他。莲王竟然只是一个人来了白云观，好腿的就只能是星坠了。星坠便策马下山回城去了，这一来一回的，恐怕他们今天回不了城。2位王爷，今晚看来必须在观里留宿了，我去为2位安排一下。多谢离月师太。晋王微一点头。本王在此处再看看。那就请晋王费心，希望能够查出什么来，好让静云走得安心。离月师太说了这一句话后，还颇有深意地看了莲王一眼。明若邪等他出了门，才走进静云师太床边，正要俯身去看，莲王一见，立即伸手要来拉他。司空吉动作极快，手已经挡住了他。莲王这是要做什么？莲王看着司空吉片刻，蓦地一笑，犹如富贵花炫目绽开。本王听说这晋王妃是晋王摸黑从死人堆里随便扛回府的，但是现在看着，晋王对他可是看得紧呢，这连让本王碰一下都紧张。莲王若有王妃，还能随便让别的男人碰碰？本王没有王妃呀。明若邪顿时就觉得好笑，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把没有王妃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司空吉上来一步，站到明若曦后面，把他和莲王彻底隔开了。想看什么？他低头问道。他高出他许多，这么一低头，就像是把明若邪给笼罩在他的怀里和气息中。明若邪没有回头，也没有抬头，伸手就去牵起静云师太的手。莲王看到，讶异的看了他一眼。你不怕？有什么可怕的？他想要查明静云师太的死因，也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牵涉到的另外2位都是尊贵的王爷，要是真有什么事儿，最可能的就是他倒霉。手指轻搭上静云师太的手腕，明若邪垂了一下眼眸。人都死了，你还想给他把脉？莲王轻笑出声，看着明若邪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胡闹的孩子。莲王话不少。司空吉瞥了他一眼，莲王挑了挑眉。当真如此护着，是连让人说他一句都不愿意呀。有趣儿。明若邪放下静云师太的手，又俯身去掀他的眼皮，看了一下瞳孔，然后还捏住了他的脸，使他张嘴凑近了过去。你……莲王瞪大了眼睛，又忍不住想开口。那怎么着也是死人呢，怎么能凑他的口鼻这么近？他就不觉得是人的吗？不觉得脏吗？明若邪只是凑近了那么一下就站直了，他后退了一步，却一时没想到司空吉就站在他背后，顿时就退进了他怀里去。司空吉双手扶住他，
但是很快就松开退开了。有什么发现？缙云师太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个时辰之前，不曾口服毒药，死前也没有挣扎痛苦。宁若邪很是确定地说出了他的结论，看向了莲王。莲王殿下若是身上带有毒虫，只怕会很难解释清楚。莲王眸光一暗，司空吉却已经听明白了他的话。你是说缙云师太并非自尽，而是死于毒虫噬咬？宁若邪点了点头。没错。你又不曾仔细检查他身上可有虫咬的痕迹，怎么知道是虫咬致死？莲王这会儿的表情有些沉，沉郁下来的莲王不只是俊美，简直就像是一朵罂粟花，美的危险。我没有准备让莲王相信，只是提醒一下莲王，若是身上正好带着危险的毒虫，很可能会查到您身上的。宁若邪说道。莲王却深深地看着他。你这样提醒本王，是相信就算本王带着毒虫，缙云师太也不是死于本王之手。宁若邪点了点头，这下子就连司空吉都定定地看着他。这是为何？莲王挑眉一问。宁若邪其实也不十分清楚，但他就是莫名相信莲王。因为之前这屋子里有一种味道，是您身上所携带的虫子不会喜欢的，很有可能缙云师太就防着您。他这么一说，莲王和司空吉两人都同时懵了。这屋子里有什么味道？他们都没有闻到，倒是有些香的味道。但是这屋里就有一个香炉，一直还点着香呢，有这样的味道也不奇怪。司空吉突然握住了明热邪的手，微一用力。明若邪，是不是说的太多了？对于莲王，这是你第一次见到莲王，该不会就如此信任对方了吧？宁若邪看了他一眼，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抿了抿唇，难得的犹豫了一下。莲王突然就从怀里拿出了一件东西，朝他递了过来。若是当本王请你帮忙呢？在他的手里是一块羊脂白玉，雕了一朵半开的莲，莲花姿饱满美妙，上面还有几滴露珠，看起来十分逼真。莲花之下有一小块皮相极好的玉皮，金黄到微微透红。这玉用了深紫近黑的绳子偏着系着，就是外行都能看得出来是一块极品。料是好料，雕工嘛，本王雕的也算是不错。听过刘英的名号吗？司空吉一怔。刘英大师，这几年极负盛名的玉雕师和画师？对，就那个。据说刘英大师极善雕刻，他用以雕刻的料子也是五花八门，几乎什么都能雕。石头、树根、木头、玉，还有泥雕。但是不管材料是什么，只要是由他雕出来的，转手便能卖出极高的价格。像是花梨木、紫檀木、金丝楠木和上好玉石所雕的那些，那更是炒到了天价。而且这刘英大师还是一个绘画名家，画的一手写意山水，恣意飞扬，所以他的画也是一副难求。只是刘英大师好像是居无定所，神出鬼没的，有许多人捧着银子想要找他买作品，都找不到人。而且刘英大师所出的作品本来也不多，一年也就出个4、5件雕刻和1、2幅画，每次一出都是一下子被哄抢。宁若邪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当年庄子里有一个老伯很喜欢跟雕，他就说过刘英大师能够把一块看起来像是烂木头的东西雕刻成一件让人看着都满心虔诚的好物。莲王殿下就是刘英大师？宁若邪瞪大了眼睛，极不可思议，莲王竟然是刘英大师。那么这一块本来就已经是极品的羊脂莲花玉坠的价值，那就要在他刚才的玉计上再翻上几倍了，是一件厚礼。嘘，莲王食指抵在唇边，轻轻地嘘了一声。就当本王告诉你一个秘密，加上这么一块小玩意儿，能不能换取姑娘的相助呢？嘿，真漂亮！宁若邪很是率直的从他手里接过了那块羊脂白玉，然后就直接戴在脖子上了。莲王蓦地觉得心情一轻，顿时就笑了起来。姑娘喜欢就好。司空吉的胸口渐渐有一股酸涩充斥，说不清是什么，只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情绪。他似乎还没有送过明若邪什么，可明若邪的脖子上已经戴上了莲王所送的东西了。明若邪抬起头来，对莲王笑了笑，说道：既然收了莲王的东西，我就帮帮您吧。那本王先多谢姑娘了。
明若邪说着，伸手轻轻将金云师太的头拖了起来，对司空急道：“拖着。”啊？怎么回事？对连王客气的很，跟本王说话这几乎都是命令的语气。大真质子没有地位。司空急抿了下唇，还是伸手过去拖住了静云师太的头。明若邪在静云师太的枕头底下摸了摸，拿出了一只小香囊一样的东西。可以放下了。他把那香囊凑进了梁王的右手袖子，梁王立即就能感觉到自己袖子里的那只小东西乱撞了一下。他心头一跳，看向了明若邪。他是直接就把香囊凑进了他的右手臂，这说明他很确定他所携带的那只小东西就藏在这边的袖带里。但是他到底是怎么看到的？连王看到了吧？明若邪把那一只小香囊递给了连王，连王接了过来，打开一看，那里面是一袋子黑白灰的细沙子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什么？明若邪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他轻轻地搓了一下刚才沾到的一点点的灰，是一种虫子的尸体磨出来的骨粉，只是磨得不怎么细而已。这东西正好是连王所养的那只小东西的克星，如果说连王把它放出来，静云师太也能够对付得了。所以连王殿下可不要错让你的小东西碰到这骨粉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怎么知道本王还养了什么小东西？明若邪顿时偏了偏头，有些无奈地轻叹了一声。连王殿下，您怕是记性不好吧？您在大殿见着我们靖王的时候，就已经让这小东西出来跟靖王打过招呼了，我看到了还不行吗？切，真当我瞎呢？连王怔了一下，然后忍不住就哈哈大笑了起来。你这丫头倒是真的有趣儿，有趣儿。他养的那只小东西隐形可厉害极了，碰什么身上变成什么颜色，又是飞行爬行无声，一般人根本就察觉不到。没有想到明若邪竟然那么一会儿就看到了。没错，在大殿门口见到司空急的时候，他就已经让那小东西出来探探了。他也需要龙涎，想要探一下司空急身上有没有携带龙涎的，结果龙涎没有，反正是让这小东西暴露了。司空急微微蹿眉。那个时候他并没察觉到有什么东西爬到了自己身上，这么看来，连王身上养的那只小东西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玩意儿。连王这么多年一直满天下跑，看来不单是纵情山水那么简单，只怕世人都被他骗了，包括兰帝。不过刚才明若邪怎么喊我的？我们靖王若是等到宫里的人来，验出了静云师太的死因，又有高手可以诱出王爷身上那只小东西，王爷只怕就难以解释清楚。连王挥了一下手，宫里没有跟你一样厉害的人物。司空急缓缓摇了摇头，这可未必。连王看着他，何老太医就可以，要诱出这附近的毒虫，宫里有一个人也可以，那就是白江美人。白江美人？连王茫然，这是何人？本王没听说过。连王自然没有听说过，这位白江美人是3年前大真随着贡品一并送到兰国来的。白江是大真白家的女儿，大真白家是一个颇为传奇的世家，白家的人据说祖上有天赋的，能与万物沟通，能令鸟兽亲近。只不过是这种天赋也是渐渐式微没落，但是传到现在，他们家族里天分出众者，换百虫的能力还是可以的。司空急说到了这里，淡淡的看了明若邪一眼，所以他其实一直怀疑明若邪是大真白家的人，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流落到此，成了奴婢。明若邪一看到他的这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司空急这厮明里像是信任他，什么都不问，但是暗里该不会正在努力的查他吧？以为他是大真白家的人，不过这大真白家的人有这样的天赋，他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会儿轮到连王蹿眉了。本王一直知道天下无奇不有，不曾想还有大真白家这样的。若是太后派了何太医过来验尸，静云师太的死因便难以藏住。只要一提到是毒虫噬咬致死，皇上必然会想到白江白美人。只要白美人出手，王爷袖子里所藏的那只小东西只怕就得乖乖爬出来。到那个时候，很有可能静云师太的死就真的要扣到连王头上了。除非白美人把真正咬死静云师太的那一只毒虫也给引了出来。司空急又接了下去，连王下意识的就望向了明若邪。没错，是不是还有这种可能？明若邪摇了摇头，不可能，那只毒虫早就已经不在这里了。连王一愣，
你能确定？这都能确定了，他是怎么知道的？确定，真的已经不在这里了。要不然，他的鬼手早就已经把那虫子给照出来了。连王脸色微沉，看来这道真相是冲着本王来的了。他的心里也微微沉下了。如果这个局真的是冲本王来的，对方就已经知道本王身上养着什么小东西。本王才回皇城，竟然就已经碍了某些人的眼了吗？我也觉得应该是冲着王爷来的。我是真无辜的，可能被拖下水了。来，说说，你又是怎么回事？唉，晋王爷俊美无双，不知道得了多少人爱恋。估计着很多人看我占着晋王妃的位置不舒服吧。明若邪说着睨了司空吉一眼，连王跟着他也睨了司空吉一眼，摸了摸下巴说道：晋王长得确实是过得去，可他身子弱，这经年累月的喝药都成了药罐子了。依本王看，你比他强得多。晋王要是想悔婚另娶，你也无需担心，本王替你撑腰，到时候看是要官家子弟还是附身公子，本王带你选去。宁若邪听了他这话，顿时就觉得相当合耳，笑得眼睛弯弯，心情好极了。那我就先谢过连王了，以后说不定当真少不了要请连王帮。宁若邪的话还没有说完，司空吉就已经淡淡的打断了他。亲都亲过了。连王一时没忍住喷了，这是他听说的那个一向淡若青竹不怒不嗔的晋王爷，这话都能说得出口，要不要脸了？司空吉抓住明若邪的手，今日师太毕竟已经先去，在这里一直闲聊不太适合，出去吧。说着就牵了他往外走。连王摸了摸下巴，看着他们背影，在此处闲聊不适合，那他说过亲都亲过了，这样的话就适合了。有趣儿，看来回来皇城的日子应该不会如以前预想中的那样无聊了。哼，璃月师太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住所，也不知道璃月师太是不是故意的。这晋王和连王所安排的住所是在一处，但是替明若邪所安排的客房却是在白云观另一头一个相当僻静的地方，四处无人，幽静的仿佛到了已经废弃多年的屋子，僻得很。就是跟着明若邪的满月，走着走着都仿佛听到了他们脚步声的回音。司空吉蹿着眉，终是忍不住了，他拦下了静水。这里是什么地方？当真是女客厢房？静水垂着头，声音低低：回王爷，是的。怎么会如此僻静？师太说了，均匀尸骨的事想必会惊动太后娘娘，太后晚一些亲临白云观也是有可能的。原来女客厢房那边自然是要留给宫里贵人，明姑娘住在那儿不合适。这话说的倒还是真的挺有道理，明若邪都几乎要给说服了。太后要是来了，他这么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罪婢，怎么能够住在他的身边？既如此，便把他安排在本王那边吧。王爷，那边还有连王呢，而且宫中来人也未必只有女眷呢。也就是说，还是会有男的贵客要住他们那边的。明若邪依然不够资格，也不适合安排在那里。司空吉掐住了手指，明若邪扯了扯他的袖子。王爷，算了，我也喜欢幽静，住在这里也无妨，反正就只是一个晚上而已。你回去吧，去休息一下。本王陪你宿在此处。司空吉对静水道：去给本王送被褥过来。这……静水愣住，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不该去。让堂堂晋王住在这种地方行吗？司空吉声音微一沉：还不去？一股微压便压了下来，让静水脸微白，赶紧就应了一声，转身飞快地跑开了。明若邪瞅着他：王爷，你何必呢？本王说过，夫妻要并肩携手，共同进退。满月颇为好奇地看着他，又看看明若邪：啊，这是什么时候说的？难道姑娘真的会嫁给晋王，成为晋王妃吗？最后不用跟着明姑娘离开质子府了吗？司空吉说了那一句话之后，就推开了眼前的房门，一股淡淡的霉味扑了过来。这里估计是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屋里虽然没有尘，但是应该也是久无人气，而且也不曾开门开窗透气，这里的采光也是不足，所以屋里显得阴暗。姑娘，王爷，奴婢去打扫一下。
满月倒是手脚勤快，立即就找了东西进去，把所有的窗户都推开来，开始打扫。宁若邪看了一眼也没进去，走到了转角处，在栏上坐下。他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过来坐会儿。这么一躺，他们真的是还没有休息过，当真是累了。司空吉也便走了过去，在他的身边坐下了，看着他又坐近过去一些。每天都用什么东西抹了脸？总不至于都用香灰吧？反正都已经被他知道了，明若邪也就没有准备再拦。不是，我上次用的锅灰还有一些土。脏兮兮的。司空吉觉得很是无语，也是怪异，明明就是看着他用了香灰抹上去的。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一片灰蹭在了他的脸上，但是现在看看，又好像是融在肤色上的灰色。他伸手指腹在他的脸上轻搓了一下，看着自己的手，根本就没有蹭出一手来啊！怎么弄的？还说蹭他一身的香灰呢，他的手都没有搓出东西来。明若邪冲他眨了眨眼，当然是用了我自己的办法。这是又不准备告诉本王了？为什么要易容？因为我白得发光呀。明若邪一点都不谦虚地说道。一开始我是想着，要是不把脸给抹上灰，一进宫，皇上要是看中了我怎么办啊？我可不想进宫当妃子之一。要不要想得这么多？皇上不会封一个陈仙岭的罪婢为妃的。他忍着笑说道。明若邪轻哼了一声，哼，这个可是说不准的。以前谁能想过，你晋王的王妃会是一个罪婢啊？哦，这倒也是。这么说来，你对自己的容貌倒是颇有信心。明若邪斜了他一眼。本来倒是挺有信心的，但是看见你和连王之后，我又觉得我很有可能就排第3。这两个男人长得太好了，简直就是不给女人留活路。一听他提起连王，司空吉的目光就落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会儿他竟然把那白玉坠放进衣领里了，这岂不是贴身之物？他伸出手指，从他的脖子处把那白玉坠儿给勾了出来。明若邪立即就抓住了白玉坠儿，警惕地看着他。你干什么？这是连王送我的，价值连城，你不会见财起意吧？流音大师的玉雕，还是上等的羊脂白玉，雕的还是代表着他的脸。这个可比他以往的那些物件要昂贵珍贵多了，这是我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了。司空吉这次要是想抢，本姑娘绝对不会饶过他的。司空吉黑了脸，怎么能够把男子送的东西贴身佩戴？这个本来就是贴身佩戴的，我要是放在外面，那不是明晃晃的露富吗？万一有人看到来抢怎么办？给本王，本王替你收着。不给，凭什么？我自己带着就行了，又不碍事，让你收着干什么？玉养人，这玉就是要戴在身上养着，才会越来越好看，你懂不懂？明若邪拍开了他的手，司空吉脸更黑了。那改日本王送你一块更好的。你能找到什么比流音大师亲手雕刻的更好的玉？明若邪看着他，明晃晃的。司空吉觉得自己有一些牙痒痒了，见他又把那白玉坠儿当着他的面给塞进了领口去，他胸腔里真的是又是滋味难言。过了一会儿，静水带着静心抱了东西过来了。两人见司空吉和明若邪坐在栏下无言，气氛似乎不是很好的样子，不由得又对视了一眼，但是他们也没敢上前说话，抱着东西进了房，跟着满月一起收拾了一下，这才退了出来。司空吉站了起来，背着手，也没与明若邪说话，走进了一间客房，啪的一声就关上了门。哼！明若邪嗤了一声，也站了起来。姑娘，王爷怎么了？是生气了吗？想抢我的好东西呢？不理他。明若邪也是累了，顾不上这里淡淡的霉味儿，就往床上一躺。满月，你也休息会儿。是。明若邪睡了片刻，陡然睁眼惊醒过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连睡着了，他都蓦地想起了方才司空吉伸手从他的脖子勾出那玉坠，手指碰到了他脖子的瞬间，他的手指冰凉，他都睡不安稳了。坐了起来，理好衣服，便轻轻地拉开门走了出去。司空吉静静躺在床上，但是却没有盖被子，被子根本没抖开，还是折叠着放在了一旁。这不盖被子不得冷死啊，疯了吧？明若邪的手刚一碰到司空吉的额头，就吓了一跳。这温度果然是病了，明明就已经着凉，在这里睡的时候还不盖被子，那更是很容易一下子让病发上来。这要是不退烧的话，只怕会很麻烦。可是陶大夫今天并没有跟过来啊。明若邪不管了，
把被子给他赶紧盖上，还拉到了他的下巴处。但是刚刚把被子都盖好，司空吉一手就把他给掀开了，还直接就给掀到了地上去。宁若邪瞪大了眼睛：“司空吉，你这是要闹什么？天气这么冷，你都已经生病了，还想继续着凉？”听到了他的声音，司空吉缓缓地睁开眼睛来，定定地看着他。可是他却没有说话。宁若邪被他看得有些怪怪的，不由得摸着自己的脸：“怎么了？难道是脸上易容的香灰又掉了？按理来说不可能啊。”这辈子掀了1月脸。司空吉声音有点沙哑，他的声音都变了。看来这一病来势汹汹，宁若邪有点担心，但是听了他的话之后，他就愣了一下。“什么1月脸？”“一种香料。”“所以呢？难道因为熏了一种他不喜欢的香料，他就不盖被子了？”司空吉轻叹了口气，咳了2声。本王对这种香料会有排斥。过敏？宁若曦反应了过来，她脸色微微一变。这件事情是公开的吗？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因为以前有一位侯爷很喜欢这种香料，但是本王跟他坐一起久了就会发病，当时直接晕了过去，何太医帮本王诊了好久，才查出来是这个原因，所以该知道的应该都知道。可是在这白云观中，远离皇城，他们不知道的话应该也很正常吧？不正常，因为这种一月莲是西域来的香料，并不容易找到，你闻这气味也会觉得有些古怪吧？一般人是不会喜欢这种香料的，所以白云观按理来说不可能给客人用这种特别的香料。这么说已经够清楚了。宁若曦的脸色也沉了下来。所以对方是故意的，这一床被子就是特意为你准备的。可他们难道不知道你一闻到味道不对肯定不会盖的吗？宁若曦问出了这一句话之后，自己就想明白了。既往自己不盖，但是如果他病倒了呢？如果他身边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对一月灵过敏，就替他盖上了被子呢？就像他刚才那样，他不就准备替他盖上被子吗？要是司空吉晕晕沉沉的没有醒过来，那被子盖了也就盖了。好狠！宁若曦磨了磨牙。我看啊，对方还是要冲着我来的吧。现在能够接近你，给你盖被子的人就是我了。如果你因此出了什么事，那还是我倒霉啊。你看看，你多能惹事。司空吉轻叹了一声，挣扎着坐了起来，轻身就朝他靠了过来，把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整个人靠在他身上，伸手就环住了他的腰。你，本王有点冷。宁若曦本来是想要一手将他推开的，但是见鬼了，听了他的这一句话之后，他却动不了手。我去那边抱被子过来，我那边的被子没有这种味道。不用了，晚上本王过你那边去睡。啊！宁若曦瞪大了眼睛，他说的这是什么鬼话？反正不是第一次同床共枕了，在这样的地方，本王又病着，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只怕远了来不及知道。一起睡吧。司空吉说着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又已经闭上了的，而且声音还沙哑而低沉。宁若曦却被他最后这4个字弄得心也砰砰乱跳了几下，然后才猛地清醒了过来。哎呀，我这是乱想什么鬼啊？司空吉的意思明明就是说在这里不太安全，怕照顾不到，我这是想到哪里去了？哎呀，真是的。那你现在怎么办？这白云观里有没有大夫啊？或者我去问问，看看他们有没有药。他们都送了这样的被子来了，你觉得他们就算是有药，本王敢吃吗？司空吉靠在他肩头上环着他，声音越来越低。宁若曦却是想说，这有什么不敢吃的？反正他能够分辨得出来那药对不对啊？要是对方给了他有古怪的药，那倒还好了，他马上就能把人逮住。但是司空吉却搂着他，又闭眼睡了过去，没有再回他的话，也没有松手。宁若曦轻轻挣扎了一下，没能挣开。他竟然这样坐着就能睡了，可能是刚才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又闻到了对他有危险的一月莲的味道，他根本就不敢真的睡过去，一直在强撑着吧。现在我来了，靠着我，搂着我，他安心了。啊，
宁若邪轻轻地吁了口气，最终还是没有推开他。可是他这样子不吃药肯定是不行的。宁若邪忍不住就探进了医研所里的药库里，他记得以前自己是存了一点退烧的口服液的。他仔细地翻找了一下，竟然还真的给他找到了一小盒。宁若邪把它拿了出来，也没有看生产日期。他把瓶盖拧开，扶起司空杰来，把瓶子凑到了他的嘴边。这是我一直藏着的药，正好适合你喝。啊！司空杰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他烧得晕沉沉的，只知道在他身边的人是明若邪就行了。药喝了，我难得这样哄人。为本王吗？他的眼睛没有睁开，也没有看到药瓶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玻璃瓶。这不是在喂？明若邪想翻白眼。真是的，喝药就喝药，那么多废话干什么？本王上次不是这样喂你的。明若邪反应过来他上次说的是怎么喂的，顿时耳朵就有些热了。司空吉，你是不是想我揍你啊？这到底是病晕沉了没有啊？还能记得这么占便宜啊？司空吉又不知道低语了一句什么，明若邪没有听清楚，但是他好歹是张嘴把那瓶药喝了。司空吉喝了药便又晕晕沉沉的睡着，明若邪就这样被他靠着又不能走，不由得低骂了一下。怎么就混到这份上了？这是靠枕啊！司空吉睡了有1刻钟的时候，烧就退了。你这样一动不动，身子会麻的。司空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来了，醒了也不动，也不挪身子，依然这样抱着他，抵在他的肩膀上说话。知道我身子会吗？你还不起开？明若邪咬牙，手却是很自觉的已经朝着他的额头摸了过去。司空吉沙哑着声音笑笑，拉下他的手儿凑了过来，把额头抵在他的额头上。这样能感觉到本王退了热吗？这厮！明若邪与他额头相贴，心跳突的有些加快，伸手就推开了他。差不多到用膳时间了，起来吧，过那边去。他站起来动了动肩膀，忍不住瞪了他一眼，肩膀还有些麻。司空吉也笑了笑，目光也落在地上那床被子上，笑意也冷了下来。走吧。明若邪把他扶了起来。等会送的食物我先检查，之后你再吃。不仅能检查药物，还能检查食物了。司空吉任由着他扶着出去。反正都是要进口的，有毒无毒不是差不多的道理？倒也对，就是不知道梁王有没有事，毕竟静云师太的死就是冲着他来的。司空吉脚步一顿，你倒是挺关心梁王的，不过是初次见面。我第一次跟你见面还当你的王妃呢。所以你把梁王与本王相提并论？你们都是王爷，把你跟他相提并论好像也不辱没了你。司空吉觉得自己又不舒服了，他咳了起来。他说的相提并论，难道是这种身份吗？不过要是再加上他是流音大师这个身份，哇，你好像跟他还真的没得比。这该死的风寒！再瞥向他脖子里那根绳，这该死的白玉坠子！你就这么崇拜流音大师？本来就觉得流音大师挺厉害的，现在知道他是莲王。明若邪压低了声音，你不知道，莲王因当年什么事情而放下了这样尊贵的王爷的身份，放弃了皇城的锦衣玉食，一个人在外漂泊，不仅没有三餐不继，还在雕刻和绘画上有了这样的造诣和名气，不厉害吗？这些都不是在安逸的生活环境里经年累月学的，积累起来的，而是在旅途中成就的，这就很厉害了。莲王年少时就已经学会了绘画和雕刻，在他离开皇城的时候，已经学过了10几年了。司空吉提醒他，那也一样厉害啊。流音大师的名气可是在他离开皇城之后才传出来的，又不是他还在皇城的时候传出来的。两人一边斗着嘴，一边朝那边客房走去。我觉得梁王很有可能是中了什么蛊虫了，等会儿我去给他看看吧。司空吉的动作顿了一下，想了想，还是缓缓点头。你要是想去的话，本王陪你。司空吉和明若邪到的时候，正好看见一小尼从莲王房里出来，发现了他们，飞快地抬头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赶紧地垂头从另一侧跑了。怎么回事？司空吉觉得有些不对，若是来找莲王的，用得着见到他们这样心虚地跑开吗？这个小尼之前好像没有见到。明若邪说的是之前在静云师太的门口见到的那些小尼。白云观里肯定还有几位师傅没有出来，你之前没见过也不奇怪。
司空吉说话的时候，觉得气儿还挺顺畅的，心里暗自觉得有些奇怪。要是换成以前，他受了风寒，就算喝了药，起码也要缠绵病榻好些天。这一次好的倒挺快。他看了明若邪一眼，你先前给本王喝的药是什么药？治风寒的药啊。明若邪眨了眨眼，哪里来的？就以前一个老大夫送我的。晚上拿给本王看看。没了。明若邪回了这句话之后，立即指了指连王的房门。我们快进去看看连王怎么样了。然后他就提着裙摆先跑了过去。刚刚那小师傅出来的时候，门没有关。明若邪这一走近，便看到了连王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只小酒壶，正在嗅着壶。酒？不吃饭喝酒？连王殿下。明若邪一开口，连王朝他看了过来。是准晋王妃啊，进来陪本王喝酒。话音刚落，便看到了跟着出现的司空吉，他顿时就把酒壶放下了。司空吉眼一瞪，如果他不来，就要跟明若邪2个人喝的意思，一见到他来就不喝了。连王，刚才那位小师傅是过来干什么的？你们也看到了对不对？连王坐直了起来，又把那酒壶端了过来，给本王送酒，说这是白云观里酿的斋酒，味道不输皇城里最有名气的桂花清酿，让本王尝尝。明若邪走了过来，但是王爷没喝。本王不敢喝。连王笑了笑，笑意却不达眼底。王爷能把酒给我看看吗？连王就把酒壶递了过来。看看，要是你能够看出门道来，本王再送你点东西。那感情好，不过我可不是为了讨要王爷的好东西才来的。好。明若邪接过了酒壶，闻了闻，然后便倒了一点点在右手指上，手指轻轻搓了一下，他的脸色微微一变。王爷，这酒您没喝就好。明若邪说着，便去点燃了烛火，然后把刚刚碰了酒的手指在火上过了一下，就是快速的炙过。虽然他的速度很快，指腹上还是一下子就燃起了一小抹火焰，酒烧起来了。司空吉神色倏地一变，立即就抓住了他的手，伸手去灭那指腹上的火苗。等下，没事。明若邪赶紧就把手指给抽了回来，他自己指腹一搓，把那薄薄的火苗直接就给搓没了，然后把手指举到了他的面前。看。司空吉定睛一看，他的指腹只是有点点微红，但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稍微用力按一下都会有这样的红的，竟然真的一点事都没有。连王刚才也蓦地坐直了起来，想要冲过来，现在见他真的没事儿，他便又坐了回去。你这是做什么？好端端的还要去烤自己的手指？不是，那酒里有些虫卵，我刚刚搓的时候搓到了，所以用火把它们烧死。连王也是变了脸色。虫卵？到了身体里以后应该会慢慢的长大，以后王爷是被从里到外啃食了，还是说会渐渐得了病，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但是这一壶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司空吉听了他这话，也不免有些头皮发麻。也就是说，只要连王没有注意就喝了一小口，那就等于是喝了一些虫卵下去了。可是这些东西在酒里还能活着？这并不是酒啊。明若邪也觉得有些犯恶心。就是一种带着酒味的液体罢了，所以虫卵在里面泡着是不会死的。竟然连酒都不是，但是那种酒味儿真的是可以骗过人。司空吉却是有些讶异于连王一口都没有尝。王爷怎么不喝呢？之前那个小师傅出去的时候你们看到了吧？看到了。本王看到的就是璃月师太所说的那个净念小师傅，你们看着是吗？司空吉皱了皱眉，他并不是没有注意刚才那小尼的长相，因为他的心思还在明若邪治风寒的药上。明若邪却惊了一下，摇了摇头。不是，他长得不是王爷和璃月师太之前描述的样子，而且最明显的一处是他的鼻翼上没有红痣。没有红痣？连王眉一攒，过了片刻突然就摇头苦笑了起来。所以本王其实还是中招了。王爷可能是中蛊了，所以看到的某个人会想起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其实只是一种催眠式的迷惑。你连这个也懂？连王赞叹地看着明若邪。那可能解？能。在司空吉还没来得及拦的时候，明若邪就已经一口答应了下来。司空吉顿时就有点想要扶额，他实在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明若邪这样聪明近妖的人，为什么就会如此信任初次相识的连王？但是他答应都已经答应了，他又还能说什么？
连王这会儿看着明若邪的眼神已经是无比认真的了。当真？明若邪也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现在就急，需要准备什么？一只茶杯就行了。明若邪说完，司空吉已经默默的从桌上拿了一只茶杯递了过来。明若邪接过去，对他笑了一下。司空吉心里便暗叹：罢了，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要信谁就信谁吧，最多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给他兜着。就只是需要一个茶杯？连王觉得讶异不已。是的，但是我的手法需要保密，所以得点了王爷睡穴。王爷能同意吗？连王定定的看了他片刻。好。明若邪心中一松，本来他是担心连王不会同意，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是把他自己毫无防备的交给他和司空吉了。若是没有足够的信任，这绝对不会被同意的。明若邪看向了司空吉。本王有说要在连王面前暴露会功夫的话吗？有吗？结果明若邪对他说道：麻烦靖王出去喊我的丫鬟进来。司空吉脸微黑，结果还是他自以为是了。他转身走了出去，背后又传来明若邪的声音：然后王爷就在外面稍后吧，等好了之后我再喊王爷进来。司空吉脚下差点一绊，他还以为他是不用避开的那一个，谁知道他还是想多了。黑着脸的靖王出去了，把满月叫了出去，然后自己就在门口站着，感觉自己莫名的像是一个守卫的。过一会儿满月也出来了，直接把门关上，还有些警惕的看着他。王爷，姑娘说谁都不许偷看。本王稀罕，切！司空吉嗤了一声，往旁上走了2步，彻底的避开了。明若邪发红的掌心轻轻的贴在了连王的后背上，闭上了眼睛。出来！在连王的身体里的蛊虫很快的随着连王有些作呕的动作被吐到了茶杯里。那是一条1小指粗的黑色的虫子，那条虫子落到了杯子里，便渐渐的漫出了像墨一样的汁来。很快，他自己的身体渐渐的淡成了朱红色。明若邪把连王扶好，让他躺靠在软榻上，这才朝外面叫了一声：满月，请王爷进来吧。满月听到了他的声音，推开了门，对司空吉道：王爷请。满月，本王都要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本王府里的丫鬟了。司空吉瞥了他一眼，难道他府上的丫鬟不该是向着他这个主子的吗？怎料说了这一句话之后，便听满月很是直接的回了他的话：当然不是啊，姑娘已经跟朱管家说过了，奴婢的身契是在姑娘手里，而且奴婢的月钱是姑娘自个儿发的，以后姑娘要是离开世子府，肯定是要带着奴婢一起走的。满月一副谁是你的丫鬟的模样，反正他就是一心向着明若邪的。司空吉一愣，他怎么竟不知道此事？所以明若邪与本王分得这么清楚，这已经做好了要带着满月离开的想法了。王爷，快进来，替连王解了穴道吧。明若邪在屋里对他说道。司空吉深吸了口气，暂时把此事压了下去，走了过去，替连王把睡穴给解了。然后他就看到了那只杯子里的蛊虫。连王醒了过来，目光也落到了那只杯子上，一看到了里面的那条蛊虫，他只觉得一直气血翻涌。王爷可相信这是明姑娘从您的身体里引出来的？司空吉有了之前星坠身体里的那一条更恶心的虫子在前，打下了心理准备。这个看着倒还好了。若是连王不承认，非说这是明姑娘自己弄出来的虫子，那明姑娘之后不会再多做什么。本王哪里有说过不信？连王哼了一声道：哼，本王还真信了，因为之前本王见过这条虫子，知道它的主人是谁，所以要害本王的人，本王倒是心里有数了。竟然还见过这一条虫子，这可真的是厉害了。明若邪点了点头。我就是觉得王爷很有可能会对这虫子有印象，所以才留着他让您看一眼的。这你也知道？连王现在看着明若邪的眼神里已经有光。因为这种东西，他要见了面，对上了眼，才能起作用。原来如此。连王看着他有些好奇。明姑娘莫非是西域人？不是，我是兰国人。这边的事情处理完，连王便有了食欲了。在他去用膳的时候，宫里来人已经抵达。先来的是杜行所带来的100禁卫军，一进了白云观，杜行便一手指向了明若邪，沉声冷喝了一声：把他抓起来。是。 2名禁卫军大步冲上前，
一左一右的要来抓明若邪。慢着！司空吉立即就挡到了明若邪的面前。杜统领这是何意？奉太后口谕，明若邪晦气过重，有害死静云师太的嫌疑。在查明真相之后，也需得先抓起来控制着，等候查清真相之后再发落。晋王，让开吧！那2名禁卫军立即就把司空吉推开，伸手抓住了明若邪的手臂，猛力的将他扯了过去。本统领还要查明静云师太死因，在带人回宫复命之前，让他跪于大殿候着。杜统领看了明若邪一眼，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新弱罪婢，还真的是牵动了不少人的注意。如此看来，也是他的厉害之处了。笃行。司空吉的眸光微微一暗，要让明若邪一直在大殿跪着。王爷，明若邪叫了他一声，对他微微摇了摇头。这又何妨？先应付过去，他又未必会跪。现在他还病着，又不能暴露有武功的事实，在大真也不过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质子，就先忍着吧。司空吉的手指捏紧了，掐进了掌心里。终有一天，他会让天下人都骑不到他的头上。带到大殿去，其他人随我来。陆行扫了司空吉一眼，淡淡的道：王爷，来的路上我们还发现了死马与打斗痕迹，山坡上还有3具死尸，此事等会儿还要请王爷好好的解释解释。也就是说，别以为只有白云观的事儿，路上还有3条人命呢。本王也想请杜统领好好的查一查，究竟是何人在前往白云观的路上劫杀了本王。司空吉说道，他背在后面的手指轻轻的搓了搓，然后就想到了明若邪每次要碰药的那种动作。他朝他看去，明若邪对他眨了眨眼。司空吉本来绷紧着的心就抖得微一松，只是担心他害怕惶恐，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能露出俏皮的神色。也是这个女人的胆量比他想象中的要大多了。陆行俊脸冷凝，带着人去了静云师太的寝室，而明若邪便被押到进了大殿，押着他的2个禁军侍卫将他往佛像前一压，一人就踢向了他的膝盖窝。跪下，老实跪着。一个死人堆里出来的罪婢，还真当自己真能成了王妃？嘿！明若邪跪在那里垂眸沉默，他还真的是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种委屈。他们可能不知道，他这人心眼极小，睚眦必报。他抬头看着慈悲望着他的佛祖，佛祖微笑，明若邪也微微一笑。不好意思了，我不慈悲。就在明若邪的右手正要轻按在地上时，殿外传来了连王的声音：谁准许你们对晋王妃无礼的？连王爷。那守在殿门外的禁军侍卫顿时就变了脸色，扑通一声的跪下了。这是杜统领下的令。杜统领。连王喝了一声。哼，本王倒是不知道，区区一个统领都要比王妃厉害了。他杜行是哪家皇室的？明若邪收起了手，就是站了起来，转身朝殿外看来。那2人看到他这么起身了，不由一惊，胆子可真大。难道以为连王真的会给他撑腰不成？他以为他是谁呀？连王好像是之前就跟杜统领有不对付的。王爷，明若邪走了出来，连王打量了他一眼，见他无事，这才嗯了一声，然后就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指了指他：你呀，好歹也是皇上伺候了的晋王妃，就算是还没有大婚，那也是正正经经的晋王妃了，怎么就能任由人欺负呢？谁要敢对你不客气，就直接端出你晋王妃的架子来。谁都听得出来，连王这表面是斥责，但是话里却是包含着护着的意思。明若邪立即乖巧的点了点头：王爷教训的是，那我以后就端起架子来了。自然，晋王要是没办法给你撑腰，你来找本王。连王这话一出，那2个禁军侍卫就变了脸色，不是为了跟杜统领对着干，而是真的要护着这个罪婢。但是连王刚才说的话也没错，毕竟他已经是皇上赐婚的了，就算没有大婚，那也已经是正正经经的晋王妃。不过大真国弱，晋王都是质子，一个晋王妃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又忍不住想着，然后他们就听到了明若邪对着连王不耻下问：那我现在就可以教训这2个奴才吗？连王不假思索的点头：这个自然可以，他们要是对你不敬，只管打骂责罚。于是明若邪便抬起脚对那2人踹了过去，一人一脚将原本就跪在地上的2人都直接给踢得从殿前台阶上滚了下去，像是滚了2个大南瓜。那2人根本没有想到
明若邪看着纤细，脚劲儿竟然会这么大，真的是被摔懵了。两人刚准备爬上来，却见两团黑影突然就朝着他们的脸飞扑过来，一人一只，狠狠地咬在了他们鼻子上，然后又猛然松口跳下，逃窜的无影无踪。那两人都捂着鼻子惨叫了起来。连王收回了刚才追着那两团黑影去的目光，看向了那两人，又看向了明若邪，诧异地问道：刚才那是什么？明若邪双手一摊：我也没看清楚啊，跑得太快了。好像是老鼠。连王还有些回不过神来，真没看清。可是老鼠怎么会过来咬他们的鼻子？可能是因为觉得他们有点蹬鼻子上脸，仗着杜统领以为自己是根葱了。连王愣了一会儿，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他看向那两名禁军侍卫，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斥了一声：赶紧滚吧！捂着鼻子的两人连嚎都不敢嚎，赶紧就跑去找杜行了。杜统领带了何老太爷来了。连王对明若邪说道：这说明缙云师太的死因很快会被查清楚的。明若邪四处望了一下，竟然没有看到司空杰的踪影。不用找了，你们家晋王只怕身体是有不太舒服，去茅厕了。连王没好气地说道。明若邪却是不信，司空杰那厮想必是去做什么坏事了，那厮也绝对是个睚眦必报的主儿。何老太医是一进白云观就被离月太师带去了缙云师太的寝室。缙云师太毕竟是女子，但是老夫现在要的是仔细的查验全身，须得找个姑娘来。陆行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离月师太，那离月师太帮帮何太医的忙吧。离月师太脸色微变，看着床上的缙云师太，竟然下意识地退了一步。何老太医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心中有所畏惧的，只怕是找不到细微处。那就找别的师傅来，总是能有一个两个胆子大的。陆行对离月师太说道。但是这么一找，陆行还真的是气坏了。白云观里的所有女尼竟然都不敢给缙云师太验身。杜统领，靖王说他叫王妃，刚被杜统领勒令在大殿跪着，不敢擅动，就不过来了。他说什么？陆行的脸一黑，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靖王这绝对是报复。再去请，就说事关缙云师太死因，太后和皇上还在宫里等着。是。那侍卫跑了出去，没一会儿又跑了回来。陆行一看到他是自己回来的，就觉得预感不太妙。果然，侍卫哭丧着脸说道：统领，靖王说他家王妃现在有嫌疑，不敢来，省得被查出什么又扑到了他身上，还说什么？陆行一张俊颜，气得发黑。靖王还说皇上和太后在宫里等的是杜统领，又不是他。陆行觉得自己一口气真的是要憋在胸腔里出不来。这个时候，那守在外头的两个侍卫才敢露面来，小心看了何太医一眼。这何太医可是功力异宝了，不是谁都能够得他亲自诊断的。但是他们想请何太医替他们看看鼻子呀。哈达、郑森，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陆行一眼瞥到他们流血的鼻子，剑眉猛地皱紧。这两个人不是在大殿那里盯着明若邪的吗？统领，我们也不知道刚才咬我们的是什么东西，能不能请何太医给我们看看啊？统领，我现在鼻子疼得厉害。被什么东西咬了？我看看。杜统领，你去请晋王吧。这事儿真不能耽误。陆行一肚子火，但是他却不得不出去。皇上那边还好，太后是真挂心缙云师太的死因，要是他不赶紧查出来，只怕也麻烦。等杜行去了大殿，却看着连王和靖王站在殿前谈着话，大殿门半掩，不见明若邪。我一直见过连王，见过晋王。杜统领，本王给你见礼了。靖王说着就要朝杜行鞠躬，这可真是把杜行吓了一跳。晋王爷，您这是做什么？卑职可担当不起啊！堂堂一王爷，跟他一个当统领的鞠躬行礼，传出去他会成什么人了？杜统领怎么会担当不起？就您手下的兵都能对本王的王妃脚踢了，您更加的身份尊贵啊！晋王司空吉就只是淡淡说着话，但是听着这话，在连王面前，陆行却是背后渗出了冷汗。陆行缓缓的单膝跪下了，卑职无礼，请晋王恕罪。司空吉看着他片刻，转头便对着大殿里扬声道：王妃，杜统领向你赔罪来了。在大殿里闲晃着，看着壁雕与佛像的明若邪一挑眉，这才走了出来。
看到跪在殿前的杜行，他颇为讶异的说道：“爷，杜统领这是在跪我吗？”杜行一听到这句话，差点就吐血了。跪你配吗？但是这句话他现在愣是没有办法说出口，敢说他就死定了。明姑娘，刚才手下多有得罪，请明姑娘大人有大量，莫与他们计较。杜行这句话有点像是在齿缝里蹦出来。司空吉看了一眼明若邪的膝盖，颇为关心的问道：“可把膝盖跪疼了？”明若邪眨眨眼，立即就一手扶住了门柱。不仅疼，还有些站不住，只怕一时半会走不了。然后他又反问司空吉：“王爷，我区区一个弱小可怜无助的小罪婢，不算大人吧？我感觉我没有大量呢。”陆行的太阳穴跳了跳，连王站在一旁看好戏，他算是看出来了，晋王是个心黑的，而这个满城传的沸沸扬扬的从死人堆里挑出来的罪婢更不简单，绝对不是个当丫鬟的。现在这两个人一联手，便让杜行有苦难言，为了半天还起不了身。司空吉点了点头，煞有其事般：“你不过是一小女子也，无需大人有大量。所以，这要是有人向我犯了错，道歉没有意思；要是送礼赔罪，我觉得还差不多。”这一下，连司空吉都有些无语，接不下他的话了。明姑娘，不，晋王妃，这是卑职管教无方，非给晋王妃请罪，卑职愿意奉上100两银票。陆行咬牙切齿，今天无奈的是，旁边还有一个连王在场。连王这般不说话，分明就是站在明若邪和晋王那一边的。明若邪微微偏了偏头，正要说话，连王已经开了口：“我说杜统领，你这就抠门了吧？咱们兰国这么抠搜，你手下的人把晋王妃惊吓到了，还踢了他，你给个100两是想侮辱谁呀？这样吧，本王替你做主了，1000两，身上带着银票吧。要是没带，本王先替你给了，回头送到连王府来。”连王说着，立即就从怀里拿出了一叠银票来，抽出了3张，递给了明若邪。晋王妃，拿着吧，这是杜统领向你赔罪的，收了银票，你就别与他计较了。明若邪也不客气，伸手就接过了银票。多谢连王爷，多谢杜统领了。陆行的心在滴血，连王先替他给了银票，就等于他欠了连王的了，他敢赖账吗？明若邪把银票收了起来，冲司空吉飞了个媚眼，神情那叫一个得意。司空吉突然就想到满月所说的，他的月钱都是明若邪自己发的，他突然就有些心塞了。为什么要助他拿了这么一笔银子，让他发不起满月的月钱才好？明若邪讶然地看着杜行：“哎，杜统领，您怎么还不起来？下次别行这么大礼了。”杜行一股郁气差点没有冲到头发尖去，他站了起来，强压下心头的郁气火气，对明若邪说道：“何太医那边需要晋王妃帮忙，能不能请晋王妃过去一趟？”明若邪又有些犹豫地看向了司空吉，司空吉现在与他已经有了默契，收到了他这个眼神，便立即说道：“不是说他有嫌疑吗？这万一好心前去帮忙，结果却什么事情都赖在他身上，那……有何太医在，晋王妃是不是帮忙，何太医自然是能够看得清楚的。景云师太的死因也尚未查明，此时并没有说晋王妃有凶手嫌疑。”“哦，不是嫌疑啊，那就过去看看，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吧。”“这位就是晋王妃。”“正是，见过何太医。”明若邪迎上了何太医的目光。上回这位何太医给晋王开的那个药浴的方子是济济焚金汤，差点没有要了司空吉的命，但是司空吉却相信方子一开始是对的，是后来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是相信何太医的。现在对上何太医的目光，明若邪倒是相信了司空吉的判断，因为何太医的眼神看着很是清正。“晋王妃先过来帮帮忙吧，你害怕不害怕？”“不怕。”“好，好，你进来，给静云师太细细的检查一下，看看她的身上可否有什么叮咬的痕迹，是什么样子的，要看仔细，头上脚底也不可错过。”“是。”明若邪便一个人进了屋，连王的心也莫名的有点提了起来，对司空吉道：“一个人与尸体待在一屋，他当真不怕？”司空吉想起来明若邪在死人堆里与他翻滚的样子，咳了一声：“他还真不怕。”连王摸了摸下巴，啧啧叹了2声：“我说晋王爷，去陈仙陵选妃，要看时辰的吗？选的时候有什么诀窍？是随便逮个活的就行吗？还是要算一算方位？”“你
司空吉差点一口气噎住了自己。莲王，请您自重，您年纪不轻了。本王虽已年近40，但是尚未成亲，依然相貌堂堂，身强体壮，幽默风趣，还才华横溢。而且这么多年在外面游山玩水，也绝不沾花惹草，一直洁身自好。其实也不比你差。你虽然长得比本王稍微好些，但你体弱呀，聪明的姑娘说不定也会弃你而选本王。连王说了这话，便扬眉笑了起来。他长得这模样，身为男子已经很妖艳，要是身为女子，那还不知道该是如何魅惑人心。但是听了他的话，司空吉心情却是好不起来。明若邪说不留在质子府，自有更好的去处。万一这去处就是连王府呢？万一他想当连王妃呢？司空吉又咳了起来，语气可使人病发。看看，本王刚刚说什么呢？你体弱呀。连王摇头叹气。哎，靖王，你说说以后你会不会子嗣艰难呢？被他这么一探一扎刀，司空吉觉得语气更重了。他早晚能调理好身子。杜行在不远处望了过来，他只能看到连王和晋王聊了个没完，倒是没有听到他们在谈什么。何太医却是看着晋王半晌，抚须点了点头。看得出来，晋王大好了呀。你去本王那边吧。王爷为什么不自己过去？满月直愣愣地呛了他一句，这么赖在他们家姑娘房里可不好。司空吉这还是第一次被丫鬟给反呛了。已经走到了床边的明若邪忍着对满月道：哼，满月，你过去吧，晚上睡得警醒些。是，姑娘。满月行了一礼，退了出去，关上了房门。司空吉无奈一叹，看着扑哧一声笑出来的明若邪道：你这丫鬟倒是忠心耿耿。他的话都不听，只听他的。明若邪笑着承认，当初就是看中了他这性子。不过本王还以为你会赶过去对面呢。王爷说的也没错，只怕晚上还要出什么幺蛾子，互相有个照应也好。王爷就是那里。司空吉倒是没有多说什么，径直走到了软榻前坐了下来。可以吹灯。司空吉只是手掌朝着烛台轻轻一扫，那烛火就悄无声息地灭了。两人都同时缓缓一躺，屋里隐隐约约氤氲起丝丝缕缕的男女气氛。过了片刻，明若邪打破了寂静。王爷。黑暗里，司空吉这一声显得无比性感，起码是让明若邪听说耳朵突然一痒。你在大真和兰国的日子都极不好过，这一身功夫从哪里学来的？小的时候，外祖父担心我体弱，便请了一名武师以车夫的身份带在我身边。本意是想要让他教我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不求成为高手。但是他也没想到，无意中请的这名武师，实则是一位隐世多年的高手。见我资质过得去，便倾尽毕生所学教导我了。只是师傅他老人家说过，我这身子太弱了，否则还能有更高的突破。明若邪总觉得他说的那一句资质过得去是谦虚，一定是资质极好，才能让那位高人倾心教导吧。那王爷的师傅现在人呢？我来兰国的时候，师傅也是跟着一起来的，但是2年前的一次袭击，师傅身亡，我掉下了深渊寒潭，上来之后就一直在鬼门关徘徊。明若邪听得沉默，司空吉说的很是轻描淡写，就是这么2句话的事儿。从认识他到现在，他已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他情妇起许很大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看来温和，实则有些疏离冷淡的模样。但听了他刚才的那2句话，他几乎能够想象到当时是如何的惨痛，几乎能够触摸到他心深处那咆哮着的、汹涌着的黑色浪涛，那被他压在冷漠之下的随时要扑杀出来的煞气。似乎司空吉这个人在这一刻，在他的心里真真正正有血有肉，真实而有温度。从小时候就陪在他身边，精心教导他功夫的师傅身亡，他自己掉下了深渊寒潭。这样的身体，怪不得之前一直就是一脚踏在鬼门关，从此能护着他的师傅也没有了。别难过。黑暗里突然就传来司空吉的安慰。明若邪沉默了片刻，说道：睡吧，安心睡，我会守着。黑暗里，司空吉嘴角微微扬了起来。好。黑暗里，有什么
在悄悄地改变了。这一夜不知道有多少人不能睡好，但是司空吉却是睡得很好的。他发现只要是在明若邪的身旁，他便能够睡得格外安心。醒来的时候，明若邪坐在八仙桌旁，听到他的动静，转过头来。王爷醒了。姑娘，刚才星坠过来传话了，连王请您收拾好了，到前面去用早膳，还说昨夜里杜统领抓到了杀害静云师太的凶手了。司空吉和明若邪同时一愣，这就已经抓到凶手了？等他们收拾好了去了斋堂那边，连王已经坐在一桌素斋前面等着他们了。与他们同桌的还有何太医，只不过看得出来何太医神色疲倦，眼下微黑，应该是昨晚当真没有睡好。眼见晋王神采翩翩，连王不由得出声轻嘲：晋王爷这可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本王睡得极好。司空吉一点都没谦虚，直接就说了一句，然后看了明若邪一眼。明若邪沉默。我去，睡得极好，看本姑娘干什么？何太医出了声：昨天来不及问候晋王，晋王可愿意让老夫把个脉？看着晋王是大好了。何太医要替晋王把脉，还是主动的？连王挑了挑眉，对晋王说道：晋王，还不赶紧的？晋王坐在何太医对面，却并没有伸出手，只是对何太医说道：看何太医有些倦意，是昨晚没有休息好吧？本王身子向来如此，还是不让何老太医伤身了。这竟然是拒绝了何太医的主动诊脉。连王正要说什么，明若邪已经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连王爷，何太医，早安，这些可以吃吗？早安。还有这样的问候，倒是新奇。连王看着他就笑了起来，忘了要说晋王的事了。早安，快吃吧，吃完就该回京城。吃的差不多时，一名穿着淡蓝色劲装的青年匆匆而来，一看到连王，神色一松，单膝跪下：王爷，寻主来迟，请王爷恕罪。连王挥了挥手：本王自己甩开你偷跑的，你有什么罪？起来吧。明若邪听到他竟然是自己甩开了随从，自己偷跑的，嘴角不由得一抽。寻主，来认识一下。连王却看着明若邪，对寻竹说道：这位是明姑娘，本王与她甚是投缘，以后要是遇到明姑娘的事，无需请示本王，多看着点儿。连王这话分明就是要照着明若邪的意思了。寻竹不由一惊，下意识看向明若邪，见他一脸灰，他立即就垂眸行礼：小人寻主见过明姑娘。寻竹看起来24、25岁左右，身形挺拔，相貌英俊，唇角一颗极小的痣，看起来正直而稳重。看他腰间佩剑，也是一名会武的随从。寻主大哥客气了。这一声大哥，顿时就让另外两个男人都有意见了。连王摇头：寻竹是本王随从，你喊他大哥，本王又是你们友，那本王要不要也喊他一声大哥呀？司空吉神情淡淡：妇唱夫随，本王莫不是也得喊寻竹一声大哥？寻竹嘴角一抽，赶紧说道：明姑娘，请您叫我寻竹就好。原来这位就是最近几天传得满城风雨的晋王妃啊。寻竹跟着连王久了，眼界还是有的，冲着只这么一天时间，明若邪便能够让他们王爷如此护着，而且还让晋王说出了妇唱夫随这样的话来，便知道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罪婢。王爷这还是第一次如此光明正大说要扶持一个人呢。可惜这一位是晋王妃。寻竹觉得有些遗憾。那好吧。明若邪只能应了，同时还睨了司空吉一眼。什么叫妇唱夫随？还不是夫妇呢？连王对晋王说道：晋王和明姑娘就坐本王的马车回城吧。那就有劳王爷了。连王的马车又大又奢华，而且还奢华的极有格调。马车里坐上了4个人，还是显得很宽敞。司空吉问连王：听说昨晚杜统领抓到了杀害静云师太的凶手了？连王斜倚在软枕上，眉目间一派风流，他漫不经心地说道：抓到那个人，你们估计没有想到。话音刚落，便听明若邪道：璃月师太。连王诧异朝他看来：你怎么知道？猜的。璃月师太昨天提起静云的时候，不是喊一声静云师太，就是直接喊静云。但是据我所知，她至少应该喊一声静云师姐。
说明黎月师太对缙云师太本来就一直没有什么亲近和尊敬。连王笑了起来。你倒是聪明。是啊，抓的就是黎月。昨晚黎月与一个小师太想要偷跑，结果被杜行发现了。抓了黎月之后，他还在黎月的房间搜到了几只小小的养虫的陶罐，那里还有些虫卵。黎月交代了，说是不满缙云得到太后恩宠，当了白云观的观主这么多年，心生了怨愤。连王看着明若邪，放心，此事有问题也只会牵扯在本王身上。宫里若是要拿什么晦气来往你身上泼脏水，本王也不会坐视不理。回去你只管安心。明若邪心中一暖，多谢连王。不过晋王可能得解释解释半山坡那3具尸体的事了。连王看向了司空吉，那个明若邪正要说话，司空吉袖袍一扫，抓住了他放于身侧的手，将袖袍挡住了。此事本王也想进宫，请皇上做主。司空吉镇定自若，见他心中有数，连王也就没有再说话，只把腿一伸，对满月道：哎呀，帮本王捏捏腿。哎呀，这老寒腿犯了。是，王爷。连王闭上眼睛，明若邪看向司空吉，松手啊！司空吉也闭上了眼睛，只是把他的手更紧地握住。将他们送到质子府，连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望了一眼质子府，对明若邪道：这里破旧，住久了只怕人都要变小气了。有空到连王府看看，本王让你多开开眼界。明若邪忍住笑。好。等到连王的马车驶走，司空吉突然说道：狼国终非本王归宿，将来回大真，本王给你一座最精美的王府。明若邪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又不封王，我要什么王府？再说是您的大真，不是我的。说完了这句话，他便招呼着满月进门了。周管家和陶大夫把司空吉迎进府里，都是大大的松了口气。王爷，这下回可不能这样了，真把我们担心死了。星坠想起来也是后怕，当时可惊险了，我们都差点以为明姑娘遇难了。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在星坠声情并茂地给周管家和陶大夫讲着他们经历的惊险时，明若邪回到自己屋里，第一时间便去看那盆龙涎。2天时间，龙涎竟然又长了几株出来，营养液的效果太好了。司空吉的身体真要大好，还是需要这些龙涎的，所以他得把这些龙涎都照顾好了。明若邪又拿出了一瓶营养液浇了下去，然后挖了一株长得最高的进了药库。他想试试看这株龙涎对他有什么作用。明若邪找了找，找到了一个耐高温玻璃烧壶来煮龙涎。龙涎煮成了深紫的药液，明若邪伸手弄了一点，在指尖上轻搓了搓，脑海里浮现了龙涎的名字、药性和效果。这个对于他来说的确也是大补，而且有了这龙涎，他以后可以说体质也会跃上一大层。体质的强悍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鬼手就需要强悍体质来支撑。在看到这一点作用的时候，明若邪简直大喜，立即就端上玻璃壶，准备咕噜咕噜把这一壶龙涎喝了。但是就在这时，他的眼角余光突然看到他自己的那个药柜上出现了一个输入口，像是一条玻璃管渗入到了柜体里。这是什么？明若邪确定自己之前没有看到过药柜有这么一个东西。他走了过去，伸手在那玻璃管口上摸了一把，脑海里突然闪出了一行字：药柜能量补充口，注入珍品药液，可令药柜药品再生。明若邪瞪大了眼睛，觉得自己有点懵，这是个什么意思？把这龙涎倒进这个能量补充口，可以令药柜药品再生？也就是说，之前用完了的药都可以再出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明若邪顿时就不敢直接把龙涎喝了，这要好好的衡量衡量，是要他自己得以大补，体质增强，还是要令药柜里的药再生？他又再次翻翻药柜里的药品，除了强化针，还有之前给司空吉喝的超特效感冒药、营养液。其实药柜里还有不少药的，还是什么止痒的、止痛的、止血的，同时还有超特效的肠胃药，以及一些美容养颜的药水。除此之外，他还翻出了几盒之前玄清托他保管的药，不知道是什么，他还没顾得上看。其实这些药对于他来说应该也很重要。明若邪其实并不是纠结的性子，所以只是思量一下，
他就做出了选择，把那一壶龙涎倒进了能量补充口之后，药柜咔的一声，然后里面的药品便立即自动补充完全，而且重新排列整齐了。明若邪又看到了整整齐齐的强化针，还看到了一盒新的超特效感冒药，就连之前用过了的营养液，现在也已经完全补充完全了。这当真让他兴奋的眼睛都发亮了起来。为了试验，他拿起了一针强化针给自己打上了。正好这一次下了水，淋了雨，伤了身，要是有这么一针强化体格，什么都补回来了。结果就在他打完针的时候，在那一针的空位上又凭空出现了新的一针，完美。明若邪这个时候才突然明白，他们以前说过这些药柜也算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项目是什么意思了。这算是一个超意外之喜。外面传来了满月的脚步声，明若邪就立即从药库里出来了。看到那一盆龙涎，他又开始打起了与司空吉交易的主意。下次他再要一株龙涎。姑娘，沐浴的热水准备好了。满月的声音传了进来。好，我马上过去。国欢院里，陶大夫替司空吉仔细地整过了身体，颇为意外地说道：王爷，您这样的身体淋了雨，只怕是会感染风寒，现在就只是有些虚损，真是令老朽惊喜。司空吉收回手，那里是什么惊喜？他想起了明若邪的药，他的那药很是见效，喝了一次，他的热就退下去了。但是他也没有跟陶大夫说起明若邪那药。陶大夫又问道：王爷，听星坠说，此次何太医也去了八云观，王爷可曾问起他那药与方子的事？没有，事情已经过去了，药也没有存下，再追问何太医没有什么作用。唉。陶大夫叹了口气，也是，他们也都不相信是何太医动的手脚。那此次何太医可曾提起过替王爷诊脉？本王拒绝了。陶大夫大吃一惊，王爷为什么要拒绝？能得何太医亲手诊脉，可是多少人求不来的。他都担心自己医术不够，不能够诊出司空吉身体里哪里还有问题。何太医说过，本王看起来应是大好了，他不诊脉都能看得出来，何必再诊脉？万一被诊出本王服用过几株龙涎，传到皇上耳里反倒生事。这……陶大夫愣了一下，才反应了过来。兰帝故意给了一把看着没有生机的龙涎草籽，只怕便是不想让晋王种出龙涎。现在知道他身体好了些，最多猜测种出了1-2株，要是被他知道一次竟然种出了满盆，兰帝会怎么想？陶大夫想到这里不由冷汗。还是王爷想得周全。司空吉望了眼十双院的方向，他不想暴露明若邪，只是这一次陆行和何太医想必是会把明若邪的过人歹时说给太后和兰帝所知了。司空吉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扣了起来。京城某一座宅子后院僻静一角，秦荣一扬手，狠狠地扇了香草一个耳光。简直就是废物！1次办不好，2次办不好，本小姐还要你做什么？香草被他这一扇，半边脸都红了一片，耳朵有些嗡嗡响。秦荣习武手劲儿本来就不小，他赶紧扑通一声跪下了。小姐饶命！奴婢赶到的时候，灵玉公主的人已经动手了。奴婢本想按照小姐吩咐的，给留下公主是幕后主使的证据，可是突然有另一方杀手赶到，他们剑术惊人，把明若邪逼下了溪流。奴婢也是觉得他死定了，这才赶回来的。死定了？他现在又回质子府了？秦荣双目冒火，听说还是连王亲自送回去的。那贱人不仅没死，还招了连王的眼。香草瑟瑟发抖，这个他怎么会想得到？秦荣瞪着他，实在是气恨不过，又抬脚踹向了香草的肩膀，把香草踢倒在地上。本小姐养你这废物做什么？秦荣说着，便铮的一声拔剑出来。香草脸色刷得白了，顾不上被踹得剧痛的肩膀，赶紧扑过来抱住了秦荣的脸，急急而慌乱地叫了起来：小姐饶命！小姐饶命啊！奴婢一定会再想办法，绝不让那个贱人嫁给晋王的。奴婢想起来了，李月师太那里还有一种千金蛊。秦荣咬牙切齿：你要给晋王下蛊？你要给晋王下蛊？明知道他身子不好，你这是想要他的命吗？不是。香草赶紧又是一叠声的否认，他哪里不知道秦荣是晋王如命，绝不会伤害晋王的。奴婢的意思是给那贱人和别的男人下蛊，只要他跟别的男人苟合了，他就是不洁之人，晋王一定会请求皇上收回赐婚圣旨的。秦荣听了这话，收起了剑。你可知李月师太被抓了？
奴婢知道，但是杜统领对小姐一往情深，只要小姐找他。啪的，又是一声清脆的巴掌，秦荣狠狠地扇了他第二记耳光。本小姐说过，我与杜行的事不得透露半个字。小姐恕罪。香草整个人都痛麻木了，只能跪伏在地上瑟瑟发抖，再不敢乱说话。秦荣努力地平复一下情绪，沉下声来。本小姐就再给你一个机会，这次要是再办不成事，休怪我心狠手辣，滚！谢小姐。香草强行爬了起来，转身走了。司空菊已经猜到杜行会把明若邪在白云观里的表现禀明兰帝和太后，却没有想到第二天宫里就出事了。王爷，宫里来了人，让王爷速速进宫去。去跟公公说，本王换了衣裳就出去。王爷，蓝公公说请王爷带上明姑娘一同进宫。这回司空菊皱了眉，就算是听说了明若邪胆识过人，也不该这么快传他进宫，更何况太后皇上不都觉得他晦气重吗？来的人是蓝公公。是的。蓝公公是太后身边的人，难道是太后那里出事了？去请明姑娘梳发更衣。是。朱管家匆匆去了时霜院，明若邪早就已经起来了。昨个发现药柜里的药能再生，他心情好得很。宫里传我进去做什么？明若邪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王爷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但这应该是推脱不得，所以还请明姑娘梳妆更衣，随王爷入宫吧。知道了。等明若邪更衣好，出了房门便看到司空吉在月亮门那里对他招手。他快步走了过去，司空吉已经握住了他的手腕，带着他出门，一边低声对他说道：杜行应该会如实把你在白云关的表现禀报皇上和太后。这次来接我们的蓝公公是太后身边的人，太后那边只怕是出了事了。入宫之后你收敛着些，再装胆怯肯定是不妥了。明若邪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装傻大姐就行了，胆子实，傻乎乎，也不会让他们觉得紧张。他要是表现得太过了，与靖王的赐婚可能泡汤不说，等着他的结果只怕也不会太好。这倒是个好主意。能办好傻大姐。司空吉只是觉得她纤秀灵动，要扮成一个傻乎乎的姑娘不容易。当然。好，收工之后本王只怕不能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一定要谨慎一点。知道。明若邪觉得他这会儿跟个爹似的。司空吉又仔细看了他的脸一会儿。你的脸今天似乎有些不同。我用莲王的易容粉加高了苹果肌，加大了鼻子，比较像傻大姐吧。听了这话的靖王又不太高兴了。莲王倒是送了他不少东西。太后宫殿里，皇上和皇后以及太后三人正站在寝室屏风外，战战兢兢地朝着屏风里侧探头张望，但是这样飞快一探又实在是看不到什么，让他们又急又怕。皇上，这可怎么是好？太后急怒得很，差点就要急出毛病来了。母后放心，朕已经命人去请晋王和晋王妃了。太后瞪了他一眼：什么晋王妃？明明就尚未大婚。那朕总不能嘴闭的挂在嘴边呢。那姓明的丫头真的能帮着我把这床上的东西处理了？太后也不相信。兰帝其实也不知道明若邪到底能不能处理掉太后床上的那些东西。太后的床上莫名其妙就趴着那么两只东西，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这可是出现在皇宫里，哪怕是兰帝自己都是害怕的。皇后劝了一句：母后，让他来试试也是好的。今天本来朕也是要传晋王和那明若邪进宫来问话，若是他正好可能处理，朕便算他将功赎罪。兰帝这句话让在一边的何太医听出一些味道来，这意思是本来是要算明若邪有罪的，可明若邪做了什么事有罪了？听说那明若邪晦气得很，真让他来了我这慈宁宫里，这慈宁宫还能住吗？太后扫了跪了一地的宫女太监，咬牙切齿道：这些废物！母后刚才也看到了，这些人没有一个顶用的，进去一看，吓晕的吓晕，被咬晕的咬晕，就连尸陪都没有办法，总不能直接用剑砍了。若是真的在母后床上弄了一滩血，母后以后还怎么躺在那张床上啊？太后抖的就弄了起来。那就不躺，让人连床给我抬出去，把床直接换了不就行了？兰帝一愣，好像这倒是一个办法。10名禁军侍卫被召了进来。你们去把太后的床搬出去。兰帝说着，自己已经护着太后退了开去。皇后自然也赶紧退开。遵旨。
在外面的兰蒂等人听到了这一声凄厉的惨叫，几个人都忍不住的跟着抖了一抖。出事了，出事了！太后脸色刷白，身子一软，差点摔下去。兰蒂赶紧扶住了他。母后当心！担心什么？我还能怎么担心呢？这慈宁宫我是住不了了。皇上，你赶紧给我另寻他处，我要搬！太后紧紧地抓着兰蒂的手，吓得不行。哎呀，母后啊，您这宫殿可是历代太后所筑，是应天监天师们仔细的算出来的好宫殿，怎么能说搬就搬呢？兰蒂很是无奈，太后的寝宫是能说搬就搬、说换就换的吗？寝宫里，那一名被击打了一下的侍卫惨叫着摔坐在地上，众人也都害得僵着不敢动。他的手！有人惊骇地指了指那侍卫的手背，只见他的手背现在渐渐地泛起了黑色，然后表面的皮肤也像是被注水一样的鼓了起来，胀鼓胀薄，皮肤上的纹路都被撑开扯平了，完全看不出来像是人的皮肤了。本来正常的手掌，现在就像是一个手形皮筏子一样，比之前足足大了2倍。那侍卫坐在地上，脸色惨白，满头冷汗，举着那只手，另一只手撑着他，神色极其惊骇地往后挪。他看到了被帷幕盖了一半的东西，长得像是一只巨大的无尾的壁虎，那爪子看起来就跟他现在这右手差不多，还有蹼。他动了动爪子，底下全是粘液，就粘在床沿上。微尖的头缓慢的有些笨重的朝着他这边转了过来，然后慢吞吞的吐了吐尖尖的舌，舌尖上还长着叉，是黑褐色的。被他的那双茶色的眼睛对上，侍卫心里站立的连要惨叫惊叫都像被人掐住了喉咙。快点来人拉走他！他一个明明有武功的人，现在竟然全是发软，连站起来都没有了力气。剩下的那9人看到了同僚的手，也都是害得步步后退。他们是被喊进来搬床的，身上自然也没有佩剑，现在赤手空拳，他们根本就不敢上前去。终于有人反应了过来，过去拽住了坐在地上的人，想要把他拽出来。但就在这时，那只东西动了。本来看他刚才连转头的动作都是缓慢而笨重，他们还以为他的动作本来就是这么慢的，哪里想到他突然间就动了，而且这一次的速度还那么快。他们几乎就只是看到眼前一闪，一团黑影就扑了过来，带着一股难言的味道。坐在地上的那侍卫下意识的就挥手要去挡，一大泼水喷了出来，把他们都浇了一头一脸。那只东西扑在了这侍卫的头上，又吐出了信子。那本来要来拉同伴的侍卫被浇了一脸的诡异的液体，再对上这东西的眼睛，崩溃惨叫了起来。外面兰蒂等人就看到几个侍卫都跌跌撞撞冲了出来，一个个神情惊骇崩溃，冲出来之后都双腿发软的摔坐在地上，里面则还有惨叫声一声声的传了出来，叫得让人心头战栗。太后实在是撑不住了，眼白一翻就晕倒了过去。母后，母后！兰蒂差点没能扶住他，急急的嚷道：“何太医！”何太医也是心头一颤，赶紧过来。太后很快被暂时送到了另外的一座偏殿，10名侍卫只出来8人，这8人还都一直抖个不停，问什么都说不出来。姚公公低声说道：“皇上，他们这只怕是下失魂了。”都是废物！兰蒂无力的挥了挥手，把他们扶下去。但是说来也奇怪，那2只东西就一直待在里面，也没有见他们爬出来。杜统领，你有什么办法？兰蒂坐在慈宁宫园子里的凉亭中，遥远的看着寝殿的门，在亭子前面还有一排进士，都手握着剑柄，警惕地盯着太后寝殿的门。陆行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本来他是准备逮住机会就往死里踩晋王、连王和明若邪的，可是静云师太的事儿与太后的事儿一比起来，就有些微不足道了。皇上，要不然让禁卫进去杀了。云。兰蒂沉重地揉了揉太阳穴，陆行立即就带了一队禁卫准备进去杀了那2只东西。里面很快就传来了锵锵当当的兵器声，兰蒂的心高高的提了起来，但是马上就听到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了。一听到惨叫声，兰蒂就不由得握紧了拳头。果然，很快杜行也是极为狼狈的带着人退了出来，应该说是逃了出来。兰蒂不由得站了起来。杜行，杜行匆匆走了过来。你看清楚了没有？到底是什么东西？回皇上，卑职倒是看清楚了那东西的样子，但是
实在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长得很是丑陋，而且不惧刀剑，速度很快。只要是被他们的掌谱拍到，那个部位会瞬间发紫，长脓水，一副城堡，然后爆破掉。闭嘴！兰蒂听得汗毛直竖，用得着描述这么清楚吗？他今晚要做噩梦。就在这个时候，有太监匆匆奔来，跪倒在兰蒂脚边。皇上，晋王爷携晋王妃入宫来了，正在花园候着。兰蒂立即叫了起来：“上客们，马上过来！”现在他是真的有些把希望寄托在明若邪的身上了。司空疾见过皇上。参见皇上。因为兰蒂免了晋王的跪拜礼，明若邪便也准备夫唱妇随的跟了。好在这个时候，兰蒂没心思与他计较这些，一看到他来了，立即便对他说道：“明若邪，朕听说你胆识过人。”明若邪正似天真的回了一句：“皇上，我胆子一向是比别人的大啊。”你也不怕虫子蛇一吧？但是这一回他根本就等不得明若邪的回答了，直接就对他下旨：“太后寝殿里忽然间出现了2只奇怪的东西，不惧刀剑，也伤了不少人。现在朕命你进去，想办法把那2只东西杀了。”司空疾看着周围，再看到杜行都跪在一旁，脸色便是一变。但是看到这种情形，都知道太后寝殿里的那2只东西很危险，而且宫里已经无法对付了。既然那2只东西刀剑不入，让明若邪进去岂不是送死？不可！他正要说话，兰蒂又立即沉声补了一句：“明若邪，说你能够替太后分了私有，朕可赐你一块免死金牌。”明若邪的眼睛蓦地一亮：“免死金牌，这可是好东西啊！我需要，我很需要，我十分需要。皇上说的是真的？”兰蒂脸一沉：“朕乃一国之君，君无戏言。”明若邪立即就应了：“谢皇上。”司空疾有点抚额的冲动，看来是没有办法了。今天入宫来，明若邪只怕也不能装傻大姐了。你需要什么？朕命人为你准备。明若邪也扫了现场的情形一眼，摇了摇头：“不用了，那2只东西既然不怕刀剑，那准备什么东西也没有用，不用准备什么。”一个人什么都没带，就这么朝着寝殿走了过去。司空疾顿了一下，最终并没有跟过去。在兰蒂面前还是要端着些位号。说起来，与明若邪不过相识几天，如果就表现出来对他的关心、爱护和担心，兰蒂就该怀疑起我选中他到底是巧合还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让兰蒂怀疑了明若邪，他就会危险。但若这一回真的能够拿到一块免死金牌，对于他来说倒是一个极大的收获。皇上，他进殿了。兰蒂瞥了他一眼：“朕看得见。皇上，卑职之前便说了，晋王妃胆识过人，有见多识广，还颇有些本事。这样的人哪里会是一名罪婢啊？”杜行看着明若邪进殿了，还是忍不住要挑起兰蒂对他的疑心。晋王真的是从陈仙陵把他捡回来了吗？杜行说着扫了晋王一眼。兰蒂闻言也看向司空疾，确实陈仙陵哪来的这样的罪婢啊？司空疾对着兰蒂行了一礼，不慌不忙地说道：“皇上，臣一直不曾说过王妃是罪婢啊。陈仙岭那边虽然大多是丢弃罪婢，但不是也有一些并非罪婢的？也不知皇城里有多少人不知不觉就遇了害，被丢在那里了。”兰蒂闻言皱了皱眉：“这倒也是，罪婢也不过是猜测。那晋王可问过了明若邪原来的身份？”司空疾倒是知道，兰蒂终会有这么一问，他依然是不慌不忙：“臣问过他，他说伤得过重，捡回一条命是难得，可自己的身份却是忘了。”在司空疾替他应对着兰蒂的时候，明若邪把门关上了，而且还没走几步，他已经看见了那2只东西。在看清楚他们的样子时，他就本来就皱着的眉头更是酥死了。不知道这算是什么，像是密林里来的什么兽。那厚厚的掌谱，黏糊的粘液，看起来还有显得很是邪恶的瞳仁，以及黑灰色皮肤上的粗糙感觉，与大娃娃鱼一般的体型，怎么看也不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而且还饲养它们。这2只怪物现在一只趴在了软榻上，一只紧紧地贴在墙上。在他进来的时候，就齐齐扭头朝他看了过来，被这么2对茶褐色的眼睛盯着。看什么看啊？再看，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竟然杀了这么多人，这2只东西怕是留不得。那2只东西缓缓地动了，他们一前一后朝着明若邪爬了过来。
这一声尖叫让外面众人的脸色也都是一变，兰蒂的心也跳了一跳，他竟然有些心虚地看向了晋王。该不会还没大婚就把人家准王妃弄死了吧？哎呀，好歹也是在我们兰国养大的孩子，朕看着长大的啊！兰蒂1年最多一次的心软在此刻小小的发作了一下，司空吉也看着寝殿，没有人看到他拢在袖袍里的手已经紧紧握住了。明明他有绝顶武功，在这种时候就无法进去护他帮他。他的尖叫声化作一把尖刀，在他的心上狠狠地划了一刀。但是门依然紧闭着，里面的动静继续不停地传了出来，让他们都觉得里面肯定是一场可怕的恶斗。不知道过了多久，在司空吉觉得他再忍不住的时候，在他终于往那边迈出一步，想要不顾一切冲过去的时候，门打开了。明若曦扶着门迈出门槛，看起来虚弱的要摔下去一样。皇上，信不辱命。说完，他就扑通一声摔坐在地上。这一回，兰蒂差点跳起来，竟然伸手就拍了司空吉后背一下。晋王，快去扶他！臣遵旨。司空吉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兰蒂，这旨意下在了他的心上。他快步朝着明若曦走了过去，顾不得看店里情形，只俯身看着他，伸手来拉，声音低低：“伤哪里了？伤得可重，本王马上带你回府。”声音又急又涩。明若曦抬起头，对上他焦灼愧疚的眼神，他俏皮地朝他眨了眨眼睛，没有半点的虚弱和主痛。司空吉一至，明若曦小声说道：“王爷，我没事。”司空吉觉得自己丢在油锅里的心一下子被捞了起来，但是余痛难消。秦王妃，那2只东西当真解决掉了？兰蒂急急地问道。明若曦点了点头，整个人靠在司空吉身上，虚弱的快不行的样子。回皇上，解决了。你用的什么手段？明若曦还没有回答，兰蒂又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会武功？”明若曦摇了摇头：“回皇上，我不会武功，我是用的药。”药？所有人都是一愣。对啊，请皇上恕罪，因为之前我不是被害得伤得很重吗？还被丢在了陈仙里，所以现在就有些后怕了。我不会武功，也没有别的本事，就只能在身上揣点药，像是能把人迷倒的那些。要是遇到危险，我直接撒一把，说不定就能脱险了。说完了这几句，他才似乎慢半拍的反应过来，立即就捂住了嘴巴，有些惊恐的道：“进宫是不是不让带这些？皇上，我是不是犯了死罪了？”说着，他眼眶一红，就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兰蒂心说，入宫当然不能带药，但是现在人家就是用药迷倒了那2只东西，难道他还要定他的死罪？传出去他的名声还有吗？他只能憋着气沉声说了一回：“这一回念你有功，邪药入宫一事，朕就不与你计较了。”林若邪立即就谢恩，还拍了一下马屁：“谢皇上，皇上果然仁慈又英明。”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陆行在一旁问了一句：“那请问明姑娘，你只是把那2只东西迷倒了，万一他们又醒过来了怎么办？”兰蒂的心又提了起来。林若邪眨了眨眼睛，那样子相当无辜。“不是啊，那包药挺毒的，直接给毒死了。”毒死了？也就是说，他是携带毒药入宫？在一旁的人都差点摔倒。兰蒂也觉得一口气憋在了嗓子眼，出不来也下不去。偏偏明若邪说完了那句话之后，又是很无辜的说了一句：“皇上说不跟我计较。”兰蒂又是一口气憋在了嗓子眼。司空吉扶着他，手在他的后腰轻轻一拍，示意他可以了。一来别等会儿让兰蒂恼羞成怒，二来他怕自己会憋不住笑，那可不得了。皇上，那2只东西虽然已经死了，可是太后寝殿要如何处理，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啊。秦王可有办法？臣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查出那2只东西的来处，这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才能令太后安心一些。你说的对。兰蒂点了点头，望向杜行。杜行，此事朕就交给你了，现在赶紧命人去把寝殿收拾干净。遵旨。晋王，你们跟朕到御书房。到了御书房，兰蒂还给他们赐了座，赏了茶。晋王，朕听何太医说，你的病是大好了。
莫不成是把龙涎种出来了？一听到兰帝提起这个，明若邪就知道他还是低估了兰帝，原来他的主要目的在这儿。司空吉缓声说道：回皇上，臣这身子倒是真的大好了，有皇恩浩荡，龙眼草籽种出来了2株，刚出芽一指，便让臣府上的陶大夫给熬了药，加上之前何太医开的药浴方子，双管齐下，臣算是捡回了一命。只不过也就是回到了2年前的样子，平日里还是得汤药不离。兰帝淡淡扫了一旁的姚公公一眼，不是说都挑种不活的草籽了吗？竟然让晋王种出了2株。还有何太医给的那个方子当真有效。司空吉把兰帝的反应尽收眼底，看来药浴的济济焚金汤一事与兰帝没有关系，那是宫中还有何人要将他置于死地呢？这样也挺好了，以后差些什么药材跟朕说。哼，晋王倒是命大呀，竟然能从鬼门关又捡回来1条命，以后继续当个病老王爷。谢皇上。司空吉拱了一手，皇上对臣当真爱护，既给臣赏了药材，还给若邪赐了免死金牌。若邪，明若邪怔了一下，听着还怪亲密的，让他的心都跟着跳了一下，然后他才反应过来，晋王爷这是在帮他讨免死金牌了，坚决不能让皇帝赖了账。果然，兰帝听了司空吉这话也不好赖皮。小姚子，姚公公听到兰帝叫自己，心下一跳，看来皇上当真要给明若邪1块免死金牌了，他却请了免死金牌出来。给晋王妃吧。是。姚公公双手捧着那块免死金牌，走到了明若邪的面前。恭喜晋王妃。司空吉看了明若邪一眼，看到了他唇角那个欢喜笑语，竟也有随着他欢喜的感觉。他又看了兰帝，道：皇上，今日一事不能传出去啊。兰帝当然知道不能传出去。若邪现在毕竟还未与臣正式大婚，以他的身份替皇上和太后分忧实在不够资格，满皇城的人提起他来，也还是开口闭口的罪弊。听到司空吉这么不慌不忙地说着，明若邪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要催皇帝快些给他们选定大婚吉日。明若邪手里还捧着免死金牌，但却已经从喜悦步进了震惊。他看着司空吉，这厮难道不是应该想办法退婚吗？他可是忘了他要娶神医洛明之女为妃的。大真定北王他家外祖父还在等着他的回信呢。司空吉没有看他，而是在继续说下去。臣觉得要是传出去让百姓知道是他这身份的人替皇上分了忧，实在有损皇上天威。这话说的兰帝再一次一口闷气闷在嗓子眼，打脸呢？说出去他没面子，但是晋王这分明就是在强调，的确就是明若邪这么一罪婢替他分了忧，他现在就很没面子了。此事朕会下旨封侯。皇上英明，不过太后皇上杜统领何太医等人不能封口啊。司空吉一副很替兰帝忧虑的语气。他们总是要提起来此事，臣刚才听杜统领喊若邪也是喊明姑娘，在白云观的时候更是直接连名带姓，杜统领手下的人就是喊他罪婢的，还动脚踹了他，欲令他跪于殿中。明若邪差点没憋住，赶紧垂下头去装委屈伤心，不然他怕兰帝看到他嘴角压不下的弧度。司空吉这厮打小报告于无形。皇上，臣倒是觉得令众人不得不统一口径称呼若邪一声晋王妃，也是不下皇上面子的办法。让一个王妃帮了忙，总比被一个罪婢帮了忙要好听，那身份上就差很多了。他之前布下的棋子，这个时候也该发挥作用了。司空吉刚刚想到这里，御书房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又激动又恼火清甜的少女声音：你们敢拦本公主？司空吉的眸光就是一清，明若邪坐在他身边，瞬间就感觉到了他的一点细微变化，然后他就对这道声音的主人好奇起来了。兰帝却在听到这道声音的时候附额，神情有点无奈，有点恼怒。林玉怎么来了？晋王爷的头号粉丝林玉公主啊。林玉公主就是知道晋王来了，所以赶紧过来追星啊，不，来见心上人。皇上，公主可能是来关心太后娘娘的。姚公公本来是想着帮林玉公主说句好话，给她个台阶下的，哪里知道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林玉公主就已经冲了过来。
估计是人都还没有看清楚呢，就已经激动的叫了起来：“父皇，我司空哥哥在您这儿。”林若邪一手肘紧拐了司空吉一下，声音很低的揶揄：“司空哥哥，哥哥妹妹什么的，最是暧昧不清了。”你可以喊吉哥哥。司空吉看着他，声音也是极低，带着小钩子。明若邪看他眸如星，竟然被这句话给直接撩到了。他摸了摸鼻尖，有些讪讪。这一回合算他输。林玉公主已经看到了司空吉，眼睛大亮，本来是要扑向兰蒂那边的，中途立即就改变了方向，朝着司空吉奔了过来。司空哥哥！明若邪也看清了林玉公主的模样，林玉公主应该是精心打扮过的，一袭粉紫宫装，璎珞飘飘，10几岁的少女，花骨朵沾着露珠一般的娇俏。等她近了，一缕幽香扑鼻，明若邪尽量的降低了自己的存在感。司空哥哥，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听说你之前病得厉害，现在可好了？说着，他伸手就揪住了司空吉的袖袍，小女儿姿态的轻轻拉了拉，水盈盈的眼睛就那么无限思慕的看着他。司空吉轻抓一下袖子，没能从他的手里扯出来。多谢公主，本王手劲好多了。他语气淡淡，好像是与林玉公主完全不熟的客套语气。司空哥哥，我可想念你了。兰蒂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沉声喝了一句：“林玉。”林玉公主这才转头看向他，见兰蒂脸色实在不好看，她咬了咬下唇，依依不舍地放开了司空吉的袖子，有些不情愿地朝兰蒂那边走了过去。兰蒂看他这副模样，更是气乐了。父皇，朕有找你来御书房吗？林玉公主揪着自己的手指：“父皇，你明明知道我想见司空哥哥，你都宣他进宫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召见晋王，为何要告诉你呀？兰蒂更来气了：“朕的御书房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来人！朕养你们这些废物做什么？为什么不拦着公主，把公主带出去，再让人闯进来，朕砍了你们的头！”是。我不走，我有话要跟司空哥哥说，我要嫁给司空哥哥。堂堂一国公主，哭着喊着要下嫁，简直是丢尽了她的脸面。兰蒂气得抄起了一方砚，就想要朝着林玉公主砸过去。姚公公一看不对，赶紧伸手去拦。皇上息怒，砸不得呀！把他给朕拉出去，禁足半月。他要是敢出宫殿半步，朕打断他的腿。父皇，你不疼林玉了。以前你明明说不管我要什么都给我的，哪怕是我要星星要月亮，你都会给我摘的。林玉公主被尽是拉着，又哭又叫的挣扎。可我现在不要别的，我只想嫁给司空哥哥，我就这么一个心愿，您都不答应我。兰蒂太阳穴突突的跳，之前一直在刻意忽略明若邪的林玉公主，突然就指向了他，恨恨的叫了起来：“就那个贱人是不是？父皇，你是瞎了眼了吗？为什么要给司空哥哥指一个这么丑的女人为妃？司空哥哥10岁就来了我们兰国，您以前还跟我说过，他也是您和母后看着长大的。可您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让他变成您的女婿，不是最好吗？”听听，这说的是什么话？兰蒂气的火直往头顶冲，烧的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姚公公是拦不住了，他手里的那方砚狠狠地朝着林玉公主就砸了过去。但就在这时，有一人突然扑了过来，挡在了林玉公主面前，那一方砚就砸在了她的后肩膀上。没，司空吉霍地站了起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明若邪会冲出去替林玉公主拦下这一下。那一方砚砸中了明若邪的后肩膀之后，摔落在地上，碎成了2半。司空吉的心一颤，兰蒂也没有想到冲出来护着林玉公主的人竟然会是明若邪，是在林玉那样辱骂他之后还做出了这样的举动。皇上息怒，公主金枝玉叶千万不能伤着，我连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都记不得了，当初答应当晋王妃也是迫不得已。其实这几天我也担心，若是以后想起了我的真实身份，违背了当初皇上为晋王定下的那个选妃条件，那我会不会成了欺君大罪？在明若曦说了这话的时候，司空吉就陡然明白他要做什么了。这个聪慧无比的女人抓住了这一次机会，要为以后可能犯下的欺君之罪布下台阶。皇上，如今我与晋王尚未大婚，若是公主……明若邪飞快地看了林玉公主一眼，又垂下头去犹豫了一下。若是皇主收回赐婚圣旨，
我也不用担惊受怕、不安惶恐，生怕自己当真犯了欺君之罪。所以，请皇上三思。司空吉拢在袖袍里的手掐紧了。不，我刚才想错了。明若邪是两手准备，他更大的目的是想让兰帝收回赐婚圣旨。他不想与我成亲，若是兰帝不愿，那才是退而求其次，要灭了欺君之罪。这个女人。林玉听了明若邪的话，也立即叫了起来：父皇，这个贱婢说的对，你应该治了他的罪才是，他没有资格当上晋王妃。你住口！兰帝更是暴怒，他和皇后真的要把林玉宠坏了，做做样子都不会吗？人家明若邪刚刚替他挡下了一灾，他不敢接也就罢，竟然还要他治了明若邪的罪。朕早就已经命应天监选好了吉日，12天之后便是晋王和明若邪的大婚之日。在暴怒之下，兰帝喊出了这句话。这个日子其实也是应天监选了之后呈上来的，但是那时兰帝觉得太早了，想拖上一拖，看看晋王的病会有什么情况。现在他却是顾不得那些了，晋王一定要尽快完婚，否则他皇家的公主都要把皇室的脸面丢尽了。司空吉的心便是一松，有一种尘埃落定之感。父皇，皇上，明若邪也是一时大急的模样，好像是他一直也在等着这么一个退亲的机会。兰帝看他如此，哪里会给他机会？他沉声对明若邪说道：至于你，鉴于你之前上重，忘了自己的身份，以后不管你真正身份是什么，朕赦你无罪便是。明若邪低下头去，声音低低：谢主隆恩。就连司空吉都觉得他这是在郁闷着没能如愿退了亲。父皇，司空哥哥只能娶我。林玉公主的话还没有说完，兰帝一声暴喝：还不把公主拉出去！父皇，罢婚事宜，朕会命人准备。秦王，你们就把芷子府布置布置吧。谢皇上。兰帝挥了挥手，让他们离开。明若邪上了马车，便轻声吸了口气。他动了动肩膀，司空吉看了他一眼，坐到了他的旁边去。趴下，本王看看你的伤。无妨。明若邪本来想拒绝的，司空吉已经将他头一按，让他趴在自己腿上，伸手把他的衣领拉开。果然，他后肩膀处有一块淤血。现在时间未到，等到了晚上或者明天，肯定是青紫一片。为了揪住机会退亲，你可真是豁得出去。司空吉一边淡淡的说着，一边从暗地里拿出了一瓶药油，倒了一些在手心，贴在他的肩膀上，用了些巧劲儿揉了起来。司空吉的眸光有些微暗，因为在拉开了明若邪的衣领之后，他发现一片凝血晃人眼，细腻如玉，白得发光。身上是这样的肌肤，脸庞能差到哪里去？明若邪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举动，一时间根本就没能防住，趴在他的腿上。正好有那么一个机会啊，万一林玉公主当真说服了皇上呢？林玉公主说服了皇上，你就可以趁机脱身。那你想过了本王没有？司空吉手下立即重了一些。王爷，您在兰国这么多年都还没有成为驸马，说明你肯定是有办法应付林玉公主的嘛。再说了，退100步讲，就算是你应付不了，我看林玉公主娇俏美貌，身份尊贵，又对你一往情深，看到你眼里就有个光，这样的妻子得知你幸。刚刚说完了这句话，肩膀便是一痛。王爷你轻点。林若邪都忍不住痛呼出声，在外头赶着马车的辛坠听到了，耳朵不由得有些发烫。哎，王爷跟明姑娘在做什么呀？你倒是很替本王着想。司空吉冷哼了一声，又问道：哼，你觉得本王与你亲过，同床共枕过，如今又有了这般的肌肤之亲，你以后还能嫁与何人？喂，肌肤之亲不是这样的吧？难道不是真正的有了实际的夫妻之实，才能算是夫妻之亲？那些亲同床共枕什么的，你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嘛。明若邪刚刚坐起来，冲着他说了这么一句，唇却被司空吉缚住了，他余下的话都被封缄，再也说不出来。司空吉也不知道
自己心头那种酸涩微痛，到底算是什么情绪？知情这一字，他还是一无所知。但是这样也好，似乎林若曦也是一样。司空杰愿意拉着他一起在这一条路上且行且探索。换人，不愿意。马车晃晃悠悠，终于在各府外面都要停起的时候，回到了质子府。王爷，明姑娘，咱到家了。马车里悄无声息，星坠觉着奇怪，难道是入宫一趟太累了，睡着了？王爷，明姑娘。星坠又叫了一声。马车里，林若曦推开了司空晴，眼神凶而寒碜，一手捂住嘴巴。够了，这一路的没完没了了。每次林若曦以为司空晴松他的时候，他又贴了上来。他推开他，从他身边冲过，望对先看车帘就跳下了马车。那动作又快又急，反倒是看得星坠吓了一跳，下意识就伸手去扶。明姑娘，你慢点，你这么急做什么呀？林若曦没看他，飞快的就奔向了石双院。星坠望着他的背影，回头才看到司空吉也下车来了。靖王爷倒是不慌不忙，动作姿态优雅。王爷，明姑娘这是做什么？司空吉望着那飞奔远去的背影，莫名觉得那像是一只惊慌逃窜的小兔子，这样的感觉让他心情大好。没什么，许是想满月了吧？下回马车里只有本王和明姑娘的时候，驶得慢一些。啊！星坠望着靖王的背影，再次茫然，不是要赶紧回府吗？慢悠悠的做什么？啊，姑娘，您嘴巴怎么了？是被风蛰了吗？怎么看着有些红肿？对，就是一只臭蜜蜂。他羞恼得很，赫赫说完就奔进房，把门关上了。满月担忧的不行，被风蛰了，好像可以涂点蜂蜜。不行，我去问问朱管家，看看有没有蜂蜜。满月就匆匆的去了前院。明若邪之所以羞恼，是因为他本来可以推开司空吉的，至少在第一次之后可以拒绝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但是他没有。他羞恼的是自己也完全沉迷下去了，甚至还回应了。想到马车里他无力偎在他怀里，微仰着头等着那唇再附上来的画面，他的脸都烫得快要能煎荷包蛋了。明若邪趴在床上捂住了脸。老天，可不能当真爱上一位王爷，还是一位身世复杂，以后还可能一路暴风疾雨的皇子。王爷，小人擅自做主，请明姑娘一同到前厅用膳了。司空吉顿了一下，点了点头。好，此举正合他心意。朱管家又道：不过王爷今天和明姑娘入宫，遇到蜜蜂了。蜜蜂？马月刚才来找小的讨蜂蜜，说明姑娘的嘴被蜜蜂蛰肿了，涂点蜂蜜可能会好些。司空吉突然一阵咳嗽，他脑海里总是控制不住的浮现起明若邪肩膀那一片的雪白黏腻，然后想象便铺陈开了去，想象着若不止看见那么一小片，而是全身。本王不只是想当一只舔嘴唇的蜜蜂啊。这样的念头和渴望才是让他略显尴尬的真正原因。看到了明若邪走了进来，司空吉眸底的光便也跟着深邃了起来。半个多时辰不见，仿佛一三秋，这种感觉真是新鲜。明若邪看到司空吉也在，脚步一顿，他还以为是自己吃。看到他脚步的停顿，司空吉淡淡的问：怎么，若邪是怕了本王，不敢与本王一同用膳了？我怕你干嘛？切！明若邪立即就应了一声，然后走到他的对面坐下。朱管家和星坠对视了一眼。若邪，王爷不是也向来客套的与我们一起喊明姑娘的吗？在看到司空吉给明若邪夹菜的时候，他们更是瞪大了眼睛。朱管家突然就扶着心灵，带着欢喜和期待的问道：王爷，今天入宫，皇上是不是说了什么？司空吉有些傲娇，就等着有人问起来呢。现在听到朱管家终于问了起来，他便像是刚刚想起来一般说道：对了，你不说本王倒忘了，明天起你们把府里布置起来，本王与若邪大婚的日子定在了12天后，也就是下个月初3。咣当，星坠差点没站稳，满月瞪大了眼睛。朱管家喜得用力一拍掌：哎呀，恭喜王爷，贺喜王爷，恭喜明姑娘！
恭喜个鬼面！宁若邪瞪着司空吉，不是，我说王爷，你是真的想成亲啊？想清楚，跟我。他指了指自己，虽然今天在马车里他是意乱情迷了，可现实终归是现实啊。司空吉点了点头，本王想清楚了，就跟你。说着，他又给明若邪夹了一筷子肉。你的洛姑娘呢？司空吉放下筷子，定定地看着他。王爷不用这样看着我，用美男计也没用。我是绝对不会当什么嫔妃、侧妃、妾室的。要是让你的洛姑娘当侧妃、妾室，我也容不了。这么说吧，我这人心眼小得很，牙刷与男人这两种东西绝不与人共享。王爷，您啊，还是另选贤妃吧。本王体弱，应付不了那么多女人。当年师傅他老人家也跟我说了，要想活得久一点，少沾点莺莺燕燕。本王向来最听师傅教诲。明若邪瞪大了眼睛，晋王之私，这是在表明他答应我的条件？本来觉得心里很纠结的朱管家和辛坠听到了这句话，竟然觉得很有道理，竟无言以对。别人3宫6院那得量力而行，他们王爷本来就身子虚，这么说好像有点怪怪的。还有，本王心傲，不愿意用自己来报恩。神医落明之女不是本王的陆姑娘，这一点以后你记好了。该死的，被他这么一说，怎么显得好像我在拈酸吃醋一样？本王已经写好了给外祖父的回信。司空吉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递给了明若邪。明若邪不羁，你写给定北王的信，我为什么要看啊？看看。司空吉却是很坚持要他看，见他一举把信举在他的面前，明若邪无奈，只好接过信来，打开。信写的不算长，在写明了他的身体已经大好，请定北王放心之外，接下去就那么2句。此外还有一事要向外祖父说明，孙儿在兰国将娶王妃，王妃很好，深合孙儿心意，她将是孙儿唯一的妻子，所以陆姑娘一事还请外祖父另做安排。看到这里的时候，明若邪便是一愣，在他方才说出男人不与人共享之前，他已经写了这封信了，也就是说他早就已经要与定北王说明他只娶一妻。明若邪的目光又忍不住落在那一句王妃很好，甚合孙儿心意上，心砰砰跳，脸有点烫，他竟然有一种被表白了的感觉，而且不是有什么修饰的花言巧语、浪漫诗词，只是一句直白的说明，很好，甚合他的心意。司空吉这厮肯定是个高手，他把信一还给了他。本王让朱管家把信送出去，可好？司空吉声音轻若风，温和问他：可好？把信送出去了，就是等于认同了他信上说的话了，好像就是我真的回应了他的表白一样。司空吉太无耻太奸诈了，他写的信要寄给他外祖父的信，问我干什么？明若邪有一种被逼入墙角的感觉。本王还以为你颇有胆识，果断干脆，这么黏黏糊糊的做什么？司空吉见他不说话，便伸手过来，在他的额上一弹，语气间对他颇为不耻。本王不值得你试试。是什么？是他？明若邪脑补了一点邪恶的，然后猛地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应该是尝试一下，相信他只有明若邪一个妃子，相信能跟司空吉携手一生，并劳一刻。明若邪一声嘀咕：试试就试试，当我怕你啊？明若邪立即就抬眼看来，哼，反正我们现在也抗不了旨。司空吉这么的一笑，简直是要晃花明若邪的眼睛。要命了，要命了！他一个肤浅颜控，恐怕是抵挡不了这样无双角色。朱管家，送出去，小心一点。他们自然是有自己暗中的送信方式，在兰国这么多年，真正不想让兰帝拦截到的密信，兰帝根本就没有成功看见过。朱管家接过信，还有些不真实。王爷，那天咱们府里就按照大婚的规格来布置了。哎呦，当真是要成亲了是吧？去寻最好的绣娘，给本王和若邪绣喜服喜被，12时，不要太过繁复华丽的样式。司空吉看向明若邪，这个你可介意？不介意。穿那么繁复干什么？他肯定是不会介意这些的。不过样式虽然简单一些，喜服的料子肯定是最好的，
府里还珍藏着当年母妃给本王的烟霞龙烟纱。那是什么？宁若曦不明白。满月这个时候忍不住插话：“姑娘，这个奴婢知道。听说烟霞笼烟纱是大真最好看的布料，正红色的，但是飘动的时候会闪着薄云笼罩中的烟霞光，可美可美了。听说林玉公主一直想要一袭烟霞笼烟纱的裙子，但是能制这种纱的人已经不在了，大真自己都没有了呢。”啊，大真都没有了，司空级这里还有？那么单是布料，我的喜服就已经足够美了。绣与不绣倒在其次，王爷他……林若邪突然有一种司空级要给他就给最好的感觉。喝了3次解毒的药之后，林若邪再次去了一趟郭老那里，买了好些米面油盐给他送了过来。上回去的时候，他就发现郭老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所种植的那些东西上了，家里没有什么余粮，他也就是吃一顿饿一顿，实在没得吃，扯几片药用叶子嚼一嚼，这就算是顶了一顿。司空级本欲陪他前来，可惜宫里有诏，他只能又入宫去了。这一路上，老车夫说了不少这些天市井里的八卦。除了据晋王将要大婚那件事儿，城里最近还有一件新鲜事儿，晋阳侯爷当年送到庄子上的那位狄小姐回京来了。听到老车夫提起这事儿，林若邪心中微动。他本来也一直在等晋阳侯府的动静，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这么多天。当真有人冒充他的身份进了晋阳侯府。老伯，晋阳侯认下那位明小姐？林若邪问道。那可不是吗？听说一开始是不太乐意认的，但是没想到那位明小姐可厉害，竟然得了太子殿下的青睐。那位冒充了他的身份进了晋阳侯府的明三小姐得了太子的青睐。林若邪听了这话，嘴角便勾起了一个讥诮的笑意。这么说来，晋阳侯府里没有一个人觉得那位明三小姐是假冒的。不过也是，她刚出生没几天，就跟着娘亲一起被送到庄子里了。这么16年来，晋阳侯府里没有一个人去看过她，又有谁知道真正的明三小姐长什么样？更何况那明三小姐还得了太子殿下的青睐，这对于晋阳侯府上下肯定是一个极好的消息了吧？老车夫突然说道：“小姐也是姓名吧？这皇城里姓名的可不多。小姐跟晋阳侯府有亲情关系？”“没有关系，我原也不是皇城中人。”他顿了一下，又问道：“老伯知道那明三小姐是如何得了太子殿下的青睐的吗？”“太子殿下前段时间不是到三河郡那边去查探灾情了吗？回来的路上跟明三小姐遇到了，他们都在传，当时太子殿下正好身体抱恙，由于随行队伍走散了，被明三小姐所救。”“明三小姐难道还会医？”林若邪略有些讶异。“好像是这么说，说那明三小姐在庄子里长大，跟赤脚大夫学了些医术。”“那明三小姐闺名传出来了吗？老伯可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明静瑶。”“明静瑶，用了这么个名字混进了晋阳侯府，晋阳侯竟然也信了吗？原来我的父亲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是叶家人吗？可与我同行的叶家人中，并没有一个足可与我相比的年龄相仿的少女啊！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会一会那个明三小姐了。”“明小姐，你看。”老车夫突然语气惊慌。林若邪已经看到了，前面不远一座小院浓烟滚滚，火光灼人。满月也惊叫了起来：“姑娘，是郭老家！”林若邪脸色一变，马车还未停稳，便已经快速跳了下去。“郭老！”林若邪一边大声叫着，一边四下寻着救火的工具，但是这里却是什么都没有，火太大了，指望救火不现实了。但是万一郭老还在里面呢？林若邪对满月叫道：“把茶壶拿来！”所有疑惑，满月还是立即跑到马车里端了茶壶出来。林若邪拿出手帕，快速的把茶水倒在了手帕上，将沾湿的手帕系到口鼻上，快速的朝里面冲了进去。“姑娘，姑娘！”满月急得脸色大变，想也不想的就要跟着冲进去。林若邪头也没回，但是知道他会做什么，立即就喝了一声：“不许进来！”这个丫鬟最大的优点就是拿他的话当圣旨。听了他这么一喝，满月还真的就刹住了脚步，但是眼睁睁看着明若邪冲进火里，朝那群烧着的小屋跑去，火就在他身边烧着，满月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危险呐，快回来呀，姑娘！”老车夫也是急得团团转，他更是完全无计可施。林若邪速度很快，动作
也极其灵敏。等到了屋子门口，他抬起一脚，狠狠地踩着火，就踹倒了门。屋里火焰和浓烟滚滚，看着这样的情形，明若曦心里一沉。郭老，就是找到郭老。在这样的环境下，郭老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明若曦右掌染了红光，在面前快速的挥着，那些火光浓烟一接触到他的右手，便怪异的被拍灭拍散开来。他为自己扫开一条路，在一个角落，明若曦看到了倒在地上的郭老，他快速的冲了过去，右手快速的把郭老身边的火和烟给拍散扑灭，然后快速的把他扶了起来，右手手掌在他的口鼻间挥过。他发现郭老抱着一个挺大的木盒子紧紧不放。郭老死了。在他想将他扶出去时，郭老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在看到他的时候，把那木盒就塞给了他。他的声音沙哑：里面是老夫所有毒草的种子，还有手札，给你了。老夫真名郭白晓，现在受你委托，你就好好葬了为师就行。我带你出去。宁若邪丢下那木盒子，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但是就在这时，郭老嘴角忽然溢出了一丝黑血。来不及了，你赶紧走。他虚弱一笑，这一句话刚落，他身子陡然一沉，手也垂了下去。宁若邪咬住了牙，右手就探下了他的脉，再无声息。郭老死了。他那声，屋顶不知道哪个地方被烧断了，听起来快要坍塌。宁若邪没有再犹豫，把木盒丢进了药库里，背起郭老的尸体就冲了出去。满月见他背了郭老出来，眼睛一亮：“姑娘！”在明若曦后面，那座小屋轰然倒塌，火焰大盛，四处彻底成了一片火海。快跑出来！老车夫已急得眼睛都红了。老车夫和满月都以为郭老还活着，见明若曦背着他冲出火海，两人赶紧就迎了上来，急急的帮着他扶下了郭老。老天爷，明小姐，您当真把郭大夫救出来了？老车夫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看见了郭老灰暗的脸和嘴角的黑色血迹，声音戛然而止。满月也觉得郭大夫身体发沉，有些僵硬，他的动作也是一僵。姑娘！满月担心明若邪还不知道郭老已经死了，就只顾着将他背出来，这样冒着危险冲进了火里，把人背了出来，结果人已经没了。明若邪扯下掩着口鼻的手帕，累得退开几步就坐在了地上。他这个时候才发现鞋面和裙摆还是烧出了几个破洞，边缘焦黑，要不是他用鬼手灭了火，估计他身上也瞬间起火了。郭老他已经……满月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明若邪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郭老，这老头在那样的火里竟然还能撑出一口气。我知道他死了。明若邪吐出了一口浊气。我会好好葬了他。郭白晓，郭老是有多介意葬身火海，竟然就为了让我葬了他，临死还非认了我为徒。这老头也没考虑一下我愿不愿意拜他为师。明若邪眼眶一热，又深吸了口气，把泪液压了下去。满月，你去村子里找几个人来帮忙，雇他们引子挖坟。明若邪缓过气来，站了起来，又对老车夫鞠了一躬。老伯，麻烦你帮个忙。明小姐，您说。老车夫刚才亲眼看到他那样冲进火里救人，对他更是尊敬。麻烦老伯回城一趟，为郭老买一口棺材，让他们送到这里来。明若邪拿出一张100两银票递了过去，剩下的再备些银纸、酒水、香烛。老车夫接过银票，赶紧驾车回去了。满月也奔向远处村落，他与郭老这一生也就见过2面，一次相识，一次永别。人生就是如此的悲喜无常，所以何不肆意。第一和最后一捧土都是明若曦亲手撒上去的，他亲手把那块雕刻生丝的木板立在了坟前。郭白晓之墓，徒儿小协力。明若邪在墓前跪拜下去，轻声说道：“罢了，郭老头，也算与你有缘分，就认了你这师傅。你这可是赚到了。我本来绝不拜师，这木牌碑且将就吧。回城之后，我再去找人刻一块，到时候来替你换上。
你也是个心软的，临死收徒，只要了葬礼，也没有透露一下是谁放的火杀的你，这样我还省了替你背负了这仇，不用找人报仇了是吧？不过呢，要是你哪天后悔了，托个梦，跟我说一声，待我有空又有心情的时候，就去替你灭了仇家。宁若邪说着这些，在墓前倒了3杯素酒，一杯一杯的洒在了杯前，然后点了白烛，烧了纸。今天就这样吧，估计也不能常来看你，你请安息。夕阳已经西斜，天边晚霞似火。姑娘，咱们该回去了，已经出来整整1天了。回吧。明姑娘，晋王的马车总拦着咱们呢。车帘掀开，明若邪往前看去，果然是辛坠驾着马车。辛坠一看到他，就惊喜地叫了起来：“王爷，果真是姑娘！”若邪，过来。晋王的声音也是如清风拂过明月。满月，给老伯付了车资。宁若邪知道，司空吉都已经亲自来接人了，他要是不过去，只怕他会亲手把他拎过去。晋王的性情手段，可真不像是他外表这样谪仙出尘。是。司空吉一看到他一脸的黑灰，再看到他裙子鞋子上烧出来的破洞，脸色就变了。又有人刺杀？问出了这句话之后，他又觉得不可能。师傅家着火了，人没救出来。师傅？郭老。那老头临死前拽着我的手认的徒弟。明若邪撇了下嘴。郭老死了？司空吉一震。有人放的火，他还中了毒。能让一直在养着各种毒草毒花的郭老中毒，对方绝对不简单。司空吉抓住了他的手，见他手指有几处摩擦伤，而且手也沾着黑灰和泥土，眉皱了起来。明若邪解释道：“替师傅刻碑磨的，不碍事。”就在这时，满月上的车来，看到晋王正抓着明若邪的手，脱口而出：“姑娘，您冲进火海，可有哪里烧伤了？”冲进火海。司空吉一字一字重复：“是啊，王爷，郭大夫整个院子屋子都烧起来了，火势可猛了，姑娘一个人就冲了进去。”满月，明若邪打断了满月的小报告，但是该听到的、不该听到的，司空吉都已经听到了。他这样纤弱的身子，却背了郭大夫冲出火海，这姑娘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哪里来的胆识？满月见晋王沉了脸，一时竟觉着有些害怕，赶紧掀开车帘，坐到辛坠身边去了。见自己的丫鬟逃跑叛变，明若邪一头黑线。刚才满月问的话，你还没有回答。司空吉淡淡说道：“什么话啊？可有烧伤？”没。哎，你干什么？什么时候把脸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擦干净了？明若邪狡黠眨了眨眼。洞房花烛夜。司空吉的喉咙滚了滚，要了命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差点就全线败退了。好。他明显声音沙哑了一些。王爷知道我师傅的名字吗？司空吉摇了摇头。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郭。那郭百晓这个名字，王爷可听说过？刚刚问完了这句话，明若邪就看到了司空吉目的眸光一闪，轻身过来握住了他的手。你说谁？郭百晓。郭老，就是郭百晓。司空吉这句话说得相当缓慢，就像是不敢相信这件事。是啊，他临死之前跟我说起他的名字，是叫郭百晓。看着他这个样子，明若邪也能够猜想到郭百晓其人不简单了。司空吉定定地看着他，半晌不语。明若邪被他看得莫名。怎么了？你呀。司空吉突然就笑了，再往前倾身，在他的唇上轻啄了一下，又低低地笑了起来。明若邪眨了眨眼睛，这替他高兴又充满宠溺的笑声，到底是想干什么？郭百晓，夏图国皇帝的恩师，你现在知道郭老给了你一个什么身份了吧？司空吉说着，拿出手帕出来，轻轻地给他擦去脸上的黑灰。真是一个小脏猫。明若邪这个时候才反应了过来，大真国国弱，但是如今国力盛强的还有4个国家，其中并肩的便是兰国和夏图国。夏图中皇帝也是郭老的徒弟，郭老竟然有这样牛气哄哄的身份，帝师啊！你的意思是夏图皇上成我师兄了？司空吉点了点头。是啊，
可我的师傅若是下图的帝师，怎么会跑到兰国来？窝在那么个地方种那些毒草毒花，会不会只是同名同姓？他特意跟你说出姓名，那就不会错。而且下图皇帝的师傅的确善毒。还有一点，郭白晓并不能称为帝师。既是师傅，又非帝师。下图国皇帝登基之路也是曲折。郭白晓是他尚在皇子时所拜的师傅，后来他登基为皇，也曾打算封郭白晓为帝师，但是百官进谏反对，说郭白晓毕竟善毒，教皇上也是用毒，抬不上门面，不堪为帝师。这倒也是。郭白晓自己也知道不合适，所以推掉了帝师之风，也没有留在下图，说是要寻找一处气候与水土都合适的地方，好好的种植他喜欢的花草。半年前下图皇帝都发了令要找郭白晓，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江湖传言郭白晓可能是因为得罪的仇家太多，早就已经死在外面了。我师傅宁愿跑到兰国来，都不愿意待在下图他自己徒弟的地盘上。该不会师徒俩其实已经闹翻了吧？林若邪脑洞大开，想着都有点黑线。若是如此，那下图皇帝就不是我的师兄，而是仇家了。司空急怔了一下，倒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一个方面。他虽然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但还是觉得查一查更放心。本王会让人去打听一下，半年前下图皇帝下令寻找郭白晓是所谓何事？你与郭老的师徒关系就先保密吧。今天我给师傅立了碑，立碑人写了图二，写了明若邪3个字？不，写了小邪2字。那无妨，应该不好找。司空急这话说完，就见明若邪冲他颇无辜的眨了眨眼睛。他想到他的那个邪，顿时又是无奈一笑。不过也是，用此邪字为名的人倒是不多。但是他话锋一转，问了一句：郭老唤你为小邪？这倒不是，他没正经喊过我名字，不过是立碑的时候多少也想着安全些，就没有写上全名。那以后本王喊你小邪。要不要这么亲近？你更喜欢小若、若若、邪儿？打住！司空急低声笑了起来。不过王爷您还有人手可以用，打听下图国的事情会不会太勉强了？明若邪斜睨着他，那神情颇有点轻视。切，就他这么一个质子王爷、病痨皇子，自己家国都回不去，在兰国还一直被人掌控在手里，还有办法去打听到下图的消息吗？司空急伸手在他额上一弹，语气无奈中带点宠溺。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见见陶七，他们现在不在兰国。陶七？明若邪莫名。陶大夫的儿子。啊，陶大夫有儿子？明若邪是真意外了，司空急感到好笑。陶大夫怎么就不能有儿子？不是，我是有些意外，平时也没有听到你们提起来过。他们以前曾失散，在本王这里才意外相识的。说起来也是一件颇为传奇的事，以后再好好的讲给你听。现在不能讲。陶七现在的身份特殊，是本王最大的一个秘密，就连外祖父和陶大夫都不知道。你确定你现在想听吗？司空急定定地看着他，明若邪脑子里一转，顿时就明白了现在想听代表着什么了。令北王都不知道的秘密，连陶七的父亲陶大夫都不知道的秘密，他要是听了，不就等于承认自己要与他彻底绑在一起，是与他最亲近的人？明若邪当即就推开了他，坐远了些。不必了，秘密知道太多很麻烦的，谢谢。司空急眸底微暗，心头忍不住略涩。回到了质子府，现在府里有明姑娘在，真比以前热闹多了。是啊。司空急微一叹，唉，说来也奇怪，明明就是多了他，怎么就感觉这质子府里要充盈温暖那么多？以前他向来冷清沉默，吃饭写字，一个人沏茶，左右手之气，到时辰吹灯入寝，身体过得去，便已经觉得像多捡了一日。现在似乎想要的多了，想要吃他的手，想要他的心，想要身体更好，长命百岁，有人陪伴，策马纵横，指点江山。王爷，大婚之后说不定很快就有小世子，以后就更热闹了。朱管家想得颇为美好。小世子，本王和明若邪的孩子。司空急突然就苦笑了起来。大婚当日，
某女人肯不肯真正洞房很难说，只怕我们虽然已经定下了大婚喜事，她都依然觉得我们就是交易，假成亲不洞房，还要等着以后和离各过各的，小世子呢？本王努力。啊！等到司空琪走开了，朱管家还是没能回过神来，他拽住辛坠。王爷刚才是不是开玩笑了？还是有点晕的？辛坠茫然。王爷说什么了？朱管家反应过来。辛坠还是个孩子。司空琪要是知道朱管家想的是什么，估计会一道眼刀飞过来。他所说的努力，是努力与明若邪走到那一步。姑娘，今天云山坊的顾姑娘来了，带了很多喜服喜帖的花样过来，请姑娘过去挑选挑选。您跟王爷的喜服也准备交给云山坊缝制，所以顾姑娘还要替您量身。明若邪倒是有些奇怪，人呢？既然要让他挑绣样，又要替他量身，人呢？顾姑娘在博欢院。她在替王爷量身。王爷的衣服大多数是在云山坊定制的，顾姑娘知道王爷的尺寸，不用再量了。不过她这个时辰过来，正好带了些自己做的早点给王爷。明若邪挑了挑眉，怎么听着朱管家的语气，这个云上坊的顾姑娘是晋王爷的熟人，这么早过来，还在陪着晋王吃早饭呢。王爷让我过去啊？让他过去，也就等于让那顾姑娘看见他了，无妨吧？是的。明若邪站了起来，那就去吧。到了博欢院，明若邪便见辛坠在花厅外头，朝着里面探头探脑，就跟有什么好戏看似的。他轻轻地走了过去，站在他的背后，跟着往里瞧。有什么好看的吗？辛坠本来注意就全在厅里，冷不丁的被明若邪吓了一跳。呵，明姑娘。这个时候，明若邪也已经看到了厅里的一幕。司空琪坐在桌旁，一个姑娘站在他的旁边，手里捏着一块点心，正送到了他的嘴边。那姑娘20出头，一身鹅黄衣裙，鹅蛋脸，柳叶眉，朱唇小巧，气质娴静温婉。辛坠被吓到，声音就大了些。这位是云商坊的绣娘，顾秋堂顾姑娘。明若邪对顾秋堂点了点头。顾姑娘，秋堂见过明姑娘。顾秋堂放下了手里的那块点心，对他拂下一下，隐隐默默。而且在看到明若邪这样辉煌的脸，他也没有流露出什么惊讶、意外和嘲讽、鄙视了。吃过早饭了吗？司空琪看着明若邪。吃过了呀。明若邪在他对面坐下，手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腮，一副懒洋洋的样子。王爷是知道顾姑娘会送早饭来，所以等着呢。看着那素锦包捏得多精致，这么多种，这得起多早起来准备啊！就冲这一出精致的早点，顾秋堂的心思都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了，他就不相信司空琪看不出来。辛坠还逼了出去，又在外勾头勾脑偷看，不也明摆着他们其实都知道，而且还不反感，也不反对。司空琪还未开口，顾秋堂便赶紧轻声细语的说道：“明姑娘，你也尝尝，我每一种都拿了2个，1份便是给明姑娘的。”明若邪摇了摇头：“我吃过早饭了，多谢顾姑娘。”可以再尝尝呢。不用，王爷吃吧。明若邪左右看了看：“绣样呢？我可以先挑吗？”绣样在这里，明姑娘看看。顾秋堂赶紧转身去一旁的椅子上捧了一叠绣样过来，但是桌上都是吃的，他也无处可放，一时有些尴尬的捧着那叠绣样站在那儿。辛坠，司空琪叫了一声，辛坠赶紧跑了进来，把这些点心收起来，你和满月提出去吃了。辛坠飞快的看了顾秋堂一眼，是。他动作很快的把东西收了。朱管家赶紧往桌上铺了一方绸布，对顾秋堂道：“顾姑娘可以把绣样放下，让明姑娘挑选了。”顾秋堂轻咬了一下唇，把绣样放了下去。司空琪看着明若邪：“时间紧了，挑选你喜欢又简单一些的。”那便这个好了。明若邪选了其中一个绣样，如意降服，喜气，也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时间紧，这个时候绣什么龙凤霞帔、麒麟送子什么的都来不及了。明若邪也不太在意这个，只选了一个意义好的就行。那就这个。喜贝便绣16连枝吧。明若邪又挑了一样，司空琪眸里染了笑意。16代表多子多孙，他可知道？待选好了绣样，顾秋堂拿了软尺替明若邪量了身，然后又对司空琪道：“王爷，秋堂替您量身。”司空琪坐着没动。云商坊不是有本王尺寸？喜服还是合身些为好。王爷上回量身似乎已经是半年前，秋堂瞧着王爷现在轻减了一些，
还是再量一次比较好。司空吉站了起来，明若邪托腮看着，量身可也是很亲近的动作，环身环腰，贴得近，气息相交。他还在想着，便听司空吉对顾秋堂说道：“顾姑娘把尺子给他。”啊！顾秋堂一愣，明若邪挑着那些绣药，多是符文、团花、麒麟送子、牡丹，看着倒都是富贵喜气。要跟王爷相同的绣样吗？他懒懒地问道。司空吉还没有说话，顾秋堂柔柔地接了声：“王爷向来喜欢竹叶、云纹，这喜服上便选云纹吧。红色喜服金线云纹，会衬得王爷丰神俊朗，无可比拟。明姑娘倒是可以挑选牡丹花，大喜之日贵气一些。”明若邪似笑非笑地看着司空吉，司空吉淡定自若说道：“你我成亲，喜服绣样自然要相同，你选什么，本王便也绣什么。”明若邪没反应过来，本王向来不习惯有人近身，以前云商房来替本王量身，也是老掌柜亲自来的，如今老掌柜没过来，只能让我家若若来了。明若邪差点没喷。我家若若，司空吉这厮。顾秋堂柔婉的表情染了几分凄凄，就连明若邪看着都觉得他像是被欺负了。他把软尺递给了明若邪，明若邪接过软尺没动。若若快过来，替本王量身。司空吉唤他，明若邪翻了个白眼儿，走了过去，拿尺从他背后还了过来，还未拉到前面，双臂还探在他的背后。司空吉突然就轻身靠了过来，这么一来，就像他伸手拥抱住了他，清冽气息萦绕。明若曦想退，手臂被他制住，他微低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刚才你就是不进来，本王也正要拒绝了他的早点，莫多想。”谁多想了？你们不是就是吗？明若曦要挣开他，反而被他拥了一下。本王觉得你性子傲，该解释的还是要解释清楚，免得你我未曾交心便有了误会。说了这话之后，他便松开他，张开双臂，微微笑着任由他量身的样子。谁要与你交心？明若曦哼了一声，两人都是极小声，朱管家和顾秋堂都没有听到，只是他们两个身举止亲密，如同调情，让顾秋堂垂下头，不忍再看。量好身，顾秋堂又拿了一个如意锁项圈走进明若曦。这个您也试戴一下吧，若是觉得重了，还能再换。这也是成亲那天要戴的，与喜服一起。明若曦接了过来，他动作蓦地一顿，目光就落在那项圈上。司空吉伸过手来要接，本王替你戴上。明若曦避开了他的手，把那只项圈拿远了一点，看向了顾秋堂。顾姑娘，这个项圈是哪里来的？听到他问这么一句话，司空吉顿时就明白项圈有不对了。他倏地转头看向顾秋堂，顾秋堂茫然，这是从云上坊拿来的。那顾姑娘替我试戴一下如何？明若曦拿着项圈走向他，顾秋堂看着明若曦拿着项圈过来，不由得退了几步。他镇定自若地说道：“明姑娘，这个是您大婚要戴的，我可不能试，怕给您沾了晦气了。”我从来不怕什么晦气，我自己试了看不清楚，你帮我试一下，我可以看得清楚一些。明若曦再次拿着项圈走近他，这个有讲究的，我是一个不吉之人，不能够试戴您的大婚首饰。顾秋堂求救地看向了司空吉，语气哀哀：“王爷，当年就是您救了我，我的事您最清楚不过了，您告诉明姑娘呀。”哦，王爷对你的事情知道的那么清楚吗？明若曦斜了司空吉一眼：“本王只是恰巧救了你，你的私事本王并未放在心上。”司空吉说了这一句话之后，便看着顾秋堂，淡淡的说道：“所以，本王并不想救了你之后又杀了你，给你一个机会，说吧，这项圈是从哪里来的？”顾秋堂被他那一句“杀了你”给彻底打击到了，他身子一震，几乎有些站不稳。本来一直以为自己在靖王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可他竟然能够说出“杀了你”这3个字。他自知身份卑微，不敢妄想真的能够当上靖王妃，连侧妃都没有想过。他只是想，若是可以，他大婚之后能不能接自己入府，让自己当一名小小的妾室，哪怕不能够有子嗣，哪怕不能受宠，哪怕他需要在王妃面前伏低作小，这些他都能够可以，只要能够留在司空吉的身边。我看着顾秋堂凄楚落泪，明若曦不耐，把那项圈就戴到了他的脖子上。他送来的，让顾秋堂试一下，总不过分吧？顾秋堂惊了，伸手就要把项圈给取下来，但就在这时，正好垂于心脏前的锁缝里有什么东西爬了出来，金色中泛着点点粉，像是头发丝那么大，很快就钻进了他的衣服里，钻进了皮肤。顾秋堂甚至没有察觉到痛，明若曦在准备出手的时候，却已经晚了。
他的脸色一沉，退开了2步，定定地看着顾秋棠。顾姑娘还是坚持要说这项圈是从云赏坊拿来的吗？明若邪根本就不相信顾秋棠这话。顾秋棠凄楚地看着司空吉，然后默默地取下了项圈。的确是从云上坊取来的，因为其他的款式还没从银楼拿到，便先取了这么一款，想先让明姑娘看看。可现在看来，明姑娘并不喜欢。顾姑娘当真？司空吉的话还没有说完，明若邪伸手抓住了他的手，他的这一句话就没能继续说下去了。司空吉看着明若邪，他本来是想要让顾秋棠说实话的，但是明若邪却阻止了他再继续逼问下去。顾姑娘可以回去了，喜服我们也不打算再交给云赏坊，就这样吧。顾秋棠一怔，这事竟然把云上坊的这一单买卖也取消了吗？王爷，顾秋棠还是哀戚地看向了司空吉，他实在是不能相信，冯府里面的事情轮得到明若邪来做主了吗？瘦肉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司空吉并没有看他，只是对朱管家说道：“去另寻一家铺子。”是。朱管家也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般，云上坊这一回算是得罪了明姑娘，以前的交情该了断了。送顾姑娘出去，还有朱管家，这个月罚你1半月钱。司空吉语气有点冷，以后不要随便什么人都领到本王的院里来。朱管家心头一凛，不敢有半点意见。小人知错。司空吉又扫了眼在门口看着的星坠。星坠，老规矩。哦。星坠神情一苦，但是也不敢有半点意见，应了一声，转身走到了院中，举起了一块石头，扎起了马步。顾姑娘，请吧。朱管家心头微叹，提起顾秋棠的东西，请他出去。顾秋棠垂泪，走了2步，突然又猛地朝着司空吉扑了过来，扑通一声跪倒了在他的脚边，哭着说道：“王爷，您当初要挑王妃的时候，秋棠就已经来找过星坠了。秋棠自知身份卑微，但却比明姑娘更为符合皇上所提的那3个要求。秋棠好歹也是官家千金出身，后来差点成了罪婢，被许了恶人，还是王爷救了我。星坠当时就来找过秋棠，让秋棠找王爷毛遂自荐，可当时秋棠自卑，不敢前来。”院子里举着石头扎着马步的星坠腿一软，差点就要被石头砸到，他都快哭了。司空吉的声音传了过来：“一块石头少了，一手一块吧。满月替星坠找石头去。”在外面一直候着的满月一撸袖子：“是。”简直岂有此理，竟然要别的女人来与他家姑娘讲晋王宴。满月怒气冲冲的去找了一些重的石头，顾秋棠就像是没有听到这些，伏在地上楚楚可怜的哭泣着。王爷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娶一个死人堆里的罪婢？秋棠自诩琴棋书画女红都学过，容貌虽比不得别人，但却比明姑娘要好几分。王爷若当真要娶她，何不考虑考虑秋棠？不管王爷让秋棠做什么都可以，以后王爷回答真要另娶王妃，秋棠也绝对没有意见，自愿降为妾室。王爷听了他的这番话，朱管家目瞪口呆，在外面扎着马步还举着2块石头的星坠是真的要哭了。哎呀，本姑娘这是被人狠狠的看不起了。朱管家和满月听了顾秋棠的话，却是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他们觉得顾秋棠的脑子里一定塞满了全是牛粪。顾姑娘，你何苦？毕竟还是有一些情分，所以现在朱管家还是想要和顾秋棠好好说说，赶紧起来离开吧。可是顾秋棠根本就没能理会到朱管家的这良苦用心。王爷，您当初救我的时候明明就说过，心里想什么只管跟您说，您说这话难道不是也把秋棠放在了心上吗？顾秋棠凄凄地问道。哎呦！明若邪斜睨了司空吉一眼，司空吉心头抖的一跳，突然就觉得他这一道眼神危险。他看着明若邪，话是对他说的，顾秋棠还不知他费口舌去解释。为何救他，等会儿再与你细说。就说这一句话，本王当时让他心里想什么只管说，是因为要安排他的去处，一时不知道让他去哪里。说是他心里已经有了想去的地方，本王便让星坠送他去。可是他一味的哭，也不说话，所以本王颇有些不耐烦，才说了这么一句，原意是想让他直接说话，并没有把人放在心上的意思。明若邪看一眼现在还在哀戚嘤嘤的顾秋棠，倒也是能够相信司空吉的不耐烦。司空吉看来就不是多会怜香惜玉之人，成长环境和经历会让他的心冷硬如铁。明若邪看了一眼嘤嘤哭的很是真切的顾秋棠，然后又扫了一眼朱管家，叫的却是满月。满月，把人丢出府去。他这句话说的轻飘飘的，朱管家的心头却也是突的一跳。刚才明若邪看他的那一眼，也让他有一种他要完蛋的感觉。宁姑娘的眼神真的很厉害。是。满月可不管3721，也不理会什么情分，进来拽起了顾秋棠就走。王爷，像是被人拉出去砍了头似的。闭嘴！
满月伸手就在他的哑穴上毫不留情的一戳，朱管家还提着顾秋堂的东西呢，也不敢看明若邪，赶紧就跟着跑了出去。若若，明若邪朝着外面走去，就在新坠前面的一道栏边上坐了下来，看着新坠，眼里带着笑。明姑娘，小的知道错了。新坠现在手臂在颤抖，腿也在颤抖，是他把顾秋堂领到博花院来的，也是他把诺大花厅让给顾秋堂的。司空吉走了出来，也在明若邪身边坐下。当初王爷把我从陈仙岭带回来，新坠可对我百般不满。那个时候，新坠是有靖王妃的人选的吧？莫非就是这位顾姑娘？明若邪若有所思地问道。之前在城门口明明就已经没有什么另选靖王妃的时间了，但新坠依然对他嫌弃的要死，那很有可能是他更满意的靖王妃的人选。新坠身形一晃，手上举着的石头差点就要砸下来了。司空吉一眼扫了过来，他赶紧咬牙撑住。明姑娘，当初小的还不认识您呢，顾姑娘找过小的，暗示过小的，要是王爷真的挑不到王妃，他可以的。当时王爷他不是太……新坠苦着脸，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他能说当时司空吉看着不太好，过来当靖王妃也是有很大风险的。顾秋堂至少已经在云上坊稳定下来，凭他的本事和姿色，以后嫁个家境殷实的富家老爷当个正室夫人也是可以。可顾秋堂愿意在那个时候来当这样随时可以能守寡陪葬的靖王妃，新坠还挺感动，可他也只是感动了一会儿，并没有真的愿意啊。在他看来，就是顾秋堂也都配不上他家王爷的，否则在靖王去陈仙岭之前，他就会把顾秋堂说出来了。是看到靖王从陈仙岭拉来了明若邪，有了对比，新坠才觉得那还不如顾秋堂呢。明姑娘，您当时确实是不太合适。这一句话，新坠说的极小声。我是罪婢，还是被丢在死人堆的，长得还丑。确实是比不上顾姑娘啊。新坠快哭了，当时他是这么想的，可经过了这些天的相处，见识到了明若邪的本事，他哪还敢这么想啊？明姑娘，小人的脑子肯定是让驴给踢了，您别跟小的计较啊。我可没有跟你计较，罚你举重扎马步的人可不是我呀。明若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新坠的手抖得更厉害，这还不是因为王爷怕他生气了吗？明姑娘要是不消气儿，他估计真得站到天黑去。明若邪还真没生气，他只是在发现顾秋堂的想法时，也开始问自己，他真的要嫁给司空吉吗？真嫁还是假成亲？应付找上门来的女人，他可真的是头一回。真嫁，以后这种事儿未必没有了。假成亲，那他就得管好了自己，不要轻易踏过两人之间的那条线。至于顾秋堂本人，他倒还真的没有怎么放在眼里，想的是那个项圈吧。司空吉沉默片刻，问道：那个项圈里有什么？他也猜得出来。此时在明若邪心里想得多的，只怕还是项圈。真的让他吃味嫉妒，他道路还很漫长。司空吉原是怕他极度生气，如今发现他没有吃醋，心底却有些怅然若失。项圈去查一下，看看是谁给他的。明若邪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好。司空吉见他不说，也是颇为无奈。满月把顾秋堂一路拽了出去，往大门外一推，顾秋堂一时没站稳，摔在了地上。主管家提着东西，好不容易才紧赶上来，见状说了满月一句：满月，不可如此粗鲁。哼！满月哼了一声，抢过了他手里的那些东西，丢到了顾秋堂的身边。这无耻的人，粗鲁又怎么了？说完，拍了拍手，很是嫌弃的扫了顾秋堂一声，转身走了。主管家略有些尴尬的看着顾秋堂，真没有想到会闹成这样。主管家，秋堂到底是哪里不好？顾秋堂哭得眼睛都红了，看起来可怜弱小无助。要是往常，主管家会赶紧过去扶他起来，但是他此时脑海里浮起了明若邪刚才扫他的那一眼，顿时就不敢上前去。顾姑娘，往后你也不要到府里来了，只怕你跟我们的那点情分，今天已经断了。快回去吧。主管家叹了口气，关门。看着对他紧闭上的崭新大门，顾秋堂又悲又恨。他爬了起来，收拾起那些东西，边哭边往云上坊那边走。但是走着走着，他就发现自己走的地方不是去云上坊的方向，而是往一处僻静之处走。这个地方他没有来过，却听说过。听说夏季里这里清凉，所以常有人过来乘凉聊天，偶尔也会有些男女悄悄在此处相会。还有些略酸的文人给这地方取了个名字，叫悠然亭。可是顾秋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来这个地方的呀，怎么会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来了呢？与他有同样纳闷的是秦大将军的大公子秦剑。秦剑今天出来原本是要去找狐朋狗友找乐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他就走到了这个地方，
但是邪门的是，他竟然还不想离开。秦剑觉得这种感觉相当诡异，然后他就在亭子里转了好几圈，走还是留，脑子里乱糟糟。等看到了走过来的顾秋棠，那种要走欲流的撕扯感才蓦然消失了。秦剑看着顾秋棠，只觉得心扑通扑通的跳。他哭肿了的眼睛在他看来都是想要亲上去的桃子，他抑制不住的想要亲近她，走近她，亲近她。姑娘。秦剑走近几步，伸手就抓住了顾秋棠的手。他吃惊的抬头看着秦剑，乍一看还颇有几分让小姑娘心脏小鹿乱撞的本钱。可顾秋棠是看惯了晋王那样的无双绝俊容颜的人，秦剑这样的也跟晋王对比就太过普通了。姑娘，你真好看。秦剑眼神着迷，他越看越觉得她好看，耳垂、脖子、唇，哪怕一缕秀发都正好长在了他喜欢的样子上，这样让他着迷，让他根本无法抑制自己。公子，我叫秦剑，你叫什么名字？秦剑抚着他的手。顾秋棠。秋棠，哎呦，我的心肝！秦剑说着，一把就紧紧地将他搂进了怀里，低头就吻住了他的嘴，气氛陡然攀升。不，他应该推开秦剑，他心心念念的是晋王，他的晋王。顾秋棠的双手却紧紧地搂住了秦剑的腰，迎向了他。跟着顾秋棠的人差点就脚下一滑。哎，我的老天爷，他要长针眼了！这是咋回事？他怎么就看不懂呢？这粗使婆子转身就飞快地往质子府屋跑，一路奔进了博欢院。司空吉正与明若邪说起了当初救顾秋棠的经过，见他跑了进来，眸光淡淡地扫了过来。王爷，主管家刚才让奴婢跟着顾姑娘。看到了什么？顾姑娘没有回云商坊，而是去了悠然亭，秦公子也在那里。他们怎么了？这粗使婆子也没好意思当着明若邪的面说下去。悠然亭是什么地方？手脚都发软的辛坠下意识地接了一句：是城中一处僻静之所，听说有些公子小姐喜欢去那幽会，其实就叫幽会亭。以前我们王爷……说到这里，辛坠陡然被噎住了。这话连在一起好像不对，可一时要怎么解释，他一时没有想好。司空吉一眼扫了过来，辛坠顿时觉得自己要完。明若邪托腮看着那粗使婆子。秦公子又是谁啊？秦拓山大将军的儿子秦剑。司空吉替粗使婆子回答了。那顾姑娘和秦公子去幽会亭做什么？明若邪又问。那粗使婆子看向司空吉，司空吉微微点头，他才敢说下去。秦公子和顾姑娘一见面就搂在一起了，奴婢没敢再看，就跑回来报信了。明若邪一时没忍住喷了，然后看着司空吉，那眼神要多同情有多同情。王爷，看来顾姑娘对你的一往情深也很不堪一击嘛。粗使婆子想了想，又接了一句：秦公子和顾姑娘看着是刚认识的，还互相问了姓名呢。他神情微冷，司空吉皱了皱眉，对辛坠说道：你去看看。咚的一声，辛坠赶紧把石头丢下，应了声是，赶紧跑了。下去吧，此事不得说出去。司空吉对那粗使婆子说道：是。博欢院剩下司空吉和明若邪，明若邪站了起来就要往外走，司空吉拉住他：你去哪里？去看看顾秋棠那个项圈不对，项圈是冲着我来的。既然他现在见的人是秦剑，我去看看这事跟秦家到底有什么关系。背后要杀我的人会是秦家人吗？换身衣服，本王带你去。司空吉也想亲自去看看，敢借着喜服把杀招使到他眼皮子底下来了。司空吉让明若邪换了身衣服，明若邪换的便是男装。等到司空吉换了一身很是低调的衣服，戴着软银面具出来，看到明若邪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很有默契的。他要带明若邪去看悠然亭那边的好戏，等会儿说不定就该用上武功，自然得藏着身份。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辛坠猫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正朝着前面看呢。明若邪看到了辛坠发红的耳朵，小少年什么的我要学坏了。而他和司空吉也已经看见了亭子里的一幕，顾秋棠就坐在一名年轻男子身上，两人身上的衣裳都已经差不多遮挡不了什么了，而且投入的眼睛都半闭着，只剩下了动作。明若邪还想看清楚秦剑的脸呢，眼睛就被一只手给捂住了，真是捂得严严实实的，根本不让他看到一点点。司空吉自己的脸有些发烫，把明若邪的眼睛捂住了，可亭子里那两个人的声音还是一直传入耳朵里啊。他是真的没有想到秦剑和顾秋棠会在这里玩得这么彻底，原本以为最多搂搂亲亲来着。
林若邪本来也不想多看，他只是想看清楚秦剑的样子，看多了怕长针眼。可是转念一想，秦剑这时也中招了，估计真要陷害他的人没有这么蠢，那就不是他。司空吉又踢了辛坠一下，辛坠跳了起来，猛一转身看到了司空吉，辛坠耳朵红着，脸也是红的。晋王从来不去烟花之地，他这跟着晋王的，自然也对这种事儿知之甚少。这一好奇一震惊，就猫在这里看得久了一些。王爷，他们……但就在这时，有脚步匆匆，不少人来了。司空吉搂着明若邪就飞身上了树，辛坠也赶紧躲了起来。几个年轻公子朝着这边走来，其中有一人还兴冲冲地说道：“景香阁的宋姑娘当真在这儿？”上了树，司空吉倒是没有在捂着明若邪的眼睛里，这个角度看不见庭中全部情形。明若邪探头再要看，司空吉搂着他的腰，将他拉了回来。还看？青天白日，又是在外头，当真是行事无忌。他再看，当心真长真眼了。晋王这会儿脸还红着呢，不过因为戴着面具，倒是没有人看见。锦香阁的宋姑娘是什么人物？明若邪被他搂回来，倒也没有当真坚持再看，他就趴在他的怀里，小小声地与他说话。这样的亲密，刚才又看了那样的画面，听了那样的声音，司空吉手紧了紧。锦香阁是这京城里有名的花楼，那位宋姑娘是锦香阁里的头牌，听说容色摄人，琴棋书画无一不晓，而且还会舞剑，指脉意，颇清高。你知道的倒清楚啊！明若邪就回了这么一句，司空吉没有机会解释，因为那些公子哥后面还跟来了几名女子，3名千金小姐，各自带着自己的丫鬟，也足有6、7人，他们都齐齐撞见了亭子里的香艳之事。有人叫了起来：“哎呦，他们在干什么呀？”可不就是在干什么？可几个小姐丫鬟也看见了，惊叫着就同时紧紧地捂住了脸。明若邪站在树上，这个角度正好看到了其中一个少女，双手捂在眼睛上，可明显的露了一角，正紧紧地朝亭子里看。惊慌和羞惧是做出来的样子，但是很快，他的神情就是震惊和真切的激怒了。那是谁？明若邪小声问。司空吉正要回答，已经有人惊呼：“哎，那不是秦剑吗？”秦荣一听，几欲晕过去，他死死地掐住了掌心。这个时候，真的想把香草拉出来剁了喂狗。秦剑，他兄长，香草给明若邪找来的野男人，竟然是他的兄长，真的是秦大哥！董昭失神，震惊而又伤心。他一直喜欢秦剑啊。前面几个公子哥转过来一看到了秦荣，顿时就觉得场面有些精彩了。妹妹看到自家兄长在外面胡来，这秦家的家风以前可是挺好的呀。秦小姐，有人叫了秦荣一声，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秦剑这个时候才有些清醒过来，看到了亭子外面那么多人，再看到坐在自己身上的女人，心里一下子哼地站了起来。他就这么一站起来，顾秋堂就被摔落在地上，倒也让他回了回神。看见了秦剑，他尖叫了一声，扭头再看到了那么多人，他又尖叫了一声，脑子里面轰的一片空白。这是怎么回事？顾秋堂只觉得眼前一阵阵黑暗，偏偏这个时候身体的不对劲儿在无比真实的提醒着他，他已经失去了清白，而且就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秦剑这么一站起来，身体好些没能遮挡住，董昭几人就先惊叫着着急转过身去了，就连秦荣也都赶紧转过身。妹妹，秦剑看到了秦荣，也是脑子一片空白，但好在还记得赶紧把衣服拉扯好。秦公子，你这玩的可真。有人回过神来，就冲秦剑比了比大拇指。他们本来就是冲着锦香阁的宋姑娘来的，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就都嬉皮笑脸的取笑起秦剑来了。也嫌秦剑虽也不怎么长进，可秦大将军家教严，秦剑比较少跟他们这帮人混花楼。秦荣看到他们的时候，还总是一副看不起他们的模样，现在可就都好玩了，秦剑玩的比他们还开。而且秦荣都亲眼看到了，以后看这兄妹俩怎么在他们面前摆架子。秦兄这又会停，滋味格外好。秦兄身体当真好啊，就不怕冻出毛病来呀？那些人忍不住哈哈大笑。你们住口！秦剑脸都涨红了，顾秋堂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领，缩在一边瑟瑟发抖。他想不明白，想不清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秦兄，是哪家的姑娘把你迷得这样的神魂颠倒的呀？哪个花楼的？
改天我们几个也去找他聊聊天。就是，大家一起乐呵嘛。这些人的恶意取笑，让顾秋堂瞬间一个机灵，他却是一下子给清醒。清白已经不在了，靖王把他赶走，他与靖王已经不可能了。但若是不紧紧抱着秦剑的腿，以后他不是只能进花笼，就是处处去死。既然是秦剑夺了自己的身子，那么他就得嫁给秦剑。秦公子，你说过要娶我的，我不是花楼的姑娘。也是奇怪，刚刚还想要把顾秋堂踢开的秦剑，在他扑进怀里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女人是该得捧在手心里的，他不舍得放开，也不舍得伤害她。她是本公子的妻子，你们滚！秦荣终是忍不住喝了一声：“大哥！”刚才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反正事情都已经弄到这一步了，他只有认了。但是不管如何，这事成了。明若邪被他大哥夺去了清白，还想当靖王妃。秦荣还没有看见顾秋堂的脸，就算看到了，他也认不出来这是不是明若邪。如果事件男主角不是秦剑，他就会躲远一点，指着别人去把事闹开了。但现在男主角是他大哥，他只能自己来。看到了妹妹在这里，秦剑也是胸窘的，脸如滴血。可即使如此，他还是一手搂住顾秋堂，护着他。大哥，你怎么这样糊涂？她是谁啊？秦荣觉得那几个草包都要误会那个女人是花楼的姑娘，那可不行，必须把她的身份给点开来。她是……怀里抱着顾秋堂，秦剑觉得他万般好，说话语气都软了下来。现在开始，她就是你大嫂了，我们不是乱来，我们就是互相倾慕，情不自禁。那些公子哥闻言都噗的一声喷笑出来。哪里来的良家姑娘，会跟一男子在外面情不自禁做这种事？分明还是不正经的人。哎呦，秦兄，别闹了！难道你还真想娶个花楼姑娘啊？秦公子在跟一个被搂在怀里的顾秋堂也诡异的觉得这个男人是他想要的，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想与他分开。我不是花楼的姑娘，秦公子。顾秋堂揪着他的衣领，埋在他怀里哭了起来。别哭，哭得我心都要碎了。秦剑赶紧哄他。谁说你是花楼姑娘？本公子娶你，让你当秦少夫人。大哥，秦荣这会儿也看出来了，千秦蛊就是一条给明若邪，一条在他大哥那儿。既然是中了千秦蛊，这会儿说什么拆散他们的话都没有用。秦荣咬牙，心里已经把香草碎尸万段。这样胡来的女人能是什么正经女人？你快给我回府！秦少夫人哪有这么好当？秦家不会让一个花楼女子嫁进去的。他就是得逼着明若邪表明身份。顾秋堂忍不住抬起头，梨花带雨的叫了起来：“我不是花楼的姑娘，我是云上坊的绣娘，我是清清白白的。”云上坊的绣娘？明若邪那贱婢是云上坊的绣娘吗？于香香已经认出了顾秋堂，他们也会去云上坊买面料、买衣服的。顾秋堂？什么？顾秋堂？秦荣这个时候也看见了顾秋堂的脸，他那样关注着司空吉，哪会不知道2年前司空吉救过顾秋堂的事儿？要不是司空吉平时当真没有与顾秋堂见面，秦荣早就对他出手了。可是不是明若邪，怎么会是顾秋堂呢？在树上的明若邪把他的反应都收在了眼里。这个秦荣不太对劲啊，难道秦荣知道合理来说在这里的人应该是我明若邪？哼，那就好玩了，回去吧。司空吉带着明若邪就先回府了，辛坠倒是在那里围观了全程，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了。顾姑娘一个劲儿的哭，还想寻死。秦公子看着也放不开呀，就不顾秦荣的反对，把他带回秦府去了。估计明天啊，秦府的事儿就会传遍皇城的。跟我说说这秦家呗。大将军秦拓山手握兵权，骁勇善战，天生神力，为蓝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会儿还带兵在边境驻守着。秦剑是秦将军原配夫人所出，后来原配病死，秦拓山娶了季氏，生下了秦荣。据说秦夫人对秦剑视如己出，秦剑也十分疼爱秦荣这个妹妹，向来是兄妹情深的。秦荣为人如何？明若邪又问。他看着司空吉，等待着他的回答。司空吉却不说话了，只看向辛坠，总觉得明若邪这个问题有点坑。辛坠难得机灵，收到了靖王的演示之后，赶紧把话接了回来。齐小姐在京中千金贵女中声望很高的，听说她为人善良大方，心思明朗，行事大气率直，而且又自小学武，一手剑舞也是颇有名气，人缘很好的。明若邪想到了方才看到的秦荣，莫名觉得这些评价有点违和。
他好像没有得罪过秦荣吧？哎，宁姑娘，您说那秦公子和顾姑娘……星坠忍不住想问。看见顾秋堂那样，对星坠的打击还是挺大的。顾姑娘怎么能那样呢？不是说对他们家王爷一往情深吗？怎么一转眼就和秦剑做出那样的事儿？我知道什么？我记得顾秋堂是你想选的晋王妃啊。哼，星坠都快哭了，能不能不要提这事儿了？是他眼瞎还不行吗？本王的王妃，几时轮到他来选了？本王亲自选的才是对的。对，那王爷选的对。星坠赶紧说道。宁若邪斜了司空吉一眼，他自己没有得罪秦荣，秦荣却要对付他，其实道理不难想清楚，就是因为这祸水呗。就在这时，朱管家匆匆过来。王爷，姚公公来了，受皇上训练和明姑娘入宫。又要进宫？宁若邪坐直了，看向司空吉。累了。司空吉指了指自己的胸膛。本王怀抱里舒服些。你一个病劳王爷，不要轻易献怀抱。宁若邪伸手拿了一锭银子。累是有些累，不过看到赏银就有精神了。接下来应该有些日子不用进宫了，你只管在府里好生休息。宁若曦坐了起来，斜了他一眼。我有我的事要办，他得去好好的查查晋阳侯府的那位宁三小姐了，没有道理一直让人占着他的身份，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何事？私事。司空吉微微蹿眉。需要本王帮忙吗？要。宁若邪的话让司空吉眼眸微亮，他就喜欢他这样与他毫不客气。你说。别干涉我。宁若邪应一句。司空吉一滞，他看着他，突然就轻声过去。你我马上就要大婚了，你不是外人。大婚也是假的吧？哼！宁若邪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嘴就被他的唇给缚住了。司空吉不想听他说这样的话，直接就封住了他的嘴。一次吻不够，那就2次；2次不够，那就以后次数就再频繁一些，总要让他知道两个人都已经这样亲密了，还能假到哪里去？宁若邪觉得司空吉是在作弊，气喘吁吁终被他放开后，他瞪着他，气息还有些许不稳。王爷从哪里学来的？你这句话的意思是本王亲的你很满意？技术是不错，也不知道找多少姑娘练过了。宁若邪努力的平息着心跳，强自镇定。司空吉眼神危险。你当本王是狗啊？见人就啃。宁若邪一时没能忍住笑了起来，这可不是他说的。王爷，要不然称病婉拒了。司空吉还没有说话，宁若邪已经反问：为什么要婉拒啊？王爷，您和太子有仇？王爷与太子无仇，相反，这些年来太子对王爷还是不错的。听了朱管家这话，司空吉的嘴角微微一勾。宁若邪注意到了，看来晋王殿下对朱管家这句话不以为然。那就去吧，太子离京这么久，一回来便要本王喝酒，本王就这么推辞了也不好。他看向了明若邪。你要去吗？太子不是说了要带我去？你要是不想去，本王自然会想到办法推掉。去？为什么不啊？我还好奇着太子殿下长什么样子呢。司空吉示意朱管家去备车，自己则是靠近了明若邪，伸手紧捏了捏他的下巴，语气里有着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宠溺。你呀，不会觉得太子长得好看的。为什么？我听说太子长得很英俊呀。你看惯了本王的这张脸，如何还能有别的男人能入你的眼？司空吉低下头来，在他唇上轻啄了一下，然后退开。他的气息还残留在唇上。明若邪有些恍惚，这男人不单自恋，还十分无耻。世间美男千千万，本姑娘绝不信没有一个比晋王好看的。天气已经是越来越冷了，这会儿外面寒风呼呼的响。司空吉伸手将他的手握住就不放了，他的手比他的要凉，这是把他的手当成暖炉了。等会儿见到太子，记得少说话，少看他。司空吉跟他叮嘱了一句，明若邪却有些不解。朱管家不是说你跟太子关系挺好的吗？太子也挺罩你的不是吗？当初朱管家刚到我身边，一心一意都是站在外祖父那边的，我虽信他，但也不能完全的把他当成自己人，所以有很多事并没有让他看到实质。你的意思是你跟太子其实关系不好？你以为本王在兰国会有知己好友？没有吗？王爷真可怜。司空吉一眼瞥来，你有？明若邪想到了桌子上的人，迟疑了一下。那些人算是知交好友吗？你也没有，好在你以后有本王了，祝贺你。司空吉握紧了他的手，微微一笑。他这样自恋的微笑，竟然也是如月绽开银辉，耀眼的很。
明若邪想呸他，马车停了下来，星坠的声音传进来：“王爷，明姑娘，杏花楼到了。”明若邪把手拽了出来，瞪了司空吉一眼：“王爷，请下车。”司空吉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喜欢这样逗他的感觉，心情颇好。下了车，他就背着手自顾先进了杏花楼，表情冷漠得很，就像是恨不得跟明若邪划清界限一样。明若邪自己跳下马车，把面纱拉好，瞪了司空吉的背影一眼。星坠讪讪地对他小声说道：“姑娘别生气，在外人面前，王爷还是得假装不喜欢你啊。但是在车上，在府里，王爷肯定是很喜欢你的。”谁要他喜欢？等进了杏花楼，明若邪才发现，太子要司空吉把他一起带来，肯定初心是有些恶劣的。哼，绝对不怀好意。菲儿见过靖王。这个菲儿声音也是轻轻柔柔的，身上的香囊也是一种淡淡的桂花香，整个人就如素淡的桂花，看着似乎不怎么明艳，但是自有一分清雅。明若邪在看到这个菲儿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司空吉这个人看起来应该是喜欢这一类的女人的吧？难道说这个菲儿就是太子专门为司空吉准备的？如果是专门替司空吉准备的，那还把我带来干什么？哼，太子是要让本姑娘自惭形秽吗？要打击我，让我知难而退，让我放弃靖王？难道说太子还真的是替靖王打抱不平，不忍心见他娶了我这么一个丑罪婢？哼，这可真的是一起。那菲儿把司空吉迎了进去，却对跟着进门的他视而不见，走了2步还回过头来对他轻柔地说了一声：“顺便把门关上。”这是反过来把我当成丫鬟了。哼！明若邪不气反笑，他也没有意见，转身把门给关上了。不过力气有点大，关门的声音有点小，砰的一声把太子给震了一下，终于把目光从棋盘上移开，朝这边看了过来。明若邪也看清了太子的模样，凭良心说，太子的确是长得一表人才，英俊不凡的。阿吉，你来了。太子竟然是喊司空吉的名字的，还叫得这么亲近。要不是刚才司空吉在马车上跟他说过他和太子的关系不是外表看起来这样友好，明若邪都要以为他们是至交好友了。见过太子殿下。我不是说了吗，在宫外你我就不要讲究这些了，坐吧。司空吉就在太子对面不远坐了下来，然后他对明若邪冷斥了一声：“还不赶紧见过太子殿下，傻站在那里做什么？”哼！明若邪在心里冷哼了一声，倒还是听了他的话，上前对太子行了一礼：“明若邪见过太子殿下。”“免礼了。明姑娘出门还要戴着面纱吗？”言下之意，你是长得奇丑还是奇美啊？就那么一张脸，还有何可遮的？明若邪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听出了太子的这点意思。太子殿下让你取下面纱，你就取下来吧。是。明若邪取下了面纱，屋子里的几名清灵都小声的笑了起来。菲儿姐姐，你之前还说靖王容貌世无双，你都不好意思站在他身边，现在可有信心了？哟，说我丑？嫣儿，不得无礼。太子倒是马上就开口斥责了一声，但是这句斥责听着是轻飘飘的。是，殿下。明若邪低眉顺眼，一句话都没有说。本宫听说明姑娘胆识过人，几回入宫都表现极佳，还从父皇那里讨得了不少赏赐。本宫还想着见识一下呢，怎么现在看来明姑娘有些胆怯？这分明就是直接点出她在装了。阿吉，明姑娘在你府里又是什么样子？言下之意，剑王，你可不要被这女人给骗了。明若邪现在已经能够确定了，太子这一次就是冲着他来的。现在他还不明白太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要破坏他们的大婚，明若邪斜了司空吉一眼。那我要不要顺水推舟，帮太子殿下一把呢？这也算是帮自己吧。很奇怪的，司空吉就在他这个眼神中读懂了明若邪的心思，他心里一滞，有些不爽。这个女人到现在还是要与本王一拍两散的心思，平日里没有机会表现出来，一旦让她逮到了一个机会，她的这种念头就冒起来了。要是太子真的是这种心思，想要破坏我们的大婚，明若邪肯定会马上顺着杆子往上爬的。这个女人做这种事情绝对得心应手，溜得很。司空吉又怎么可能如他所愿？他有些无奈地笑了起来。不瞒殿下，这个女人性子诡诈，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有时候胆大包天，有时候又怂得像只蠢猫。我都跟皇上告过状了，皇上也知道了她的表里不一，可只能劝我认了下来。皇上说，既已赐婚，大婚吉日都已经选了，她不能言而无信，叫天下人笑话。明若邪差点没能忍住一脚就给他踹过去，这话说的，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现在司空吉的这种说法是最好的。
而且直接就断了太子想要拆了他们的心思。太子殿下完全没有想到司空吉会说出这么几句话来，也是被震得半天没能开口。也是难为你了。无妨，我在狼国长大，皇上就等于我的长辈，我敬他尊他，自然不能使他为难。不过就是娶妻，就我这样子的身子骨，娶谁都一样。司空吉说完，也轻叹了一声。阿姐啊，你也不用太过妄自菲薄。我听父皇说，他赐了你龙涎草籽，你福气好，把龙涎草籽给种出来了，如今身子已经大好了，是吧？还要再谢皇上隆恩。身子好了，正妃娶的不如意也无妨。我请你出来，正是要跟你说这事。我替你寻了另一门亲。司空吉下意识的就看向了明若邪，他对上了明若邪似笑非笑的眼，顿时就觉得这事不好啊！蓝帝一家是怎么回事？个个都想这样关心本王的婚事。这一位啊，你定然会满意的。你在蓝国也是孤身一人，所以我也就把你喊出来，直接跟你说了，对方是泾阳侯府4小姐。这一回，明若邪实在是没能忍住，喷笑了。这么巧，泾阳侯府4小姐刚给本姑娘下了帖子，要请本姑娘去赴宴，这边太子殿下就给说没来了。不过，堂堂一国太子沦为媒婆，不，媒公，当真是够可以的。明姑娘，这也是本宫请晋王把你顺便带来的原因。虽然你的身份确实上不得台面，按理来说这样的事情也无需你的授肯，但是毕竟你将要嫁给晋王当正妃，这件事情本宫也就顺便跟你说一说吧。太子要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要问过我的意见，就不觉得这事本来就不妥吗？明若邪虽然不太想真的嫁给司空吉，当这什么晋王妃，但是他们的大婚已定，真要成亲，再有人要往他面前给司空吉塞女人，他肯定是不会乐意的。多个人来膈应他，想想司空吉那厮要再去亲别的女人，要再去与别的女人同床共枕，明若邪就觉得心里有股邪火。除非本姑娘不当晋王妃，否则本姑娘顶着这个名头一天，他司空吉休想左拥右抱。明姑娘，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明4小姐只当侧妃，入府之后她还得喊你一声姐姐，而且还要给你敬茶请安呢。太子微微笑着，笑意却不达眼底。明姑娘以前可曾想过会有这么一天，高高在上的侯府千金都要喊你姐姐给你敬茶？没有吧？有这样的尊荣，明姑娘应该觉得十分骄傲了。我去，太子真绝，这是在说他本来身份那么低贱，有这样的待遇已经是前世烧高香了吧？太子此人也是厉害。而且明4小姐会在你们大婚之后再入府，不会压过明姑娘你这正妃一头。明姑娘觉得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完了这句话，太子就端起了旁边的茶盏喝了一口。有啊。明若邪眨了眨眼睛，指向了司空吉。王爷应付不了2个女人。这一回是太子殿下忍不住喷了，刚喝进去的一口茶全都喷了出来，那几个美人也都有点脸红。明若邪说话竟然这样直接。司空吉太阳穴跳了跳。又要说本王不能生养了吗？第一次是在金銮殿上，他们那是为了赐婚圣旨没有办法，可现在他又要质疑他身为男子的能力。太子殿下没事吧？明若邪很关心地问了他一句。太子咳着，央儿赶紧替他拍着背。本宫听说明姑娘第一次上金銮殿就出口惊人，现在倒是真的领教到了。太子缓了过来，看着司空吉的眼神带着同情。太子殿下，我说的都是实话啊！我要是真的嫁给晋王，肯定是不希望守寡的。可是晋王身子弱，要是王妃太多，他应付不过来，万一……接下去的话，明若邪没有机会说出来。司空吉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太子，你的身份尊贵，说没这样的事情实在不适合你来做。这是谁在背后胡乱出主意？这真是奇心当诛。太子寒微的脸微微沉了下来，司空吉却似是没有看到，又继续说了下去。泾阳侯府里4小姐有祖母有父亲，再不济还有兄长，他的终身大事总该由他们操心。太子殿下突然间插这么一手，要让别人怎么想？殿下是什么时候与明4小姐那般熟悉的？又是以什么身份负责起他的亲事来的？我这一回寻灾回京路上出了些事，幸得有明府3小姐明静瑶相救。这事儿阿吉听说了吧？太子缓了面色，倒是愿意解释给司空吉听。略有耳闻。而明若邪在听到太子提起明3小姐的时候，就神色微寒。终于是要提起那个人了吗？莫非这件事情还有明静瑶的手笔？静瑶自是算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去过几趟泾阳侯府，就这般认识了明4小姐。明4小姐对你极为仰慕，总缠着我问起你的事。泾阳侯府上下也有此意，所以我这其实也是带他们来先跟你说说。你若是点头了，泾阳侯府自然是会按规矩来办。说到了这里，太子又瞥了明若邪一眼。
晋阳侯年轻的时候也是京城有名的美男子，他的女儿自然也是长得极好的。以后若是有什么宴会需要带家眷参加，至少能带得出去。哟呵，明若邪连翻白眼的心思都没有了。太子这是又来踩绒毛一脚啊！本姑娘很带不出去是吧？还有，您的质子府里还是太冷清，这要大婚了，身边没有心灵手巧的人帮忙着，只怕呀会忙不过来。我来过杏花楼几回，觉得菲儿还颇能干，今天便做主替她赎了身，将她赠予你了。太子又抛下了一枚炸弹，他对菲儿招了招手，菲儿便带了点娇羞走了过来。等会儿你就跟着晋王回府吧，务必要好好的侍候晋王，府里上下多帮着操持着，明白吗？是。菲儿柔柔的应了一声，然后就十分自觉地走到了司空吉身边站着，垂首低眉，俨然已经是一副晋王的人的姿态。司空吉只觉得后背发毛，这回出来不仅扯上了一个明四小姐，还要带着这么一个女人回府啊！他端坐着，控制着去看明若曦的冲动。太子，我已经习惯了府里的清静，之前也已经添了几名家仆，不必再添人了。哎，家奴跟菲儿怎么能比啊？菲儿可比你想象中的能干。明姑娘，往后有什么不懂的，也可问问菲儿。哼，本姑娘一个正妃，有事要问过一个清灵，还有几天就大婚，这又是要给娶侧妃，又是给府里塞人的。太子啊，您还真是有些好玩了。等到他们从杏花楼出来的时候，星坠便发现跟了一个提着包袱的菲儿。他目瞪口呆地看了看菲儿，又看了看司空吉。王爷，这……司空吉没有说话，先上了马车。星坠又看向明若邪，明若邪冲他笑了笑。星坠一个机灵，打了个寒战。爷，哎妈呀，明姑娘这个笑容……你是星坠吧？我叫菲儿，太子殿下命我以后跟着王爷的。菲儿自己跟星坠开了口，然后就朝他伸出手。麻烦你扶我上马车。星坠看着他伸过来的手，觉得自己手臂有点软，他果断的一个转身，看向明若邪。明姑娘，小的扶您上马车。懂事。明若邪夸了他一句，由他扶着上了马车。菲儿咬了咬牙，也抱着包袱爬了上去。一进车厢，司空吉便冷冷地对他说了一句：“坐外面去。”菲儿愣了，王爷，这样冷的天，外面风那么大，让他坐到外面去？本王不喜与人共乘一车，出去。菲儿看向了明若邪，那她是靖王妃，你是什么？司空吉眸光暗沉下来，气势便有些惊人了。菲儿额角都渗了冷汗出来，突然觉得有些可怕。啊，靖王与太子所说的似乎不太一样啊。菲儿几乎是落荒而逃，拎着包袱就冲了出去，被外面的寒风一扑面才缓过气来。他一出去，车厢里便是一阵静默。明若邪坐在司空吉的对面，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上，垂眸没有看他，也没有开口。太子应次美人，他知道司空吉推不掉，他这时想的是，明四小姐非要嫁给司空吉又是为什么？这其中会有明静瑶的手笔吗？马车朝着质子府驶去，司空吉一直看着明若邪，明若邪却一直没有抬眸看他。过来。司空吉对他说道。明若邪终于抬眸。啊！待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明若邪蓦地就笑了，那笑容里满是疏离和嘲讽。滚蛋！他回了他这2个字。他推拒不了太子所赐，但是明若邪可以推拒他呀。几乎在一瞬间，司空吉就察觉到了他想要退开的决心。他心中骤然惊怒，他本来想着把菲儿先带回去，再想办法处理，但是此刻他却倏然明白，只要有一点触及他的底线，他可以瞬间就将司空吉划出明若邪的亲近范围，根本就不会给司空吉半点时间。说不定明若邪刚才一直沉默，就是在盘算着离开他的办法了。司空吉眼神骤起暗云，双手在车子一拍，马车突然一歪，马嘶鸣，车厢几乎要倾倒。明若邪耳边听到了菲儿的尖叫，而他自己已经控制不住，朝着司空吉那边扑了过去。司空吉伸手将扑过来的明若邪抱了个满怀，带着他一转，脚下按键一压，很快就将快翻倒的马车给稳了下来。刚才叫你过来你不愿意，原来你是喜欢这样扑入本王的怀抱。司空吉的声音低低的在他耳畔响起，明若邪怒极，在他的腰侧狠狠的掐了一把。司空吉，你丫的，仗着会武功欺负人算什么本事？别以为他刚刚没有发现，是司空吉动的手脚，疯了吧他丫的！为了让自己扑进他的怀抱，差点把马车弄翻。司空吉任他掐着，依然将明若邪抱在怀里，语气也冷了下来。那你仗着本王宠你让你，处处戳本王的心窝，又算什么本事？
本姑娘什么时候戳他的心窝了？还有，什么叫他宠我让我？明若邪只觉得他定然是疯了。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辛坠担心的问候：“王爷，明姑娘，你们没事吧？”辛坠因为太担心了，也没有等司空吉出声，唰的就掀开了车帘，然后就看看被司空吉抱在了怀里的明若邪，他啊的一声，又飞快地放下了车帘。小的什么也没看到。明若邪咬牙瞪着司空吉，外面响起了菲儿的哭泣：“王爷，菲儿好痛！”王爷，菲儿姑娘刚刚摔下了马车，好像摔得不轻啊。辛坠语气忐忑：“小的刚才为了稳住老马，来不及救他。”明若邪倏地瞪大了眼睛，脑子里瞬间清明：“你是故意的！”司空吉这个时候才松开了他，掀开车帘下了马车，看着还伏在地上的菲儿，菲儿的右腿不自然地屈着，左手也是伸不直了，右手还渗出了血迹来，他看起来是真的很痛，哭得眼睛都红了。见司空吉下来，他抬起头，可怜兮兮，惨兮兮，梨花带雨：“王爷，菲儿好痛！”明若邪也在这个时候下了车来，看到了菲儿的惨状，他的嘴角微一抽，看向了司空吉。司空吉声音轻轻：“这可怎么是好？质子府里也没有人可照顾菲儿姑娘。太子殿下本来是想请菲儿到质子府里帮助本王打理府中事务的，但菲儿现在伤得不轻，本王也不好让你入府做事了，还是让辛坠先送你回驿馆，再送你回杏花楼吧。”王爷，菲儿大惊失色：“这是要干什么？要送我回杏花楼？”他想要反对，但是司空吉哪里会给他机会？他直起身对辛坠说道：“辛坠，可听见本王话了？”“王爷，小的听见了。”辛坠这会儿机灵得很，赶紧就过来，把菲儿抱上了马车。“那王爷和明姑娘怎么办？”司空吉至今没看明若邪，只对他说道：“此处离府不远了，我们走回去便是。”“是。”辛坠立即就去下车了。菲儿朝着司空吉伸出了手，哭着说道：“王爷，菲儿已经从杏花楼出来，不能再回去了呀。这样菲儿怎么向太子殿下交代呢？”“太子一直夸菲儿姑娘冰雪聪明，你定能想到办法。菲儿是入府干活的，现在都伤成了这样，本王总不能再替你找2个丫鬟反过来照顾你，那岂不是请了个主子回去？再说，本王穷得很。”司空吉说着这些话，神情却依然温和得很。寒风里，他的容颜还散发着光芒，令人迷恋。驾！辛坠赶紧驾车掉头，马车声踏踏，朝着与杏花楼不远的驿馆驾去。司空吉收回了目光，一手袖向腰后，一手拢在袖里，朝着质子府的方向慢悠悠地走。他也不看明若邪，明若邪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拍了拍自己的脸。上回赵大人一事，就已经让他觉得靖王内心比他的外表要黑暗得多，这一次更是验证了他的观感。刚刚还直接把菲儿说成了要去王府里干活的，现在干不了活了，那就滚回杏花楼。明明太子殿下之前的意思是让菲儿去质子府当半个主子的。他浅笑微微，说出来的话却等于是在说：“本王不养闲人，滚你丫的！”得罪谁都好，不能得罪靖王啊。司空吉的声音传了过来：“你还要站在那里翻了多久？”明若邪撇了下嘴，快步跟了上去。“你就不怕惹了太子殿下发怒？”太子费了心思送过来的女人，这还没有进府门呢，就又被他送了回去，简直是太过打脸了。司空吉声音淡淡：“本王惧内，更怕惹王妃发怒。得罪了太子又有什么办法？”我竟然有说不过别人的一天，这肯定是因为某王爷太过无耻了吧？明若邪觉得自己不能跟他谈这个问题了，反正是他得罪太子，又不是明若邪。明若邪有点气鼓鼓的往质子府的方向走，本来想要走得快一些，把司空吉撇下算了的，但是不管他走得有多快，司空吉就始终在他的身边，不紧不慢的样子，却始终都保持一样的距离。明若邪放弃了，便又缓下了脚步。“明四小姐一心想要嫁你，明天的宴会只怕也是为了这件事情，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明若邪想了想，还是开了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以你的身份，我作为靖王妃去了晋阳侯府，需不需要夹紧了尾巴做人？”唉，司空吉轻叹了一声，打量了他一眼：“本王怎么觉得你连每一根头发丝儿都写满了嚣张？你有过夹紧尾巴做人的时候吗？只记得这一点，提防着那些不入流的手段，别让本王去别的男人怀里捞你。”“
明若邪瞪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明四小姐会给我设局啊？莫非她想要的是晋王正妃的位置？这个位置你可守好了，本王不想换人。司空杰的语气带了一点威胁。若是你着了他们的刀，别忘了本王的手段。竟然威胁我，这是有多怕我中了别人设的局，把晋王妃的位置拱手让人了？明若邪的心情有些复杂难言。他们回府没过一会儿，星坠就回来了。他跑到了司空杰的面前，以袖子擦了一把冷汗。王爷，小的把菲儿送到杏花楼的时候，太子还没走。说了什么？司空杰正在磨墨准备写信，闻言头都没有抬。太子殿下狠狠地责骂了菲儿，说他连坐马车都会摔下来，看来是真的不适合到质子府帮忙。星坠想起了太子责骂着菲儿的情景，但是小的觉得太子言下之意还是在责怪王爷的。他觉得很是担心，而司空杰已经磨好墨，执笔开始写信。星坠看得出来，这样专门的防水信笺就是王爷写给陶七专用的。难道王爷要把陶七他们调回来了？这样的事儿，星坠却是不敢问的。王爷，太子现在朝中有不少人支持，顺利坐上皇位的机会极大。您在这个时候惹怒他，真的没有问题吗？其实只是把菲儿姑娘带回府来，咱们好好盯着她就行了。咱们府里多养一个人又无妨。星坠是真的很担忧的。司空杰想到了马车上明若邪的那一句“滚蛋”，那两个字让他知道了他的底线在哪里。一开始他也是这么想的，先带回来丢在一边就是。但是只要他收下了菲儿，明天外面就会传出风声去。晋王收了太子送的美人，太子送的他能收，那么别人送的呢？等到他府里多收几个美人，那些美人都以他的世姬身份自居，大婚未至先收了玩物，晋王正妃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只要有别的女人头上冠上晋王的女人这样的帽子，明若邪就能给他一句滚蛋。你是希望留下明若邪，还是希望府里多几个菲儿一样的美人？司空杰见星坠还是想收下去的样子，便问了他一句。星坠想都没想的脱口而出：菲儿哪能跟明姑娘比啊？这就是了。司空杰点头。星坠反应过来：王爷，您是说把菲儿带回来，明姑娘会吃醋呀？明若邪吃醋？这么一个说法让司空杰的心情好了不少。是吃醋，而不是觉得自己没面子了。这可是两码事儿。一般的女人都会在意大婚之前未婚夫府里有别的女人的，很多时候无关吃醋，只是因为会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没有面子。在此之前，司空杰一直也是这么想的。对明姑娘来说，面子算什么呀？星坠依然是想也不想的就说了出来。明姑娘要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了，那肯定是吃醋。星坠说完了这一句话，就觉得王爷一直有些清冷的神情换成了淡淡的笑意。星坠啊！啊！王爷突然语气这样轻柔的喊他，竟然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本王觉得你还是很聪明的。谢王爷夸奖。星坠茫然，难道我以前在王爷眼里都不聪明的吗？明若邪第二天起来，桌上放了一堆新衣，旁边还有一个首饰盒子。满月，满月快步进来，明若邪指着那些东西：谁送来的？朱管家让人送来的，说是王爷的吩咐，为姑娘去泾阳侯府所准备的。朱管家说姑娘好生打扮打扮，端着晋王妃的架子去。明若邪觉得有些好笑，他这脸要是一直不洗掉，打扮太过了反而不好。不过明若邪向来不是以一张脸来压人的，就是长成丑八怪，他气场也有2.8米的时候。要吃过午膳再去。满月，你等会儿先去帮我打听打听泾阳侯府的事。还有，今天明四小姐邀请了多少人？大概是哪些人？是。满月应了下来，然后才想起了一事。对了，姑娘，昨晚上奴婢听到刘婶子说了一件关于泾阳侯府3小姐的事呢。什么事？刘婶子说，宁3小姐这些年虽然是在庄子里长大的，但小时候恰巧认识了一位名医。那名医见她聪慧过人，又心细善良，便把一身的医术交给了她。而且宁3小姐会被送到庄子去，不是因为她出生的时候很晦气，引来了一群乌鸦吗？啊！现在听说宁3小姐是个有祥瑞的人了。明若邪微微一笑，眸光深了深。啊？怎么个有祥瑞法？听说宁3小姐回府之前，泾阳侯府老夫人一直头疼，疼了大半个月了，大夫都诊不出原因来。但是宁3小姐一回府，老夫人的头疼症就好了。还不只是这样呢，听说老夫人有一株钟爱的寒梅，在宁3小姐回府后的第2天，突然开了满枝头的花。现在这会儿梅花还没开的，所以听说宁老夫人可高兴了，
赏了明三小姐很多东西。从晦气不祥的人一跃成为带来吉祥喜气的仙子吗？明若邪又笑了起来，也挺好。他其实希望这个明三小姐好玩一点，聪明一点，否则他要是发现自己差点被蠢货害死，那会很郁闷的。不，其实已经是死了的。要是发现对手很厉害，那就真不算冤枉。知道了，你再去打听打听吧。是。在他的那个药柜旁边是玄清的药柜，以前明若邪根本就不稀罕玄清的药柜的，但是现在他却看着那个药柜默默的流哈喇子，因为玄清的药柜里大多是武器式的药，比如说特制的腕套，腕套里面会藏着一排药针，以玄清的药性，那排药针至少都有3种以上不同的药，而且那个腕套竟然还有强力发射的机关，可以把药针直接飞射出去。要是能够拿到这腕套，他都会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保障的多。除了这药针以外，还有好些药是用来防身的。玄清脑子好用，鬼点子又多，有这些药，他几乎可以行走江湖而不被人害了。现在明若邪就看着里面的几对耳环，有些眼热。毕竟这些耳环也都是藏着药、带着小机关的。他要是能把玄清这个药柜打开，简直可以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了。啊，可惜啊，可惜啊！啊，那个能不能帮助我开启玄清的药柜啊？明若邪突然就想到了龙涎。明若邪这个时候是不敢拿龙涎来做这样的试验的，毕竟他还不知道玄清这个药柜的密码，还没有玄清的虹膜和指纹，真用了龙涎也未必能够打开。龙涎对于司空吉来说是那么的重要，他敢跟他提，那就是拿他的健康和命来谈了。午膳的时候，博欢院那边也是静悄悄的。明若邪的午膳是朱管家亲自给送到时装院来的，他本来以为司空吉会让他过去吃，或是他会过来吃。宁姑娘，您是决定去泾阳侯府的吧？朱管家跟他确认了一下。去啊。那府里的马车便给您留着。怎么，王爷要出去吗？啊，是，王爷下午要外出访友。明若邪觉得有些讶然了。你们王爷还有朋友？朱管家一滞。是小的说的不太对，王爷是要出门访客。上门去是拜访，人家是主人，什么叫访客？明若邪直接就挑出了他这话的毛病。朱管家觉得明姑娘真不好糊弄，他有些支支吾吾。明姑娘，要不然小的去问问王爷，能不能把行踪告诉姑娘？他在明若邪这样的目光下都不敢说谎，感觉压力有点大。不必了，我也没有非要打听他行踪的意思。如果他要用马车，马车就给他用吧，我跟以前一样去雇一辆就行了。明若邪对这事儿不太在意。朱管家从时生院出来之后想了想，还是折去了博婚院。把马车留给他，本王骑马出去。如今皇上也知道本王身体大好，骑马也不要紧。以前是因为他一直身体极差，所以根本就不敢骑马，出入都是乘坐马车。可是王爷骑马的话，不怕被人发现行踪吗？就他们家王爷这张脸，走到哪里不引人注目？本王易容出去。是。朱管家派去跟明若邪说了司空吉的话，明若邪也就没有再推拒，反正不用他出去雇马车，他还省钱了呢。满月这个时候才回了府，要回来，他便跟明若邪汇报了打听到的事儿。姑娘，听说泾阳侯府今天请了至少有11家府上的小姐，而且门第都不低。他们都在猜测，这次宴会其实是要为了明三小姐而办的。他们还请了那位大将军府上的小姐。姑娘，您说秦府刚刚出了那样的事，秦小姐还会去参加吗？外面的人也都在猜这个。秦荣？对，那就不知道了。虽然这么说，但是明若邪莫名的觉得秦荣应该是会去的。那个少女看着不像是那么容易被击倒的人。顾姑娘和秦公子的事情，外面也传得沸沸扬扬的。都说什么？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听说秦公子正跟府里闹腾着，非要娶顾秋堂进门。悠然亭那事儿实在是太过生分化了。京城的百姓这段时间觉得生活还颇有意思，因为八卦层出不穷啊。先是晋王乱葬岗里选妃，然后西域法师之死，白云观静元师太之死，赵大人被砍头，质子府里乌鸦飞满天，然后又有悠然亭的戏码。泾阳侯府似乎也开始有动静，那从外头接回来的明森姑娘还跟太子扯上了关系。外面的人都在说，泾阳侯府这些年十分低调，也几乎从来不办什么诗会、宴会、赏花宴之类的。现在接回了明三小姐，就要开始高调了，竟然办起了赏风诗会，很有可能是想借此机会也把明三小姐带进京城的名门贵女圈中。要让明三小姐在京城露脸又扬名是吧？
明若邪又怎么可能不去凑凑热闹？那明四小姐为人和性情如何？满月想了想，竟然有些怪怪的。好像很少有人谈起明四小姐，说起来就说明四小姐娴静乖巧。娴静乖巧，都是这场赏枫诗会的主人了，还是用了她的名字落了款来邀请客人的，竟然还这么低调吗？等等，昨天一晚上，今天一上午都不见到他的人影，这会儿倒是冒出来了。明若曦站住，转过身来，王爷有何吩咐？司空吉快步的走到他的面前，握住了他的手，然后把一只透绿发亮、胶状满满的镯子戴进了他的手腕。明若曦看着腕间那抹亮眼的绿，司空吉却看了看他脖子上挂着的白玉，心头还是有些不畅快。果然，他今天也没有把连王所赠的玉坠取下来，还是戴着。王爷今天送首饰上瘾，都已经送了他那么满满的一盒，现在还专程送了一只镯子过来，这是为哪般？不过这只镯子实在是太漂亮了，绿的清新无比，冰润冰透的，看着就是顶级的品质。连王都送你白玉了，本王不想与他送一样的。不过这白玉跟你发簪和镯子都不太相称，你要不要先取下来？本王替你先保管着。可惜他花了一晚上一上午的时间，也只是寻到了这一只镯子，否则应该再送串项链来着。不用了，这样挺好的。明若邪抽出手，我得走了。记住本王昨天跟你说过的话。司空吉望着他说道：“不要让人设了局，不要把靖王妃的位置给弄丢了吗？”这不会，肯定不会。姑娘，是晋阳侯府的马车，咱们退让吧。这是晋阳侯府李氏正好回府了。明若邪看到了马车里端坐着的男子，因为车里光线不足，只能看个大概。那男子身着一袭赭色锦绣，手里捏着一串手串，在缓缓地盘着。怎么回事？听着声音是个中年男子，对方的车夫赶紧回话：“侯爷，有辆马车堵在了咱们前面，叫他们让开。”是。明若邪在听到车夫叫的那一声侯爷的时候，眸光就是一闪。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入府，就先在这里碰到了他的父亲晋阳侯明知霄。那边的车夫已经冲着他们叫了起来：“快让开！这是晋阳侯的马车，我们侯爷要回府。”不让！明若邪清晰地说了这么两个字，然后便叫了满月一起下马车。明姑娘，车夫有些懵地看着他。明若邪看着那边马车，微微一笑：“来者是客，在自家门口，还是请侯爷让一步吧。若是世上真有血缘感应，他的父亲大人会不会觉得他有些眼熟呢？他下马车来，就是为了让他看清楚的。”晋阳侯微微轻身，从马车里探了出来。这下子，明若邪也看清了明知霄的模样。40多岁的晋阳侯明知霄看起来依然俊美儒雅。明知霄的目光对上明若邪的，明若邪从来没有想过父女俩第一次见面会是这种情形，但他脸上略带笑意，只是他看到了明知霄眼里的冷淡和不耐。不知礼数，不分尊卑，不尊长辈，竟还不以为耻，让开！他有要事，得快一些回府。晋阳侯并不知道今天四女儿办了赏枫诗会，不过就算知道，他也不在意。因为明若邪的马车看着很普通，不是所知道的那家达官贵人的。小官小吏府上的姑娘也敢在他的面前称客，要他让路。明若邪眸光骤暗，好得很。第一次见面，他就先给他安了这么多的评价。侯爷都说我不知礼数了，那我更没必要让了。明若邪蓦地一笑，侯爷要是不退，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耗着。不然他怎么对得起他那一串评价？放肆！晋阳侯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少女，林奕晨怒喝了一声。就在这时，晋阳侯府那边跑出来一个彩衣丫鬟，看到晋阳侯的马车，惊喜地奔了过来。侯爷回来了，三小姐一直都在等着侯爷，不知道侯爷可把金松猫带回来了？明三小姐，所以晋阳侯如此着急回府，是为了要给明三小姐送猫？明若邪突然觉得有些可笑。带回来了。这可是本侯跟韩春大师整整下了6盘棋才求来的。晋阳侯说着，就从里面提了一只铁笼子出来。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被笼子里的那只猫吸引了注意力。那只猫身上是雪白细腻蓬松的毛，但是眼睛却是金色的，带着金针毫针一样的闪耀光芒。侯爷，这猫好可爱，怪不得三小姐念念不忘。丫鬟上前，侯爷，奴婢来提着吧。就在丫鬟要伸手接过那只笼子的时候，本来温顺的卷趴在铁笼里的金松猫突然喵的一声叫了起来，然后全身炸毛，腾的就窜了起来。
笼子被他这么一震，晋阳侯没能拎住，丫鬟还没来得及接过手，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连龙带猫摔落在了地上。哎呀！丫鬟惊叫了一声，那只猫在笼子里疯狂地挣扎着，咔咔咔，那只铁笼竟然被他震开了，猫又是凄厉地叫了一声，喵！然后他浑身炸毛的前爪抓在地上，伏低身子，警惕而带着随时要攻击的张力，一双本来就带着金芒的眼睛紧紧地瞪着前面。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出这只猫的警惕，他们愣愣地顺着猫的目光转过身去，看向了前面，那里正站着一个少女，16、17岁的模样，身姿窈窕，鲜美如荷，一袭天蓝色的衣裙长可曳地，腰封上挂着一枚赤红如血的玉佩，底下璎珞长长，随风轻飞。明三小姐？不，那位明三小姐，明静瑶啊！几乎是在第一眼看到这个少女的时候，明若邪就确定了她的身份。可笑的是，这个明静瑶竟然至少有4、5分明之霄的影子，尤其是那双丹凤眼，几乎是与明之霄一模一样。这么看来，明静瑶真的更像是明之霄的女儿。但是明明是美貌过人的一个少女，却令这只金松猫这样严阵以待，露出了她的凶悍和利爪。所有人都觉得震惊而心生骇意，同时又迷惑不解。瑶儿，就是晋阳侯明之霄都惊疑不定地看着明静瑶。不是说明静瑶成了祥瑞的代表了吗？怎么这只猫见了他跟见了妖邪一样？明若邪轻轻地抬起右手，轻轻捂了一下自己的眼睛，然后松开，他再朝着明静瑶看去。只见少女依然貌美，但是周身却罩着一层妖死邪气。明若邪蓦地笑了，这可就好玩了。晋阳侯府费心接回来的，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明静瑶袅袅挪挪地走了过来，她一直看着那只金松猫，猫儿明显不安，爪子在地上刺挠着，那姿态就像是要随时要朝着明静瑶扑过去，狠狠地抓挠她的脸。父亲，金松猫之前一直养在报国寺，受的是供奉佛祖的香火，突然间来了尘世间，估计是一时不习惯。明静瑶微微笑着，瑶儿把它抱回去，养几天它就温顺了。原来如此。晋阳侯心一松，明静瑶弯下腰去，伸手去抱那只猫。那只猫瞬间爆发，一爪狠狠地挠在了明静瑶的手背，然后身子一窜，竟是朝着明若邪这边迅速地冲了过来。明若邪想闪，那只猫却扑到了他的脚边，然后四爪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小腿，抱得紧紧的。这一次的叫声明显的气弱，还带着点儿可怜兮兮。明若邪低头对上了一双金色的猫眼，金松猫把他的小腿抱得更紧，大有一种就算他踢脚也不能将他甩出去的感觉。这是只凶猫还是只怂猫？瑶儿，你没事吧？三小姐，你的手背。那边晋阳侯已经下了马车，快步地走到了明静瑶的身边，扣住了她的手腕，将她的手抬了起来。明静瑶的右手手背这会儿有3道红红的血痕，在她细腻雪白的肌肤上，这样的伤显得触目惊心。这是真的伤着了。晋阳侯显得气怒攻心，冲着一旁的丫鬟怒喝一声，